咱来问你，为何你上户县的赈济粮里面这么多沙子？灾民也是人，这让灾民怎么吃？灾民还能算是人吗？你说什么？眼前站在虾仁旁边的正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此刻正在隐藏身份中。而虾仁呢？对，你猜的对，又是特么穿越过来的。而朱元璋路过上户县赈灾的时候，看见发给灾民的粥里居然掺着沙子。虾仁这个狗贼，竟然往米粥里掺沙子，他还是个人吗？这个狗官，咱要宰了他！皇上，臣觉得此事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咱们还是当面问问较好。哼，咱就看看这个虾仁有什么话好说。摆驾，咱今天就好好看清楚这个狗官的真面目。皇上，臣觉得还是隐藏身份去县衙更好，只有这样，皇上才能看到最真实的虾仁。稍过片刻，朱元璋等人来到县衙门前，见我们县尊大人要给钱。混账！咱大明朝还没有建县令，要先给钱的先例，难道你们县令是财神爷不成？我家县令都是财神爷，见过我家县令了就没有不发财了。着实咱县令大人定了规矩，没银子赶紧离开。县衙种地不是尔等刁民聚集的地方。这里有20两银子，可否有资格见到县尊？还是这位夫人识大体，不过这么点银子可见不到我家县尊。那你还想怎么样？得加钱。我家县令规定，但凡商人想要见我家大人，必须先缴纳100两纹银，否则免谈。你们县令如此行事，难道不怕皇上砍他的头吗？对于平民百姓是分文不取，难道皇上还会在乎你们商人不成？如果没钱，就赶紧滚到一边去，别耽误衙门办事。麻烦你进去通报一下，就说我们有事求见。候着。等下如果虾仁不能给咱一个满意的答案，咱非得宰了这个狗官。大人让你们速速进去，大人在府衙后院等着你们，已经临近中午，大人该吃中午饭了。县衙内，你们找本官所谓何事啊？咱来问你，为何你上户县的赈济粮里面这么多沙子？你去领赈济粥了？本官看你衣着不凡，不像是需要赈济的人，怎么也要贪小便宜去喝那赈济粥？难道不怕灾民们耻笑？咱没喝，但是咱看到灾民们喝了，而且有些灾民还把赈济粥给倒掉了。他们说这种粥狗都不喝。这事与你们有什么关系？你们这些商人只需要好好赚银子就行，赈济灾民的水很深，你们根本把握不住。你此刻的朱元璋感觉肺都要气炸。好，很好，上一次敢这么嚣张给咱说话的那人，现在坟头都该有1丈高了。咱倒要看看这虾仁有几个脑袋。现在咱就回京调兵抄了这个狗官的家。我等族中也有即将入仕的后辈，想要向大人请教这赈济灾民的学问，希望大人能不吝赐教。既然你们诚心请教，本官就给你们指点一番。本官问你，赈济粮是给哪些人吃的？这还用问？自然是灾民吃的。既然是给灾民吃的，那往里面掺点沙子又有什么问题？灾民难道就不是大明百姓了吗？灾民难道就不是人了吗？那沙子是给人吃的东西吗？灾民还能算是人吗？你说什么？将饿死的人已经不能算作是人了，那就是畜生。只要能活着，别说是掺了沙子的米粥，就连泥土他们都敢吃。此话出于一个县令之口，真是让人感到震惊。你当然感觉到震惊，你们是商人，当然不会体会到民间疾苦，更不会理解灾民到底需要的是什么。你们见过因为饿而吃观音土活活胀死的人吗？你们又有没有见过一子而食的惨剧？灾民们需要的只是一口吃的，他们根本不在乎这碗吃的是什么味道，他们只在乎这碗吃的东西能不能填饱肚子。经历过无数苦难的朱元璋当然知道虾仁说的是真的。可是你既然已经要给他们一碗吃的，为什么非要往里面掺沙子，让他们这些灾民天天吃沙子，岂不是多此一举吗？几年前本官刚来上户县的时候，这里人不过千户，地不过万亩，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可谓是凄凉至极。当时上户县1清2白，本官为了招募流民，决定开仓放粮。可是本官发现，在本官开仓放粮后，能赈济的灾民根本没有多少。你们可知为什么？这回轮到朱元璋等人蒙圈了。因为在知道官府发放免费粮食后，那些本来家有余粮的百姓也纷纷前来领赈济粮。本官本来就没有多少赈济粮，这些不是灾民的百姓全来领粮食，那本官又怎么招募流民赈济灾民呢？于是本官就下达了一个命令，那就是让所有赈济点在赈济粥里全部掺上沙子，这才让本官能够招募到更多的流民，开垦更多的田地。也正是因此，上户才有如此盛景。你是说赈济粮是给真正灾民吃的，如果往里面掺沙子，只有那些快被饿死的人才会来吃，而那些本来不需要被赈济的人肯定吃不了这种米粥，这样一来就能筛选出来真正的灾民，这种赈济粥才能真正喂给那种真正需要的人。不仅筛选重灾民，而且还节约粮食，帮助你招募更多的百姓。高明，果然高明。百姓都是淳朴的，就算是有个别冒领粮食的，那也不会吃太多，因为个别人就往粮食里面掺沙子，有些不妥吧。
心如水，何其深也；民心如烟，何其乱也。百姓都是一群刁民，这些人每个人都是自私的，都会打自己的小算盘，都是喜欢贪小便宜的人。当一个百姓可以不劳而获，你视而不见时，那到时候就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直到所有的百姓都会跟从去吃那不劳而获的救济粮。只有让救济粮变成为了活着不得不吃的口粮，这些百姓和灾民才会努力上进，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而不是一直指望着救济粮混吃等死。几位若是没有其他事情，就请离开吧。上户县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几位可以四处逛逛。朱元璋懵逼的回到县衙门口。爹，怎么样？那虾人是不是贪官？咱们要不要调兵给这个贪官抓起来？往州里采沙子，还有这种说法？这虾人还真是有治世之才。皇上，既然虾人咱们已经见到了，那咱们就回京吧。咱觉得这个虾人绝对是个贪官，先找个客栈住下，咱一定要抓住虾人的把柄，将他绳之以法。几人来到了白金汉宫。欢迎光临白金汉宫，祝您住得愉快。要欢迎光临。几位客官，不知是打尖还是住店？住店。好的，请给我来，先到前台登记信息。你们这里房钱怎么算？不知客人需要单床房还是双床房？哦，不知这单床房多少钱，双床房又是多少钱？单床房一夜需要8两银子，双床房则是10两银子。什么？一夜就要10两银子？这是把咱当冤大头了？你们以为这里是皇宫吗？收费如此之高，你们掌柜的呢？我要见你们掌柜。不知可是哪里有让您不满意的地方？你们家收费为何如此之贵？就连京城最好的客栈都没有你们家贵，这是把我们当成冤大头吗？客官莫要生气，咱们白金汉宫贵，自然有贵的道理。诸位请一步，与我上楼看看，您就明白了。前面引路，如果你敢欺骗咱，咱非要把你的客栈给砸了。进入内屋，诸位请看，咱们每间房间都是一体式，不仅有住宿的地方，就连茅厕也是单独的，而且房间内还可以洗澡沐浴，这些全都是现成的。客官请看这里，这个东西叫做水龙头，你只要轻轻拧开就可以出水。这个叫做自来水，虽然方便，但是这个都是要钱的。还有这个东西叫做淋浴，站在底下就可以洗澡了，这里是有热水的，这些东西全都是免费服务的。客官每天早晨还可以免费领取本店提供的早餐服务，怎么样？客官你还觉得贵吗？妙啊，给我们4间单床房。客官请拿好您的消费账单。账单？这是用来干什么的？客官是外地人吧？这个账单就是您的消费记录，在咱们上户县买卖任何东西都是要提供账单的，咱们商人要根据这个账单向县衙交税的。这个东西你们商人留着就行了，为何还要给我们一份？即便税票用来交税，但是跟客人没有关系啊。客官是想，如果你买了一件东西却不知道真假，等到你发现是假的时候，如果商人不给你退货，那你不就亏大了？这个时候你只要把这个账单拿出来，就能证明这件物品的确是这里买的。在咱们上户县卖假货的商家是要假一赔10的，这也是保护你们客人的一种方式。他妈，这个税额怎么这么高？10税1，咱们大明的律法明规定，商税只要30税1。这是我家县令大人规定的，在咱们上户县交税就得10税1，所有人都不能逃税，一旦发现立刻抄家，驱逐出境。他妈，又是这个货！咱明明只要30税1，他却整整提了3倍，他还是个人，狗官、贪官，咱非要宰了他？难道你们就这样任他这样的狗官剥削，不会上京告御状吗？不可辱骂我家县令大人，县令大人收取10税1的金额，这上户县哪个人不欠我们县令大人的人情？能在上户县生活下去的人都得感恩我家县令大人，那是天经地义。别说10税1，就算是5税1，我们也愿意。如果客官再敢对我家县令大人出言不逊，请你立刻离开，本店恕不招待。你见过这样牛逼的穿越者吗？就在刚刚，虾人学了和珅往镇济州里面掺沙子，居然被朱元璋看见了。虾人这个狗官，咱一定要宰了他！伯温，你说虾人为何总是有出人意料之举？能人异士，总有惊人之举。我想这个虾人就是所谓的奇人吧。你说咱重农抑商的策略是否错了？不，皇上您是对的，可是扬州百姓易子而食，上户县百姓却是丰衣足食，生活幸福。皇上您是一国之君，考虑事情自然是以大明天下为主，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果天下的百姓都因为经商赚钱而去抛下土地不去种田，那商业再繁荣也只不过是无根之萍，无源之水，无水之木。正是因为大明各地的农业才能支撑起上户县的商业，这才是皇上您的功绩。虾人只不过是县令，一隅之地如何能与您相比？伯温啊，咱发现了，还是你说话舒服。咱们先吃饭，然后再好好看看这上户县到底有多繁华。爹，这家店的烤肉实在是太香了，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肉。
吃就知道吃，那就不能少吃点。你都吃了20两银子了，能吃是福，我儿是个有福气的。还是我娘疼我。再在上户县多住几天，只怕咱老朱就该破产了。伯问，你知道刚才吃的那是什么香料吗？为何感觉如此之香？撒在烤肉上，简直是人间美味。好像是叫安息茴香，又叫孜然，是安息国的一种香料。咱怎么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安息离咱们大明有万里之遥，这孜然的确是十分罕见，咱们能在这里吃到，已经很令人意外了。正当二人交谈之际，我的腿断了，就是你撞的我，你别跑，你要给我赔钱。哎呦我去，老家伙，我看你是活捏了，讹钱敢讹到爷的头上，小爷今天就送你归西。你想要钱，小爷有的是钱，但是小爷要等你死后烧给你。住手！现在已影响公共交通以及故意伤人逮捕你，你可以保持沉默，但是你所说的一切都会作为呈堂证供。看样子那个男子肯定要坐牢了。坐牢？坐什么牢？明天那人估计就会无罪释放。这人可不简单，咱县令大人都认得他，明天你就瞧好吧。这人当街伤人，甚至还要取人性命，难道这样还能逃脱责罚？咱倒要看看这个虾人会怎么判案。如果虾人敢徇私枉法，咱绝不放过他。第二天早上，县衙门口，你好，请问咱们县令怎么还没上职？你是外地人吧？咱们县令大人是4时9点2刻才开始上班。40，那岂不是已经日上3竿了？若是有人办怎么办？不必担心，如果报案就去派出所，那里随时有人当值的。如果真发生什么事情，派出所会派衙役解决的。派出所那是什么东西？咱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机构？派出所就是县令大人为了解决邻里纠纷专门设置的，不论是片区还是乡下，都是有派出所的。咱们上户不是有很多学校吗？这些学校的优秀学生毕业后就可以去派出所任职。我尼玛，事情都给派出所干了，县令还干啥？县令如此懒散，难道不怕政务废弛引起民怨吗？那你就错了，咱县令说了，这些刁民全都是屁大点事，交给派出所调解，绰绰有余。只有伤人杀人的事，咱县令才会出面解决，要不然一些闲杂的事都够县令忙的了，哪里还有心思去想怎么发展上户？朱元璋一愣，觉得说的有些道理，可是又有哪些不对？县衙带犯人上来。堂下何人？大爷，是我啊！我在天上人间还和您一起吃过饭呢。住口！公堂之上岂容你攀亲带故？再敢废话，就把你押下去打板子！他们为何被抓啊？启禀大人，那男子乘坐马车撞人，又是一起马车撞人案。那老者抬起头来，呸！孙49。拖出去打50大板，然后扔出上户县。好，夏大人判的好啊！大人明察秋毫，是我上户县的青天大老爷。这老者不是受害人吗？为什么他会被惩处？这下人分明是是非不分，颠倒黑白。大人冤枉啊，小的冤枉啊！大人打完了，扔出去。朱元璋傻傻的站在原地，心中仿佛有一座火山在酝酿。这虾人就是这么审案的，就因为被告与自己相识，就把被害人打得半死不活，然后再扔出上户县，让他自生自灭。这就是一个贪财又混账的昏官，这种官员简直就是咱大明朝的耻辱，咱要立刻将他扔进大牢，绝不能再让他祸害百姓。仲巴，咱们也走吧。这虾人真是奇怪，明明是受害者，却被打得这么惨。我看这个虾人就是官官相护。那个男的最开始就喊着认识虾人，虾人当然不会判他有罪。爹，我觉得这个虾人是个狗官，不是啥好东西。咱要杀了这个狗官，为百姓做主。刘伯温被朱元璋这句话吓了一跳。所谓君无戏言，朱元璋能把这句话说出来，可见对虾人已经是深恶痛绝。仲巴，此事可能另有隐情。我看周围的百姓对此事好像有不同的看法。虾人公开审案，如果此事真的是冤案，那百姓估计早就闹起来，不如等调查一番再做决定。皇上，臣觉得被打的那个老者不像是第一次上堂，当虾人喊出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却被吓得瑟瑟发抖。微臣觉得此事应该没有这么简单。走，找个人去问问。老板，刚才县衙判案的事情你听说了吗？不止听说了，我还亲自去看了呢。那你觉得县令判案判得对吗？那当然，咱们县令大人明辨是非，明察秋毫，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判错？卧槽，这是为何？受害者被判50大板，施暴者当场无罪释放，这难道不是颠倒黑白、冤假错案？客官有所不知，被打的乃是孙49，是上户县有名的街溜子。那人坑蒙拐骗，是个惯犯，已经被派出所抓进去很多次了。最近不知从哪学来的套路，专门在马路上挑外地人下手，看到马车就往地上一躺，讹诈别人钱财。县令大人叫着好像是碰瓷，已经被县令大人打了很多次了，结果屡教不改，仍是坑蒙拐骗。这次把这人赶出上户县，也是为上户铲除一大祸害。老板，你说的可都是真的？那是自然，我还能骗你们不成？看老板不高兴，朱元璋也没有多说什么，不过他还是打算亲自前去看看，随后便前去寻找那个老头。哎呦啊！爹，这人怎么躺下了？咱们明明还没撞到他啊！我的腿断了，是你们把我的腿给撞断了，赔钱。朱元璋看着熟悉的场景，只觉得自己脑袋嗡的一声炸了。狗东西，白眼狼，今天我非要打死你！
把他给咱扔出去，扔到钦州去，咱这辈子再也不想看到他。皇上，咱们还回上户县吗？回，咱要看看虾仁到底有没有百姓说的那么好。经过几天的闲逛，朱元璋也明白了城南和城北的区别，一个天堂，一个地狱，准备把这个狗官碎尸万段。这狗官比朕的皇宫还豪华，这是清明上河图，这不可能。清明上河图明明在皇宫，怎么可能？你这里也有一幅，是真迹。什么？我在元朝进京科举之时，曾有幸见过一次清明上河图，与这幅一模一样。如果这幅是真的，那自己内裤那一份就是假的。看样子这虾仁真的是一个大贪官，要不然这虾仁哪来的钱财给自己建造这么一个奢华的府邸？还有这幅绝世珍宝。这几人一眼就叫出清明上河图的名字，估计就是皇亲国戚，看来能狠狠宰一次了。几位不要惊讶，这个虽然是真迹，但是皇宫那个也是真迹。什么意思？难道这世上有2幅清明上河图？没错，不过不是2幅，而是3幅。不可能，清明上河图能出现1幅都是奇迹，怎么可能有3幅？你不要在此胡说八道，妖言惑众。清明上河图确实只有1幅，但是我却能将它一分为3。民间有一种技艺叫做接表，就是将画给取下来。不过我这种是装裱的一个变种，将画作取下来之后，我能够将这些古画给接成3份，这3份简直是一模一样，全是真迹，我称之为偷接。那岂不是可以接成4份、5份？这样下去，你不是发财了？哟，不行，宣纸虽然可以拆分，但是如果拆成4份，会显得单薄，3份刚刚好。你说你拆成了3份，那皇宫1份，你这里1份，那还有1份呢？那自然是卖了。这个王八蛋明明是一个官员，却一直琢磨着怎么搞钱，他还配当一个县令？你知道不知道？清明上河图是国宝，是国家的财富，你怎么能将它拿去卖呢？你可是一地县令，你应该想着怎么造福百姓，而不是在这里蝇营狗苟，想着怎么挣钱。老爷子，即便你是皇亲国戚，难道你就能凭空辱人清白？谁说我卖清明上河图不是为了百姓？难道老爷子以为这上户县是凭空变出来的？我如果不想为百姓造福利，这上户县能有今天之盛景，打造上户县基业的钱，就是清明上河图卖出来的。此事暂且不提，咱问你，为啥上户县城北区如此黑暗？你可知道那里此刻已经买卖人口，草菅人命？作为本地的父母官，你怎么不好好管管？你难道没有人性吗？眼睁睁看着大明百姓被卖作奴隶。你去城北了，你可知不是会员，那里一般不允许进入。你敢相信吗？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现在居然怒气冲冲地泡到虾仁府邸。虾仁这个狗官，咱一定要宰了他。然而怒气冲冲来了以后，你可知不是会员，那里一般不允许进入。那什么狗屁会员，咱一点也不想知道。为何藏污纳垢、包庇城北这些东西？你难道没有人性吗？眼睁睁看着大明百姓被卖作奴隶，眼睁睁看着人被老虎给吃掉，你还是人吗？谁给你说那是大明百姓？什么意思？这些人不是大明百姓，那买卖的这些人是什么人？那些人与我们长得一般无二，他们怎么就不是大明百姓了？他们与咱们长得一样，不代表就是咱们大明百姓。蒙古人也与大明百姓长得类似，可是他们亡我大明之心从来就没有停过。不只是蒙古人，周边许多国家都是这样。感情这虾仁买卖的是别的国家人口，难道其他国家的人就不是人了吗？咱们大明自诩天朝上国，怎么能将他国的百姓卖作奴隶呢？这与野兽又有什么区别？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无论什么时候，天朝上国永远是打出来的，不是自己吹嘘出来的，更不是礼仪教导出来的。周边这些国家在咱们大明强大时，那自然是唯唯诺诺，可若是咱们大明虚弱的话，难道他们还会给咱们讲什么礼仪道德吗？五胡乱华、靖康之耻的教训就在眼前，给这些茹毛饮血的人有什么道义好讲？我只是买卖他们的人口已经够仁慈了。你怎么知道那些人买卖的就不是大明百姓？如果他们瞒着你买卖汉人百姓呢？他们敢，如果让我知道他们谁敢瞒着我买卖大明百姓，我不仅要把他们抄家，还要把他们扒皮宣草，吊在自由女神像上，让所有来上户县买卖的人都知道，这就是买卖大明百姓的下场。那你怎么区分大明百姓和异族百姓呢？哟呵，很简单，会写汉字或者会说汉话，无论是不是异族都不允许买卖。可是你这样又有什么用呢？近期当然没用，可是如果奴隶贸易彻底展开，那些异族为了能够活命，开始学习汉字汉语后，那自然是有用的。当这些异族开始接受我大明的文化习俗，渐渐开始丢弃自己种族的文字语言，全部学习华夏文字语言时，这些种族还能称得上异族吗？到了那时，这些种族就是咱们汉族，而且是同根同源，习俗文化语言文字完全相同的种族。好，这才是真正的灭族之策呀！果然够狠够毒，咱喜欢。
不仅如此，老爷子就不好奇上户县为何发展这么快吗？县外无数的良田，城内无数的高楼，周围数十条公路，都多亏了这些奴隶在，上户县才有今日之盛景。虾大人，即便一族残暴，可是你这样对待这些奴隶，难道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吗？不管如何，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虾大人难道就真的不怕后世之人的评说吗？用敌人的血浇灌我大明的土地，富裕我大明的百姓，何乐而不为呢？如果能让我县里百姓过得富足幸福，即便遗臭万年，我也在所不惜。看样子虾人可能还没有想象的那么坏。买卖人口的事情，咱们先不论对错，你能让上户县百姓生活富足，就说明你的功绩。可是你又为何组建什么斗兽场，让人和猛兽争斗，取悦那些商人，以此获利？这难道不是丧失人性？难道这些斗兽之人也不是大明百姓？那些人的确是大明人。既然是大明人，你为何要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人进去送死？明知道那里面是猛兽，进去之后十死无生，你还让他们进去送死？你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大声？我耳朵没聋，能听到你在说什么。那些人本来就是该死之人，让他们去斗兽场、决斗场有什么不对？那你也不该把他们送到那个地方，让他们受尽折磨而死。你说的好听，你知道他们这些人都干了什么吗？这些人全都是所谓的倭寇。洪武1年，倭寇侵袭山东沿海，造成我大明百姓3000人死难。洪武2年，倭寇侵袭浙江，杀死我大明百姓1000余人。洪武3年，倭寇再次来袭，侵袭我松江府，残害我大明百姓数百人。这些倭寇犯下的累累罪行，难道也值得你们可怜吗？刚才你不是说这些全都是大明百姓吗？怎么又跟倭寇牵扯到一起？对呀，倭寇跟我大明百姓有什么关系？呵呵，看样子你们对倭寇是一无所知。所谓的倭寇，大部分其实都是大明人。这些人流落海外，过着在刀头上舔血的生活，残忍凶狠，而真倭却往往都是少数。所以倭寇其实都是大明人，借着倭国人的名头在干着倭寇的事情。此话一出，朱元璋傻眼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这些人的确是不值得同情。你们不是来找我做生意的吗？怎么一进来就问这问那？我且问你们，这生意还做不做？做生意？咱堂堂大明皇帝会给你一个县令做生意？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做呀，怎么不做？只是不知虾大人有什么好买卖要介绍给我们。哟，当然是有好买卖，而且是大买卖。什么大买卖？一名成年男子就能白赚10两银子，而女子更是20两以上。现在还有价无市，即便是小孩子，现在也已经涨到了6两的价格，简直是无本买卖，绝对的大买卖。保守估计1年至少100两银子纯利润。听到虾人将奴隶贸易讲得如此诱人，朱元璋当即就要张口答应。此事我等还需商量商量。如果真的让朱元璋参与奴隶贸易，那只怕朱元璋以后绝对会遗臭万年。不知还有没有其他买卖？的确还有一个更赚钱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可不会轻易给你们，是需要代价的。这个代价我只怕你们付不起。这狗官竟然小看咱，哼！这天下就没有咱办不成的事。好，如果你们真能把事情办成，我就把这笔大买卖交给你们去做。县令大人能否先讲讲你说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很简单，我想让诸位给皇上讨要一个皇家商会的御批给我。皇家商会？难道你不知道如今皇上正在重农抑商，绝不可能扶持商人的，也不可能赐下皇家商会的牌匾给你。卧槽，刚才你老爹拍着胸脯给自己说天底下没有他办不成的事，怎么现在就不行了？我一说条件你们就退缩了，你们真的是皇亲国戚。谁说咱办不到？但是皇家商会名号如此宝贵，凭啥要给你了？就凭你所谓的大买卖，难道你还能给咱送一座金山？金山算什么？本官这东西可比金山赚钱多了。好大的口气，你倒是拿出来给咱看看。嘿嘿，等你们看到，你们就知道本官东西的不凡了。黛玉晴雯不是黛玉晴雯吗？怎么只出来一位女子？她是倭女，当然是倭岛的名字，黛玉晴雯子。铜镜有什么稀罕的？咱的大明宫内这种东西多的是。可这不是铜镜，而是咱搞出来的水银镜。这是镜子？不，镜子怎么可能这么清晰？你快看，我终于看清楚我自己长什么样子了。妹子，快拿给咱看看，咱要看看咱长什么样。真是神迹呀，真是神迹呀！你也看看。老爷，这东西真是神物，我从未见过有如此清晰的镜子。怎么样，此物如果拿来买卖，能否卖的一个好价钱？的确是一桩好买卖。朱元璋再不情愿，也不得不承认，这东西根本不愁卖，不仅不愁卖，还能卖出高价，甚至能卖出天价。你说这桩买卖值不值一个皇家商会的牌匾？朱元璋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脸色变得难看起来。大人，郑大官人在门外求见。几位应该不介意我处理点私事吧？朱元璋摇了摇头，他要看看这个虾人平时怎么处理政务的。夏大人，好久不见。你这次返回，看样子是同意本官之前的提议了。同意，小的完全同意。既然如此，规矩你应该懂吧？小的都懂。听闻大人喜欢吃点心，这是小的一点心意，希望大人笑纳。
既然这样，那就赶紧去将厂房盖起来吧。有什么事再来找我。年底你的纺织厂一定要开工，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完全没问题。那大人你先忙，小的就告退了。虾仁，你这个贪官，你难道不怕遭报应吗？老爷子，你是咆哮帝吧？怎么动不动就大声咆哮？这脾气也太大了，小心高血压。还有贪官，本官怎么是贪官了？这些只不过是一些土特产罢了。你把我们都当成傻子吗？那黄澄澄的分明就是金子，土特产，你能咬得动这么硬的土特产？本官是受贿了，但是本官受贿可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这上户县的百姓。胡说八道！你贪污受贿，乃是为了你自己的一己私欲，与百姓何关？你年纪轻轻，本该有大好前途，为何非要做贪官？你可知道，当今圣上最讨厌的就是贪官，你竟然还敢如此明目张胆的贪污，你这样做想过后果吗？如果被圣上知道，必然会将你扒皮抽筋。老爷子莫要生气，本官如此做真的是为了上户县百姓。你可知刚才那人是谁？你这是什么意思？刚才那位正官人乃是江南有名的丝绸大商人，当地有名的富商。这又如何？本官问你，制作丝绸需要什么？当然是需要生丝。那生丝呢？你可能没见过大明这样牛逼的县令吧？就在刚刚，朱元璋隐藏身份来拜访虾仁县令谈生意，谁知虾仁竟当着他的面明目张胆的受贿。虾仁，你这个狗官，咱了解清楚了，一定要宰了你！可是那生丝呢？自然是种桑养蚕吐出来的。这就对了。你这贪官不要故弄玄虚，我看你就是贪财，这才想上任讹诈。老爷子，你这个儿子可是真的像你？你的意思是说，让这个正官人将丝绸作坊开到上户县？哟，总算是有个明白人。先生大才，一个丝绸作坊至少需要上千人。有了正官人的丝绸作坊，那这上千人就有了活计，再也不需要颠沛流离，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他能带动咱们上户县大量的就业，如此之人，怎么能不把他留在上户县呢？就业只有上千人，难道这上千人种地就不能养活自己了吗？何止是千人，就像你刚才说的，丝绸需要生丝，生丝则是需要种桑养蚕，这些难道都不需要人手？上户县东南方向那里还有一片沼泽地，根本不适合耕种，但是却十分适合种植桑树。如此一来，不仅带动了上户县上万人的就业，还能将东南地区沼泽地利用起来，岂不是一举两得？你也不想想，上户县每天涌入这么多的灾民，光靠种地，本官又哪来这么多土地给他们耕种？再说了，如果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早起贪黑的去地里耕种？虾仁说的极其有道理，可是最后一句话，朱元璋却是不愿意听了。农民当然是以种地为本分，当初咱要是有1亩3分地，咱绝对不会。朱元璋说到最后，差点说漏了嘴。虾仁一脸的疑惑，不会什么？不会跟着皇上造反。既然你也是苦命人，难道你不知道种地的苦？如果不是为了填饱肚子，谁愿意天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年复一年，如复一日，根本没有一日能停下来歇息。面朝黄土背朝天，勤做细耕苦种田，辛辛苦苦一年，结果给自己留下的又有多少？如果能有更好的生活，谁愿意一直耕地？假如让你7天只干5天，剩下2天休息，还1个月能给你5两银子，这样的活计你干不干？干！别说还休息2天，哪怕不休息我都愿意。可是哪里能有这种神仙般的日子呢？干5天休息2天，每个月还有5两银子的薪水，这种生活恐怕只有梦里才有吧。你说的这个地方，不会就是你们上户县吧？哟呵，那是当然，可以毫不谦虚地说，在整个天下，没有比上户县的百姓更幸福的了。即便如此，你也没有必要去贪污啊！你即便是个清官，照样能做到这一切。老爷子，你是真的不懂为官之道啊！为官之道，无外乎就是为国为民。商人也是大明的百姓，不能因为商人的地位低下，咱们当官的就要歧视他们，这是愚不可及。要本官说，咱们皇上实在是小了。什么小了？什么小了？你如果不说清楚，咱非要让皇上治你的罪。格局小了，士农工商对于国家缺一不可。当今皇上却是重农抑商，生怕商人赚一点点钱。要我看，咱们皇上就是小农思想，看不惯别人赚钱，别人赚钱比他亏钱都难受。混账！你敢诽谤当今圣上，咱非得让皇上把你抓进大牢。抓我？看你一副财迷的样子，不想赚钱了。正是皇上的这个国策，却令天下商人齐齐被人看不起。皇上也不想想，没有商人，这天底下的商品怎么流通？商品不流通，朝廷又如何征收商税？这几年朝廷的支出一直在缩减，还不是因为入不敷出，不想着开源，只想着节流，这可不是长久之计。可惜啊，皇上是农民出身，对经济一窍不通，终究只能靠收取百姓那一点点
点税收过日子了。可是本官不同，本官可看不上那些泥腿子的那点银子，要贪就得贪这些商人巨豪的钱。那你也是贪污受贿？本官不贪污，那些商人怎么敢在上户县落户？如果本官不收这些钱，你觉得他们敢投资这么多钱到上户县吗？做梦吧！这些商人一个比一个精明，即便是看到有利可图，但是如果没有强硬的靠山，他们敢乱投钱。要本官说，这还要感谢当今皇上，如果没有皇上的胡搞一通，又怎么需要我们出来为商人做主？哼，任你再怎么花言巧语，你也是贪污受贿，是个贪官，咱非得贪官。老爷子是非要拿着贪官不放是吗？你可知道这天下贪官有多少？你又能管得住多少？这天下贪官如同过江之鲫，就算是把所有官员全部拉出去砍头，都没有一个被冤枉的，你又能如何？他妈，这个混账，一个县令竟敢如此对咱非得好好修理修理他。你胡说，扬州主簿鲁明义就不是贪官？鲁明义他的确是个清官，可是本官觉得这种清官才最该杀。那是大明的清官，是官员的榜样，怎么能杀了他？鲁明义身为扬州主簿，守着扬州这么好的地方，结果扬州的情况一年比一年惨。鲁明义可能的确是个清官，可是老爷子见过鲁明义治下的百姓吗？他治下的百姓食不饱腹，衣不蔽体，难道你能说他是一个好官吗？当官的不想着为百姓谋福利，却只顾着自己的名声，将一个个能为百姓带来福利的人拒之门外，这种官员难道不该杀吗？像这种官员，皇上将大明的百姓交到他手上，就不怕大明的百姓饿死吗？朱元璋想到扬州一子而食的惨状，顿时沉默不语。真正的好官不一样，让自己治下的百姓丰衣足食，生活美满吗？不错，本官是一个贪官，可是本官可以说，本官能让治下的百姓衣食无忧。一个人是不是好官，应该看他的行为，看他是不是为百姓办实事，为民做主。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番薯。番薯那是什么东西？哼，贪官的产生不在贪官自己，而是在当今圣上。放屁！当今圣上最讨厌的就是贪官，贪官的产生怎么可能会源于皇上？只要被皇上发现贪官，他绝不会手软，一定会把他剥皮宣草，以儆效尤。咱看你是妖言惑众，胡说八道，如果你不给咱说清楚，咱今天就给你没完。哟呵！本官问你，按照大明律令，咱大明的九品官每月俸银是多少？九品官员的年俸禄是60担，那每月俸禄就是5担，怎么？也就是说，本官的每月俸银只有5担。按照如今上户县的粮价，也就是每月只有区3两银子不到。现在你能看出什么问题了吗？什么问题？你作为九品官，每月3两银子，难道还不够？而且你这个县令每日不用风吹雨淋的，只是在衙门里办公就能拿到这么多钱，难道还不够吗？老爷子，你真是和当今圣上一样，不把官员当人看。当今圣上是希望天下百官都不吃饭，一个劲的给他干活，你也跟他差不多。难道我们当官的就不穿衣服了，就不吃饭了，就不生病了，就不赡养父母了吗？难道每个月3两银子的俸银还不够你看病的吗？本朝御史正氏则同样为九品御史，他却能坚守如一，从不贪赃枉法，难道你就不能向他学习？不够，远远不够。正氏则是清廉御史，即便本官在上户县也曾听过他的大名，为此皇上还曾赏赐20两银子给他作为嘉奖。可是老爷子，你知不知道郑世泽的老母是如何死的？什么？郑世泽老母亲死了？郑世泽的母亲是病死的，就是因为郑世泽的清廉，导致郑世泽母亲在重病在床的时候，家里面根本没有银子给他的老母治病，而皇上赏赐的银子，郑世泽根本不敢使用，那是他引以为傲的荣耀，他怎么敢拿去花？这就是清官的下场，这就是在大明做官待遇。这些贪官难道一开始就是贪官？他们熟读圣贤书数十载，难道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抱负和理想？他们刚进入官场，哪一个不是雄心勃勃，想要为百姓做事？结果呢？结果就是妻子老人依旧一贫如洗。他们没有负朝廷，是朝廷负了他们。一派胡言，分明是这些贪官放弃了理想和道德，没有抵挡住诱惑，就是因为他们忘记了圣人之言，这才自甘堕落。他们也曾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抵制了诱惑，可是当他们看到自己嗷嗷待哺的孩子，看到自己重病垂死的老母，看着自己官居九品依旧贫困不堪的家庭，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去坚持下去？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他们唯有这样做。说到底，还是皇上对官员要求的太过苛刻，根本不把官员当人看。虽然皇上的出发点是想要让天下官员能懂得廉洁奉公，为大明减少贪官，但是施政的方向却是错了。所谓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就是这个道理。如今皇上定下这等俸禄，只会注定日后大明的官场贪腐成风，因为当官员不贪污就活不下去的时候，那贪污自然就是常态。此话一出，朱元璋却是陷入了沉默，因为他突然觉得虾仁这话好像有些道理。那以大人看，该如何进行预防贪官腐败呢？我让你猜。我魂穿大明，
大明老朱开局一个碗，而我呢，那就牛逼了，我是开局当上了县令，为了留名，我就往赈济州里面掺上了沙子，然后隐藏身份的老朱就找来了。反腐倡廉，打击贪官，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事情，不能急于一时，但是绝对不能像皇上那样苛待官员。恰恰相反，本官更倡导高薪养廉。高薪养廉，那些贪官本来就已经很有钱了，还要再给他们发放更多的俸银，这岂不是助长贪腐之风？贪官里面有一部分并不是一定要去贪污的，他们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生活所迫。朝廷要做的应该是尽量减少这部分人的堕落，提高俸禄，能够让真正廉洁办公的官员体面的生活，那么这些人的抵制诱惑的能力将会大大增加。毕竟除非万不得已，谁会去做贪官？当今皇上恨贪官入骨，这可是一个要命的活计，被发现就是剥皮萱草，如此一来也不会有那么多人铤而走险，非要去贪污受贿。说的挺好，这些人畏威而不怀德，就是要让他们恐惧，他们才会怕，才会在贪污的时候不敢伸手拿钱。贪官，老爷子，你老是揪着贪官不放，本官问你，上户县的百姓生活如何？他们能否吃饱穿暖？能否生活富足？朱元璋被这一串连珠炮式的问话弄得哑口无言，不知道该如何接话。咱们不是在做生意吗？朝堂上的事情俺们不管。大人，不知你这生意还做不做？特么的，累死我了！费了这么多口水去忽悠，不就是为好好的宰这些人一刀？当然做，只不过我这镜子可不便宜，你们又能买得起多少？你那是什么眼神？咱就算是买你这座府邸，咱都买得起，更别说你这区几个镜子。这样的镜子5万两一面。什么5万两？你不如去抢！抢？这东西可比抢来的快多了，这已经是本官能给你们的最低价了，这还是看在你们是皇亲国戚的份上，要不然少说10万两一面。那你能卖给我们几面镜子？10面，本官暂时先卖给你们10面。这种镜子除了本官这里别无分号，你们拿到镜子，不管是10万两还是20万两，全都看你们心情。但是如果你们还想从本官这里拿这种镜子，那就必须把皇家商会的御批给本官带来，本官给你们3个月的时间，如果真的能拿到御批，本官甚至能将这种镜子的独家代理权交给你们，这笔生意怎么样？成交。但是在这之前，你不能把镜子交给别人去卖。行，聊了这么久，还不知道老爷子姓氏，不知如何称呼？你叫咱黄老爷就行。黄老爷，那就祝咱们合作愉快。虾大人，为何这里面有着11把镜子？初次见面，没有什么值得拿得出手的东西。既然诸位这么喜欢这种镜子，那就送你们1面，当做见面礼。算你小子还有些眼色，若不然咱非要给你没完。既然诸位已经见到了货物，那就请把银子拿出来吧。正所谓钱货两清，概不赊账。诸位不会连着区50万两都没有吧？那个，这。妹子，别！既然如此，那我们不再打扰大人，这就告辞了。那本官就不送诸位了，慢走。对了，几位既然去过城北，本官建议这种镜子也可以通过拍卖的方式，这样才能赚取到更多的银子。本官在此就恭祝几位发财了。上户县虾仁府邸之外，伯温，你觉得虾仁此子如何？皇上，臣以为虾仁此人很难琢磨，具体该如何，还需看他日后如何行事。仲巴，就算要杀虾仁，那也得先从虾仁手里把镜子制作的秘方给拿到手。如今大明国库空虚，内堂更是难以为继，我们还有皇子可是已经很久没有添新衣了。让这狗官再多活几日，咱迟早要杀了他。皇上，是时候返回应天了，只怕现在朝堂已经积累了很多政务，需要您处理了。这里才是盛世的样子啊！上货虽好，但是应天才是根本。奉天殿，擅长拜见上尉，上尉微服私巡，辛苦了。咱不在的这几天，诸位辛苦。咱本次微服私访，实在是感触良多。没想到在咱大明的治下，还能出现易子而食的事情。臣等惶恐。擅长啊！你和户部尚书范敏下朝之后，将松江府这些年的税收全部送到上书房。咱要看看虾仁这个狗官收了那么高的收税，那上户县每年上缴的商税肯定是一大笔银子。如果这个狗官连税收都敢贪污的话，咱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立刻马上嘎了他。遵旨。既然如此，那今天的朝会就到此为止。希望诸位下去能够体察民情，多为百姓做事。退朝吧。上书房，父皇为何如此着急？要现在立刻就查松江府的税收账簿。彪儿啊，你也知道咱们大明朝现在穷啊，父皇更是穷得快揭不开锅了。你也看到了，虾仁是富得流油啊，卖上户县的税收应该是一大笔银子。如果这笔银子能进入国库，那咱们今年就不用愁了，就连徐达北伐的钱也都有了。臣参见上尉。免礼，平身，将账簿立刻呈上来。上尉，不知发生了何事，让上尉如此在意？咱问你，为何松江府每年的商税税收都是0？难道松江府就没有商人吗？还是你们胆大包天，胆敢瞒着？咱把这些银子全部贪没了。
皇上恕罪，自洪武元年开始，咱们大明朝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决定暂时不收商税。虽然规定了30税1，但是却没有实质性的商税给收上来。而且由于大明朝草创，百废待兴，商人更是所剩无几，所以每年的商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基于此，一直到现在，咱们大明的商税都没有收过。混账！当初是谁提出要不收商税的？是微臣。来人，把这个狗东西给咱拉下去，打入大牢彻查。父皇，你快看，这松江府的粮税也不对。彪儿，这粮税有什么问题？快拿给咱瞧瞧。父皇，您看，这松江府的粮税自从洪武元年到洪武3年收上来的赋税，根本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这里面肯定有贪官作祟。上尉，能够让臣看一下账簿？那你就好好看看。请问这松江府的粮税有什么问题？哼，什么问题？善长，咱问你，你可知松江府现在早已今非昔比？臣不知。这也不知，那也不知。咱看你这个宰相就是当得太安逸了。松江府的良田一望无际，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上缴的粮税每年还是一样，这里面得有多少贪官？上尉在松江府到底看到了什么，能让上尉如此失态？上尉，粮税这事，臣以为另有隐情。隐情就是这些贪官相互勾结，欺上瞒下，贪污成风。咱决定了，拿下人下手。这个狗官不仅贪财，竟然连粮税都敢贪污，他想干什么？这天下还有他不敢干的事情吗？上尉，洪武元年，上尉为了鼓励百姓积极开荒，曾经颁布过一项国策，只要是新开拓的荒地，3年之内朝廷是不会征税的，10年之内朝廷也只征1半的税收。虽然这松江府可能今非昔比，但是那也是属于新开的荒地，咱们是不能收税的。朱元璋脸上的怒色一滞，这才想到当初他封单紫金山，开元建国，向天地宣誓朱元璋成为大明皇帝，而第一项国策就是励精图治，恢复生产，其中就包括这个新开荒地不收税的政策。但是李善长不提醒还好，这一提醒，朱元璋只感觉自己心痛如绞。也就是说，上户县这些年的粮食全都让虾仁那个王八蛋给昧了下来。想想那千里沃土，沉甸甸的稻穗，牙疼。善长啊，你先下去吧，有事咱再传你。上尉，那臣就先告退了。父皇，对不起，是儿臣疏忽了。彪儿啊，你说这虾仁拿了这么多商税和粮税，咱要怎么样才能让他把这些都吐出来呢？先不管那个混账了，这么多奏折，今天咱们还是赶紧处理掉。深夜，朱元璋秘密召见了毛香。毛香，咱要让你给咱调查一个人，将这个人的来龙去脉，如今有多少身价，全部调查清楚。遵旨，这是皇上想要卑职调查什么人？上户县县令虾仁，记住，不要打草惊蛇，更不要让他本人发现，一切都要悄悄的调查。咱给你1个月的时间，希望你能给咱一个满意的答复。卑职必不负皇上所托。时间转瞬即逝，1月转眼即过。皇上，江南道遭遇台风灾害，房屋倒塌无数，秋汛上涨，义乌等地被淹者数不胜数。如今数万亩良田毁于一旦，义乌百姓流离失所，数十万民众嗷嗷待哺，请皇上速速派人前往救灾。现在江南地区只有义乌县受灾最为严重吗？皇上，河水在义乌县内决堤，如今义乌县已经变得一片汪洋。上尉，义乌县受灾，请上尉救济灾民。善长，你怎么来得如此晚？刘伯温刚才都给咱说过了，咱看你的相位还不如给刘伯温来做。臣有罪，不该如此怠慢，的确没有伯温殷勤。好了，别说废话了，赶紧把户部尚书给叫过来，咱们要尽快商量出救灾事宜。上尉，户部尚书已经被您给问罪了，如今户部尚书的位置还悬而未决。那就把户部侍郎吕长给咱叫来，让他暂任户部尚书，前来讨论。这个虾仁有多牛逼？以高薪2年的理论成功说服朱元璋。就在刚刚，朱元璋居然为了虾仁要查松江府的税收账簿，这可差点帮李善长吓尿了。突然急报洪灾，数万亩良田毁于一旦，义乌百姓流离失所。那就把户部侍郎吕长给咱叫来，让他暂任户部尚书，前来讨论。片刻后，参见陛下。吕长，江南义乌县受灾，你可知道？微臣知道，已经在户部讨论过，打算拿出30万两银子给义乌县赈灾。皇上，这已经是最低预算了。那义乌县的良田基本上全部都被淹没了，百姓们失了生机，只能流离失所。想要让百姓能够活下来，朝廷必须要做好长时间救济的准备，至少3个月。义乌县属于江南上等县，至少有百姓10余万，这样算下来，30万两也只是勉强支撑。你误会咱的意思了，咱当然知道百姓受灾的情况，咱之所以愁眉不展，是因为咱觉得30万两银子可能远远不够。这样的话，义乌县百姓岂不是要饿死很多人？咱觉得应该再加30万两，这样才有可能在不饿死人的情况，让义乌县度过此次灾害。上尉万万不可！如今朝廷财政已经是捉襟见肘，不说那这多出来的30万两，就连那30万两都得从别的预算中挪出来。如果再加上这30万两，那只怕今年的很多事情都会被耽搁，就连南征云南等地的计划也会付诸东流。今年不能南征，那就明年再去。大军能等，可是义乌的百姓能等吗？他们现在已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就等着朝廷去救援。朝廷怎么能因为没有银子就放弃救灾呢？刘大人，你也要体谅朝廷
廷的难处。我能体谅朝廷，可是李香觉得那些快要饿死的灾民能体谅朝廷吗？好了，都别吵了。此时咱自然有办法，就按照吕厂说的，户部立刻拨出30万两银子赶赴义乌，剩下的银子咱来想办法。遵旨，皇上，臣马上安排御史先查此事，绝不会让这些银子被人贪污。咱已经有人选了，你们都退下吧，他绝对不会让咱失望的，而且他有的是银子。父皇，你打算让谁出这笔银子？沈万三不是早就被流放了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父皇是想让虾仁当这个监察御史。嘿嘿，咱不仅让他当这个监察御史，还要让他全权负责此事。咱这么提拔他，他若是在义乌饿死了一个灾民，就别怪咱心狠手辣了。妙啊！本来需要60万两银子的救灾，父皇只给了30万两。虾仁如果想不饿死一人，那他就必须自掏腰包。这30万两他是不出也得出了。父皇真是高明啊！只是这样一来，对虾仁是不是太过残忍了？残忍？咱把他从9品芝麻官提拔到7品监察御史，这是抬举他。在咱大明朝可没有用银子买来的官。哼！上户县县衙内，奉天承运，皇帝制约，命上户县县令虾仁任将南道监察御史，专司义乌县赈灾一事，不得一名百姓饿死，否则必要追究虾仁失责之罪。接到圣旨之后，不得耽搁，立即启程亲死。虾大人，还请赶紧接旨谢恩吧。卧槽！难道老朱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要给自己算账？不可能啊！以老朱的性子，如果知道自己真的贪污受贿，只怕当场就是剥皮宣草了，又怎么可能给自己升职？这位公公看起来好面善啊，不知如何称呼？小人黄兴。不知皇上除了圣旨还有何吩咐？皇上只说让虾大人赶忙前去赴任，不要耽误了救灾。如果饿死了人，皇上肯定是会追究大人的责任。那皇上当时的心情如何？看上去面带微笑，应该是心情极好的。时光荏苒，转眼又是1月。皇上，您交代的事情卑职已经给办妥了。好，锦衣卫果然没有让咱失望，速速报来。虾仁，凤阳人，父母早亡，小时候吃百家饭长大，脑子一直不太灵光，前半生浑浑噩噩，直到4年前，虾仁17岁，大明朝建立，皇上开国建元，这虾仁就好像突然开了窍一般，竟然变得聪明起来。不仅如此，虾仁还通过在私塾外偷听先生讲课，就自学成才，在洪武元年就取得了秀才功名。你确定这虾仁17岁前是个白痴？是。你确定他仅靠在私塾外偷听就考上了秀才？是。荒谬！毛相，咱对你锦衣卫寄予厚望，你就是这样回报咱的？这种小孩子都不信的话，你敢拿来搪塞咱？皇上息怒，卑职所说句句属实。那虾仁在当地也是风云人物，家家户户都知道他的往事。卑职刚开始也不信，但是他们村里所有人都是这样说的。皇上若是不信，您可以再派人调查。如果卑职有一句隐瞒，甘愿受死。好了，平身吧，咱姑且相信你。你接着往下说。那虾仁中了秀才之后，就再也没有继续考取功名。洪武元年，我大明朝统一南北，到处都是用人之计，允许秀才功名就可担任县令官职。这虾仁是个官迷，在听到这个政策之后，就不顾私塾先生的劝阻，直接前往了上户县上任。他17岁就已经是一县父母官僚。是。虾仁当初刚刚上任上户县之时，全县加一起不超过100户，人口不过300人，县衙的府库内更是一点粮食也没有。不仅如此，全县遍布沼泽，由于靠近海边，上户县的土地大多还都是盐碱地，根本无法耕种，全县百姓大都打鱼为生，这才堪堪维持住生计，要不然县里人早就跑光了。但是皇上下达了禁海令之后，这些百姓就打算离开上户县。虾仁当即出面说有办法让这些人吃饱穿暖，并且是用生命保证，如果做不到就愿意以死谢罪，这才留下了这仅有的300人。如今的上户县只怕30万人都不止，翻了整整3000倍。接下来虾仁就按照之前的承诺那样，带着全县的百姓开始开垦荒地。不仅如此，这虾仁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源源不断的粮食，开始靠着这些粮食广纳流民。虾仁在任期间，上户县百姓爆炸性增长，直到现在上户县的百姓已经达到了35万人之多。不过据卑职调查，这些百姓并不全是大明的流民，还有什么？快说呀！还有很多是倭岛人，甚至交趾、朝鲜、吕宋的人都有，而且这些人全部都是被卖做奴隶才定居上户县的。据卑职打探，上户县至少有70%的人口来自这些奴隶。什么？70%？不过皇上不用担心，这些奴隶很明显是经过驯化的，根本不敢伤人。据卑职的调查，这些年上户县能发展这么快，这些奴隶功莫大焉。哼，那虾仁有多少银子？有没有调查清楚？卑职无能，那虾仁建了一个什么浦发钱庄，把所有的银子都存到了那里。卑职没有权限，又不敢打草惊蛇，对于李靖的财产一无所知。浦发钱庄，这个钱庄规模如何？整个上户县的百姓、商人还有官员，全部都是用的这个钱庄的银票，使用起来十分方便。不仅如此，这个钱庄的规模十分庞大，现在的松江府已经遍布浦发钱庄的分店了。据百姓传言，虾仁打算把这个钱庄开遍整个大明。方便？有咱的宝钞方便吗？咱就不信百姓有宝钞不用，去用什么浦发银行的银票。上书房内，朱元璋仍旧在询问虾仁的消息，所有的消息里都在表示虾仁是一个好官，上户县的青天大老爷。关于虾仁与哪些商人有合作，或者是贪污了多少，根本没有贪污一丝一毫。放屁！咱亲眼看见虾仁那个混蛋收了别人几万两的黄金，怎么可能没有贪污受贿？这些人全都是帮凶，都是那个贪官的帮凶。父皇，您消消气，虾仁不管怎么说也是有功劳的，能将上户县经营成如此模样也不容易。彪儿，如今义乌那边怎么样了？这个臣也不知，不如召来吕尚书问问。片刻后，吕厂来了。
陈旅长拜见皇上。义乌那边如今情形如何了？启禀皇上，义乌如今百姓并无一人饿死，已经达到了朝廷的预期，请皇上不必担心。虾仁应该没有什么怪异的行为吧？这个臣就不知道了。毛香，你立刻前往义乌，务必要调查清楚虾仁赈灾的来龙去脉，不得漏掉一丝细节。咱要知道虾仁是怎么救灾的。遵旨。义乌县父老乡亲，老少爷们，赶紧来看一看，咱们大人要修建城中的道路，愿意去了赶紧报名啊！大人，我愿意报名，我愿意去。选我，大人，我去，我身强力壮，一个顶俩。老哥，我初来乍到，不知能否问你一些问题？那人两眼放光的看着毛香手中的麦饼，快速点头。老哥，你能不能给我讲讲现在义乌是什么情况？怎么都看不到赈济点？自从那个御史到了之后，咱们义乌县的赈济规矩就改了，所有的赈济点全部裁撤，改为什么以工代赈。何为以工代赈？就像刚才那样，只有劳动的人才能有饭吃。那像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儿童和老人怎么办？这个不必担心，御史大人对他们都有了很好的安排，不会出现饿死人的情况。那如果像你们这样没有找到活计的人，又该怎么办呢？如果真的快要饿死了，那也有紧急救助点，只是那里的吃食实在不咋地。紧急救助点，这煮的是什么？富康、草料，甚至还有树皮、狗东西。你这里面煮的什么东西？这是给人吃的吗？你还真说对了，这真不是给人吃的东西。想要吃人吃的东西，你就得干人一样的伙计。想要白吃白喝，那跟畜生有什么区别？既然不愿意当人，喜欢当畜生，那自然就得吃畜生吃的东西。可是我听说，刚开始赈灾的时候，你们给百姓吃的也是这个东西。权宜之计罢了。如果不吃这东西，请你不要再耽误别人，他们还要这东西救命了。上书房，毛香，义乌县现在情形如何？速如实说来。皇上，如今义乌县一切都在好转，不仅河堤被修复，就连被冲毁的道路、房屋、良田都开始在有序的修建，形势可谓是一片大好。哦，是吗？那义乌县的百姓有没有人饿死？虾仁去了义乌之后，实施了一种叫做以工代赈的方式，迄今为止还没有听说过被饿死的灾民。以工代赈，详细说说如何个以工代赈？义乌洪灾，朱元璋居然打起了虾仁的主意。你不是有本事又有钱吗？有钱就是牛逼，朕就让你去赈灾，1月有余，无人伤亡，成功救灾，这让朱元璋又好奇起来。如何个以工代赈？毛香将以工代赈的方法给朱元璋讲了一遍。好啊，好一个以工代赈，这虾仁还真的是旷世奇才。立刻让虾仁将以工代赈的方法写个折子，以后大明所有的救灾都要照此执行。虾仁还有什么措施啊？一并说来，让咱和彪儿也一同借鉴。还有一些，快些说来，不要婆婆妈妈。就是还设了一个紧急救助站，快要饿死的人可以去那里免费领取食物。好啊，这个虾仁想的还真是周到，不错。只不过那里的食物不太好吃。什么食物？富康、草料还有树皮。虾仁，你这个狗官！父皇，您先别急，虾仁赈济了这么多灾民是有大功的，而且虾仁应该也不是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给人吃这些东西？告诉咱，虾仁真的把富康草料煮成粥给灾民吃？毛香不敢隐瞒，直接把在紧急救助站看到的事情全都给朱元璋说了出去，甚至还把衙役对于畜生的言论给说了出来。贪官污吏全都是狗官，这些人上下其手，把咱的救济银给贪污了，就留了一些富康草料给咱的百姓吃。好啊，这些官吏把百姓当畜生看，咱就把这些官吏变成畜生。来人！陛下，等一下，义乌的官员全都是主动带头干活啊！你说什么？父皇，此事可能另有隐情，还是再让人去探查一番，再做决定。咱要亲自去义乌看看。父皇，万万不可啊！上次去微府私访，百官就颇有微词，现在如果父皇再去义乌，只怕百官就会上奏进谏了。这些文官没事就喜欢上折子，不用理他。如果咱不亲自去一趟义乌县，看看义乌县的百姓，咱实在是放心不下。父皇要去的话，一定要带上儿臣，儿臣也想知道那所谓的以工代赈到底是怎么做的。咱看你也是想着出去透透气。紧急救助站。狗东西，这些东西你给百姓吃，你们怎么自己不吃？咱要把你们抓起来，全部砍头！我们只是衙役，只不过是奉命行事。作为贵人，又何必为难我们？如果打伤了我们，今天这10周可能就耽误了。我们皮糙肉厚倒是无所谓，只不过苦了这些百姓。这位老爷，好不容易找到了能赈灾的地方，您非得说这些东西不能吃，这些东西能不能吃，我们能不知道吗？我求求你，别再将我们这唯一的希望都给掐灭了。你可知道，皇上让他们赈济的是米面，不是这种富康。富康是给畜生吃的，不是给人吃的。我知道，不仅是我们都知道。如果不是我们现在的身体还很虚弱，我们早就去通过卖力气去吃米饭卖饼了。老爷，求求您，如果这地方关闭了，不知道还会饿死多少人。赈灾棚子处，朱元璋等人鹤立鸡群，除了他们，所有灾民全部都是跪倒在地，只求朱元璋不要多管闲事，更不要把这些衙役抓走。混账，简直混账！你们怎么就这么好坏不分呢？父皇，要不此事就先算了吧。归根结底，此事的原因还在虾仁身上，也不好为难他们这些小吏。虾仁这个狗官不掺沙子，又开始掺富康。走，去县衙。等到朱元璋赶到义乌县衙的时候，才发现义乌县衙根本空无一人。出城找一个人问问，虾仁那个狗东西现在在哪？
虾仁在哪？刚才那人说虾仁在青楼。狗官，走去青楼。红秀坊，义乌县里面最大的青楼。客官，您看这怎么这么面生啊？是来寻欢还是作乐啊？咱问你，虾仁在哪里？您要找虾大人啊，不知如何称呼，奴家也好给虾大人通报不是？咱要见他还需要通报什么？让他立刻下来见咱。就是上户县的黄老爷要见他，让他赶紧下来。虾大人日理万机，哪有时间见你？你一个商人，竟然还想让虾大人出来见你？我看你是做梦，还没睡醒吧？虾大人说了，如果想见他，你就自己上去。卧槽，虾仁，咱非要弄死你！这种狗官，这次自己非要把他的狗头给他拧下来。红秀坊内屋。黄老爷，原来是你啊！我还以为是上户县的黄老六。如果知道是你，我就下去亲自迎接了。既然来了，那就快快入座，一起喝2杯。虾大人好雅兴，城外百姓都快要饿死了，虾大人竟然还在这里大鱼大肉，咱还真是佩服。哟，不知这位官居何职，对百姓之事竟然如此上心。这位姓黄，也不是什么官员，就是皇上的亲戚，勉强算是皇亲国戚吧。咱只问你们，作为官员，你们为何在此享乐，而不去管百姓的死活？这些乃是官府的事情，黄老爷此次前来，所谓何事？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请黄老爷先离开吧。咱身为皇亲国戚，看到城外百姓食不果腹，自当为民做主。如果今天你们不给咱一个交代，咱绝对会向皇上禀报，让皇上把你们全部都给抓起来。虾仁朝左右使了一个眼神，让他们先退下。哟，老爷子，说吧，这次你又想干什么？你说你一个皇亲国戚，好好赚点银子养老不好吗？为啥非要掺和官场上的事情？咱问问你，你们在这里大鱼大肉，灾民却在城里喝着福康，吃着草料，你怎么能吃得下？你难道不知道那是给畜生吃的东西吗？我当然知道那是给畜生吃的东西，那你难道就不自惭形秽，就不觉得愧对百姓吗？恰恰相反，我深感欣慰，将粮食全部卖掉，买来福康和草料，正是我的主意。狗官，你真是个狗官！皇上让你来赈灾，你就是这样赈济灾民的？你对得起皇上吗？哟呵，我怎么对不起皇上？皇上当初交代我不让我饿死一个百姓，我是不是做到了？你出去打听打听，在义乌县有没有饿死过一个百姓？黄老爷，你是大户人家，你每天吃着白米饭，吃着麦饼，你觉得福康是给畜生吃的？你清高，你不屑一顾。可是我问你，你有没有认真了解过义乌县的灾区情况？啊，这你没有，亲自到灾区的人是我，到了那里一看，我心都凉了。别说朝廷下发的30万两银子，就算再加2倍，也远远不够。当时的义乌一片汪洋，粮食全被冲走，良田全都冲毁，10万百姓嗷嗷待哺。不仅如此，除了义乌县的百姓，金华府其他县的百姓，听说义乌有朝廷赈灾，也全都往这里涌来。银子不够，你可以想办法再凑。再说，你如此富有，怎么不拿自己的钱赈济？为何非要将买粮食的钱去换成福康？拿我的钱赈济灾民，那是自寻死路。黄老爷这种想法实在是太危险了。难道你忘了沈万三吗？你可知道这1斤粮食的钱换成福康，却是可以买3斤福康。也就是说，本来可以救1个百姓的钱，现在却能救3个百姓。要不然我哪来这么多银子救济10数万百姓？到了那时，你来这里见到的就不是灾民了，而是白骨。可是福康是给牲口吃的，不是给人吃的。老爷子，你怎么这么糊涂？快要饿死的人，我之前就给你说过，灾民还算是人吗？只有尊严的人才能算是人，可是行将饿死的人还有尊严吗？到了那个时候，别说是福康草料，那都是好东西。狗东西，你竟敢花言巧语欺骗咱，咱还差点被你骗了。你口口声声为了百姓考虑，但是却是想方设法的贪污。我骗你什么了？狗东西，到现在还敢嘴硬？咱问你，刚才那些人手里抱着的是什么东西？银子，怎么了？你还敢说你没贪污？那些人手中至少每人抱着1万两，你还敢狡辩？你为什么要给他们这么多银子？你敢说你不是贿赂他们？我贿赂他们有什么值得我去贿赂的？这些银子只不过是他们的俸禄罢了。胡说八道！咱从没有听说咱大明官员1个月能有这么高的俸禄，这就是你们从赈灾银里贪污的银子，在这里分赃。哟，老爷子，你还真猜对了，这些银子的确是从赈灾银里面拿的，但是我们这却不是分赃，而是给官员的廉洁银，只有廉洁能干的官员才有资格领取这笔银子。混账，狗屁廉洁银，咱看你们这就是变相的贪污。老爷子，短了，你的目光短了啊！俗话说，救民先救官，连官都救不活，更何况去救民？荒谬！咱从没有听说过什么救民先救官，官员乃是百姓的父母官，从来没有父母吃饱让孩子饿着的道理。当初咱的父母即便饿死，也没有饿死过咱。咱看你们这些
些狗官全都是忘记了做官的道理。这是事实，义乌10数万灾民呐，谁去给他们发放赈灾粮款？是你发还是我发？还不是要靠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又是谁要带领这些灾民重建家园？是你还是我？不还是要靠底下那些官吏喂饱了他们才肯给我去卖命？你以为就凭朝廷发放的那些俸禄就能让这些官吏日以继日的在工地里劳作？做梦吧你！1个月5担不到的粮食，玩什么命啊？你说什么？你的眼睛不要瞪这么大！你知不知道古往今来这天地下有多少清官，又有多少贪官？咱来问你，上户县你掺沙子，让你赈灾义乌，你特么的搀扶康，还拿赈济银给官员受贿，你想干什么？下人，你真是个狗官！皇上让你来赈灾，你就是这样赈济灾民的？不为保底下那些官吏，谁去给他们发放赈灾粮款？你去还是我去？朱元璋让虾仁去义乌赈灾，虾仁不往里面掺沙子，改掺扶康了，而且还被朱元璋当场抓住给义乌官员受贿。然后你知不知道这天地下有多少清官，又有多少贪官？哼，清官如同凤毛麟角，贪官则是多如牛毛。哟，对呀，那我不依靠他们，我要依靠谁呢？难道你让我眼睁睁的看着这些灾民饿死吗？难道要宁愿饿死灾民，也不能便宜贪官？我看你这是本末倒置，做官要以人为本，只有百姓才是最大的道理。不管怎么说，你们是贪官，当今皇上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赈灾银那么点银子能干什么？你来义乌就没有看到义乌县的官员和其他地方官员的区别，就没有看到义乌县的建筑和宽阔的大道？咱看到了，可那又如何？老爷子，你就没有算过这笔账吗？先说官员，这么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工作的官员，难道不值得奖赏吗？他们难道配不上廉政银的奖赏吗？当初洪水还未退去的时候，是义乌县县令带人坚守在河堤一线，这才没让洪水继续泛滥。当洪水退去之后，又是义乌县上下官员以身作则，迅速稳定民心，这才让义乌县百姓平稳度过最艰难的时光。如今义乌县正热火朝天的以工代赈，建设各种设施，同样是这些官员冲在第一线，他们已经这样工作3个月了，你能说这样的官员是狗官，是不顾百姓死活的昏官吗？啊，这。再说义乌县的以工代赈，光是兴建的这些设施，就不是那区30万两银子能够买下的。在义乌县官员的带领下，新开垦的良田达到了15万亩，是之前的2倍。这意味着明年之后，义乌县的粮价将会大大降低。再说道路，义乌县新建了6条通往外界的大路，只要这些道路修建完毕，那义乌县就不再是交通不便的小县城，它将连通江南省和福建省的管道。这意味着义乌县很快就会成为商贸聚集地。不仅如此，还有水利、河堤等等建筑，这些东西全都是利在千秋的工程。只要完工，那义乌县的亩产也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东西别说30万两，就算是100万两，只怕也难以实现。老爷子，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这笔银子是怎么变出来的吗？朱元璋被虾仁给说的有些蒙圈。咱明明只让户部拨款了30万两银子，还有一些被这些混账给贪污了，为什么做的事情却好似多出了那么多？难道就是这所谓的以工代赈？没错，正是以工代赈，但是却不仅仅是以工代赈。以工代赈其实很简单，就是将之前的免费发放救济周的赈济之法改成让灾民通过劳动获取粮食。义乌县的那些水利以及河堤本来就年久失修，这才会发生这次洪灾。但是在洪灾之前，这些设施如果修缮，所需的徭役和银子缺口巨大，即便想修也是有心无力。趁此机会，以工代赈动员了10数万百姓，将义乌县的基础设施都给整修了一遍，修桥铺路、疏通水利，这些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就这样轻易在义乌县实现了。这些东西咱都知道，不用你再多说，咱就问你，做这些东西所需要的粮食从哪里来的？难道是你为义乌县买的？羊毛自然出在羊身上。什么意思？当今皇上下发的银子不够，那只能把这些钱全都算在义乌的百姓身上。你是说你给这些百姓放贷，让他们把粮食带回去？我尼玛，这还是人干的事？那倒不是，是让义乌县衙去贷款，出面向粮商贷款，要不然义乌县怎么会无缘无故多出来这么多的粮食？县衙贷款，咱还从没有听说过有人敢向县衙贷款，难道就不怕县衙不还吗？粮商这么做，难道就不怕县衙赖账吗？那倒不会，这笔贷款是借贷浦发钱庄的，是有抵押的，他们如果敢赖账，那就直接把抵押全部拿走。抵押？那义乌县衙抵押了什么？未来3年的赋税收入。
咱之前在听到义乌发生重大洪灾后，就曾下过圣旨，要减免3年的义乌县的赋税。结果现在这3年的赋税要全部落到了粮商的口袋。卧槽，这坑的还是咱啊！其实这也是有弊端的，毕竟就像我刚才说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最终还是官府向百姓收税，还给钱庄，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最好的办法还是朝廷能在大灾荒的时代，从国库拿钱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以此来以工代赈，既能解决灾民的温饱问题，又能修缮朝廷的基础设施，两全其美。以工代赈应该成为国策，是可以在整个大明层面为朝廷解决问题。可惜当今皇上太抠门，目光太浅，就跟你一样，老想着自己的1亩3分地，格局没有打开，终究还是农民思想。混账！天下百姓都是农民，皇上为农民着想，就是为万民着想。呵呵，虾大人，我想敬你一杯，为你救下来的数万百姓，不过是举手之劳，何足挂齿。洪秀芳门口，等到朱元璋走出洪秀芳的时候，才恍然想到，普发钱庄不就是虾人在上户县组建的钱庄吗？狗东西，没想到这些好处最后还是落到了虾人的嘴里。爹，不管怎么说，虾人救下这10数万百姓，没有饿死一人，也算是功大于过。如果不是他从中斡旋，只怕没有粮商会将粮食借给义乌县，到了那时就真的饿殍遍野了。这点蝇头小利就算了吧。彪儿，虾人此人是一把双刃剑，可以救人，也可以害人，你可要小心。正如父皇所说，此人既然如此剑走偏锋，不如将他贬值，从底层做起，也好再磨练磨练他的性子。不，咱不仅不贬谪他，咱还要提拔他，让他进京入职。这是为何？彪儿，人与人不一样，如果是其他年轻人做事浮躁，那的确可以让他下底层去磨练几年，说不定能去除浮华。但是虾人不一样，虾人这种人骨子里就属于天马行空的人，即便是在最底层，他依旧不会改变他的性子，他天生就是这种人。在咱们看起来如同天方夜谭的事情，却让他干出了不一样的效果。而且现在朝堂的局势云谲波诡，李善长与刘伯温争斗已经日渐激烈，就连父皇有时候都会看不清局势。既然如此，那就把虾人这个混账放进来，让这个局面更乱一点。这是为何？如果朝堂混乱，那又如何施政？这样对父皇和百姓都没好处，父皇为何还要如此？彪儿啊，你这就不懂了。混乱只要被控制一定范围之内，就不会出现问题。相反，只有让这些朝臣相互争斗，他们就没有精力对付咱们。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彻底掌控朝堂。好了，这些事情咱们就先不说了，等到了京城，就立刻传旨，让虾人将义乌的事情交接好，就让他来京城任职吧。义乌县衙，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着虾人进京任职，再将义乌县事情安排完毕后，即刻进京，不得有误。公公可知皇上为何这么着急将我召回京城？皇上听闻义乌县救灾不错，效果挺好，皇上打算把你调到京城重用。奉天殿，启禀皇上，如今大明各处的灾民救济情况已经逐渐落实，朝廷在扬州地区的拨款达到了20万两，收纳百姓10万余人。如今扬州的确的各项工作都已经开始挨个落实，开垦荒田10余万亩，已经是当初扬州良田的1/10，今年年底有望恢复良田的1/5，甚至更多。义乌那边赈灾怎么样了？义乌那边现在已经差不多稳定了，虾御史在将赈灾的事情交接完之后，就已经在返京的路上了。只是这虾御史之前还兼任着上户县县令，如果虾御史回京，那上户县县令一职要一直悬而未决吗？上户县位置特殊，且让咱好好想想，等虾御史进京之后再说。陛下好像对于上户县特别重视的样子啊。宰相府，韦应拜见恩师。你平时韬光养晦，今日怎么有时间来我这里？什么事情都瞒不过恩师，不知恩师对虾人还有上户县怎么看？虾人我不熟悉，只是听说是凤阳人，也算是咱们淮西人。上户县我也是刚刚上心，还没有开始调查。你对这些有兴趣？不瞒恩师，学生想要求取上户县县令之职，求恩师成全。好吧，既然你心意已决，那我就助你一臂之力。今天我就去求上位，能让你担任上户县县令。上书房，彪儿，你在想什么？父皇，孩儿在想，如果虾人进京之后见到父皇，又会是什么反应？如果见到咱，只怕他会被吓得屁滚尿流，再也不敢巧舌如簧。想必到时绝对会非常精彩。李善长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难道是对自己的安排有什么意见，要向自己夺权？善长啊，你平时这个时候不都在府邸吗？怎么现在有时间来见咱？启禀上位，臣这次求见上位，是想向上位问一下封王戍边之事。如今皇子已经渐渐长大，是时候为皇上分忧，为朝廷效力了。你敢相信吗？朱元璋不给我钱就让我赈灾，我特么就把钱全花在官员上，就把义乌打造成江浙重地。隐藏身份的朱元璋居然没嘎了我，反而让我上京升官。
启禀上尉，臣这次求见上尉，是想向上尉问一下封王戍边之事。此事咱还没有想好，不知善长有何建议呀？上尉，此事臣也只是有些浅见，臣觉得可以先将这些皇子分封为藩王，选好藩地之后，就让他们前往封地，为朝廷治理地方。不仅如此，皇子们自幼被大儒教育，文武双全，还要领兵。现在大明虽然表面上平静无波，但是西南不稳，北方边境不平，北元更是躲在漠北与大明顽抗。臣觉得现在朝廷正是用人之际，应当将成年的皇子尽快封王，为朝廷效力。不愧是宰相，这些话都说在了咱的心坎上。那照你来看，应该给哪些皇子封王，又该封在何地？臣觉得应该对2皇子、3皇子和4皇子进行封王，至于封在何地，那就要看皇上的意思了。既然是封王戍边，那自然是要去为大明驻守边疆的。咱可不是让他们吃喝玩乐，成为只会享福的蛀虫。燕云16州自从被石敬瑭卖给契丹之后，已经与中原地区失去联系300多年。太原、北平都是战略重地，咱觉得应该让老3、老4前往这些地方。上尉英明，只是这种事情，臣觉得还是要听听朝臣的建议，最主要还是御史台的建议。上尉应该也知道这些御史的品性。我尼玛，当初设立这个御史台就是要给淮西勋贵找麻烦，本来这把刀还挺好用，结果现在这些御史竟然连咱都要弹劾，头疼死咱了。尤其是最近这些货越来越有劲了。善长安排下去，让文武百官全部上折子，咱要看看这些人要怎么说咱的这些皇子们。刘伯温，我这一份大礼，看你能不能接得下了。启禀上尉，臣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善长还有何事，尽管说。上尉，上户县县令不能一直空悬，臣举荐胡惟庸任职上户县县令。胡惟庸为人干练，做事情兢兢业业，也算是一位干吏，肯定能够胜任上户县县令。哼，是胡惟庸让你来求情的？是，今天胡惟庸来找臣，希望能担任上户县县令。这胡惟庸鼻子倒是挺灵，你先回去吧，上户县的事情咱自有安排。是。父皇为何愁眉不展？是因为担心上户县的事情吗？胡惟庸我也听说过，他的能力还算出众，父皇为何不将上户县交给他管理呢？胡惟庸此人心机深沉，善于投机，此人奸猾，虽然办事能力出众，却不一定是上户县县令最好的人选。此事暂且不提，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封王戍边，你先去通知刘伯温，让手下的御史全都准备一份奏折，咱要看看这些御史会怎么说。父皇，虾仁也要写吗？写，正好搂草打兔子，如果虾仁赶来找死，正好送他上路。几日后，父皇，百官们上来的奏折都在这里了。虾仁的奏折也呈上来了吗？应该已经呈上来了。不用说，虾仁这货肯定会反对封王戍边。陛下，西汉的7王之乱，西晋的8王之乱，之后的安史之乱，5代10国的藩镇之乱，分封制就是垃圾。所谓因地制宜，没有最好的政策，只有最适合的政策。当初秦始皇没有分封藩王，结果20而亡，天下动乱不堪；乾元朝廷没有分封诸王，结果天下大乱时，却没有人能站出来为皇室力挽狂澜。刘邦虽然分封诸王，导致了西汉的7王之乱，但是最终的天下还是姓刘。西晋虽然因为8王之乱被灭亡，但是东晋却能保江南之地不失，这又何尝不是分封之功？如今大明朝出力，正是内忧外患之际，分封诸王能更加稳固大明江山。不仅如此，皇子成为藩王，还能教化百姓，功莫大焉。父皇，怎么了？难道这虾仁在奏折之中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话了？年少轻狂，狂悖无状，父皇不必为此生气，毕竟天下英雄唯咱和虾仁耳。父皇言过了吧？父皇，这虾仁眼光竟然如此毒辣，儿臣觉得这虾仁真乃是天纵之才，生而知之者啊！这是天佑我大明，让此人在大明为官。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倚。虾仁这么聪明，并不一定就是好事。这天底下聪明人这么多，可能活到最后的又有几个？虾仁进京了吗？昨日已经进京，父皇要召见他吗？不用，咱很期待他在奉天殿见到咱的反应。嘿嘿嘿。画舫内，我尼玛，让我也建议，我建一个锤子建议，此事谁敢反对，那绝对会被朱元璋当场弄死。当然是使劲鼓吹封王戍边，至于以后的靖难之役，跟我有毛关系？小子，你是什么人？这可不是闲杂人等能够进来的。嘿嘿，我是什么人你不用管，我就是想问问，官员在这里吃喝玩乐，真的没问题吗？问题，小子，看看这是什么？卧槽，你干什么？小爷可没有什么特殊的癖好，你别乱来。看到没有，这是什么？这是当初鄱阳湖大战，咱为皇上挡的刀，如果不是咱，皇上只怕就不在了。现在打了半辈子仗，咱享受享受怎么了？难道皇上会因为这一点小事就砍了咱的脑袋吗？不知大人名讳？马三刀，咱替皇上挨了3刀，这才起了这么个名字，怎么样？霸气吧？霸气！大人你就继续喝吧，我还有其他事，就不陪着你了。慢着，小子，
咱见你怎么这么眼熟？听你的语音也是丰阳的吧？家住哪里？小子家里人早就死光了，大人肯定是认错了。虾人上2楼，老鸨，把你们这里最漂亮的姑娘给我叫来，我要那种胸最大、屁股最翘的。哼，粗鲁。老鸨呢？死哪去了？不想赚钱了吗？哎呦，客官，奴家在这呢，不知客官有何吩咐啊？照我说的做，这些钱都是你的。好嘞，公子稍等，马上就来。见钱眼开，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了，真是羞与这等人为伍。老东西，你是不是没完了？敢不敢说出你的名字？庶子，真是庶子，老夫陈怀义，你待如何？陈怀义，你是监察御史？正是老夫。小子，听到老夫的名字，是不是把你给吓住了？给老夫跪下磕3个响头，老夫就考虑原谅你，要不然，哼！磕头，我看你是老糊涂了。老东西，你只不过是一具冢中枯骨，还敢吟吟狂吠？谁帮我把这个老东西的腿给我打断？打断一根，我给5万两银子。哼，你以为有些臭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商人终究是商人，是奸业，更是贱民。谁告诉你我是商人？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是什么？御史，你是御史？不可能，本官在御史台当了这么多年御史，根本没有见过你。我知道了，你这是假的，你肯定是冒充的御史。我出10万两打断这个狗东西一根腿，谁来都想清楚了。10万两够你们几辈子花的了，错过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了。你们可要想清楚了，我可是御史，如果你们敢打我，你们是要被关在牢房里一辈子的。即便你们拿到这笔钱，你们也花不了，不要被这小子给骗了。小子，我把这家伙2个腿都给踩断了，你要给我20万两银子。那是自然，我虾人可从来不会赖账。多的这几万两银子，就当是给你的酒钱了。你真的不是丰阳人啊！我的腿，你们2个王八蛋，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你们死定了！有钱真的能够为所欲为？你给我等着，明天我一定要弹劾你，让皇上把你扒皮抽筋，剥皮炫草，如此方能解我心头之恨。还有你马三刀，你们都给我等着，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好过。就凭你，只怕等会你自己都要自身难保了。你吓唬我啊！老子从小被吓大的，还怕你？哟，可怜啊，伴君如伴虎，死到临头都不自知，可悲可叹。锦衣卫办事，闲人推逼。锦衣卫大人，这2个人当众殴打朝廷命官，请大人赶紧把他们抓走，投入诏狱，严加逼供。这人还是个御史，但是出手阔绰，动不动就是数十万两银子，肯定是个大贪官。大人一定不能放过他们。陈怀义，你这是翻了，给我们走一趟吧。冤枉啊，大人！你自己干了什么竟然都不知道？你难道就不记得你之前奏折上写的什么吗？大人，天可怜见，当时我是真的喝醉了，才会胡言乱语，求大人放过我这一回吧，求大人饶我一命。不用挣扎了，你的死活自有皇上来定夺。老鸨呢？本官要的姑娘呢？本官可是给了钱的，难道你们想赖账吗？大人稍等，他们这就来了。小子，这个老鸨子是咱看上的，你可不能动他。这时楼下传来声音：马三刀，你跑哪去了？赶紧给老子过来倒酒。小子，跟我一起下去，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真正的豪杰。在大明，有钱就是牛逼，有钱就是大爷。就在刚刚，虾人入京进入画舫，作为键盘侠的陈怀义居然喷赞：陈怀义，你不是狂吗？老子就出10万两打断你的狗腿。作为愣头青的马三刀居然敲断他2条。上书房，父皇息怒，这个陈怀义可能也是无心之言，父皇不要气坏了身子。无心之言，他竟然敢在奏折上骂咱大逆不道，骂咱的儿子都是狼子野心之人，咒咱们家日后会兄弟阋墙，父子相残，这些难道也是他的无心之言？咱看他是根本没把咱放在眼里。为什么陈怀义还没有被带回来？锦衣卫是怎么办事的？咱要把这个陈怀义碎尸万段，五马分尸。再让你们把他抓回来，不是让你们把他给嫁回来。启禀皇上，陈怀义腿被人打断了，卑职只能如此把他带回来。锦衣卫拱手向朱元璋讲述了缘由。陈怀义，咱问你，是谁指使你写的那封奏折？皇上饶命，臣是杀掉。皇上饶过臣这一回吧，臣下次再也不敢了。住口！瞧瞧你那个怂样，哪里还有身为御史的刚直，简直就是窝囊废。臣是窝囊废，臣是键盘侠，恳请皇上饶恕臣这一回吧。别磕了，咱就问你一句，到底是谁指使你这样干的？没人指使臣，臣前几日喝了一点小酒，当时醉得不省人事，竟然在奏折上胡言乱语，请皇上看在臣喝醉的份上，饶过臣这一次吧。喝醉酒，酒后吐真言，看样子你对咱的锋芒戍边意见很大呀，敢把咱骂得狗血淋头，把咱的皇子们骂得一无是处。陈怀义，你好大胆！皇上，把这个狗东西拉下去，严刑逼供，咱要知道他背后到底是谁在指使。
废物，窝囊废，草包，软蛋！咱当初怎么会让他来当这个监察御史？父皇莫要生气，陈怀义多行不义必自毙。他还没进来时就已经被人打断了双腿，看样子这是受到了天谴。去给咱查查陈怀义的腿是怎么断的。是。1个时辰后，怎样？可调查清楚了？调查清楚了。那陈怀义的双腿都是马三刀给打断的。马三刀怎么会跟陈怀义碰上？他们在哪碰上的？在画坊。画坊？就是青楼。混账！真是一群混账！朝廷大员竟然明目张胆去逛青楼，这些人分明是没把咱定制的律法放在眼里。这个马三刀真是恃宠而骄，不仅敢去逛青楼，竟然还当众殴打御史，把人家腿都给打折。这是要让百姓看咱大明朝的笑话吗？马三刀啊，马三刀！难道真以为咱不敢杀你吗？马三刀动手也是有原因，据旁边的人交代，这马三刀动手是受人挑拨的。谁敢挑拨马三刀去殴打朝廷命官？咱非得扒了他的皮。好像是虾仁。虾仁，又是他！这个狗东西，每次走到哪都不安生。这次咱非得要宰了他，那他碎尸万段，剥皮宣草，方能解我心头之恨。父皇何不听完来龙去脉，再做决断？毛香，快把此事的经过全部说出来，不得隐瞒。毛香看朱元璋没有阻止，赶忙开始诉说起画坊里发生的事情。好啊，逛个窑子都能花上几万两找姚姐，为了一己之私，竟然拿出20万两银子，说是旁人殴打当朝御史。好的很，这个虾仁看样子是真的无法无天。既然这样，咱就送虾仁上西天。父皇，虾仁怎么可能如此荒唐？您想想，就算是虾仁再怎么有钱，难道是傻子不成？当初就连咱都给了他50万两银子，这些年下来，他恐怕都要富可敌国了。咱要砍他的头，抄他的家，就像沈万三一样。父皇，之前的事情暂且不提，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父皇就算要杀虾仁，也要让虾仁死个明白啊！好，既然如此，咱就让他死个心服口服。毛香摆架，咱要亲自去看看虾仁如何在画坊嫖妓的。皇上，此事是否还需要商榷一二？抓个贪官，难道非要您亲自出马吗？这虾仁奸猾似鬼，如果不是咱亲自出马，只怕又会被他花言巧语糊弄过去。勿需多言，速摆架。父皇，毕竟是去青楼烟花之地，大张旗鼓实在不太妥当。咱都被虾仁这个混蛋给气昏头了。毛香不用摆架了，微服出宫，即刻前往秦淮河画坊之上，全场的消费由虾公子买单。兄弟最近在哪发财？不知能否带我们兄弟一起发财？发财不敢当，只不过是做一些小买卖。不知虾兄弟所谓的小买卖有多小？不多，一年也就200多万两。可否带上哥哥几个？我这边有个大买卖，正缺人手，不知几位哥哥有没有兴趣？外面突然传来嘈杂的吵闹声。哪个狗东西敢在这里闹事？看我不剁了他！咱倒要看看你怎么剁了咱。黄哟，这不是老黄啊！老黄啊，你这么大年纪也来逛花船啊，真的是老当益壮，遇老弥坚啊！哼，你们这群混蛋能来，咱就不能来吗？当然能，来坐一块，大家一起聊聊经验。我突然想起，我小妾今天生孩子不是很方便，就不聊了，还是改日再说吧。对，我也想起来，我的小妾也要生孩子，告辞。你们俩的小妾是同一个人？对，不对，是同一天生孩子，不是同一个人，我们就先走了。哼，给咱坐下，这就对了吗？大家既然都是朋友，既然遇上了，那就一起好好喝一顿，再向老黄讨教经验。有道是一只梨花压海棠，这方面咱们还是得向老黄好好学学。虾仁这个混账还真是什么都敢说，这种词竟然都能想得出来，真是一个狗东西。咱听说你把陈怀义给打了一顿，你可知他是谁？知道，当然知道，监察御史嘛，我也是。那你可知殴打一名监察御史该当何罪？反正陈怀义也是将死之人，死之前被我打一顿，那也算是为当今皇上出了口气。此话怎讲？你打陈怀义怎么会牵扯到皇上？为啥？当然是为了那个封王戍边啊！最近皇上一直在意的封王戍边，你们应该都听说过吧？皇上封王戍边，那又如何？难道你不同意？不是我不同意，更是陈怀义那个傻逼不同意。就在刚刚，我还没打过瘾，他就被锦衣卫给带走了。试想，如果不是他干的事引起了皇上的不满，锦衣卫会亲自出动把他给抓起来。他竟然敢惹皇上，那我打他一顿还不是替皇上出气？要我说，皇上不仅不能怪罪我，还要嘉奖我。那你觉得皇上的封王戍边到底如何？陈怀义到底该不该杀？陈怀义这种傻逼的确该杀。哦，这样说你是觉得陈怀义不该反对封王戍边，所以该杀？陈怀义之所以该死，是因为他非要说实话。住口！你来说，
陈怀义怎么敢说真话了？你若说不好，咱非要让皇上弄死你。封王戍边说起来，全天下只怕只有皇上自己才会觉得这是一个好计策。对于武将来说，藩王抢了他们的饭碗，他们内心自然不喜；对于文臣来说，藩王乃是祸乱之源，不能为文臣所容。对于百姓而言，供养朝廷已经是极大的负担，日后还要供养藩地的藩王，以后的日子只会一天差过一天。对于太子来说，这些藩王手握兵权，简直就是一个个国中之国，又怎么可能得到太子的认可？对于大明后世之君来说，这更是一个亡国之策。胡说八道，咱看你就是妖言惑众。这封王戍边之策怎么可能成为日后的亡国之策？哟，老黄啊，小了，格局小了。当今皇上开封，王之先例，后世之君只会照本宣科，将自己的子孙同样分封藩王。所谓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如此多的皇子皇孙，每年的俸禄又该多少？可这些俸禄全部要朝廷供养，到了那时，皇室俸禄将成为国库的负担。当这些俸禄占据国库的大半时，朝廷将彻底失去银子，给军队发粮饷，给灾民赈灾，给君王施政。到了那时，难道大明帝国还能延续多久？不仅如此，藩王抵达地方后就将拥有藩地，可是这些藩地根本不用给朝廷交税。随着世世代代的承袭，藩王的藩地只会越来越大，不断的去兼并土地，成为大明最大的地主。可是他们却不用交税，这一增一减之间，国库每年就要空虚多少银子？大明藩王的税收却不会因为国库空虚减少半分，到了最后国库彻底没有收入，这天下又该如何？这大明天下这么大，皇上的子孙又能有多少？这么大的地方供养这些皇子皇孙，别说100年，就算是200年又能如何？老黄，枉你还是皇亲国戚，你的眼界怎么这么小？咱们大明是要成为一个1000年的帝国，岂能就看到未来100年、200年？帝国建立之初，基础最为关键。如果皇上在最初就为帝国的根基埋下隐患，那大明的帝国又怎能延续1000年？1000年帝国，1000年帝国，难道封王戍边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吗？如果封王戍边真的这么差，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人同意呢？就连当朝宰相李善长都主动请求皇上封王戍边。封王戍边自然有可取之处，对于皇上来说，封王戍边是如今稳固皇权最好的办法。朱元璋召见虾仁入京为官，而虾仁就牛逼了，上京啥不干，先逛窑子，结识蓝玉和马三刀，还把陈怀义给锤了。朱元璋听闻后勃然大怒，要找虾仁问个清楚。微服私访也进入了青楼。难道封王戍边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吗？如今天下初定，南北皆有蒙元残党，说不定就会卷土重来，再加上朝廷里面的骄兵悍将，各个手握兵权，终究是不稳定的因素。如果皇子领兵在外，皇上就不用担心有人黄袍加身、陈桥兵变，也不用担心无人守卫边疆，简直就是一举两得。只不过王权终究会影响皇权，皇上作为开国之君，自然能够牢牢的压制这些藩王。可是下一代，一旦皇上软弱无能，藩王就会喧宾夺主，爆发内乱。不过这就要看当今太子了。那依你之见，又该如何改进这封王戍边，才能两全其美呢？世间哪有两全法？如果不想给后世子孙留下祸患，不如封王不封地，封藩不祭藩。何谓封王不封地，封藩不祭藩？封王当然可以让他们替皇上在北边抵御外族，此乃大功，应当鼓励。但是封地就不必了，藩王的俸禄都由国库来出，他们哪里还需要这些封地？那这样的话，以后的皇子岂不是只能自食其力？他们都已经身处皇室，刚出生就站在了世间权贵的顶层了。如果这样都不能闯出一片天地，那岂不就是废物？所谓儿孙自有儿孙福，老黄，这种事情就不用担心了。即便是再落魄，他们也不会饿死。难道你不见这天下有多少百姓每日拼命劳作，都食不饱腹吗？那又何谓封藩而不祭藩呢？很简单，藩王贵为亲王，自然尊贵无比，位于百官之上，皇帝之下，可谓是权势滔天。但是他的子孙没有资格继承藩王爵位，只能继承他的下一级爵位，直至彻底沦为平民百姓。什么？这不就是推恩令？你可知道，如果让皇上知道你心思如此歹毒，会是什么下场？你看看你，老黄，大家一起吃个饭，你老是这样，动不动就发脾气。咱们今天说的话，出的我口，进的你耳，出了这个门，我是一句都不会认。你还听不听？不听我就不说了。说，咱倒要听听你又有什么歪理。你先坐下。你难道就没想过皇上100年之后这天下的格局吗？如果皇上并天，这天下藩王还有谁能够压制他们？就算是太子殿下能够顾及手足之情，可是那些文官的，他们难道不会鼓动太子削藩吗？他敢！你又来，别吓坏了孩子。太子殿下仁义，但是你难道不明白文官的嘴有多厉害？就算是太子殿下没有削藩之意，那些藩王每天听到京城传来的动静，只怕都会寝食难安。在当今皇上决定施行封王戍边的时候，
候就应该想到这样的结果。兄弟相残，兵戎相见，这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与其如此，不如直接把规矩定下来。推恩令不只是在削弱藩王，同样也是在保护藩王，你明不明白？朱元璋这次彻底沉默了，就是他不愿意相信朱标会杀自己的兄弟。但是正如虾仁刚才所说，当朱标坐在那个位置之上，他考虑的就不仅仅是兄弟之情了。家国大义，为了国家的安定，为了自己的孩子，朱标也会对藩王下手的，这是事实。只不过这个时间会很长。终于走了，看你们那怂样，还有脸称自己为大明武将？你难道不知道他是谁吗？我当然知道，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想到你年纪轻轻，胆子竟然这么大。蓝某这次是真的服你了。切，区一个皇亲国戚，有什么好怕的？皇亲国戚，你难道不知道他是当朝皇？皇什么？皇上的亲戚。切，这不是废话，他走了正好。这老爷子脾气太大，咱们继续喝。刚才说到哪了？哦，对，继续谈咱们的大生意。这个，咱们还是下次再说吧。今天我还有急事，就先走了。今天真是亏大了。门口，蓝玉，你二大爷，你敢打我？打你，我特么的是在救你。为何不让我告诉虾仁那小子皇上的真实身份？糊涂，马三刀啊，马三刀，你就不会动你的脑子吗？如果皇上想让虾仁知道他的身份，皇上不会自己告诉他吗？还用你来多嘴？今日虾仁当着皇上的面把皇上给痛骂一顿，只怕皇上绝不会放过这个小子。咱们赶紧走吧，只希望皇上不要迁怒我等就行。可是虾仁那小子可是咱们凤阳老乡啊！可是什么可是？想想你家里的老母，难道你想让他白发人送黑发人？赶紧给我走！上书房。父皇，父皇，你无事吧？无事，只不过有些事让父皇有些烦恼。是因为虾仁说的封王戍边吗？彪儿，你觉得虾仁说的对否？儿臣觉得说的对。彪儿，你可知咱封王戍边的意图？咱是为了咱老朱家的江山，为了……朱元璋将自己的想法一股脑全给朱标给说了一遍，大体意思就是为了朱家江山千秋万代。父皇，这天下是百姓的，这江山也是有德者居之。呵呵，罢了，如虾仁所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咱就不管这么多了。多谢父皇理解。既然如此，那虾仁也算是进谏有功，不知父皇要赏赐他一点什么？赏赐他虾仁身为朝廷命官，竟然当众去逛画坊，咱没有让人把他抓起来，已经算是好的了，还想让咱赏赐他？做梦！而且虾仁还殴打朝廷命官，此事咱还要找他算账。父皇，那您打算如何处置？陈怀义就算是再混账，那也是当朝御史，如果不惩罚虾仁，只怕难以服众。咱看这个虾仁还是别当御史了，老老实实的去当他的县令吧，省得在京城给咱丢人现眼。父皇，这恐怕不妥吧？这虾仁再怎么说也是一个大才，每有出人之言，把他留在京城，若是日后有何事，也能询问于他。他算什么大才？只不过满肚子坏水，歪打正着罢了。父皇，虾仁虽然有些跳脱，但是……彪儿，你怎么就看不出咱的苦心呢？这虾仁在京城也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这才多长时间，他竟然就已经和淮西那些武将在了一起。淮西武将都是一些什么人？难道你不清楚？如果虾仁和他们一直待在一起，只怕很快就被这些人给同化，到了那时就是一群臭味相投的混蛋。父皇说的不错，虾仁的确不应该和这些人一起鬼混，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人，朝廷日后是要重要他的。不仅如此，这些武将个个手握大权，咱曾经多给他们提示，希望他们能够有自知之明，主动放弃兵权。可惜这些人全都迷恋权势，给咱装疯卖傻。虾仁的能力你应该也清楚，虽然人比较混蛋，但是赚钱的能力的确是有的。如果他们一旦结合，在有兵有钱的情况下，他们这些骄兵悍将就真的再也无法制衡了。所以绝不能给他们在一起的机会。等会你就让礼部拟旨，让虾仁这个混账滚回去当县令，不得再踏入京城一步。客栈门口，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监察御史虾仁殴打朝廷。我尼玛什么意思？刚到京城就又让我滚回去，就连刚刚升上来的7品官职又被降回8品县令，这老朱几个意思？拿自己耍着玩？虾大人多日未见，可还曾记得小人？记得，当然记得。皇上圣体是否安好？大人放心，圣公安。只是听说大人您将陈大人打了一顿，比较生气，好在被太子殿下劝了下来，皇上这才让您回到上户县，好好的当你的县令。多谢公公提点，要不要进去一起吃个晚饭？那倒不必，皇上还在等着我们回去交差。虾大人还是尽快离开京城，皇上对你待在京城干的事情不是很满意。我尼玛，我干啥了？我除了打陈怀义，不就是勾栏听曲？早朝，宫门前，魏国公，皇上让写的折子，你写了吗？自然写了。写的啥？那还用问？我自然是同意上位的决策，支持封王戍边。嘿嘿，看样子魏国公也不是一个肯说实话的人。蓝玉，你此话何意？封王戍边乃是削弱咱们武将的国策，你竟然都会同意？我说你没说实话，难道还说错了？什么时候蓝玉这个莽夫也有这样的见识了？蓝玉，小心祸从口出，这种话绝不能让上位听到。皇上早就知道了。什么？你说什么？没什么，反正魏国公，你今天等着看好戏就行。
这个蓝玉好似知道了什么了不得的内幕。奉天殿，你们写的奏折咱也都看过了，大多数都是同意封王戍边之策，只不过个别人好像很有意见，不仅仅在奏折中反对封王戍边，竟然还敢诋毁咱的皇子，辱骂咱昏聩糊涂。刘伯温，陈怀义是你手下的御史吧？陈御史在奏折中大骂咱是昏聩之君，倒行逆施。你作为御史台长官，此事是否知晓啊？臣御下不言，致使陈怀义欣然胡言乱语，侮辱皇上，请皇上降罪。但是陈怀义到底说了什么，臣的确不知。大概率就是这个刘伯温指使的，此事都是陈怀义的过错，与你何干？既然你不知情，就不要把什么过错都往身上揽。不过咱想问问刘伯温，你对封王戍边怎么看？启禀皇上，臣觉得封王戍边实乃上上之策，臣对封王戍边没有任何意见。臣已经在奏折上讲述了自己的观点，那都是臣的肺腑之言，不敢有一丝隐瞒，望皇上明鉴。你敢相信吗？隐藏身份的朱元璋居然跑去找虾仁，虾仁这个货居然和淮西武将混在了一起，一个有钱，一个有兵，你还让咱怎么混？你们不是臭味相投吗？那就给咱接着再滚回上户县当你的县令。启禀皇上，臣觉得封王戍边实乃上上之策。听听，这就是咱的御史台长官，说话就是好听，但是你们说的这些观点咱都听腻了，难道咱的大臣都是一个观点？那你们实在是让咱失望了。朝堂之上滚滚诸公，竟然还没有咱的太子有见识。彪儿，去给这些人讲讲，咱为何要封王戍边。父皇过奖了，不过儿臣的确有些浅见，愿给诸位臣公分享一二。封王戍边实乃是亡国之策。彪儿继续说。朱彪就把从虾仁那里听到的话说了一遍。这个外甥竟然把虾仁的观点直接照抄了过来，下贱！所以儿臣觉得封王戍边在未来必定会为大明带来灭顶之灾，这些只不过是儿臣的一点愚见，请父皇指正。听听，都好好听听，这就是咱大明朝的储君，这就是咱大明朝储君的见识，这才是咱想听到的。诸位觉得咱的太子说的如何呀？皇上，臣觉得太子殿下说的很对。臣亦觉得太子殿下的眼光颇为独到。臣也一样。那依你们之见，这封王戍边是封还是不封呢？胡惟庸，你来说，封王戍边封还是不封？臣觉得左右都是死，赌一把。臣觉得封。哦，那你说说怎么封？臣觉得可以将藩王的俸禄转移到内堂来出，这样就不会导致国库空虚。哼，咱的皇子是为国戍边，为了国家流汗又流血，如果国家连俸禄都不出，对得起咱皇儿的辛苦吗？这天下难道是咱自家的？这天下是百姓的天下，咱的皇儿是为天下的百姓戍守边疆的。是，臣糊涂，臣失言了。哼，不学无术。应天城的城墙需要修缮，你明日就去工部报道，负责建工城墙修缮吧。刘基，你觉得这封王戍边，咱是封还是不封？启禀皇上，臣以为可以封王戍边，只不过需要加以限制，比如说汉朝的推恩令。哈哈，伯温啊，伯温，你可终于是说出了心里话，咱要听的就是心里话。咱不是昏君，更不是暴君，有什么话你们可以尽管说，无则加勉，有则改之。咱只希望咱的大明能在你我君臣手中变得更加繁荣昌盛。臣惶恐。好了，平身吧。彪儿，既然你对封王戍边的见解独到，那你就说说这封王戍边到底封还是不封？父皇，儿臣觉得应该封。哦，那你说说为何呀？有道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咱们大太子避了一大通，还是虾仁的话。哦，那依殿下之见，这封王戍边又该如何结束呢？封王不封地，封藩不计藩。这个外甥实在是太不讲究，直接照搬。不知殿下此言何意？于是朱标又把虾仁的话复述了一遍，以此类推，直至成为平民。不仅如此，除了父皇，大明的后世之君不能再随意的分封藩王，毕竟藩王的一切俸禄都是国库提供，不能给大明国库添加太多负担。往后的皇室子弟全都要自食其力。我感觉我站起来了，爽啊！听听，都给咱好好听听，这才是咱大明储君的气魄，不愧为咱大明太子。太子圣明，哈哈哈。传旨吧，就按照咱太子说的办，封王不封地，封藩不计藩，后世之君不得随意分封藩王。特殊时期，自当行特殊之事，因势利导才是每一个明君应该做的事情。皇上圣明，臣等恭贺皇上。好，既如此，封皇二子朱爽为秦王，驻守西安；皇三子朱刚为晋王，驻守太原；皇四子朱棣为燕王，驻守大都。散朝后，奉天殿门口，魏国公怎么样？今天这场戏看得如何？永昌后，什么时候你还有能掐会算的本事了？嘿嘿，我这也是经过高人指点，一个很有意思的年轻人，也是咱们淮西人，你要不要见一见？不见。永昌侯若是无事，老夫就先走了。先别急啊，我找魏国公自然是有事相求，我这里有一笔大买卖，不知魏国公可有兴趣？不感兴趣。你还没听完呢，先别拒绝，这笔大买卖可不得了，一年少数能挣个几十万两银子，你真不打算来？几十万两银子，的确是几十万两银子，行情好的话，说不定就能上百万了。徐达听到这话，
抬脚就走。魏国公谈得好好的，你怎么又要走？蓝玉，我觉得你可能遇到了诈骗，建议你立刻报案。徐达，你以为我是傻逼吗？傻逼这个名词倒是挺贴切。卧槽，我来带你发财，感情你把我当傻逼。当时皇上也在场，你不信我，你总得信皇上吧？皇上，这件事情皇上也知道。知道，不过这件事皇上还没有拿定主意，如果被咱们捷足先登了，那就没有皇上的事情了。所以请魏国公一定要保密。既然如此，此事我就再考虑考虑，等晚些给你答复。上书房，你是说蓝玉和徐达在夏朝之后进行了密谈？他们说了什么？小人也没听清，只听到永昌侯说着什么大买卖，还大叫着自己不是傻逼。去把徐达给咱叫过来。上尉，不知叫我何事？无啥大事，只是你嫂子好几天没见你，有些想你了，晚上一起吃个饭。好啊，我早就馋宫中的酒了，只不过不好意思来喝。还是嫂子知道疼我啊，知道小弟喜欢喝酒，吃饭还知道带着小弟。难道咱就心疼那几壶酒？等你晚上回去多拿几壶。嘿嘿，多谢上尉，如此小弟就却之不恭了。晚宴上，徐达，你这么久不来看我，是不是把你这个嫂子给忘了？嫂子哪里话，嫂子对我的好我一直记着呢，这不是不想麻烦嫂子做饭吗？每次我一来你就亲自下厨，我实在是过意不去。咱听说蓝玉要给你做买卖，不知道是什么买卖？说是有个年轻人给他提到一个大买卖，一年能挣几十万，想要让我入伙。他还说此事上尉也知道。上尉你知道吗？肯定虾仁那个混账又要给蓝玉做买卖了，不知道这次又是什么买卖？买卖咱不知道，这种事当然是越少人知道越好，闷声发大财才是王道。毕竟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嘛。一年能挣几十万两的买卖，还有这种好事，咱要是知道，咱早就去干了，哪还轮到他蓝玉？上尉，你不会骗我吧？想要把这么好的买卖给独吞掉？怎么会？咱是什么人？你能不知道？蓝玉那小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满嘴胡言，没有一句真话。那看样子是蓝玉骗了我，明天非要揍他一顿，出了这口恶气。揍他就算了，毕竟都是公侯，别让别人看笑话，暴露了可就不美了。深夜，等徐达走后，仲巴，为啥不让徐达也参与进来？如果真的挣钱，咱们可以带上徐达一起啊。上次的那些镜子卖掉了吗？还没有，拍卖场才刚刚搭建完成，但是我已经在那些达官贵人面前多次拿出镜子给他们观看了，反响十分热烈，想必到了开拍那日绝对会异常火爆。既然如此，那就等镜子卖完之后再说其他。那就看过几日拍卖的结果吧。10日后，奉天殿。妹子，你怎么来了？咱不是跟你说过，这个时间咱都是在处理朝政吗？你天天就知道这些，你难道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日子？什么日子？你们真的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宫里都已经快揭不开锅了，你们还天天跟个没事人一样。今天是拍卖会的日子，难道你们就一点也不关心吗？那咱们现在出发，说不定还能赶得上。你也不看看都什么时辰了，拍卖会早就结束了，靠你们父子俩，咱们一家人早晚得喝西北风。怎么样，赚钱了吗？呵呵，你猜猜？10万两，肯定不低于10万两。这么多，赚了30万，好啊，太好了！是3倍，赚了3倍，150万，150万两白银。咱们这批镜子一共卖了200万两白银。200万，母后，你说的200万两都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那些银子我已经让人搬到内库里了，咱们今年总算不用过得那么苦了。好，太好了，还是咱妹子最能干。妹子，快把这笔银子给咱明年非要让王宝宝好看。这群北元余孽，咱这次要彻底把他们给铲除。你想得美，这钱我要拿来做买卖，你想去打仗，用国库的钱去。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堂堂皇后，每天就钻研那些蝇营狗苟，丢不丢人？好，我丢人，那我赚的钱你别花。妹子，别生气，来，坐这里。你打算拿着这笔银子去做什么买卖？当然是跟虾仁继续做镜子的买卖。什么？又要去找那个混账？这才卖掉10个镜子，就挣了150万。如果能拿到更多的镜子呢？到了那时，你不就有银子来填充国库，讨伐北元了吗？是啊，父皇，小不忍则乱大谋，先把银子赚到手再说。好，咱忍着，你去给他做买卖吧。那你把东西给我吧。东西？银子不都在你那里？咱还要给你什么东西？你的玉批，你忘了吗？当初跟虾仁打赌，想要再给他做这个镜子生意，就得把皇家商会的玉批拿给他。你不给我这个，我怎么去给他做生意？咱不杀他已经是对他最大的恩赐，他竟然还敢要给咱要玉批，咱现在就下旨，让这混账把镜子的制作方法献上来，要不然咱非得诛了他9族。仲巴，做生意和气生财，虾仁拿到皇家商会玉批也是为百姓做事，咱们也能挣大钱，如此两全其美，不是很好吗？
万岁爷可怜呐，他能吃些什么呢？无非是奶酪饽饽、奶茶春卷之类的。此刻隐藏身份的朱元璋已经第二次来到虾仁府了。这次卖了镜子的马皇后大赚了一笔，然后就带着皇家商会的字再次找到虾仁做生意。几天前，仲巴，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怎么还非要跟着我？朝廷每天这么多正事，你没有处理都来不及，哪来的时间跟我去上户县？妹子，咱这是怕你被虾仁那小子给骗了。你不知道，虾仁那混账嘴皮子贼溜，死人都能被他说活。咱就是被他骗了好几次。我尼玛，虾仁如果得到了皇家商会御批，加上妹子的青睐，彪儿对他的另眼相看，只怕将来这个虾仁绝对会成长为本朝最大的贪官污吏。虾仁府邸前，我们大人不在家，在救济院。救济院那是什么地方？是不是又是虾仁用来搞钱的地方？我们是虾大人的朋友，不知那救济院在什么地方，我们也想去看看。就在城东，等你到了那里，看到占地最大的地方，那就是救济院。谢谢。救济院是什么东西？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肯定又是虾仁为了贪污，巧立名目，想多给百姓收钱。救济院一听就是乐善好施的地方，怎么可能是用来贪污的？等到了地方就知道，咱们快去吧。上户县，城东。古代隐士的生活也不过如此吧。仲巴，咱们以后老了就在这里生活。去找找那个救济院在哪里，咱们过去看看。是。妹子，来坐下来歇歇。你说这么大的广场，虾仁这得花了多少钱？只怕不少于10万两银子。10万两？你说这10万两里面，虾仁的贪污多少？真是该杀！堂堂一个皇上，老是揪着一个县令不放，不嫌丢人啊？这虾仁这么会做生意，挣点钱也是应该。你不要老是贪官的挂在嘴上，如果让他听到，生咱们的气了，不给咱们合作了，那咱们不就损失惨重了？哼，反正咱看他不是好东西，如果让咱再看到他贪污受贿，咱非得宰了他。老爷，救济院已经找到了。救济院门口，养济院的房屋和应天的差不多，大门两侧写着一副对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哼，净搞这些花里花哨。我说本官今天怎么听到喜鹊在面前叽叽喳喳，原来是黄老爷来了。黄老爷此来，想必肯定是给本官带来了好消息。看你高兴的样子，心里就不爽，是不是好消息还不一定呢。本官听闻有人在京城召开了一场拍卖会，会场上可谓是人山人海，据说当时拍卖的东西就是镜子，不知是否是夫人举办的？正是。那就好，听说现场的气氛极为热烈，夫人此次盈利只怕上百万两白银了吧？这还是多亏了虾大人，我们这次前来就是想要和虾大人商量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哟，夫人应该知道咱们之前的约定，这次夫人前来是有备而来。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吧？几位跟我来，咱们进里面详谈。不急，听说你这个养鸡院不简单，先带咱进里面看看再说。既然黄老爷想看，本官就带着黄老爷进去瞧瞧。你先给咱讲讲，他们是什么人，在这里做什么？他们的身份可不简单，就算是当今皇上见到他们，只怕也要给他们行礼。你在胡说八道什么？这些人难道还能是当今皇上的亲戚不成？亲戚倒不是，只不过他们都是跟着皇上一起打过仗的老兵罢了。这位老兵曾经在当今圣上手下经历过丰州之战、洪都之战以及后来的平阳之战，最终落下了终身残疾，被朝廷安置回老家，分了几亩田地。这位老兵参加过鄱阳湖之战，与陈友谅的手下生死搏杀。这辛苦你们，谢谢。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老弟，不用如此，我们这些人虽然身患残疾，无法自力更生，但是我们有个好的父母官，你如果要感谢，就应该感谢夏大人，如果没有夏大人，我们这些老骨头早就死了。没想到你还会是能干一些人事的。走吧，如你所愿，我带你进去好好瞧瞧。内院，三儿，我炸！脑瓜子是不是嗡嗡的？你是什么人？看你身上穿的，应该不缺钱，咋也会进来养鸡院？咱听说这里的养鸡院免费供养老人孩子，这才慕名而来。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进来的，得需要夏大人同意才能进来。想要让夏大人同意，可没有这么简单。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隐情？需要什么条件？难道是要送礼？不要胡说八道，咱们夏大人是青天大老爷，这天下最好的官，咋会收别人送礼？咱们大人说，想要进养鸡院，首先就是要为朝廷立过功，或者家里只剩下自己一人，无法自力更生，如此才有资格入住。那些想要白吃白喝占官府便宜的，被夏大人发现，那是要重罚的。就这，咱都打算让毛香动手了，你就给咱说这虾仁府邸。虾仁，咱没想到你竟然还真能干点人事，实在是让咱刮目相看。你这说的什么话？本官虽然贪财，但是贪的这些钱，那可都是为了百姓做事，本官是分文未取啊。哼，你没贪钱，那你这金碧辉煌的府邸从哪来的？难道这是凭空拔地而起，还是天下掉下来的？就算是这府邸很值钱，那也是本官辛辛苦苦挣回来的，做生意赚的钱，怎么能说是贪的呢？实在是有辱斯文。好了，你们俩别贫嘴
对了，我可不是来听你们讲这些废话的。虾大人，咱们之前的赌约还算不算数？哟，算数，当然算数。看夫人如此自信，恐怕已经把皇家商会的玉批给拿到手了吧？既如此，请夫人赶快拿出来给本官看看。好啊，皇上不愧是皇上，这些的字都带着龙气，龙飞凤舞，皇家商会。你特么的拿反了！会商家皇，好，真是好啊！哼，不学无术。夫人真是有手段，不愧是皇亲国戚，本官实在是佩服。这一次与夫人做生意，是本官最有眼光的一次，牛逼啊！真搞到了，一定得和这俩天打好关系，才能从他们身上薅到更多的羊毛。虾大人，我们答应你的事情已经完成，接下来是不是该你兑现诺言了？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嘛。本官给你2个选择，一个是本官把制作方法卖给你，你自己制作自己销售。但是你要一次性给本官1500万两银子，并且原材料也要从本官这里制作。什么1500万两？你怎么敢说出口的？虾人，你是不是把咱当成财神爷了？你要想许愿就去城隍庙，别来咱面前。如果不是近期本官急要钱，你觉得本官会卖给你们？你们难道忘了上次卖掉那10个镜子挣了多少钱？如果拿到配方，别说1500万，就算是再多1倍，你也能赚得回来。我们家没有这么多钱，所以虾大人还是说另一种办法吧。第2种方法就是本官每个月卖给你们10面镜子，价格还是50万两，你们挣多少钱与本官无关，卖完之后可以再来本官这里取。但是我要提醒你们，京城的达官贵人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你们上一批货已经薅了一遍，接下来可能就没那么好薅了，所以本官建议你们可以去其他大城市里买卖，毕竟这天下土财主那么多，到处都是韭菜。既然如此，那就一言为定，到时候我把镜子卖完还会再来找你，但是你不能把镜子卖给别人。那是自然，咱们现在就立下字据。很快，字据立好，一人一份。怪不得你和当今皇上性格这么像，感情你连字都是学的皇上啊！这混账难道看出什么了？不过你这书法距离皇上可就差远了，皇上那是龙飞凤舞，你这我尼玛！为了庆祝咱们合作愉快，本官破例决定请你们吃一顿饭。本官可从来没有在自己府邸中请别人吃过饭，你们可是第一个。说起来，你们可真是有口福了，我保证吃完这顿，你们绝对会终生难忘。什么口福？咱什么没吃过？如果到时候没你说的那么好吃，咱非得把你们的锅给砸了。那我就看看连虾大人都称赞的东西到底有多好吃。夫人放心，本官绝对不会让你失望。餐桌，万岁爷可怜啊，他能吃些什么呢？无非是奶酪饽饽、奶茶春卷之类的。你别傻站了，赶紧坐吧，诸位。虾大人，这用膳厅是否太过于豪华一些？只是吃饭的地方，没必要弄得如此豪奢吧？如果让别人看到，岂不是会误会虾大人是个大贪官？夫人此言差矣，生活就是用来享受的，吃饭就是人生中最大的享受之一。这些钱都是本官自己赚来的，又何必怕别人误会？如果挣钱不能用来花，那才是这个世上最大的遗憾。感情这就是一个败家子。这混账这是炫耀自己有钱吗？真恨不得立刻把这个混账给抓起来，把他的家给抄了，把这些东西全都拉到皇宫的御膳堂。你虾人什么档次？这是一个县官有资格享受的。万岁爷可怜啊，他能吃什么呢？也就是鸭血粉丝汤加烧饼了，真是可怜啊！您看看咱这道菜叫做蒋氏郎豆腐，这块豆腐可是大有来历。你坐在虾人旁边的朱元璋，这是第2次来到虾人府邸，谁知道府邸饭堂奢侈的更让他震惊。再者说了，能来这里的都是一些达官贵人、皇亲国戚，就比如你们，可都是我的合作伙伴。如果这里过于寒酸，岂不是惹你们笑话？那你们就会担心和我合作挣不到钱，这些下来，我损失的可就不止这么多钱了。这就是你给咱说的让咱终生难忘的宴席，这些都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家常菜罢了，你也好意思拿得出手？除了做的好看了一些，好像的确没什么特别的。你们这2个没见识的家伙，美食摆在眼前，竟然都不知道饭菜好不好吃，看的不是食材，而是制作饭菜的人。你们看看这盘菜，看出来什么了？这盘菜叫做蒋氏郎豆腐，这块豆腐可是大有来历。豆腐2面去皮，每块切8小块，晾干，用猪油热灼，略撒盐花，翻身后药酒1大杯，大虾米18个，用秋油小杯滚1回，加糖1撮，再滚1回，细葱半寸许，切120段后缓缓的起锅呀，缺一道不可，这才叫天下美味啊！虾人说完之后，就看向桌子上的豆腐，结果发现那豆腐竟然都快被朱元璋他们3人吃完了。你们给我留点，今天没吃饱。
晚上还在你这吃。万岁爷可怜啊，他能吃什么呢？也就是鸭血粉丝汤加烧饼了，真是没有口福啊！老黄啊，你看看咱们这桌菜，刚才那个蒋氏郎豆腐只不过是最普通的菜罢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之前那2盘叫不上名字的菜？这2盘菜才是真正的名菜。知道那2道菜的食材是什么吗？我吃着有些像是鸡肉。还是夫人见识广，不知夫人可知道这是鸡身上的哪个部位？有些类似鸡舌，但是具体是什么东西我还真不知道。哟，夫人果然聪明，那就是鸡舌头。这道菜乃是取45只当年的小母鸡，取其舌尖制成的，而且必须是活取。取下来之后稍微腌制，随后和着鱼钱一起炒，只需半刻钟，这道绝味美食就能出锅。虾仁，你这个狗官，你吃顿饭竟然要杀45只鸡！你作为上户县的父母官，如此铺张浪费，对得起百姓，对得起朝廷吗？不愧是你呀，老黄！放下筷子骂厨子，穿上裤子骂过河拆桥，还得是你啊！本官告诉你，这只是中午，到了晚上，本官还要再吃一遍，那又如何？好啊，既然你都承认你是个狗官，咱让人把你抓起来，相信你也不会喊冤。先别着急，想必这里面肯定有什么隐情，还是先听听虾大人解释再说。有什么隐情？这些鸡舌头的确是活取的，不过是在上户县的养鸡场里活取的，那里养鸡场有本官的股份，本官让他杀鸡的时候给本官留点鸡舌头，很过分吗？养鸡场？什么养鸡场？就是专门养鸡的地方。那里面得有多少鸡才能一天杀100只鸡，还能一直杀？什么一天100只？那地方一天杀的鸡都要上千了。不可能，一天上千只，1个月就是3万只。虾仁，没想到你不仅贪财，你竟然还喜欢说大话。你以为我们都是3岁孩童吗？一天杀1000只鸡，你也敢说出来？把格局打开，你们见到的东西还是太少，多去上户县逛逛，这里的一切都将超出你们的认知。咱不想看其他，咱就想看看你给咱说的这个一天能宰1000只鸡的地方。你现在就带咱过去，如果没有这个地方，咱非得让你好看。养鸡场，这就是你说的养什么场？养鸡场，既然来了，那就进去看看吧。大人，您每天日理万机，今天怎么有空来我们这？无事，我这几个朋友好奇你们这里，所以来看看。你去忙你的吧，我就四处溜达溜达。一只只小母鸡被圈养在一个个单独的笼子里，头部伸出。这样养出来的鸡可以吃吗？能不能吃？你刚才不是已经试过了？刚才我看就属你吃的最多，怎么你还会可怜这些鸡？被人吃就是他们的价值。这些鸡养成需要多长时间？如果需要时间太长的话，那你们也赶不上屠宰的速度吧？这些鸡每天只是吃了睡，睡了吃，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往往不需要3个月就能长成。除了这些，还有孵化房，那里才是这个养鸡棚的根本。如果没有孵化房，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空中楼阁罢了。孵化房，快带咱去看看那个所谓的孵化房。孵化房内，这就是你给咱说的保温箱，这明明就是棺材，这种东西能用来孵化鸡蛋。这种箱子虽然造型不太好看的，但是却真的是孵化箱，对孵化鸡蛋十分好用。孵化箱每天孵化的鸡蛋在3000只数，而且这个数量还在不断上升，相信用不了多久，这个数字就会突破1万。这都是虾大人的功劳，我当初只不过就是在家里养了不到10几只鸡，没想到现在竟然养到了10几万，感謝大人的支持，也感謝讓我過上這種好日子。被這種偉大嘅景仰，即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又有如黃河泛濫，一發不可收拾。行了，你別說了，咱都知道了。你說的這個東西真有這麼神奇？咱怎麼不信呢？就這幾個棺材，每天孵化的小雞就能達到幾千，咱咋覺得你在欺騙？老爺，快看，孵出來了，孵出來了！神迹，简直就是神迹！虾大人，你是怎么想到这个方法的？这很简单，母鸡孵蛋利用的也是自身的体温，既然温度合适就能孵化出鸡蛋，那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孵化呢？我说的不是这个，你怎么会想到这么养鸡的呢？这个就要从本质去看待问题了。人们养鸡的目的是什么？鸡肉和鸡蛋，鸡吃的食物最终会转换为鸡肉，那为了得到更多的鸡肉，让鸡更快的成长，那就需要限制这些鸡的行动。这是为何？如果想要让鸡健康的成长，不是应该让它多走东走东吗？本官认为万物遵循能量守恒，鸡吃食物长肉，这是因为食物中的能量转移到了鸡肉身上，而鸡如果运动，那它就会消耗能量。能量守恒，妙，实在是妙啊！大人之才华，实在是胜小人千倍万倍，小人对大人实在是佩服至极，我对大人的敬仰如同。哼，不过是一些歪门邪道。作为一方县令，为百姓做主，让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才是你的正业。笑话，我们家大人为百姓做的事情多了，你又知道多少？只这一个养
养鸡场，就能给多少人带去福利？你不懂就别胡说，我对大人的敬仰如同。你是养鸡场老板，与你家大人是一丘之貉，当然会这样说。得利的最终还是你们，和百姓何干？谁说无关？只我这一家养鸡场就要雇佣上百名百姓，这300名百姓每月的薪资就不少了5两银子，如果勤奋一点，挣个10两银子也不在话下。如果不是大人，他们能有这样的生活？我这还只是一家养鸡场，这上户县几10万人口，可不止这一个养鸡场，光是这么大规模的养鸡场都有好几个，他们供养的百姓就不下1000人，如果不是大人，这上千人又哪来这么好的生活？我对大人的敬仰如同。什么？1个月5两银子？当然，这还是咱们大人亲自定下的薪酬。你若不信，可以随便去打听打听，我这养鸡场里有没有人收入低于5两银子的？我对大人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特么的，终于完整的说出来了。这种事情，这老板应该不敢说谎。如此看来，这养鸡场还真是了不得。如果真的有上千人靠着养活，那就是1000个家庭。而且上户县肯定不只有养鸡场，还会有养鸭场、养鹅场啥的。这虾仁还真是一个能人，就一点简单的想法就能造福上万人，不得了。朱元璋沉默不语。虽然虾仁这些事干起来还算人事，但是虾仁是贪官却是如同一根刺，卡在朱元璋喉咙里，让他很不舒服。这些不算什么，只不过是小意思。其实本官觉得，这养鸡场里价值最大的还是那些孵化箱。虾大人何出此言？难道这其中还有什么说法不成？其实孵化箱只是初级的，升级过后叫做保温箱，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保温，将周围的温度固定在一个合适的温度内。你们想想，它们还能放在什么地方使用？保温箱除了孵化鸡，当然也能孵化鸭子，除此之外还能干什么？咱看你就是故弄玄虚。婴儿，你说这种东西对婴儿也有用？它也能孵化出婴儿吗？我说的不是孵化，是提高婴儿的存活率。不是孵化，提高存活率？怎么可能？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这种事情本官还会骗你们不成？这个东西对早产儿尤其重要。要知道，早产儿最怕冷，如果能用这东西给早产儿一个舒适温暖的环境，那早产儿能活下来的几率能提高3成。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真的这么有效？自然是真的，你们有时间可以去第一医院看看，那里已经有2台保温箱正在试验当中。如果实验成功，那到时候整个上户县的孕妇、产科都要配备这样的保温箱。本官好吃，难道有罪吗？你看这道菜，乃是取45只当年的小母鸡，取其舌尖，必须活取，取下来之后稍微腌制，随后和着鱼钱一起炒，那叫一个妙啊！你特么的居然一顿饭吃45只鸡！然后朱元璋就来到了养鸡场，看见了保温箱。如果实验成功，你一定要通知咱，无论如何，咱都要买2个放在家里。这个东西很贵的，只怕你不舍得掏钱。这个东西你也看到了，需要大量的水晶，价格可不便宜。说了这么多废话，我还是想要狠狠的宰你这个狗大呼一笔。虾仁，你可别想忽悠咱，这些水晶对于别人可能十分贵重，但是对于你来说，想要弄到却是十分简单。难道你还要用这些水晶狠宰咱一笔不成？诈我还是真看出什么了？本官也只是运气好，之前遇到过几个海外商人，这才能凑齐这么多。如果黄老爷因此觉得水晶价格便宜，极其容易弄到，那就是大错特错了。黄老爷如果不愿意买，那这笔买卖就算了。不知虾大人这个保温箱打算卖多少钱一个？10万两。就你这破棺材，你卖10万两，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把脑袋都想坏了？本官的保温箱与这个孵化箱有着天差地别，保温箱全都是由水晶制成，制热保温效果更好，能够更好给予婴儿最适合的温度，而且因为全水晶铸成，根本不用这样打开棺材盖才能看清里面的景象。大人可以时刻观察婴儿的表现，即便是婴儿饿了渴了，都能迅速的解决，所以10万两银子绝对物超所值。这个以后还是等你先实验成功再说吧。每次来上户县，这虾人都想着办法从自己口袋里掏银子，赶紧走。黄老爷走的怎么如此匆忙？难道是本官待客不周？还没开刀，这肥羊就要跑了？哼，咱怕再待下去，口袋里的银子全被你掏空了。哟呵。呵呵，黄老爷哪里话，咱们是合作共赢。不过我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买卖，想要跟黄老爷一起做，不知黄老爷意下如何？大买卖？什么大买卖？你忘了，就是在画舫上我跟你提起的那个大买卖。画舫？你还跑去画舫了？不是你想的那样，咱带着边儿是有事要办。什么？你还带着儿子一起去画舫？你是真不知羞啊！说着就转身离开。朱元璋见状，赶忙追了上去，脸色着急的对马皇后赶忙解释。虽然没听到朱元璋说了什么，但是虾仁觉得肯定是讨挠的话。没想到你爹竟然还是一个怕老婆的。刚才不是说什么大买卖吗？怎么一瞬间人全都走了？可是自己还没上车呢。我爹对我娘的确挺好的，我也要告辞了，请虾大人保重。你爹走了没关系，这大买卖不知道
道你有没有兴趣。不知虾大人说的是什么大买卖，方便透露一二吗？不过公子如果真的感兴趣，那就1个月后来我府邸来找我，这可是一笔大买卖，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公子到时候可一定要来啊！如果到时候有空，我自会前来。李善长府邸，这次皇上将你贬到工部位置，你可有什么抱怨？弟子不敢有丝毫埋怨，恰恰相反，弟子还觉得有那么一丝丝的惊喜。哦，这是为何呀？弟子以为，皇上虽然把我贬到工部，去负责京城城墙的修建，虽然表面看上去好像是惩罚弟子，但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弟子怕的不是被贬，怕的是皇上对弟子弃而不用。弟子这一身才华无用武之地，之前虽然弟子是4品官员，但是却根本没有实职，只不过是尸位素餐。如今弟子终于有了实职，虽然品级降低，但是也说明皇上对弟子重新启用，这对弟子来说乃是天大的好消息。老夫果然没有看错你，你能如此想，老夫很开心。你只要把上尉交给你的这次任务做好，相信你飞黄腾达的日子也就不远了。等到了老夫老了，老夫屁股底下这个位置也算是后继有人了。弟子绝不辜负老师的厚望，努力追随老师的脚步。如此甚好。你还记得上次你跟老夫提的要当上户县县令的事情吗？当然记得，当初皇上不是说要考虑考虑吗？难道又有什么变故不成？变故倒是没有，但是上户县却没有这么简单。上次皇上拒绝了老夫的请求之后，老夫就对上户县感到十分诧异，随即就让人前去查看了一番，结果查看的结果却是让老夫大吃一惊。不知是何事，能让老师都吃惊不已？难不成那上户县里有什么稀奇东西？如果老夫府中的下人说的都是真的话，那上户县可就真的是人间仙境了。人间仙境，老师此话是不是有些言过其实了？没有，不仅没有言过其实，甚至人间仙境可能都不足以形容这上户县。如果真的按照那下人的描述，这上户县就是古人形容的大同之治了。老师，那名下人是不是？不会的，他从小被我收养在身边，对我忠心耿耿，不可能会骗我。老师，这不可能吧？这就是老夫叫你来的原因之一。老夫希望你在将皇上安排的事情做好之后，抽空去一趟上户县。老师放心，等到弟子把这边的事情办好之后，就会立刻启程前往上户县。如果真如老师所说，弟子必定会第一时间告诉老师。你办事，老夫还是放心的。应天城，妹子，你和彪儿先回去，咱去上城楼看看。城墙上，微臣胡惟庸参见皇上，吾皇万岁。这方砖多少钱啊？禀圣上，方砖均价36铜钱一方，这一方砖够一个百姓吃上半个多月了。这方砖上怎么还刻有人名和年月？开工之初，各地上交的方砖良莠不齐，或有缺损，或以次充好。属下以为铸造城墙乃是100年大计，于是属下就定下了一个规矩，责成各地窑厂每烧制一块方砖，就要刻上烧砖者的姓名、籍贯和日期，并且还要记录验砖者官员的名字。这样以后，如果出现方砖出现问题，就可以很快定位到是谁的责任。如此一来，从上往下，谁也逃脱不了责任。好规矩，胡惟庸啊！为官者做一件好事容易，但是立下一个好的规矩可是太不容易了。这是属下该做的，属下是这么给他们说的。城墙如果开裂了，咱们该罚的罚，该杀的杀，谁也逃不掉。但是如果城墙千年常在，那他们的名字不也会在城头上光照日月吗？好，说的太好了。咱知道你是一个能办事的人，但是惹事的本领也不小，你说对吗？胡惟庸，你可知咱为何要压制你不用吗？臣猜想是小明王的事。你是怎么想的？臣最初想的是，臣下为皇上立下大功，皇上会赏赐臣。后来臣又想，皇上不仅不会赏赐臣，还会把臣流放天涯，最终杀臣灭口，砍掉臣的脑袋。再后来臣又想，无论是杀臣还是赏赐臣，臣只能无怨无悔的候着。为何呀？臣既然选择追随皇上，那就得义无反顾，无论生死荣辱都是臣的天命。擅自揣测咱的心思，自作聪明，让咱背上这千古骂名，你说咱该不该惩罚你？皇上，微臣知错了。这些年微臣每想到此事，都是痛彻心扉。如今微臣已经洗心革面，恳请皇上能给微臣一次机会。你是个能臣，但有时候能得太过头了。臣知罪，请皇上赎罪。一开始咱是想直接把你给杀了，以解咱心头之恨，但是咱舍不得杀你。不仅舍不得，实话告诉你，在考虑到中书信丞相之职时，咱还曾经想到过你。胡惟庸，咱知道你的本事，如果你的本事全都放出来的话，肯定比李善长还要精明能干，咱对你可是寄予厚望，希望你不要让咱失望。你懂咱的意思吗？好好把城墙修好，等你做完了此事，咱还有另有重任。半个月后，李善长府邸。老师，上户县的事情弟子已经查清楚了，跟传言中一模一样，有过之而无不及啊。老师，这是天赐咱们淮西勋贵的礼物啊，那里可谓是遍地黄金，上户县不夸张的说，就是寸土寸金的地方。胡惟庸给李善长把这几日在上户县调查的一切全部和盘托出。此事你怎么看？老师，咱们出手吧。你找的那些人妥当吗？别到时候临时反水，给咱们招惹麻烦。你知道的，这东那帮人可是一直在盯着咱们，如果咱们这时候犯了错，他们绝不会放过这次机
机会的。老师放心，此事绝不会有什么问题。谋反可是大罪，无论如何，虾仁都会被从县令的位置上撸掉。至于能不能活下来，那就要看皇上的意思了。如果真的罪名坐实，这虾仁就死定了。只是老夫有些可惜他这一身才华。老师，虾仁毕竟不是咱们的人，对于这种不稳定因素，还是及早肃清比较好。所谓新官上任3把火，就拿这虾仁来当做你第1把火吧。3日后早朝，启禀皇上，微臣举报上户县县令有不轨之心，在上户县违法招募军士，秘密训练，密谋造反。胡大人，不知此事是听何人所传？要知道谋逆大案，切不可捕风捉影，事关朝廷命官，不知胡大人是否有真凭实据？博文说的对，胡惟庸，你说虾仁密谋造反，可有证据？启禀皇上，臣有人证。哦，这胡惟庸还真有两下子，竟然真能抓到虾仁的小辫子，把人证传上来，咱要亲自审问。朝廷命官竟然胆敢谋逆，简直就是骇人听闻。草民参见皇上。抬起头来，你们都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草民们都是义乌县人，草民简名叫陈达。正所谓吃了咸菜滚豆腐，皇帝老而不及吾，皇上可怜啊，这会能干什么呢？不还是在苦逼的上早朝，哪像咱？没错，朱元璋就在上早朝，还特么的没吃饭。早朝，咱听闻你们要举报虾仁造反，不知可有其事？你们看我作甚？皇上问什么，你们就答什么。当初在路上，不是你们拦住本大人告状，说虾仁谋反吗？是，草民们举报猎上户县县令虾仁密谋造反。你们所说可都是真的？要知道，如果胆敢诬陷朝廷命官，你们就要承担反作的罪名。反作？啥叫反作？就是如果最后查实是诬陷，那你们就要承担同等罪名；如果虾仁没有造反，那你们就要承担造反的罪名。抄家诛九族。草民勾勾熟识，那虾仁都在7日前在我们义乌县大肆招募兵士，此事我们义乌县的人都知道，比起义乌县随便找个人都能查清楚。好啊，实在是太好了。启禀皇上，虾仁在义乌县所作所为确有其事，臣这里还有义乌县县城的举报奏折，请皇上查看。快呈上来。看看，都给咱看看！虾仁为了隐藏自己谋反的事迹，竟然给义乌县县令以及县城每人送上了1万两银子，这就是咱大明的官员吗？简直就是耻辱！真没想到，咱这大明境内竟有如此狼子野心之徒，是可忍孰不可忍！毛相，卑职在，立刻把虾仁给咱捉拿归案。记住，他府邸的一切东西都要封存，记录在案。如果到时候少了一件东西，咱要了你的脑袋！皇上放心，卑职绝不敢中饱私囊。如果诸位没有其他事情的话，就散朝吧。胡惟庸，把这几个老百姓带走，好好招待，等待虾仁落网之后，还要他们出庭作证。是。去上书房的路上，听说你要把虾仁给抓进诏狱。妹子，咱们回去再说。就在这说，有什么不能说的？难道你干的事还见不得人不成？全部退下。妹子，你不知道那虾仁密谋造反，咱不得不抓他。咱知道妹子心疼钱，咱肯定从虾仁口中把镜子的制造方法给撬出来，到时候就不会影响你挣钱了。重八呀，重八！难道我在你心中是那种贪财之人吗？那虾仁的才华，你不是没有见到过。如果说刘伯温是张良，智计百出，那虾仁就是萧何，不，甚至比萧何更胜。他治理地方的手段亘古未有，这天下根本没有比他更懂如何去发展经济。5年不到的时间，虾仁把一座贫穷落后的县城打造成堪比应天府的大城市，这是怎样的能力？我闻所未闻。而如今这么才华横溢的官员，竟然要死在你这个大明皇帝的手中，难道你不会感到羞愧吗？如果说这世界上谁最了解朱元璋，那就只有马皇后了。而如今马皇后这些话，深深地戳痛了朱元璋，但是皇上的颜面还是让朱元璋嘴硬。就算是他才华盖世，聪明绝顶，但是他敢造反，难道咱就不能杀了他吗？重八，枉你自称能够看透天下人心，难道你看透虾仁的心思？那虾仁根本就不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如果说他造反，打死我都不信。难道你朱重八就看不出来？还是你明明看穿了一切，却故意装作不知？你想借助胡惟庸的手，把虾仁的财产据为己有，是不是？妹子，咱的朝廷苦啊，这几年年年打仗，咱的国库早就打空了，只要抄了他的家，咱们大明的国库立马就有钱了，宫中的内堂也会变得充裕，如此一举两得，岂不是很好？重八，你这是杀鸡取卵啊，万万使不得，孰轻孰重，你要考虑清楚啊。可是现在锦衣卫已经派出去，又该如何？儿臣愿为父皇分忧，亲自前往上户县一趟。你又来捣什么乱？父债子偿，你犯下的错误，自然由咱儿子来弥补。我觉得就让彪儿去，刚刚好。去，想去就去吧。但是你记住，如果虾仁真的谋反，你不准徇私枉法，知道了吗？父皇放心，儿臣绝对不会让父皇失望的。
李擅长府邸。老师，没想到今日竟然如此顺利，我还没发力，这虾人就已经倒下了。等到虾人被皇上处死之后，咱们暗中布置，把上户县县令拿到手中，这朝堂之上这东党将再也不是我们的对手。但是李擅长却没有任何高兴之色，反而脸色显得有些沉重。老师，可是弟子哪里说的不对？你今天注意到刘伯温的反应了吗？刘伯温，老师的意思是刘伯温认识这个虾人，老师是担心？老夫担心的不是刘伯温，老夫担心的是上尉。难道皇上另有深意？可是皇上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不管皇上的用意如何，你一定要保护好你的证人，千万不能出现岔子，要不然只怕你会引火烧身。虾人府邸。毛大人且慢。不知殿下此来何意？难道是皇上不信任我等，想让太子亲自来抄这虾人的府邸？皇上认为虾人可能是被诬陷的，这才特地让我前来调查。待会我先进去，等我问清楚之后，你再行动。我出来之前不准你擅自行动，听明白了吗？遵命。府邸内，哈哈哈，黄公子，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来的。这次打算跟本官做多大的生意？我有要事要问你，这里不是说话之地，赶紧找一个能说话的地方。房间里，不知是何要事，竟然要黄公子亲自来一趟。我问你，你是不是密谋造反？哪个王八羔子诬陷本官？本官奉公守法，安分守己，为朝廷牧守一方，又怎么可能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黄公子，你告诉我，是谁敢如此污蔑我？你先别管是谁污蔑你，人家现在有着真凭实据，人家说你前往义乌招募百姓，可有此事？有。这就承认了吗？你别误会，虽然我在义乌县招募百姓，但是那是为了招募船员。我打算在上户县建立一个大型的水上港口，用来给水上运输。船员？那义乌县百姓身处内陆地区，别说海了，就连江河都没见过多少，你这岂不是舍近求远？还能为什么？当然是为了传说中无敌的戚家军了。水性这个东西是可以练习的，可质朴的性格却是难能可贵的。义乌县的百姓淳朴，所以我才决定在义乌县招募船工，毕竟我也想要招到更加可靠的员工，不是吗？既然如此，那你为何招募了百姓，却又驱逐别人，导致人家直接告上朝廷，说你密谋造反？虾人顿时怒火中烧，将来龙去脉全都给朱标说了一遍。那义乌县县城说你贿赂县令，让县令帮忙遮掩你的招兵行为，这又是怎么回事？公子是不是搞错了？我可从没有贿赂过赵大海，更没有让他给我保守秘密啊！而且那赵大海又臭又硬，就算我给他钱，他也会把钱砸在我脸上，怒骂我是贪官。那你为何给那县令1万两银子？1万两银子，我的确给他1万两银子，但是那1万两银子是给这些义乌百姓的安家费。公子，就算是你不信我，你也得相信赵大海啊，那可真的是正臣良吏啊，不能被他们这样白白诬陷。如今你空口白牙，让我怎么信你呢？此事简单，你跟着我去咱们的船工培训基地一趟，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如此甚好，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出发。不急，今天好不容易搞了一场派对，等完的尽兴再走。桑拿房，家人，你对我做了什么？淡定了，只不过是桑拿房而已，不必如此紧张，多蒸蒸，对身体好处可是十分大的。等会再给你拔罐，洗脚，让你知道什么才叫做决定享受。一开始朱标很是反抗，等拔罐洗脚做完之后，朱标甚是喜欢。王敬泽大神实在厉害，哪里也逃不过真香定律的管控。府邸前，毛大人，虾人这里我已经调查清楚了，造反之事纯属子虚乌有。殿下切不可听虾人一面之词啊。毛大人，我懂你意思，接下来还要拜托毛大人。义乌县县城告密说虾人贿赂义乌县县令，让县令帮他遮掩，我要你去调查一下这个义乌县县令。就算卑职前去，只怕也是得出一样的结论。既然如此，卑职去那里又有何用呢？我让你去，不是让你去查这1万两银子的事情，而是让你去查赵大海这个人。据虾人交代，这赵大海是个难得的好官，既然如此，那他就不可能收受贿赂，更别说是1万两这么多银子，这里面很可能另有隐情，所以你此去要隐瞒身份，多加打听，这样才能还赵大海和虾人的清白，你明白吗？毛香却不想还虾人清白，毕竟毛香完全领会了朱元璋的意思，就是杀了虾人，填充国库。虾人是个人才，我不能让这样的人不明不白的死了，这也是母后的意思，你明不明白？殿下放心，卑职绝对会将此事调查的明明白白，不让任何人含冤受辱。记住，着重调查赵大海和县城之间的矛盾，他们之间必定发生了什么，这才导致县城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弄死赵大海。查到结果之后，不用回来找我，直接去找父皇，父皇在京城正等着咱们的消息，希望你不会让父皇和我失望。是。造船厂怎么样？我训练的这些船工还过得去吧？虾人，你竟敢骗我！骗你？我哪里骗你了？你说这是船工，你真当我是傻子吗？船工用得着训练战阵之术，船工用得着如此苦练技艺。不必如此生气，我也没有骗你。他们之所以训练这些，是因为训练他们的本来就是一些沙场上的老兵罢了。
此生入华夏，必铲除倭寇。倭寇屡屡犯我大明，自仇不报，誓不为人。咱虾人立此誓言，必亡其国，灭其种，绝其苗裔。胡惟庸早朝揭发了虾人招私兵，朱元璋就命令毛骧捉拿虾人，马皇后拦住朱元璋，命太子朱标赶往虾人府彻查。然后虾人解释以后，带着太子朱标来到了造船厂。你难道就没有发现，这偌大的操场之上，根本连一件兵器都没有吗？作为船工，学习一点防身的功夫，我觉得很合理。现如今大明虽然百废待兴，但是各地的叛乱都已经被剿灭，即便是内地也没有匪患。你这样做有些杞人忧天了，容易引起别人误会。水上风浪大，不是公子想的那么简单。这水上不仅有海盗，还有可怕的倭寇，这些人根本不是一鱼之辈。如果我不做到防患于未然，底下的那些船工就会全部死于非命。海盗、倭寇，什么时候这些人敢跑到大明的境内撒野了？虾大人，你是不是说错了？洪武元年，倭寇登陆登州文莱县，杀伤我大明百姓1000余人。洪武2年，倭寇登上温州海岸，将一个村庄屠杀殆尽，就连孩童都没放过。同年，福建福州被海盗侵犯，死伤2000余人。洪武3年，倭寇进犯我上户县，我上户县拼命反击，死伤百姓400余人。这一桩桩一件件都刻在我的心里，我怎么可能记错呢？你想要出海剿灭这些倭寇？自仇不报，誓不为人。虽然我很佩服你的勇气，但是这件事做不了。皇上已经下达禁海令，片板不得下海，你这样违抗圣旨是要被杀头的。公子难道忘了上次送来的那道玉批了吗？即便是我出海，也是奉皇命下海，根本不必担心皇上找我的麻烦。即便是你能顺利出海，你也找不到倭寇。谁说我找不到那倭寇的老巢？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倭寇来自哪里？来，跟我来。大厅里悬挂一张巨大的地图。这里是什么地方？为什么红色特意的标注起来？难道有什么特殊的含义？那里就是倭患的源头。什么？这怎么可能？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敢对大明下手？没错，这些地方的人骨子里就充满着劣根性，他们生性凶残，即便现在十分弱小，也从没有停过侵犯别人国土的行为。这种人就不该生活在这个世上，咱们应该把他们彻底从地图上抹去。可那里无论如何也是一个国家，就凭你3000人就想把他们彻底抹去，是不是太过天方夜谭？虾人没有反驳，不是说3000人不可能灭国，而是他有着别的计划。上书房，彪儿在上户县调查的如何呀？朱标欲言又止。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为何吞吞吐吐？没有，那倒没有。虾人招募那些百姓，其实只是为了想要组建一支船队。那些百姓都是虾人的船工，只是虾人训练船工的方式有些严格，这才让被淘汰的人怀恨在心。朱标又把那几个在朝堂上说虾人谋反的百姓为何被赶出来的事情说了一遍。船队，虾人他想干什么？虾人，他想出海。出海，他难道没有收到咱的旨意吗？他把咱当成什么了？他眼里还有咱这个皇帝吗？下旨，咱要把虾人给抓起来，慢慢抄斩。父皇，且慢，虾人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朱标赶忙把这几年倭寇侵犯大明海境的事情给朱元璋说了一遍。难道虾人就凭他一腔孤勇就能剿灭倭寇吗？那倭寇就连咱都不知道从哪里而来，在大明海域更是四海为家，连家都没有的一群匪寇，虾人又要去哪里去剿灭？可是虾人说他知道这些倭寇的老巢，而且儿臣回来之时，他还让儿臣带着一张地图，说要献给皇上。他说只要皇上看了这幅地图，就知道倭寇的老巢在哪里了。你给咱说实话，虾人训练的到底是船工还是士兵？船工。如果虾人训练的只是船工，他怎么剿灭这些倭寇？就靠他3000手无寸铁的百姓，咱看他是想去自杀。就知道骗不过父皇，这是虾人让我带回来的练兵实际和技巧新书。他说如果父皇不相信他能剿灭倭寇，就让儿臣把这个交给你看看，看完之后你就知道了。就他写兵书，别搞笑了，写话本小说还差不多。兵之贵选，上矣，而是有不同，选难居一。若草昧之初，招来之事，如春秋战国用5日久，则自是一样选法。方今天下承平，边民望战，车书混同，猝然之变，自是一样选法。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油滑之人。朱元璋这一看就是半个时辰，直到把绩效新书的文字全部看完之后，方才缓缓抬头。这到底是谁写的？又是谁有如此大才，能够写出这本兵书？为何咱从没有听说过？父皇，这本书写的如何？彪儿，这本书真是虾人所写。这本书的确是虾人递给儿臣的，但是到底是不是他写的，儿臣也不知道。这本书到底怎么样啊？惊天地泣鬼神，哪怕是孙武转世，也不过如此。孙武转世，父皇是不是过誉了？这本书从零教人如何锻炼一支强军，不论是挑选兵士还是列阵、调度军队，
统一号令，这里面全都写得完完全全。如果说《孙子兵法》只有兵家能读懂，那这本书就是哪怕是平常老百姓用心琢磨都能看得明白。就价值来讲，《孙子兵法》固然是无价之宝，但是《孙子兵法》却只能束之高阁。而这本书完全可以作为军中将领的操典，咱甚至以为这是咱们大明军中的宿将所撰写出的兵书，因为这本书的号令简直跟咱们大明的一模一样。写出这本书的人真是奇才，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父皇，那你快再看看这本练兵实记。时间1分1秒过去，转眼间就是1个时辰，真是鬼斧神工，天马行空，不可思议。他到底是怎么想到这么神奇的阵法，又是怎么想到如此犀利的武器？父皇，这本如何？算了，给你说你也不明白，去派人把徐达和刘伯温给叫来。臣等参见上尉。哈哈哈，你们终于来了，咱今天得了2件宝贝，给你们2个一起分享分享。宝贝，立刻给咱看。1个时辰转眼而过。上尉，这是你写的兵书吗？没想到上尉不仅打仗厉害，这写起兵书来也是无人能及，看得小弟热血沸腾。咱每天忙得日理万机，哪有时间去写这个东西？上尉，如果真的按照这本书上的内容对士兵进行训练，不超过半年，绝对能够打造出一支强兵。如果再配上书上写的鸳鸯阵，只怕这天下少有人是这支军队的对手。伯温，你觉得呢？皇上，在这之前，臣想先问一句，不知这本书出自哪位兵法大家之手？上户县县令虾仁。虾仁，那个不到20岁的上户县县令。这书的确是虾仁给编的，但是不一定是他写的，你们也不要太过惊讶。上尉，虾仁为何要献上此书？难道他真有谋逆的想法？不是，他想要剿灭倭寇。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以为懂一点兵法就能剿灭倭寇了吗？剿灭倭寇不在于兵，而在于知己知彼。咱们现在对倭寇一无所知，怎么可能贸然出兵？而且咱们大明虽然陆战无敌，但是水战却是一窍不通，再加上倭寇精通水战，来去如风，根本无从剿起。这是虾仁献上的地图，上面标注了倭寇的老巢以及航行路线，你们看一看是否可信？这地图画的竟如此细致，真应该把这地图给绘制地图的探子们好好学学。相比之下，他们那画的简直就是鬼画符，太过抽象。别说那些没用的，咱问你，有了这张地图，倭寇能否剿灭？不太好说。虽然这个地图看上去很像那么回事，但是咱们现在根本没有水军，也没有出海远航的经历，到底在海上如何作战，咱们都没有经验。万一出海遇到什么不可测的因素，我觉得这事情还需从长计议。伯温，你觉得呢？臣觉得此事可行。臣以为虾仁先呈上兵书，又献地图，再加上前几日的义乌招兵，想必对此事是早有预谋。臣认为此人不会做亏本的买卖，而且做事很有分寸，绝不做没有把握之事。观察虾仁最近的种种表现，说明虾仁对此早就有了万全的计划。之所以之前没有行动，可能是担心皇上怪罪。现在虾仁开始大张旗鼓的行动，毫无避讳之心。臣以为是虾仁在近期得到了非同寻常的东西，有了这个东西，能让虾仁即便在违反皇上禁海令的情况下，也能全身而退。刚才魏国公说咱们没有战船，臣觉得有待考究。如果臣没有猜错的话，只怕现在虾仁甚至已经开始打造战船。一切都因为皇家商会那个御批。刘大人说的太对了，不愧是当世张良。刘大人，你是说那虾仁竟然打算以一己之力逆伐倭寇？即便倭国不是很大，但那也不是虾仁一个小小的县能够与之抗衡的呀。徐叔叔，你没去过上户县，不知道那边的情况，那里的情况很复杂，你把握不住很正常。伯温，那你的意思是让朝廷派遣大军协同虾仁出海作战，彻底剿灭倭寇？皇上，臣以为此事只让虾仁去做即可，朝廷不必参与进去。你们确定不是在逗我？3000人怎么去剿灭几百万人的倭国？伯温的意思是让虾仁独自操办，朝廷就当不清楚此事。如果虾仁失败了，到时候就把虾仁拉出来顶罪。如果黄老爷给投资，你要搞清楚，我不是要你的钱，而是用你的钱办你的事。这是朱元璋3顾茅庐再次来到虾仁府邸，因为虾仁居然办起来招商大会，目的居然是旁边的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岛屿。半个月前，如果虾仁失败了，到时候就把虾仁拉出来顶罪，因为他的胆大妄为，违反圣旨，致使无辜百姓丧生，这样也不会损失朝廷的颜面。如果虾仁成功了，那朝廷再出面对此事大肆宣扬，就说虾仁早就得到朝廷的暗中支持，这才将倭寇一举歼灭。咱说的可对呀？是。既然如此，那此事就这么定了。上尉，此事是否还需要再想想？徐达呀，有时间去上户县看看，你就明白了。徐叔叔，这个月底上户县会有一个招商活动，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招商活动？怎么没有听朱标回来给咱提？好了，此事就先到这吧，你们没事就先回去吧。彪儿，咱不是告诉过你，不要让这些权贵参与虾仁的商业中去吗？
他要举办的招商活动，为何还要告诉徐达？你直接给咱说不就行了？儿臣还没来得及向父皇禀报，父皇就将徐叔叔和刘伯温给叫进来了。虾仁在走之前告诉儿臣，想要成立一个商会，让儿臣帮忙宣传宣传，说到时候能给儿臣优先参股的机会。儿臣觉得也没什么大事，就随口说了出来，希望父皇勿怪。此事你不用再说了，咱到时候带着你一起前去看看，咱倒要看看他要搞什么鬼。父皇，那虾仁的事情又该怎么办？去宣胡惟庸进谏。父皇是想要让胡惟庸撤销对虾仁的控诉？不是撤销，等会胡惟庸来了你就知道了。臣胡惟庸参见皇上。平身吧，胡惟庸啊，这次叫你来是想要和你说说虾仁的事情。皇上请说。虾仁的事情咱还在调查之中，但是据咱的调查，你所说的虾仁意图谋反好像没有这么一回事，就连你说的虾仁贿赂义乌县令一事也是子虚乌有，不知你可有什么想说的？皇上明鉴，此事臣是听义乌的百姓所说，再加上义乌的县城佐证，臣这才举报虾仁。如果皇上已经查实，臣甘愿受罚。咱倒不是这个意思，现在这些咱还在派人调查，咱只是告诉你，最近一段时间先不要找虾仁的麻烦，你自己也要多去搜集罪证。如果找到了虾仁的真凭实据，可以向咱汇报，不用在朝会上说。等到时机成熟了，咱自然会将虾仁法办。但是现在不行，你懂咱的意思吗？臣明白了，皇上放心，臣下次绝对会先将证据交到您的手上，由皇上定夺。好了，你下去吧，记得自己也要去搜集证据，不要道听途说。父皇，儿臣有一事不解。你说。儿臣觉得父皇是不是有些针对虾仁？彪儿，你觉得咱平时针对刘伯温吗？虾仁和刘伯温是一样的人，他们在内心里就不尊重咱。虾仁甚至敢违逆咱的禁海令，打算出海，不管他是抱着什么目的，这都是咱不能容忍的。可是父皇，既然如此，为何不让刘伯温和虾仁回家养老呢？像刘伯温和虾仁这种人，必须要掌控在身边，他们都是有着惊天伟地之能，如果起兵造反，将是咱大明江山的巨大威胁。如果不能用他们，那就杀了他们，就是不能放他们离开。以后你会明白的。你先下去吧，通知一下你的母后，让她这几天把镜子尽快出手。等到虾仁召开招商的活动时，咱要用这笔钱。半月后，老四，你这次跟着来干什么？大哥，在皇宫中也是无聊，不如出去走走散散心。再说我马上就要就藩了，多去上户县学习学习治理地方的经验，对我封地的百姓也是一件善事。虾仁府邸，哈哈哈，本官盼星星盼月亮，可算是把黄老爷盼来了。黄老爷这次来的可太及时了，这次本官是真的要大干一场，有了黄老爷的参与，想必是如虎添翼。咱听说你打算组建一个商会，要搞什么招商活动，就想来看看。如果咱给你银子，你可不能随意挥霍。如果黄老爷给投资，你要搞清楚，我不是要你的钱，而是用你的钱办你的事。具体的营业范围是什么？要怎么赚钱？又能赚多少银子？哟，黄老爷还真是直接，这个东西不急，本官稍后再给你说。等人都到齐了之后，本官再一起给你说说，也省得本官浪费口舌。人到齐，难道除了咱，你还有其他客人？那是当然，这次可是大手笔，光靠咱俩可成不了事。这次本官把能认识的人全都叫来了，注定是一场资本的狂欢。提前告诉你，如果这次能搞好，少说一年能挣这么多银子。500万，500万不，最少5000万。5000万，这怎么可能？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当本官带你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你们就知道，财富不过只是一串数字罢了。虾大人，能够透露一下，你这是要做什么买卖，来挣这么多钱？稍后你们就知道了。就在交谈之际，进来几人，说曹操道，本官的朋友又来了几位，这位是黄老爷，你们之前也都见过了，以后咱们就是生意合作伙伴了，不用太过拘谨，你说呢，老黄？那是当然，你觉得呢，蓝侯爷？是，都听黄老爷的，我他妈差点给他磕一个。既然大家来的差不多了，那咱们就前往招标现场吧。白金汉宫，今天是商会的第一次招商引资，如果想要入股，请一定要准备好银子。下面都是慕名而来的商人，他们的银子可不会少，诸位可以要小心。提醒一下，如果你们一个人的钱不够的话，可以几个人一起合伙购买。卑职见过皇上，你们怎么会来这里？虾仁之前派人去京城中向卑职报信，说有大买卖要做，让卑职带着朋友来赚钱。没想到在这里竟然遇到了皇上，我等冲撞了皇上皇后娘娘，请皇上皇后娘娘恕罪。除了你们，还有谁来了？听说魏国公他们府上也有人送信，至于其他公侯，卑职就不知道了。但是以虾仁的性子，恐怕这些人他是一个都不会放过。你们这次带了多少银子？卑职等人带了10万两。既然都是来做生意的，那就心平气和，看看虾仁怎么说。如果都能挣钱，那自然是皆大欢喜。哼，起来吧。2楼，诸位静一静，静听我说。很荣幸诸位能
能给我虾某人这个面子，今天来参见咱们商会的第一次招商引资。这一次叫大家来的目的十分简单，那就是我准备组建一支商会，而这支商会将与以往的商会不同，因为我这次组建的商会乃是皇家商会。诸位请往这里看，旁边赫然就是虾人黑过来的皇家商会牌匾。诸位静一静，咱们这个商会日后的靠山就是咱们的皇帝陛下。我尼玛！可是即便如此，咱们也不能肆意妄为，去搅乱咱们大明的经济。咱们既然贵为皇商，那自然是要为国分忧，所以咱们的业务范围将不会包括大明境内的一切贸易。之所以不把业务范围放在国内，是因为我已经发现了一个另外能够赚银子的地方，而且是大赚特赚。只要能到了那个地方，咱们的商会至少能日进斗金。想必大家都很好奇，那里到底是哪里？接下来请往这里看，这里就是东海上的一处小国，名叫倭国。在这里有着数百万的倭人在这里生存，能来到这里的人想必对倭人都不陌生。咱们城北奴隶贸易最大的人口就是倭人，但是那些只是小打小闹，根本不够看。这一次我要带着你们攻上倭岛，将这里的倭人全部征服，然后对这几百万倭人进行奴隶贸易。诸位，你们觉得咱们商会日后将会成为什么样的存在？大人，不是我等不相信你，只是咱们当今皇上已经下达禁海令了，咱们又怎么能出海呢？无妨，咱们是皇家商会，所作所为自然是经过皇上同意的，咱们出海那也是为了剿灭倭寇，为国出力，想必皇上肯定会原谅咱们的。大人，正如您所说，倭岛倭人有数百万人，咱们有多少人能够派遣出征呢？而且即便是出征之后，又能活下来多少人呢？咱们海外还有着大量的倭寇盘踞，如果不剿灭他们，咱们又如何出海？正如一句名言所说，风浪越大，鱼越贵。咱们只要剿灭了盘踞在海外的倭寇，日后的银子绝对是滚滚而来，源源不绝。只要把倭人拉回来，那就是白花花的银子。一个倭人卖20两银子，一船3000人就是6万两白银。一次出海带着30艘大船，那就是180万两。这些都是纯利润，没有成本。你们想想，难道发财的机会不就在眼前？但是我们还是想要知道，你打算派遣多少人去剿灭倭寇，又打算派遣多少人去征服倭岛？这是军事机密，在你们没有成为正式皇家商会的股东之前，是没有资格得知这种消息的。大人，如果你连这些都不告诉我们，我们又怎么相信你能做到承诺的这些事情呢？作为商人，最重要的就是眼光和胆略。你们今天能来，我十分高兴。接下来我就让人现场表演一下我手下传功的能力，给你们吃一颗定心丸。老黄，本官不在乎谁来打仗，我只在乎能不能把沿海的这些倭寇解决掉，能不能攻上倭岛，彻底替大明解决这个毒瘤。朱元璋第3次找到虾人，虾人居然给他带到白金汉宫，开启了招商大会，目的是不择手段的除掉倭寇。作为商人，最重要的就是眼光和胆略。接下来我就让人现场表演一下。强兵。报告 ，A 组小队已经集合完毕，请指示。以3段式展开，拉开最远距离，准备射击。是。皇上，这虾人要搞什么鬼？这是虾人研制的火铳，据他说，这火铳威力极大。火铳？穆兄弟不是最喜欢用的就是火铳吗？但是我看他那火铳可没有什么威力，不仅威力小，射程还短。当初我眼睁睁看着那火铳在50步内竟然连一个木板都射不透，更别说铁甲了。据虾人自己说，他的火铳100步之外都可以取人性命，不仅是射程远，而且威力大，即便是100步外身披3层铁甲都抗不住他的火铳。吹牛都不打草稿的，住口，好好看。报告，弹药装填完毕，列阵完毕，请指示。开始吧。放。朱元璋此刻也是一脸惊骇，打了一辈子仗的他，当然这几声枪声意味着什么？虾人有没有跟你说这种火铳它有多少？3000，真的就3000。这虾人还真是小母牛怀孕，牛逼大发了。皇上，这种东西一定要找虾人买，有了这个东西，末将保证能把蒙古那个可汗的头给拧下来，到时候末将绝对能够封狼居胥，把蒙古人赶尽杀绝。这些骄兵悍将实在是大明的毒瘤，该杀。彪儿，这种火器不用咱说，你也应该知道它的重要性。咱再问你一遍，这个东西虾人到底有多少？好像1万多吧。虾人让我对外只能说3000。诸位现在看到了吧？问天下有谁能挡得住本官这一枪？别说那小小的倭寇，就连那嚣张不可一世的蒙古人，见到我以后也得叫爷爷。这次招商的目标是1000万两白银，一共分为100股，每股是10万两白银，每人最多买10股，也就是最多100万两银子。这个商会无论你们占有多少股份，都必须在我的领导下才能运行。如果你们不愿意，就不要参股。虾人这些话说完之后，无论是大厅还是楼上，皆是一片哗然。现在招标正式开始，先到先得。咱买10股。好，黄老爷大气，接下来机会只会更少了，希望诸位抓紧时间。我蓝玉买10股。蓝玉那
那个穷鬼哪来这么多钱？这不可能！干了，怕什么？有什么还有嫂子给咱们撑腰呢？干！我们兄弟买10股。好啊，这2个夯货看样子还真在这里。徐达这个混蛋当初是怎么跟咱说的？不是说对做买卖不感兴趣，不是说家里没钱做买卖。朱元璋直接到了2楼，找到了徐达汤和。你们2个可以啊，一个国公，一个侯爷，挺有钱啊，2个人就能凑出100万。咱之前怎么不知道你们这么有钱呢？上尉，咱这都是老本钱，我和老汤把棺材本的钱都给拿出来了，这不是没办法，家里实在是太拮据了，我们都快喝西北风了。喝西北风，拿出上百万两的人能喝上西北风吗？当初你怎么给咱说的？不是你给咱说的对做生意不感兴趣的吗？上尉，你不能只说我俩呀，那蓝玉一人就拿出上百万两银子，上尉你怎么不说他呀？那些都是皇上的钱，我们兄弟加一块都不够50。住口！嘿嘿，上尉，您看您都买了这么多了，总不能吃独食吧？就算您吃肉，也得让我们兄弟喝点汤不是？我尼玛，上当了！徐达，你这混蛋根本就是要诈我的话。咱是为了你好，别到时候钱没捞着，还把银子打了水漂。咱们跟着上尉走，那绝对不会吃亏。打天下如是，做生意亦如是。跟虾人合作，小心一点。那是当然，上尉放心，一切都听上尉的。养鸡场张鹏翔买1股10股。肃静，肃静！所有人排队举手，要不然取消购买资格。所有的股份尘埃落定之后，这场为了组建商会的招商引资则是圆满结束。将所有股东全部留下之后，剩下的人则是被虾人清场了。诸位，咱们可能要发财了。据可靠消息，在窝岛上面发现了超过5亿两银子的超级大银矿。我就知道跟着上尉肯定没问题。虾县令，此话当真？你是在哪得到的消息？本官既然出海，自然是早就做好万全的准备。别说是在倭寇那里，就连在窝岛也有本官的细作。这个消息是本官花费了巨大代价，死了数个县人才拿到的消息。这个消息一定要保密。咱们既然成立了皇家商会，那咱们的利益诉求就是一致的。只有咱们抢先占领那座银矿，这些银子才算是咱们的。要不然，如果被人抢走，那就算是再多的银子，也跟咱没有关系。有没有可能，咱直接出兵把这个银矿给抢下来呢？罢了，不符合实际。本官一直有意想重新建一个造船厂，但是却有心无力。这种事情一直困扰着本官，不知你们谁有好的办法来解决？虾县令有几句话，不知能否借一步详谈。2楼，2位有何指教？难不成有办法解决船只的问题？船只的问题没问题，但是你能拿什么东西来换？不知本官出银子来买，能否可以？只是银子肯定是不够的。老黄，你们这是坐地起价啊！如果不是当今皇上胡搞瞎搞，船只的问题我早就解决了，还用你们这些皇亲国戚来敲诈我啊？别说那些废话，咱说个价，如果你能接受，那就好办；如果成交不了，咱们也无能为力。一艘大船5万两白银。5万两，一艘宝船的造价顶多不过1万两，你这是坐地起价啊！老黄，你这是敲诈！咱还没说完呢，5万两白银，再加上你今天使用的火铳，50把火铳换一艘，要不然免谈。老黄，你休想！就算是本官从这里跳下去，不要宝船，不去倭岛，我都不会答应你。朱元璋转身就走，边走边小声的数3、2，上尉在数数。好，本官答应你。老黄，算你狠，但是我有个条件。说吧，只要不是太过分，咱都可以答应。本官给你2万把火铳，但是使用这2万把火铳的士兵必须交给本官来训练，而且他们还要为本官服务3年。当然，这些士兵的薪俸自然由本官负责。这个条件不算太难吧？我尼玛，就这还不过分？要不咱把大明的江山借你玩3年？虾县令，你应该知道，兵权是最敏感的东西，当今皇上绝不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你还是死了那条心吧，别说2万，就连200你都得不到。别说200，2个你都没有，这口东西还想伸手跟咱要兵权，真是不想活了。先别急着拒绝，本官打算把自己持有的商会股份送给皇上一部分，不知2位意下如何？股份？你的股份不都已经卖完了吗？你们买到的股份只不过是商会全部股份的5成罢了，剩下的5成都在本官这里。现在本官打算把本官持有的股份送给皇上一部分，你们觉得如何？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说说你的条件吧，提前说好，让皇上给你兵权，纯属痴人说梦。所谓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哟，这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什么不能谈的，之所以皇上不愿意，可能是价钱不合适罢了。我可以不要兵权，但是这些士兵我却必须要到。朱元璋转身就打算离开，兵权这东西的已经触及到他的逆鳞。先别着急走，老黄，你可以建议让皇上挑选一个信得过的人来上户县领兵，帮本官打仗。本官不直接领导军队就是了，本官不在乎谁来打仗，我只在乎能不能把沿海的这些倭寇解决掉，能不能攻上倭岛，彻底替大明解决这个毒瘤。
你能付出什么代价？1成的股份，这1成股份就是200万银子，怎么样？够诚意了吗？3成，最多1成半，要不然本官宁愿不干了。成交。郁闷，从来都是自己宰人，没想到今天竟然被人给敲诈了。出来后，上尉为什么要答应虾人的要求？那2万人不是一个小数目，上尉打算让谁来统领这2万人？朱元璋转过头来，盯着徐达，没有说话。我还有蓝玉，我来这里，北边怎么办？那些蒙古鞑子怎么办？让在北边的那些兄弟怎么办？咱会让冯胜去那里，你着什么急？难道不知道磨刀不误砍柴工？你先把训练火铳兵的方法学到手，到时候有了这2万火铳兵，加入北方战场，这些蒙古鞑子还能是你徐达的对手？不必着急这1、2年，咱们都等了这么多年，又何必在乎这么点时间呢？会客大厅，诸位，船只的问题，本官会想办法解决。你们的银子接下来就要陆续的押送到皇家商会中来了。咱们这次成立的商会叫做皇家东印度商会，你们也可以把它叫做东印度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就是出海，关于出海的所有事情都归属于东印度公司管辖。记住一点，如果日后咱们打通了前往海外的商路，所有想要出海的人都要来咱们东印度公司注册，如果不经过允许就贸然出海，就会被咱们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击沉，明白了吗？老黄，现在你说办事不花钱，谁给你办事啊？我告诉你，只要是从你手里出的钱，那就是该花的钱。你敢相信吗？朱元璋居然想把龙江船厂卖给虾人，这可把虾人乐坏了。而在1天前结束招商大会的朱元璋也带着小弟来到了酒店，高级酒店内。蓝玉，虾人进攻倭岛需要人手，你从金银之中挑选2万人来上户县，听从他的吩咐。让我听那小子的。皇上，此事是不是弄错了？少废话，仔细记住虾人训练的方法，他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背后有高人指导他兵法。那人练兵的本事不在咱和徐达之下，你跟着虾人好好学学，日后有你用到的地方。皇上，你在和我开玩笑吧？谁有时间给你开玩笑？现在你就回去挑选出最精锐的精英士兵，记住，到时候徐达会和你一起给咱看住虾人，别让他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朱元璋说完之后，就让这些人全都走了，只留下了徐达和汤和2兄弟。汤和，你给咱说说你对虾人的印象。臣弟以为虾人此人比较市侩，虽然我与他接触不多，但是从上户县的规模来看，虾人对于商业是非常了解的。他做生意，臣觉得肯定不会亏本。至于其他的，臣弟就不知道了。今天与虾人的交易，你觉得是咱赚了还是虾人赚了？臣以为是双赢。哦，这是为何？咱从虾人那里要到了这么多的好处，为什么还是双赢？臣以为虾人所求的是要扫平海路，等他扫灭了倭寇，打开了海贸的通道，那这片大海才是真正的财富。皇家商会里可没有包括海贸的利润，臣以为虾人会把海贸的利润给独吞掉，这才是他的目的。至于上尉找他要的火铳或者皇家商会的股份，都只是9牛1毛，垄断海路，哼，那到时候咱就走着瞧。以你来看，虾人有没有可能真的攻下倭岛？按照虾人的说法，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的大船还是当初从陈友谅那里缴获所得，连能不能用都不知道。如果虾人要用这种船去作战，别说攻打倭岛了，就连能不能扫平倭寇，我都觉得是一个未知数。那你觉得咱现在应该如何是好？上尉可还记得龙江船厂？现在龙江船厂不是已经废弃了吗？你提这个干嘛？咱们不如把船厂和工匠直接打包卖给虾人，想必虾人对此事绝对趋之若鹜。哦，妙啊，这个主意实在是太妙了。虾人府内，龙江船厂，老黄真的能把龙江船厂卖给我吗？那就得看你办事舍不舍得花钱了。老黄，现在你说办事不花钱，谁给你办事啊？我告诉你，只要是从你手里出的钱，那就是该花的钱。你想要什么条件？你说吧。朱元璋伸出一根手指，100万两。朱元璋刚想解释不是100万，而是10万两。老黄，和你做生意实在是太厚道了，100万就100万，成交，你可不能反悔。特么的，这是什么情况？难道自己还要少了？老爷，此事是否有些不妥？咱们还是从长计较吧。用那么一个破烂玩意卖了100万两，良心实在过意不去。夫人，咱们既然已经说定了，怎么出尔反尔？商人做生意凭的就是一个讲信用，说100万就是100万。现在咱们就签合同。虾人很快就拿出笔墨纸砚，开始当着几人的面书写合同，把这事情直接敲定。黄老爷，我什么时候可以去京城把船厂给搬回来？等咱先回去和皇上把此事禀报一下，半个月之后你就可以去应天了。到时候你去蓝玉府上，他能找到咱，记得到时候把银票带上，也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放心吧，到时候我肯定准时到。上书房，让他进来。参见皇上。免礼为庸啊，这么急来找咱有什么事啊？连让咱喘气的机会也不给呀。臣惶恐，只是臣的确有急事想要向皇上汇报。哦，那你先说。现在京城传闻，上户县县令虾人打算出海做生意，甚至有些人说虾人已经得到了皇上的允许。京中流言四起，群潮汹涌，迫不得已，臣只好来问问皇上是否确有此事。
一派胡言，禁海令是本朝国策，绝不动摇。宣传此种言论的人都是别有用心之徒，不可饶恕。胡惟庸，此事交给你去办，咱给你3天时间，3天之后，咱不希望再听到有关出海的谣言。咱让毛香配合你，你要把这幕后的真凶给咱揪出来，咱要把他千刀万剐。那虾仁，臣是否要？虾仁不准动，你只需要把谣言给止住，还有背后之人揪出来，退下吧。没想到咱刚刚回京，就有人给自己找不痛快，难道是觉得咱手中的刀不利了吗？上尉，2万名精营士兵已经挑选完毕，请上尉指示。咱刚才听胡惟庸说出海的事情泄露了，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事情严重了，看样子京城又要迎来一场清算。上尉，此事与我俩无关，我们俩自从回京之后就一直待在京营之中，根本没有出去半步。今天才堪把2万士卒挑选完毕，期间没有接触过他人。是啊，皇上，这几天我和魏国公吃住都在京营之中，不可能跟此事有关。此事事关重大，咱绝对不会放过造谣者，你们知道此事就行。既然此事与你们无关，你们也不用担心，咱已经让胡惟庸处理此事，相信他不会让咱失望。一旦揪出幕后主使，咱绝对要让他后悔生在这个世上。那调兵去上户县的事情还要继续进行吗？继续。剿灭倭寇之事既然已经定下，就要去执行。这个时候正好借虾仁的手，将倭寇以及方国珍、张士诚残党一网打尽。你下去之后，就和家人告别，带着蓝玉前往上户县。遵旨。下去吧。雕儿，你觉得此事会是谁在背后指使？前几日招商引资的人数太多，谁都有可能说出这个消息，而臣觉得可能是有商人不小心说漏嘴了。此事等胡惟庸消息吧，咱觉得此事没有这么简单。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出海，竟然能引出这么多乱子。如果不是虾仁，咱也不用这么伤脑筋。这个虾仁可真是该死。虾仁这次也算是为国为民，如果不是虾仁，咱们大明可能就真的要放弃大海了。虾仁这是为国剿贼，同时也算是为民除害，为被那些倭寇残杀的百姓讨回一个公道。让毛乡的锦衣卫动起来，大街上再敢有讨论此事者，直接投入诏狱。3天后，胡惟庸，咱当初让你查的事情，你查的怎么样了？胡惟庸几次想要开口，但是刚抬头就看到身旁的朱六九一脸诡异的看着自己。胡惟庸，你想死吗？有什么话赶紧说，要不然咱绝不会放过你。对呀，胡大人有啥话就赶紧说，不要惹皇上生气。咱们老朱家眼里最容不得沙子，你要如实禀报啊，胡大人。我说出来了，你就不会放过我的意思啊？启禀皇上，调查有结果了，这是微臣审问的口供，请皇上查看。胡惟庸，你这上面记载的可是真的？启禀皇上，千真万确，臣不敢造假。朱元璋转头死盯着朱六九。重八，此事你听我解释。这大明是咱们老朱家的大明，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怎么能把出海这么重要的事情交到一个县令手上？就算要出海，也该咱们老朱家出海，带着老朱家的人来赚这笔钱，你说是不是？重八，这事是你干的，还是咱那个侄子干的？毛香。拜见皇上。你可知此事到底是谁在幕后指使？是朱桓干的。重八，看在我的面子上，就绕过环儿这一次吧，毕竟他是我唯一的儿子。咱就给环儿一次机会，等会咱把他叫过来，如果他能主动承认这些年犯下的错，咱可以既往不咎，饶他一命。可是如果他敢死不承认，那到时候想必老哥你也不能怪咱。太好了，实在是太好了，重八，你放心，等会环儿来了，我肯定会让环儿给你认错，老老实实的交代，绝不隐瞒。去把朱桓给咱带过来，咱要亲自审问。胡惟庸，你起来吧，站在旁边旁听。侄子朱桓拜见皇上，吾皇万岁。桓儿，快起来，给你叔父好好讲讲自己犯的过错。你叔父已经说了，只要你如实交代，就能既往不咎，你可不能隐瞒啊。启禀叔父，侄子误听小人之言，让人在京城传播谣言，实在是糊涂至极，请叔父治罪。重八，你瞧，咱们桓儿还是很知错能改，有道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谁让你起身的？咱让你起来了吗？重八，地上凉，我让。住口！咱问的是他，不是你。朱桓知错，请皇上责罚。把你干过的丑事给咱一五一十全都说清楚。说，难道你就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吗？启禀皇上，臣除了让人制造谣言，还曾经收受贿赂。洪武元年到洪武4年，臣收受贿赂多达10余万两白银。还有商铺、田产、古玩字画等一些东西，都在我的府邸内藏着，皇上可以去查验。重八，这次环儿真的知道错了，老哥求你饶过他这一次吧。老哥，一个儿子终究太少，接下来你就回凤阳老家安享晚年吧，多生几个白胖小子给你传宗接代，朱桓就不能跟你一起回去了。什么？重八，为什么？环儿他已经说了，都说了，为什么不能放过他？那些钱财，那些土地我们都不要了，就连京城我们自己的田产我们也不要了，只求你放过他，放过环儿。
老黄，这就是你给我说的龙江船厂，你用这种船厂卖我100万，你还有良心吗？你的良心不会痛吗？你能相信吗？朱元璋居然反坑了虾仁，准备把龙江船厂10万两卖给虾仁。谁知道虾仁这个货听到龙江船厂后，立马给了100万两。几天前，皇上赎罪，皇上赎罪啊！老哥，别磕了，站起来，听听在你心中的好儿子到底干了什么好事吧。朱桓，说吧，这个时候你还打算负隅顽抗吗？臣在担任泸州知县期间，曾经侵犯过一名少女。你畜生啊你！继续说，这才哪到哪？还有几名人妇。跪下去，继续说。担任应天府主簿期间，还有一些花季少女。你给咱闭嘴！毛香，你来给这个狗东西回忆回忆，他这几年到底干了什么事情？洪武元年，朱桓任泸州知县，强奸淫少女17人，百姓怨声载道，整个泸州县没有少女再敢逛街。想要为自己女儿讨回公道的受害人父母，不是失踪就是莫名死亡。洪武2年，你告诉我，这些都是你干的吗？回答我，都怪爹，是爹惯坏了你，是爹的错。俗话说，子不教父之过，环儿变成这样，全是我的过错。我愿意替环儿承担一切罪名，只求皇上能放环儿一条生路。老哥，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国法无情，不是咱不饶朱桓，而是法不容他，天不容他。如果咱放过了朱桓，那被他杀掉的那些人，那些无辜惨死的少女以及他们的家人，又有谁来替他们伸冤？老哥，退下吧，人在做，天在看。即便朱桓今日不死，明日也会死在自己的残暴之下。重八，难道你忘了当初你小的时候，快要饿死的时候，是谁救济你们一家了吗？老哥，你是铁了心要护着朱桓了吗？重八，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是我的命根子，如果他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一码归一码，咱欠你的，不能让咱的百姓来还。这笔账咱替你做不了主，除了那些死去的百姓，没人能替他们原谅朱桓。拉下去。爹，都怪你个混账东西！你爹对你这么大的期望，你看看你都干了什么？你还是个人吗？你连畜生都不如，狗东西！叔父息怒，是侄子不争气，是侄子混蛋才害死了爹，我不是东西，叔父不要因为我气坏了身子。把他给咱看押起来，没有咱的允许，不准任何人见他，否则杀无赦。朱元璋赶走了所有人。韦庸，这次你做的不错，这几天你辛苦了，先下去歇息吧。多谢皇上。仲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朱元璋苦笑一声，随后就气愤地将朱桓干的好事给说了出来，又把朱六九为了救朱桓撞柱自尽的事情给说了出来。你是说朱桓强抢民女，草菅人命？这怎么可能？这些都已经证实了吗？胡惟庸和毛香都查证过了，却是属实。此事因出海而起，你还要让虾仁出海吗？一定要出！如果虾仁敢把此事给办砸了，咱绝对不会饶过他。数日后，上书房。皇上，虾仁来了。虾仁来干什么？老爷，虾仁说他是来取走龙江造船厂的。虾仁说的没错，咱的确欠他一个造船厂。可是陈听说，那龙江造船厂早就荒废多年，又怎么能拿来造船呢？就你多嘴，咱和虾仁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用得着你来插手？再说，龙江船厂比较是一个大型船厂，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便他在落寞，那也能卖得了100万两银子。蓝玉家，老黄，咱们快去龙江船厂吧，我实在是等不及了。好啊，咱们现在就去吧。船厂。老黄，这就是你给我说的龙江船厂，你用这种船厂卖我100万，你还有良心吗？你的良心不会痛吗？你可别记错了，当初是你着急签合同，生怕咱不同意，如今咱已经说服皇上将龙江船厂卖给你，难道你还想赖账不成？赖账？咱们到底谁赖账？这种东西卖自己100万两，他良心都被狗吃了吗？这种东西你自己算算，能值1万两银子不值？你直接给我要100万，我告诉你，这绝不可能，我死都不会给你。难道你忘了你签的合同吗？实话告诉你，如果你敢赖账，第2天你就会被皇上抓进诏狱。想赖咱的账，只怕你没这个实力呀。龙江船厂已经这个样子了，无可挽回，还是去想想其他办法解决船只的问题吧。你不懂，你根本不懂，你不懂这龙江船厂的重要性，你不知道它在大明的航海史的地位，失去了它，大明日后再无出海的希望。大明已经失去了海洋，这都是皇上的错，都是他的禁海令让龙江船厂没落，日后他将会因此事被记载在史书上，每一个华夏儿女都会记住今天，记住龙江船厂是怎么没落的。虾仁，虽说大明了龙江船厂没有希望了，只要有老夫在，船厂就在。不知老人家如何称呼？王大海。不知道老人家打算如何重造龙江船厂？
若是龙江船厂当初的施工图，只要照此图纸进行施工，绝对可以重现当年龙江船厂的盛景。我想要重建龙江船厂，不知道老者能够助我一臂之力。这是我毕生的心愿，没想到此生还有实现的机会，老天爷真是待我不薄。经过一番交谈，所有事情敲定。虾仁，既然你已经找到了重建船厂的方法，那就赶紧把银子交给咱，咱好给当今皇上出差。我可以把银子给你，但是有一点，我需要船工、木匠以及石匠，这些在我需要的时候，我希望皇上能够支持我。除此之外，我还要原先龙江船厂的工匠，包括这位老者，全部随我回上户县。这些咱来解决就行。我好像在哪见过你，他难道还认识咱不成？你是不是皇上？此话一出，朱标蓝玉面色大变，头皮发麻。没想到朱元璋的伪装竟然被一个船工给认出来了，就连虾仁都在旁边惊疑不定，有些难以置信的看着汪大海。身边的护卫，我曾经见过你。老丈，你这说话不要大喘气啊，太吓人了！你知道不？这位不是皇上的侍卫，他是皇上的亲戚，可能之前陪着皇上出行，被你见到过。再说了，当今皇上英明神武，怎么会长成老黄这副模样？你肯定认错了。怎么，咱这长相有什么不好？老黄，你看你怎么还急眼了？你这长相威武霸气，只是缺少了一点龙气，自然跟皇上不一样。怎么，你还想当皇上？哼，把银票给咱，你就可以滚了。咱看你越看越讨厌。诺。你数数，事先说明，造船之事做好保密。放心，此事绝不会再让外人知晓。朝廷派给我的2万大军什么时候到位？等你战舰造好之后，自然就到了。你现在战舰都没有造好，就算派给你又有什么用？自然有用，我要训练他们使用新型火铳，还有战阵。你先回去吧，这个月之内，皇上肯定会派人去上户县的。2个月后，500万两，妹子，你哪来这么多银子？多亏了虾仁，他让我将镜子不断散到全国各处售卖，而且也是采取拍卖行的方式，果然是赚到了大笔的银子。听从虾仁的建议，我直接投到了造船厂上面了，想必很快就能发大财了。我尼玛，老子好不容易从那狗东西手里搞了100万，结果这狗东西转眼就从自己媳妇手上骗到了500万，这特么的！妹子，你傻呀？他那个破船厂怎么可能值500万？就那破破烂烂的，连500两都不值得。小，我看着不小啊，那地方恐怕得有整个皇宫这么大吧？这还小，等有时间我带你去看看，你就知道这笔买卖绝对赚大了。虽然咱们才占5成的股份，但是这以后就是咱们的聚宝盆，你就看好吧。第二天，奉天殿，启禀皇上，臣有事要奏。今日应天府工部衙门的工匠迅速减少，这些人都被上户县的县令接走，说是要做什么大事情。据说这件事情皇上也知道，现在这些工匠已经被接出去2天了，仍旧没有回来。臣想与皇上确认一下，这个到底是否是皇上的意思？这混账又在打着咱的名义胡作非为。此事我已经知晓，你们不必担心。上书房，虾仁，狗东西，他想干什么？把工部的工匠全部带走？他难道想让工部直接瘫痪吗？那些工匠不在，难道要让那些官员去给咱盖房子、修路吗？彪儿，去，立刻把虾仁叫过来，咱要砍了他，方才能消咱的心头之恨。父皇，虾仁他也只是将工匠借去用用，过不了几天就换回来了，何必如此动怒？再说，虾仁接走那些工匠，肯定就是为了造船厂。咱们往里面投了这么多钱，造船厂早点造出来，对咱们也有利不是？朱元璋一听造船厂的名字，更是怒不可遏。虾仁不知用了什么低劣的手段，欺骗了你的母后，让你母后竟然心甘情愿的投了500万两。要我看，你母后也有些老糊涂了，这么多银子放在内堂该有多好啊，偏偏给了那个王八蛋，简直是罪过。老黄，你小了，格局太小了。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你敢相信吗？朱元璋黑了虾仁100万两银子，虾仁转手就忽悠马皇后投资了500万两给造船厂，赚了35万两，居然立马又建起了高速公路。算一下，还特么倒欠了官府15万两银子，这可帮朱元璋气坏了。几天前，哟，妹子，你咋来了？我再不来，恐怕下次就不单单是老糊涂这么简单了。不知道是谁在背后说我坏话，竟然说我老糊涂了，真是没良心啊！谁说的？让咱知道了，非要揍他一顿。好了，别装模作样了。龙江宝船厂快要建好了，虾仁邀请我去参加剪彩仪式，你要不要去？如果你不去，那我就和彪儿一起去。什么？建好了？去？凭什么不去？如果他敢贪咱们的银子，我非要让他连本带利的吐出来。行往上户县的船上，我操，那是灯塔，谁家的灯塔能有这么高？那是人造的吗？那明明就是一座山，还有山才有可能这么高。过去瞧瞧，咱就不信虾仁能把灯塔建到天上去。父皇，没想到虾仁这个港口短时间竟然就有了如此规模，实在是不简单。忘了和你们说了，这里面的港口也有我的股份。港口
这就是上户县的港口吗？这个规模只怕比一座城市还要大，这已经可以称作一座城市了，而不是港口。中巴，我发了，我发财了！剪彩仪式结束后，现在咱们的造船厂已经造出了多少船只？现在已经造出了18艘船只，全部卖给皇家商会了。咱们现在挣了多少钱了？啥时候可以分银子？夫人，是这样的，咱们码头这半个月已经挣了不下于30万两。银子呢？快给我，我正好带回去。那些银子因为要修建通往上户县县城的马路，已经全花了。不仅如此，还倒欠了官府15万两银子。什么？你是不是故意来骗我们，以便你把银子给独吞了？你不就是上户县的县令吗？到底花多少钱，还不是你说了算？咱看这银子就是被你给贪污了。哟呵，这次造的马路有点不太一样，你们随我一起去看一看就知道了。走吧，几位，带你们一起看看上户县刚建成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这还是路吗？这个地方以后也会成为咱们的聚宝盆。什么聚宝盆？这里以后将会建立一个收费站，只有缴费的商人才有资格从这里走过去，要不然就不允许通过。当然，这个收费不会很高，但是你们看这里人流量，就能想象日后这个收费站的规模。你这是与民争利，既然造出来路，那就是给人走的。如果你在这里收费，岂不是违背了初心？让那些平民老百姓怎么办？哟，老黄，你小了，格局太小了。如果不利己的话，你觉得这种事情又有几个人愿意干？我们造出高速公路，利国又利民，商人们得到实惠，能够更快更便捷的将商品运到地方。朝廷也因为商业的繁荣，收到更多的税收。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如果全国各地的商人都愿意出钱帮助修路的话，不仅方便了百姓，他们也能挣到一笔钱。那大明的公路是不是就越修越多？这样最终受利最大的还是朝廷。虽然如此，但是向平民百姓收费还是太过无理。他们本来就没银子，哪里还能向他们收钱？那他们完全可以走国道啊！这种高速公路本来就是给商人走的，让他们能够更加便捷的地运输货物。不错不错，咱可以效仿。修这条路竟然需要几十万两银子，实在是花费太多。花的钱多，才说明这条马路的真材实料。这条路全部使用沥青制成，怎么可能花费不多？而且这条高速公路连接上户县和港口，日后必然是竟然往来的商路。如果不修好一点的马路，只怕用不了多久就会损坏。虾大人说的有理，按虾大人估测，这条马路一年能收多少银两？只怕不会少于10万两。日后咱们这里真的要开海了，这里的商人只怕会更多。到了那时，这每年收取的路费恐怕还会翻倍。自己如果要修的话，那就是少则几百里，多则上千里。那咱可以躺着收钱了，回去了要赶紧实施。虾大人，光听你说你的马路了，那你的船呢？不是说你要出海吗？而且造船厂已经开了那么久，怎么没见到你造出的船只？虾人，难道你想骗咱，把咱的银子全给贪了去？船只早就造出来，只不过现在被放到了一个隐秘的地方，正在秘密训练。皇上派来的徐达以及蓝玉都在那里呢，你们要不要去看看？我们当然要去看看，省得到时候你把咱的钱弄到哪了，咱都不知道。也好，那就跟本官走吧。舟山港。虾人，这是徐达他们带来的精营吗？正是他们，现在他们还不够熟练水性，只能先在小船上训练，等到他们能够将小船运用自如，在海上适应颠簸，就可以去新造的战船上开始训练了。他们这样还不算熟知水性，你看他们在小船上纵横翻飞，哪里有生涩的模样？水性好的人可以在水里待上整整7天7夜，却完好无损，简直可以和鱼儿相比。而且这些人穿梭水面快速无比，在水里甚至比在陆地上跑得都快。我听闻有些人划过水面，就好像一根白条一般一闪而过，被人称之为浪里白条。虽然咱们要求没那么高，但是也不能差得太远。咱倒要看看虾人吹得这么大，他的海军能有多强。朱元璋几人乘船去港口，徐达和蓝玉看到朱元璋来了想溜走，是因为他们在享受日光浴。徐达、蓝玉，你们要去哪呀？黄老爷，你们怎么来了？咱不来，怎么知道你们在这里过得竟然如此辛苦？你们两个混账，难道忘了皇上让你们来干什么的吗？黄老爷莫要担心，基地里面的士兵训练都十分刻苦，而且已经卓有成效。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为了守着那些还没有熟悉水性的新兵蛋子，生怕他们出了什么事情。黄老爷若是不信，就随我们往基地里一看便知。哼，如果训练没有任何成效，小心你们两个的脑袋，咱非得让皇上砍了你们的狗头当夜壶。我们自从来到这边之后，没有任何停歇，虾人就安排教官对经营的2万大军开始训练。但是他们训练最开始不是训练火器，也不是训练兵器，而是最基本的队列。队列？是的，队列就和虾人在纪效新书上所记载一样，对阵列
烈极为的看重。纪晓新书所有的进攻都和阵列有关，在这座基地里面展现的淋漓尽致。咱们的士兵训练的怎么样？有没有效果？效果的话，只能说特别好，出奇的好。如果说之前我不信，如臂使指，整齐划一，统一如一人，但是在这里，我却相信咱们的这些精英士兵真的可以做到这些。这虾人的训练之法真有这么厉害？真有这么厉害，甚至比咱们想象的还要厉害。前面就是基地，等你看到，你就知道我说的绝非虚言。舟山岛上，请问大都督回来有何指示？把你们最近2个月学到的东西给黄大人演示演示。好啊，徐达，你干得太漂亮了！咱好久没有看到过如此精兵了。有此雄兵，蒙古又算得了什么？不过是跳梁小丑。这都是虾县令的功劳，跟魏国公有什么关系？这小子就是欠揍。老黄，别急，等会给你看个更攒劲的节目。虾人，这些士兵难道就不用训练武器吗？为什么过去了2个月，他们还在训练队列呀？不是2个月，而是仅仅不到大半个月的时间。这些人全都是旱鸭子，来到这里，先是进行了1个半月的水性训练。我觉得这些人水性过关了，才带他们来到这里训练队列的。那些不过关的，还在外面练习水性。这才半个月就训练出这样的结果了？准确的说是20天。20天怎么做到的？很简单，纪律和习惯。现在他们的队形已经练得如此炉火纯青，为何还不训练武器呢？炉火纯青，他们现在顶多算是熟练，跟炉火纯青还差得太远。我要你让他们练到条件反射，要不然这些士兵上了战场，被肃杀之气逼迫，再加上气血上涌，会瞬间将之前训练的东西忘记得干干净净。只有做到条件反射，才能在最残酷、最绝望的处境下，通过正确的方式在战场上生存下来。大人辛苦了，让这群兔崽子把这几天训练的成果都拿出来，好好给咱们的贵客看清楚，日后的生意才能越做越大。列阵，举枪射击，第2排出列射击。可怕，实在是太可怕了！如果使用这种火种的人数达到一定的数量，在平原或者城墙上摆放这样一种火种阵列，还有谁是自己的对手？这可都是咱的军队！哈哈哈哈！这种气势，老黄，这个节目攒劲吗？攒劲，非常攒劲。老黄，本官告诉你，大炮是用来丈量国土面积的，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永远都在大炮的射程之内。你敢相信吗？朱元璋卖了破烂龙江船厂给虾人，又履行诺言给了虾人2万精兵，而现在隐藏身份的朱元璋来检验，被整齐划一的士兵给震。这个节目攒劲吗？攒劲，非常攒劲，咱十分满意。这些士兵日后都将成为蒙古人的噩梦，让那些蒙古人以后只要听到枪声，就会回想起这些他们无法忘记的惨痛回忆。是我祁连山，是我6处不翻稀，是我胭脂山，是我家父无颜色。这一次，咱就让蒙古人尝尝当初匈奴人的经历过的痛苦。老黄，这些是海军，不是陆军，他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而不是荒漠戈壁。那些蒙古人随便派个徐达、蓝玉就能解决了，没必要让这些精锐投入到北方蹉跎岁月。狂妄！那些蒙古骑兵来去如风，骑射功夫更是熟练，纵横大漠，哪有那么好对付？这一次有如此精锐，咱非要让这些蒙古骑兵再也不敢在咱大明的军队面前玩什么骑射，要不然咱就把这些骑兵全部射成筛子。老黄，现在这些军队是要在我的手下打工的，你别忘了，他们得要在我的手下打工2-3年才能回去。咱知道2年之后，这些人就要回去帮助咱大明的军队抗击蒙古人。先别急，还有更攒劲的节目没有上场呢。等会看完之后，绝对会让你直呼过瘾。走吧，黄老爷，更攒劲的节目在这里可看不了，咱们得换个地方。什么东西搞得这么神神秘秘？国之重器，岂可轻视于人？等你见到的时候，你就知道。徐达今天有些怪怪的，难道在这里跟虾人学了什么坏毛病？看样子要不要把徐达给叫回来呢？警戒很严密的地方，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火炮有啥怕的？那种笨重的东西，就算是放在城墙上守城都费劲。徐达，你这也太没有见识了，火炮而已，咱又不是没见过。当初打陈友谅的时候，咱就见识过，没啥大用。听着炮响挺吓人，其实根本没有太大的杀伤力，而且还重的要死，放在城头上，咱们士兵都不稀罕用它。
这里戒严这么严密，咱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就这呀，咱觉得不值一提。我又不是没见过火炮，但是这里的火炮跟咱们之前见到过的不一样。怎么说呢？等会你见到就知道了。火炮就是火炮，说破天了也就那个样。难道这火炮还能一炮把几百人直接送上天，一炮直接把蒙古人吓死？看你那傲娇的样子，一群土鳖，没见过世面。去把老子的意大利大炮给我拉出来，让贵客们见识见识。是。这人名叫孙大炮，专门负责火炮的研制以及管理，这处秘密基地就是由他来负责管理的。这人不仅火炮研究比较厉害，大炮更是一绝，等会让你看看。咱不在乎他打炮怎么样，咱是要问你，那个什么意大利炮是什么鬼东西？那个意大利炮是根据从西洋传进来的火炮改进而来的，我把它命名为意大利炮。这种火炮十分凶猛，经过咱们的改造之后，不仅是射程远，而且威力大，最重要的是这种火炮比较便捷，马车就可以拉动，在底下装2个轮子，1匹马就可以拉动了。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意大利炮必然要成为战场上的利器，让所有人都能看到意大利炮的威力。牛逼吹得震天响，虾仁，为什么这种火炮的炮管不是青铜铸成的，用铁铸成的炮管根本不能用？难道你不知道吗？老黄别急，慢慢往后看。朱元璋站在瞭望台上，可以清晰地看清底下的一举一动。他眼睁睁地看着底下那些士兵拿着火炮在距离7、8里左右的距离进行瞄准。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打炮啊？看不到吗？打炮，这至少有8里的距离。你告诉咱，他们打算打什么？你应该让他们再往前进个5里左右。你这样纯属是浪费时间，而且你这种火炮很容易就会炸膛。这么多火炮一起开火，简直就是拿士兵的生命开玩笑。你赶紧让他们停下来！智障！报告，朱元已经标定，请指示。炮手准备开炮！开炮！你这到底是什么武器？火炮啊，还能是什么？不可能，绝不可能是火炮。火炮的威力绝没有这么大，就算是最大最重的神威大将军炮都不可能打这么远。而且你这火器的材料明明就是铁制的，所有人都知道铁制的材料绝不能用来造火炮。虾仁，你老实告诉咱，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要不然咱非要让皇上诛你9族。生铁的确不行，但是不代表钢铁不行。生铁太脆，一炸就碎，但是钢铁不仅具有生铁的硬度，柔韧性更是比铜更胜一筹，所以完全可以代替青铜来铸造火炮。而且这种火炮的质量更轻，气密性更强，除了导热性比较差，简直就是造炮的最佳材料。那炮子呢？为什么你们射出去的炮子会爆炸？这跟火炮完全不同。会爆炸的炮弹只是其中的一种，我们这里当然也有实心的炮弹，你如果想看的话，也可以让你看看。这种爆炸的炮弹相比于实心炮弹，最大的作用就是大量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比实心炮弹的杀伤力至少要高10倍以上。这种炮弹里面装了很多的铁钉以及铁砂，在剧烈的爆炸之下，这些铁钉和铁砂的速度比火铳射出去的子弹慢不了多少，20步距离之内，无论是人还是畜生，碰着即死，触着即伤，杀伤性可谓是恐怖至极。当然还有爆炸产生的气浪，在那种剧烈的气浪下，能够将人的5脏6腑都给震得移位，让人瞬间失去战斗力。这就是新一代的火炮，我称之为战争之神。怎么样，这个东西能不能称之为国之利器？当不当得如此严密的守护？当得，当然当的。不仅如此，咱还要让皇上派重兵来将这里保护起来，以后这里就是军事禁地，谁也别想随意进出。这些东西都将成为咱们大明的压箱底的东西，让任何一个胆敢挑衅大明的人都付出血的代价。老黄，你怎么好像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一样？你知道大炮是干什么用的吗？当然是用来守卫边疆，防止外敌入侵用的。这种国之利器自然要交给皇上去保管，难道你一个小小的县令还要把它捏在手中？这种东西交给皇上保管，皇上能用它干什么？当礼炮放着吗？每年过节放2炮，还是放在京城武库里面，等到外敌打到京城了再拿出来保护京城？这简直就是暴殄天物，手中握着如此利器，竟然想着龟缩起来，只想着自己的1亩3分地。本官告诉你，大炮是用来丈量国土面积的，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永远都在大炮的射程之内。本官要拿着这种利器去教训那些不长眼的倭寇，还有胆敢入侵大明的倭岛人。这一次本官倒要看看还有谁敢在大炮的射程之内跟本官讲道理。好，说的太好了，咱们就应该用大炮，让那些狗娘养的好好尝尝教训。照你的意思，你是想把这种火炮安装在船上吗？要不然你怎么出海倭寇？那是当然，到时候别说倭岛这个罪儿小国，就连西洋那些国家，我也要让他们尝尝咱们大明火炮的厉害。倭寇敢来侵
侵犯咱们大明，剿灭他们理所当然。但是西洋那些国家跟咱们大明一直没有交集，就没有必要再去招惹他们。他们现在没有招惹你们，不代表以后不会招惹你们。这老黄肯定没读过书，连黑暗森林都不懂。这个基地必须处于朝廷的监控当中，皇上一定要知道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即便这种火炮不放在武库当中，那它的使用，皇上也必须要知情。你造出来的船只上面可以装填多少这种火炮？10门，那也不少了。不错，不是10门，而是100门，整整100门这种火炮。老黄，你能想象这种船只在大海上纵横的场景吗？虾仁，你敢骗咱？你当咱没有见过巨船吗？当初洞庭湖决战的时候，你小子还不知道在哪呢。陈友谅这么大的船都不一定能装得下100门火炮，更别说你那个小船厂造出来的船，1层甲板的船只根本就不可能装得下100门火炮。谁说我的大船只有1层甲板？2层甲板不可能，咱们中国的船只龙骨都支撑不了2层甲板。老黄，打陈友谅都是什么时代的事情了？那已经是你们老一辈的回忆了。这怎么可能？当初他们龙江船厂的负责人亲口告诉咱，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刚才说大明缺少制造大船龙骨的材料，难道你虾仁就有这种木材？那是当然，在我坐上这个上户县县令的时候，我就一直留意这种巨大的木材，为的就是这么一天，我遇到了贵州来的商人。这个商人一听我需要这种木材，终于是不负所望的搞来了几10棵参天巨树，足够建造出海的舰队了。就是木材的价格有些贵了。多少钱？1万两银子1棵，怎么样？攒劲吧，老黄。混账！虾仁这狗东西，凭什么让皇家商会出银子？那都是咱的钱，咱的钱！你敢相信吗？眼前气炸的正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而刚刚虾仁带着朱元璋又是看列阵，又是看大炮，一鼓正气。可回头一看，居然花的是他的钱，几个小时前。怎么样？攒劲吧，老黄！如果这样算下来，虾仁花在造船上的银子已经将近200万2白银。难道真的像虾仁说的，要为大明剿灭倭寇之患，以至于要灭掉整座倭岛？总觉得事情好像没有这么简单，但是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白金汉宫，徐达，你告诉咱，虾仁到底有没有谋反之心？上尉，臣不知，臣看不透虾仁整个人，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反意。就连徐达都未能看透他的心思，这说明虾仁这个人根本没有平时表现的那么简单。这一切很可能是虾仁的表象，为的就是迷惑咱。既然如此，那咱杀他，那也算是天经地义了。既然如此，那虾仁就不要怪咱了。上尉，别急，先听小弟说完再做决定。刚才不是已经说完了吗？怎么还要说啊？小弟说自己看不透虾仁这个人，是因为他的行为很怪异。按理说，倭寇虽然可恶，但是跟虾仁却是无冤无仇。结果不知为何，虾仁的行为给我的感觉杀父之仇。对，简直比杀父之仇还要苦大仇深。虾仁自从龙江堡船厂建成之后，就一直待在那里，几乎都没有回过自己的府邸，甚至就连办公都是在龙江堡船厂办公，废寝忘食，好似恨不得立刻把船只给造出来一样。据当时宝船厂的交代，当时的虾仁就好像疯魔了一般，嘴里不断念叨着弄死这群矮矬子。据小弟猜测，虾仁口中的矮矬子就是倭岛那些人。这不是好事吗？为什么你会说看不透他？据臣所知，虾仁乃是咱们凤阳人，根本就没有在海边生活过，他怎么可能会跟倭岛这么大的仇怨？如果不是知道虾仁的底细，我甚至以为他跟倭寇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上尉，你也看到了火炮的威力了。小弟当初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曾经和虾仁说过，这种火器杀伤力太大，有伤天和。但是你知道他怎么回答的吗？虾仁说，对付倭岛上的那些畜生，这种威力的火炮根本就不算什么，他以后还要研制威力更大的火炮来对付倭岛上的那些人，直到彻底征服那里的人，或者那个种族彻底灭绝，要不然他是不会罢手的。上尉，你说他这是什么心理？即便是日后灭了倭岛，那也是对上尉最有利，是上尉开疆拓土的功绩，跟他一个县令有什么关系？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小弟实在想不明白，虾仁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干？甚至虾仁往里面已经投入了几百万两的银子，一切的一切都不合理，臣不明白。臣甚至有时候会想，虾仁是不是装疯卖傻，表面上痛恨倭岛，一副要灭绝倭寇的样子，其实是在暗地里积攒实力，想要造反。但是今天上尉来了之后，虾仁一点也没有隐瞒的意思，将目前最强大的火炮就这样大大咧咧地展现在上尉面前，如同他真的有谋逆的想法。难道不该努力地隐藏实力吗？又怎么会这么蠢，将自己的底牌统统暴露出来？但是小弟也不敢妄言，只是把自己知道的一起都说给上尉，让上尉自己来判断。朱元璋整个人陷入了沉思。皇上，臣以为虾仁绝无谋逆之心。你怎么知道？直觉。
这小子从来就没有靠谱过的时候。现在的2万大军还在你们的掌控当中吗？是的，军中的将领都是我们从经营中带出来的，他们对皇上也是忠心耿耿。这种事情我们绝不敢马虎。这种事情，皇上放心，我们绝不敢大意。尽快让这些士兵学会意大利炮的操控，以防不测。如果虾仁有任何不轨的举动，咱允许你们先斩后奏。但是如果虾仁的确一心一意想要灭绝倭寇，你们也不必阻拦他。若是真的一心为国尽忠，这反倒是一件好事。这种船只，虾仁制造了多少了？只怕已经不少于10艘了。我之前在船厂里看到，船厂的水槽就不少于15个。幸亏咱家妹子聪明，果断占了1半的份额。不过这种船只有一点不好的地方。哦，什么不好的地方？就是这种船只的吃水量不是很深，虽然跑得相对快了些，但是载物却是不多。虾仁还要建造几艘大型的浮船作为运输舰，来为舰队提供物资。除此之外，还需要有护卫舰，要建造几10艘更小一点、速度更快一点的护卫舰。林总总算下来，差不多需要将近100艘的战舰加一起组成舰队，就可以横扫4海，踏平8荒。这林总算下来，只怕没有500万两，根本造不出来吧？虾仁说了，都是自己造，不需要那么多银子，顶多就是300万两白银，而且这些钱都会记在皇家商会的头上。毕竟，如果真的打通了商路，占领了倭岛，受益最大的还是皇家商会。混账！凭什么让皇家商会出银子？那都是咱的钱，咱的钱！虾仁这狗东西，为了一己私仇，非要灭掉倭寇以及倭岛，为什么要花咱的钱？咱这就去找他，让他给咱一个说法。上尉，你现在去找他也不合适啊！人家再怎么说，那也是为国出力，虽然包含了一己私怨，但是也是为了替大明肃清海疆。这么多年，这些倭寇肆虐大明的海边，每年都会造成杀戮。咱们退多远，他们就会得寸进尺，跟进来多远。如今虾仁既然愿意站出来，那也是好事，咱们就别去找他的麻烦了。哼！咱问你，虾仁什么时候能够出海剿灭倭寇？恐怕还需要3个月。让士兵们不要怕苦，更不要怕累。日后战争的形势很有可能会发生变化，让他们一定好好学会本领。等到以后回到经营，就需要把这些教导给其他友军，以此来增加大明的实力。咱相信，等到下次见面，绝对会让王宝宝终生难忘。奉天殿，诸位爱卿，你们可曾听闻高速公路？接下来就都是商谈修路的事。3天后，虾仁府邸。夫人此来，所谓何事？此次前来是有一件大喜事要告诉你。皇上上次听到老爷的禀报，决定在大明同样推行高速公路。我这次来就是想要从你这里采购高速公路的材料，让你大赚一笔。哟，夫人说的哪里话？咱们竟然身为合作伙伴，我赚钱那就是夫人赚钱。只是我有一个问题，大明现在国库能拿出来这么多钱来铺设高速公路吗？要知道高速公路的造价可不低，而若是在全大明进行建设，只怕大明的国库会吃不消啊。只是在应天府建设，并不会全国一起建设，所以不必担心银子的问题。既然如此，那我就给夫人算便宜点，也算是为国出力了。不只是材料那么简单，你还要给大明朝廷派遣一队专业的工人，这样朝廷才能正常施工。虾仁开始算账，算好后给马皇后看。虾大人，这个价格是不是太高了？夫人，这个已经是最便宜的价格了。毕竟我们不只要提供材料，还要提供技术支持。如果以后出现什么问题，还可能要提供售后服务，已经不能再低了。这个价格也不是不行，但是我需要你们上户县给我们提供1万个奴隶，用来建设这条高速公路。1万个奴隶就是10万两白银，这根本不可能，顶多给你们1000个。8000、2000。最终，虾仁白白又送出去3500个奴隶，这才达成此次交易。而马皇后又出了6万两白银，买了6000个奴隶，这才将朱元璋交代的事情全部完成。上书房，韦庸啊，这件事情你干得漂亮，擅长已经老了，接下来还得看你们这些年轻人的。臣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下去吧。近日北方愈发的寒冷了，如果咱没有猜错的话，只怕今年的北方将会天降大雪。身处漠北的蒙古人，今年肯定难挨了。父皇，要不然让徐达先回来北上防御蒙古？不用，咱已经让冯胜出发了。半年后，上书房。皇上，东南紧急军情。倭寇该死！父皇，东南发生了什么事情？前日，倭寇深入台州20里，残杀大明1000余人，1村老幼尽皆被杀，不留一个活口。父皇，这股倭寇如此猖獗，这次绝对不能放过他们，咱们应该为大明百姓报仇雪恨。报仇？怎么报仇？父皇，如今虾仁在上户县练兵已经半年，咱们可以让他出兵，为咱们大明剿灭倭寇，替大明冤死的百姓报仇雪恨。上户县水军练习不过半年，时间还是太短了。要知道，不论是咱们的经营，还是原先的义乌兵，这些人全都是旱鸭子。
伢子想要让一些不识水性的士兵训练成精锐的水军，这个时间没有1年，绝不成行。那如今又该如何是好？为今之计，只有让百姓继续内迁。就在朱元璋二人还在探讨如何解决倭寇问题时，突然福建泉州、江南杭州纷纷传来紧急军情，下旨让徐达进京。父皇万万不可！如今海军还在建设当中，贸然出击，只怕不是倭寇的对手。大明百姓之仇不得不报，这些倭寇竟然敢来找死，那咱就要让这些人通通死无葬身之地。速召徐达入京，咱要出兵剿灭倭寇。上户县基地内，虾大人今日怎么有兴致来这里？虾人脸上没有任何笑容，反而阴沉的可怕。犯我大明天威者，虽远必诛。更何况这些倭寇竟然胆敢残杀我大明百姓，更应该事事诛之。就在刚刚，倭寇居然深入台州20里，残杀大明1000余人。突然又来急报，福建泉州、江南杭州也传来紧急军情。朱元璋勃然大怒，即刻要召见徐达回京。而此刻虾人也得到了消息，虾大人今日怎么有兴致来这里？发生了何事？南边出事了！畜生！倭寇罪该万死！不报此仇，誓不为人。皇上口谕，宣魏国公徐达觐见。魏国公，此时并不是出兵的最佳时机，请魏国公务必牢记。虾大人，你还是速速准备，这场战争在所难免，此事不是你我所能左右。识君之路，忠君之事，这次行动势在必行，而且一定要赢，输则大明海域将不再为大明所有。国公爷，咱们快走吧，皇上还在等着您呢。虾大人，接下来咱们应该怎么办？整军备战。上书房。徐达，东南之事你可知道？臣知道。你告诉咱，这些畜生该怎么办？这些畜生应该罪该万死，碎尸万段，永世不得超生。既然如此，咱让你出兵，你能否剿灭这群畜生，为咱大明百姓报仇？徐达，你告诉咱，能还是不能？皇上，水军尚未练成，现在出兵胜负难料，能还是不能？臣必为皇上破此贼寇，为大明百姓报仇雪恨。父皇，儿臣以为此事还需要再询问另外一人的意见。谁？虾人。皇上，臣以为太子殿下所说不无道理。上户县的海军可谓是虾人一手拉扯起来的，无论是训练方法还是船只打造，皆出自虾人之手。臣以为此事应该先询问虾人，再做定夺。既然如此，那咱就亲自再前往一次上户县，问问虾人。港口，朱元璋看着一艘艘巨大的帆船，这就是你给咱说的，海军实力不足，不宜出兵剿灭倭寇。皇上，即便如此，臣还是要说，如今并不是出兵的最好时机，现在士卒的训练。得，咱现在不想听你说，咱要去见虾人，咱要看看他怎么说。哈哈哈，黄老爷，好久不见了。虾大人真是好手段，几日不见就做得如此大事，打造如此多的战船。虾大人不会是想要举兵造反吧？老黄，几日不见，你还是这么爱开玩笑，你也不看看我身边都是什么人？魏国公、永昌后，哪一个不是对皇上忠心耿耿的人？造反岂不是自寻死路？好了，不要扯这些没用的，这次你来，想必也是带着皇上的圣旨来的，赶紧说说皇上什么意思，我们好办事。这场仗到底打还是不打？东南惨剧，皇上怎么可能无动于衷？皇上的意思自然是雷霆一击，将这些倭寇全部剿灭，碎尸万段。不过皇上认为你比较懂海事，这才特意让咱来问问你的意见。犯我大明天威者，虽远必诛。更何况这些倭寇竟然胆敢残杀我大明百姓，更应该事事诛之。若是皇上有旨，我即刻领精兵3000，直捣黄龙，将这些倭寇全部一网打尽。3000？虾大人，你可知倭寇底细？你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吗？又有多少船只？不知。不过这些倭寇，我视之如同土鸡瓦狗，插标卖首之辈，有何惧哉？我手下3000虎贲，必能一举建功，将这些倭寇全部赶尽杀绝。不行，3000人太少，你这海军基地里面有着2万人，你要全部带上。兵在精而非在多，这3000人乃是海军中最为精锐的部队，其他士兵还没有完全适应海上战争，即便带上他们也是累赘，不如轻装上阵。兵者，诡道也。如今倭寇刚刚成功劫掠大明，正是志得意满之时，此刻的他们绝对不会想到会有一支精锐舰队突袭他们的大本营，趁着他们骄纵之际，我猝然一击，倭寇必定没有防备，想必绝对可以大获全胜，为大明百姓报仇。不妥，我觉得还是等那2万精营士兵完全训练完成之后，再次进攻倭寇。如此一来，不用冒险，以堂堂之兵正面碾压倭寇，这才是王道。咱们等得起，百姓们等不起。据可靠消息，倭寇可能很快就要发动第2次侵袭，接下来很有可能会有第3次、第4次侵袭，谁也说不准。什么？你说的可是真的？千真万确。这是我在倭寇那边的细作传来的消息，上一次出兵他卧底的那股倭寇并没有收到消息，这一次盘踞在大明东南沿海的倭寇可能都会全部动起来，这些人被上一次劫掠成功的倭寇刺激，只怕会群起响应，到了那时对大明沿海的百姓就是一场灾难。虾人，咱命令你即刻准备出兵，皇上在来之前就已经告诉咱，一定要阻止倭寇的第2次侵袭，大明的百姓
现在都还在内迁当中，但是这需要时间。如果让这些畜生再次侵入内地，这些来不及搬走的百姓绝对是灭顶之灾。事不宜迟，我即刻带兵启程，争取尽快先打击一伙倭寇，吸引倭寇的注意力，让百姓能够平安撤离。你小子只懂陆战，懂什么海战？此战必须虾人出马，要不然咱不放心。虾人不过是一个文人，手无缚鸡之力，怎能上得了战场？此战只有我出战，才能有赢得希望。哼！我尼玛，这老黄实在是太不地道了！我只是一个文官，哪有放着武将不用，让文官冲锋陷阵的？这不是让我去送死吗？让我在后面出谋划策，出主意，说如何剿灭倭寇就得了。特么的，咋都觉得是老黄想弄死我。还是我去吧。不行，魏国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乃是大明第一名将，为何不降？此次出征胜负难料，大海之上一旦战败，逃都没地方逃，所以魏国公绝不能亲身犯险。魏国公，此战还是让永昌侯去吧。什么意思？徐达不能亲身犯险，感情我蓝玉就能去了？这是没把我蓝玉大将军放在眼里啊！然也，只是一个永昌侯不够，你也要跟着他一起去。让我去可以，但是必须要让皇上亲自下旨。不仅如此，我还要上方宝剑，都督全军，有先斩后奏之权。我尼玛，啥意思？就是针对我呗。再说了，自己堂堂永昌后，难道还要受到一个毛孩子的节制吗？简直是笑话！皇上绝不会答应你如此荒唐的请求，就凭你连战场都没有上过，还想节制诸军？好，咱替皇上答应你。皇老爷，此事万万不可呀！这虾人才多大，他有什么资格手持尚方宝剑都督全军？你可千万不要被他骗了呀！你最好祈祷他比你有能耐，要不然到时候你们两个就一起掉进海里喂鱼。海军基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令上户县县令虾人担任海军都督，率领海军3000，进剿倭寇，4尚方宝剑，可先斩后奏。望尔等不要让朕失望，亲死。蓝玉，你想干什么？再敢上前，格杀勿论！小子，上战场不是请客吃饭，那里比你想象中还要残酷100倍。如果你现在请求皇上将都督一职让给我，我愿意替你出征，怎么样？诸将听令，给你们半天时间下去准备，明天清晨辰时一刻登船出发，延期不到者接斩。上书房。前几日倭寇大举入侵的事情，杀害我大明3万百姓，想必你们都知道了。咱想问问你们怎么看？刘伯温和李善长立马吵得嗷嗷叫，最后还是朱元璋一跛桌子。傅有德，臣在。命你率精营3000人，再加上浙江省卫所兵，巡视浙江海防，绝不可使倭寇登上海岸半步。遵旨。邓禹，臣在。命你率精营3000人，加上福建卫所兵，巡视福建海防，提防倭寇上岸。遵旨。李文忠，臣在。命你精营5000，巡视两广海岸，不可放过一个倭寇登上两广海岸。遵旨。你们都下去吧。徐达、李善长、刘伯温留下。等到几人走了之后，朱元璋又看向徐达。徐达，你待会还是回上户县。上户县虾人离开之后，上户县必然空虚，你去亲自坐镇在上户县，以免被人偷袭。遵旨，上尉。臣以为，虽然倭寇这几次入侵都是在东南沿海地区，但是不代表他们不能对江北的沿海地区进行侵扰。臣自请率领大军防备江北地区。上尉，魏国公，江北的海岸线太过漫长，如果要派兵驻守，只怕需要不下于5万人，如此劳师动众，臣以为不妥。不用这么多人，我有2万水兵，可以抵御海上倭寇，而且不用朝廷拨下1克粮食，我自有办法解决粮草问题。好，此事就这么说定了。你已经许久未回府了，就先回去陪陪家人，明日再出发回上户吧。多谢上尉体谅。上户县在舟山港内，一艘巨大的战舰位于港口中央。这艘战舰看上去要比周围的战船大上1圈，正是虾人的旗舰。看到一切准备完毕之后，出发灭倭寇。魏国公府邸，爹，你可回来了！几日不见，我的乖女儿竟然又漂亮了不少。妙云，你每日进出皇宫，可知道4皇子最近在干嘛？不知道朱棣这些天在干嘛。上次他说自己去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好像叫上什么县，之后就没有见过他了。你觉得朱棣怎么样？他一心扑在建功立业上，只想要行军打仗，一点意思都没有。你想干什么？没什么，就是问问。蓝玉，你闭嘴！平时本官还能让着你，但是现在是战时状态，全军上下只能有一个声音，本官的命令你必须执行，要不然本官第一个就先拿你记起。就在刚刚，倭寇居然侵犯我大明土地。隐藏身份的朱元璋听了虾人的意见以后，回去立马下旨让虾人剿匪。现如今虾人就带着蓝玉出海剿灭倭寇。1天前，男人嘛，想着建功立业，封狼居胥也很正常。封狼居胥？出海封狼居胥吗？出海什么意思？前2日他写信说他参加了海军，马上就能出海建功立业了。傻子都知道皇上都已经下达了禁海令，他怎么出海？我看他就是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虾人此次出征事情就大条了。爹，
你在想什么呢？朱棣真的说他要出海作战了。朱棣信上是这样说的，我感觉他写这封信的心情十分激动，不像是假的。妙云，你跟我一起即刻进宫，现在马上。爹，什么事情这么着急？你先别问了，赶紧随着我一起进宫，等到了宫里再说。上书房。徐达呀，婚姻大事乃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事情咱们商量就可以了。你怎么还带着妙云来呢？上尉，出事了，出大事了！燕王可能出海进攻倭寇去了。什么？燕王殿下很可能跟着虾人一起出海了。前几日，燕王殿下给小女写信，说自己成为了海军的一员，已经做好出海作战的准备。微臣猜他很可能前几个月就已经加入了虾人的海军，现在可能被虾人带上战舰出海远航了。妙云，你爹说的可是真的？回皇上的话是真的。上尉，要不立刻派出锦衣卫，让锦衣卫去把燕王殿下给带回来。虾人现在可能还没有出发，一切都还有挽回的余地。快去把毛香给咱叫来！话音刚落，给虾人传旨的小太监回来了。虾人可有说过什么时候出兵剿灭倭寇？启禀皇上，虾大人剿灭倭寇的大军现在已经出发了。皇上，臣请从上户县出兵接应虾人，帮助虾人剿灭倭寇。儿孙自有儿孙福，算了吧，老四既然非要去，咱也拦不住，只希望他能福大命大，从海外安全返回。徐达，你们先退下吧，咱想一个人静一静。妹子，朱元璋一五一十的帮刚才发生的事情给马皇后说了一遍。弟儿此次出征乃是为了百姓，为了国家。作为咱们老朱的儿子，这是他该做的事情。咱们老朱家的祖宗在天有灵，会保佑他平安归来的。即便弟儿真的不幸战死，那也是马革裹尸，死得其所。百姓们不会忘记他，大明也不会忘记他。妹子，你放心，咱绝不会让弟儿如此轻易就为国捐躯。去，立刻让江阴侯前来见咱。海面上，虾人，你在这一片绕来绕去，到底要干什么？别急，快了！又是这样，我每次问你，你都说快了，这都已经是第7次了，到底什么快了？再这样下去，那些倭寇又要去劫掠咱们大明的百姓去了，你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看到那边的鸟群了吗？看见了，可那又如何？咱们来可不是玩鸟的，你再这样下去，我可就要回去了，你自己在这玩吧。无知，幸亏当初皇上没有让你领兵出征，要不然只怕这一船人都要跟你一起陪葬。你海鸥不会无缘无故的出现在海上，他们只会出现在港口或者船队附近，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万里海域空无一岛。你说这些海鸥出现在那里，说明了什么？说明有海船经过。敌袭，东南方向，大队舰队正在往东南方向前进。快追上去，我要活撕了他们！通知全军升起骷髅旗，收起横帆，缓缓跟上去，不得打草惊蛇。所有人各就各位，做好作战准备。虾人，你在干嘛？这个时候应该全速跟进，将这些人全部歼灭。你如此缓慢行军，实在贻误战机。若是让敌人跑了，到时候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和皇上交代。住口！蓝玉，平时本官还能让着你，但是现在是战时状态，全军上下只能有一个声音，那就是本官的命令。你可以质疑，但是你必须执行，要不然本官第一个就先拿你记起，有什么意义？战后再说。战争期间，本官不想听到任何其他的声音，你明白了吗？虾人，咱们什么时候动手？如今距离这么近，咱们的速度又这么快，完全可以将对方全歼，干嘛还要磨磨蹭蹭？马上太阳就要下山了，如果让这些人趁着夜色跑掉，到时候又该如何？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立刻打出旗语，让对方舰队投降，否则格杀勿论。这就是你的计划？折腾了半天，你竟然想着让对方投降？他们是倭寇、海盗，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人，怎么可能会投降？而且马上就要天黑了。只要坚持过半个时辰，这些船只依靠夜色就能逃走。咱们还是赶紧上前，将对方全部歼灭再说。急什么？对方还没有回复呢，说不定他们看到咱们这么强大，最终选择弃械投降呢。你就在二人谈话之际，对方其余也是给出了响应。再带上家人一起投降，这简直是在侮辱自己的智商。虾人，速发兵剿灭这些人。永昌后，不要这么暴躁，你没看到对方已经准备投降了吗？咱们只要跟着他们，1天之后他们就会投降，不用一兵一卒，也不费一枪一炮，就能收降这么多倭寇，何乐而不为呢？对方再拖时间，不要再拖了，趁着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迅速剿灭对方。原来如此，这些倭寇可真是该死，一点信用也不讲，就知道偷袭来骗我们，真是一条狡猾的小鱼儿。天黑了，虾人，看看你干的好事，就是因为你的原因，导致了这伙倭寇竟然眼睁睁在咱们眼皮底下消失。我要上奏皇上，让皇上给你治罪。回去休息，明日之后自见分晓。虾人在搞什么鬼？马弟，不要这么说大人，他如此做肯定有他如此做的理由。但愿吧。你难道没发现咱们左侧的几艘快船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消失了吗？别想那么多了，赶紧休息吧。第二天，接下来船只将进行静默行进。静默行进状态下，所有士兵必须
全部高度警戒，枪不离身，弹不离膛，整装待发，整戈待旦。各就各位之后，任何人不得随意走动。一旦战斗命令下达，哪怕是你要拉屎，也要给我拉到裤裆里，听到没有？是。各就各位，准备战斗。能确定倭寇的藏身地点具体有多少人吗？大概3、4千人。如果只是3、4千人的话，绝对不可能是咱们的对手。咱们这些人虽然也是新兵，但是训练有素，只差见血。这些人正好可以给咱们拿来练手。只要这帮小子在战场上见了血之后，绝对能成为一支精兵。听我号令，全速向东，扬帆起航。大人，前面那地方都是倭寇藏身的岛屿了。昨日我等亲眼看到大队倭寇的战舰在逃离我军的追击之后，就驶进了卓楚港湾。好，这一次我倒要看看这个倭寇往哪里逃。通知各个战舰准备下海登陆作战。这里是生死岛，在以前这里是有县制的，宋代以前都叫做生死县。只是自从下达禁海令之后，这片地区的百姓都被强制迁移到了内地，这里也是逐渐被废弃。这不是以后13太保让湖州没有湖的胜似列岛吗？立刻寻找港口登陆作战，将岛上倭寇全部斩尽杀绝。到达港口，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不好，被敌人察觉了。我等应该立刻登陆，强占滩地，建立登陆作战桥头堡。夏大人，我愿亲自领兵实行登陆作战，请大人恩准。准！立刻传令，放下快船，先登队随侯爷先行登陆。马老弟，不要怕，等会你站在我身后。孙老哥，我不是怕，我这是激动亢奋。今日终于有机会亲手手刃倭寇，我只怕自己杀的不够多呀。好，马老弟少年义气，今日老哥就陪老弟杀个痛快。登陆海滩，射击，立刻射击，自由射击。结阵，4段式，列阵，射击准备。射击一个不留。不要怕，继续冲，这是火枪，只要冲到近前，咱们就赢了。杀啊！看似这些狗杂碎。冲过去，不要停，他们已经不行了，这是最后一击。冲过去，跑啊！大人，岸边清扫成功，让舰队散开，封锁岛上的所有港口。没有我的命令，任何想要离开港口的船只全部击沉。半个时辰后，报，侯爷被敌人围困在北边山谷之中，请大人速速发兵救援。我家侯爷已经危在旦夕，求大人发兵。我尼玛，蓝玉作为大明的永昌后，可不能死在倭寇的手中，要不然即便自己立下功勋，扫灭倭寇，日后只怕也会被人弹劾。虾仁不再犹豫，当即下令带着1500人往北走去，留下500人守护军事物资，等到虾仁救下蓝玉之后再行会合。陡峭的路上，这里人迹罕至，岛上如此多的丘陵以及平原，谁会选择在山上安营扎寨？走了这么久，竟然一具尸体都没有看到，这怎么可能？军国大事，岂可儿戏？你四哥虽然贵为皇子，但是他是咱老朱家的种，就该征战沙场，报效国家。你敢相信吗？朱元璋任命虾仁剿除倭寇，谁知道四皇子朱棣居然混进了军营。就在刚刚，虾仁命令蓝玉拿着 AK 扫射成功登陆海岸。就在前面了吗？对，就在前面，咱们快去吧。你撒谎，你是奸细！大人何出此言？我家侯爷此刻就困在前方山谷处，难道大人不想要救我家侯爷，想要将萧炎杀人灭口吗？求大人速速救援。本官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能答上来，本官就相信你。告诉本官，你们是在哪里进行集训的？舟山岛。你们凭什么抓我？我们就是在舟山岛进行集训的，你们这是冤枉好人！你们倭寇看样子还真是有能人，竟然连本官大本营都能打探得如此清楚。可惜你太蠢了，蓝玉的亲卫根本就没有参加过集训，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蓝玉的亲卫，却连自己有没有参加过集训都不知道，实在是太可笑了！你就是奸细，快说蓝玉现在在哪？你很有骨气，本官最欣赏的就是你们这种人。大明锦衣卫一共有91种酷刑，传闻还没有人能在锦衣卫手中撑过10种酷刑，我想阁下骨头这么硬，倒是可以试一试。招降倭寇有什么资格活着？对于倭寇来说，怎么残忍怎么来，完全不用考虑是否人性，毕竟这些畜生根本就没有人性。就算你能猜到我是奸细，又能怎么样？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现在投降，说不定还能有一条生路。赶紧投降吧！你知道我们岛上有多少人吗？你们如果胆敢反抗，必死无疑。不要慌，以本官为中心列阵，5段射，射击。哼，不是老子看不起你们，你们也就是火器厉害，如果没有火器，你们早就被我们撕碎了。掌嘴！你跑啊！倭寇们吓得逃跑啊！鸣金收兵，清点战损，救治伤兵。禀报大人，此战我军共歼灭敌军1400余人，受伤121人。
全力救治伤兵，让船上的军医和护士立刻下船，帮助救治伤兵，尽量挽回每一个兄弟的生命。他们的路还很长，不该死在这里。军中参谋闻言，赶紧转身离开。本官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将你背后的倭寇的势力给本官说清楚，本官到时候可以给你留一个全尸，要不然落到了锦衣卫手里，只怕就要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要放过我，保证我的性命无忧。你是真的认不清局势？难道你还指望有人救你吗？希望你落到锦衣卫手里，还能这么嘴硬？我手里的情报绝对物超所值，如果你不答应我，那你留在港口的手下就要全军覆没了。你这话什么意思？嘿嘿，把他腿给我打断，收拢伤兵，即刻返回港口，咱们可能中了调虎离山之计。爸，倭寇大军压境，港口告急，请大人赶紧回军。鸣金收兵。坤宁宫。母后，母后。马皇后毫无反应。母后，你个死妮子，声音这么大干什么？我又不是听不见，耳朵还没聋呢。母后，你这几日怎么了？我怎么看你心神不宁的？难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无事，只是最近可能有些劳累，注意力不够集中。你来找母后是有什么事情吗？母后，你忘了吗？后日就是四哥的生日了，以往咱们一家可都是会给四哥提前准备的。我看母后今年好像没有提前准备，这才特意前来询问。可是四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好像好久没有见过四哥了。母后，你哭什么？难道四哥？而马皇后也终于将这几日心中的担心给清河公主说了一遍。皇上驾到。妹子，咋了？谁欺负你了？告诉咱非要把他碎尸万段。仲巴，我没事，你怎么来了？闺女，刚才到底咋回事？你给咱说说。清河公主抽噎的将刚才发生的事情给朱元璋说了一遍。父皇，难道就不能让那个上户县县令收兵回来吗？军国大事，岂可儿戏？你四哥虽然贵为皇子，但是他是咱老朱家的种，就该征战沙场，报效国家，这是他绕不过的宿命。圣四岛。老马，不能再冲了，咱们这是在送死。孙大炮，你如果怕死，你就在原地老老实实的等着，老子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兄弟战死而无动于衷，我要去和他并肩作战。狗娘养的才怕死，我是让你冷静，咱们要想办法救他们，而不是上去送死。前面传来枪响，杀！不要乱，对方只不过是虚张声势，他们没有人根本不多，先冲到海边，把那些放冷枪的人给杀了，随我杀。就在朱棣已经要命丧于此的时候，兄弟们莫慌，我来了。好样的！蓝玉看着满脸污垢的朱棣，一时间没有认出。有没有兴趣做我的干儿子？这都什么时候，还有心思聊这个？侯爷，咱们还是赶紧救咱们的同僚吧，他们被围在最中央，如今只怕已经凶多吉少。糟了，忘记掩盖声音。朱棣，你怎么会在这？赶紧离开！我不走，我要建功立业，杀倭寇。男子汉大丈夫，当手提3尺之剑，立武士之功，纵横沙场，马革裹尸，方是我朱棣的夙愿。要走你走，我要去救人。我的个小祖宗爱，往里面冲，先和队友会合。咱们海军只有聚在一起，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优势。如今分为两地，长久下去，拖也会被倭寇给拖死。跟我来！杀！开，把石原给我救回来！给我杀了他！谁如果杀了男人，我给他分20个女人。后山的窑洞里面，尽管你们挑，给我杀！永昌后，接下来怎么办？如今敌众我寡，形势对咱们十分不利，快想想办法。现在知道害怕了，当时干嘛了？如果不是你当时非要冲进来，现在又会怎么这么被动？还能怎么办？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个时候只有背水一战，以死相搏了。小子，看到那个秃头了吗？敢不敢跟我一起干票大的？有何不敢？好小子，你比你大哥更像你爹。兄弟们，跟我杀！哈哈哈，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朱棣杀到井上一郎面前，已经没有力气了。可惜，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老子堂堂大丈夫，岂能死在倭寇之手？狗贼，下辈子老子还要杀倭寇，将你们斩尽杀绝。父皇母后，永别了。火铳的声音再次响起，而随着火铳声的出现，顿时四散而逃。立刻统计伤亡，让所有战船上的大夫和护士全部下船，在沙滩上立刻构筑野战医院，全力救治伤兵。我不要再看到有士兵死在我的面前。是。看着眼前狼狈的战场，参谋也能理解虾人的愤怒。本来按照原来的计划，这一切本不该这样。作战计划早就在出海之前就已经做好。无论是登陆作战还是扫荡岛屿，都是有着严密的计划。如果按部就班，沿着计划进行，这座岛上的倭寇绝不可能给海军造成如此大的伤亡。但是蓝玉率领先登队擅自追击倭寇，导致队伍脱节，中军失去了蓝玉的踪迹，而后又中了倭寇的调虎离山之计，致使留守的500海军被倭寇围攻。蓝玉现在也不知死活。不知道如果蓝玉死了，朝廷会不会对虾人降下惩罚？大人，蓝玉不会就这么挂了吧？
还有着微弱的呼吸，把你们家侯爷拉到船上治疗。如果无事，不要随便下船。此战的经过，我会如实禀报朝廷。上书房。大姐，皇上，上户县县令前日出海，在圣寺岛上与几万倭寇相遇，将士们奋勇作战，与圣寺岛北港口击败敌军主力，大胜而归。此战攻击斩首万余，俘虏3万余人，解决大明百姓4000人。大姐啊，皇上！战祸如此之大，不知我军伤亡如何？我军出征将领共计3000余人，阵亡1000余人，伤残500余。永昌后蓝玉重伤昏迷，如今仍旧在抢救当中。咱的儿子呢？老四呢？朱棣呢？他怎么样？有没有出什么事情？四皇子跟随蓝玉一起奋勇拼杀，只是什么？还不快说？据锦衣卫回报，四皇子殿下至今还没有下落，据说是尸骨无存。这让咱如何给自己的妹子交代？如果让马皇后知道，不知道又会哭成什么样子。你胡说，朱棣只不过是没有下落，为什么说是尸骨无存？蓝玉虾仁是干什么吃的？难道他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咱的儿子死在战场吗？海军登上圣寺岛之后，发现岛上倭寇势力十分庞大，有几万之众，即便是海军英勇作战，依然是差点被倭寇的人海战术给淹没，不得已虾仁下达开炮的命令，10几条船上万炮齐发，将岛上的倭寇炸得人仰马翻。但是火炮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难免会有些损伤，四皇子殿下就可能是被火炮误伤了。虾仁，毛相，去，立刻把虾仁给咱拘进大牢。父皇，虾仁刚刚剿灭倭寇，立了大功，此事拘拿虾仁，岂不是寒了将士们的心？再说老四的死，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只不过是锦衣卫的猜测。老皇，你的儿子纵横战场，无人能敌，只可惜最终力竭，没能斩杀敌酋，只解沙场为君死，何须马革裹尸还？这是他最后的怒吼。有子如此，夫复何求？大姐，虾仁领军首次登陆就灭杀俘虏倭寇4万余人，而虾仁万万想不到，朱老四居然隐藏身份混进了军营，现在重伤不知死活。1天前，一切还是等虾仁和蓝玉的奏折送达之后再做计较。我四弟的死可是你们锦衣卫亲眼所见。那锦衣卫只是说四皇子殿下一人杀入敌群，寡不敌众，在开炮的瞬间就被人砍倒在地。父皇，还是等虾仁的战报送来，了解清楚前因后果，再考虑要不要拘拿虾仁吧。不用等战报了，咱要亲自前往上户县一趟。如果朱棣真的出了什么事情，咱会亲手将虾仁砍了脑袋，以为咱华儿的在天之灵。此刻在港口处，一座座洁白帐篷拔地而起。大人，你要找的那个年轻人找到了，只是情况可能不太乐观。他怎么样了？全身大小伤口100余处，失血过多，可能挺不过明天。走，我们去看看。帐篷里，这人如今情况如何？立刻如实回答。这位士兵身上创口86处，虽然都不是贯穿伤，但是却导致这位士兵失血过多。除此之外，这位士兵全身还受到过剧烈气浪的冲击，导致内脏有些出血。不过最严重的还是失血过多。虽然现在伤口都已经经过治疗，不再流血，可如今的他已经是生机断绝，体内流出了太多的鲜血，我也无能为力。将军中没有受伤的兄弟，全都叫过来，有些事需要他们帮忙。大人，有人乘船远渡而来，说是您的故人，要见您一面。帐篷外，虾仁，咱的儿子在哪里？如果他有什么好歹，咱绝不放过你。就在里面。帐篷里，朱元璋看着浑身是伤的朱棣，眼泪流下了。虾仁，你还咱儿子命来！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既然他选择了参军，那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我亲眼看见，在倭寇屠杀他的队友之时，他本可以转身逃走，但是他没有，他选择了为了袍泽拼死一战。此战，你的儿子纵横战场，无人能敌，只可惜最终力竭，没能斩杀敌酋。最后时刻，他也没有后悔，只解沙场为君死，何须马革裹尸还？这是他最后的怒吼。有子如此，夫复何求？他现在的情况经不起颠簸，你要干什么？把他给我放下。你是谁？我是大夫。大夫，你快救救我弟弟！那大夫听到朱标的请求，将之前的结论又给说了一遍。而且你弟弟体内的5脏6腑全都受到了冲击，只怕很难坚持。退下。如果再让这个大夫说下去，只怕自己先被愤怒的老黄给弄死了。老黄，你先别急，我有办法救你儿子。当真？5成把握吧。不可能，老四现在失血如此严重，全身的血液至少已经减少了2成，正常人这个失血量早就已经死了。之所以能扛到现在，是因为老四身体强健，但是这种失血是不可逆的，根本不可能救回来。我曾采访了这么多名医，都是束手无策，都说难以救治，必死无疑。虾仁，老黄，你先不要激动，真的可以治，你听我说完就知道了。如今贵公子虽然昏迷不醒，生命垂危，但那都是因为缺血的原因。既然缺血，那咱们就给他补血就可以了。不行，这种方法我曾经也试过，结果那人死得更快，全身痉挛，死前无比痛苦，根本不行。那是因为血液都有互斥性，所谓母子情深，血浓于水，正是这个道理。只有血液相互融合的人才能相互输血，要不然只会加速死亡。咱是他
爹，他和咱血脉相连，就抽咱的血输给老四。不管如何，一定要救他回来。特么的智障，血是可以随便输的吗？我需要化验血型。还需要化验什么血型？咱是他老子，必然是血浓于水，赶紧输血，要不然错过了时辰，咱砍了你！你想要害死他吗？等验过之后才能输血。你的血液根本不行，两者完全凝结。如果输你的血，你儿子就必死无疑。他还有没有亲人在这里？抽我的，我是他大哥。结果还是不行，去叫几10个身体健康的士兵进来。虾仁很快就从在场的10几人当中抽取血液，结果竟没有一人的血液可以相容。难道是熊猫血？如果朱棣真的是熊猫血的血型，那只怕就真得死定了。找到了，快给咱的儿子输血！帐篷外，虾县令，你这种输血法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能不能全国推广？当然可以，只需要血型匹配就可以相互输血。输血没有任何技术难度，随便一个大夫就可以做到。最重要的就是血型匹配，按照我刚才的那种方法，将相匹配的血型给检测出来即可。太好了，虾县令，这次你可立下了大功，我会向皇上为你请功的。还是将功劳给那些战死的将士吧。既然魏国公亲自来了，那剩下的战役就交给你解决了。岛上还有不少倭寇残敌，你率军将他们剿灭即可。我有些累了，就先去歇息了。据锦衣卫交代，这次登陆作战是虾仁故意为之的。当时他们在海上就遇到了这伙倭寇，可是虾仁却是没有发起攻击，打算放长线钓大鱼。但是现在来看，虾仁他自己玩砸了，3000将士出征，当场战死1000余，就连咱的儿子还有永昌侯都交代了这里。咱打算回朝之后就治虾仁的罪，由你来掌管这支海军，你意下如何？难道你有难言之隐？以3000人击溃敌众倭寇3万余人，臣觉得这不是罪过，反而是大功。而且虾仁率领的这支海军部队，臣当初也见过他们的军容，十分的规整，训练也是无比严格。此战损失如此严重，臣以为可能另有隐情。不若上尉再问问锦衣卫，获取更多的细节，三思而行。难道这徐达连咱也不信？见过。好了，不用行礼。咱的身份要保密，将这场战斗的前因后果全都给咱重复一遍。是，当晚我们锦衣卫将战争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放虎归山，非要以己之短攻彼之长，实在是愚蠢至极。咱当初怎么就会相信虾仁能当主帅，剿灭倭寇？你是说蓝玉在登陆港口之后，就直接率军追击倭寇而去？是，永昌侯勇猛无敌，那些倭寇根本不是永昌侯的对手。在站稳脚跟之后，永昌侯就直接带着我等朝倭寇追去，是要将倭寇赶尽杀绝。那你们有没有得到虾仁的命令？还是说是虾仁命令你们追击的？卑职不知。你可看到旗舰打出旗语，让永昌侯全力追击？没有。朱元璋何等人物，在徐达点出蓝玉登陆之后的反常行径之后，就知道此战的症结在哪里。如今更是听到锦衣卫说蓝玉相当于没有将领，擅自出击，让朱元璋怒火腾的一下子就冒了出来。徐达示意锦衣卫退下。海军操点中，登陆作战最重要的就是抢占滩点。臣以为此战可能另有隐情，请上尉将蓝玉和虾仁叫在一起，当面对质。如此，可能事情就能水落石出。此事日后再说，虾仁终究还是太年轻了，不太适合继续统兵作战。你先去下去安排清剿事宜，正好拿这群残兵练兵，日后剿匪还是要依靠经营的这2万兵马。皇上，虾仁并没有大错，请皇上三思。你可知蓝玉身受重伤，现在还在昏迷不醒，若是现在对蓝玉治罪，你可想过后果？此事咱自有计较，你且去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尽快熟悉海军事务。这只是海上一股倭寇罢了，倭寇不会等咱们，此地失了还要继续南下，剿匪事业不能因为朱棣就停下。爹，四弟醒了。帐篷里，你还敢笑？你可知道，如果不是虾仁，你现在就已经死了。你身为皇亲，竟敢背着咱偷偷跑出来投军，实在是大逆不道。等你好了以后，你看咱怎么收拾你。爹，能再次见到你太好了，我都打算下辈子再报答你和母亲的养育之恩了。哼，臭小子，你胡说什么呢？你母亲在应天等着你回去呢，咱们一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去呢。无论任何时候都要记住，咱和你母亲都在家里等着你。不要想这么多了，好好歇歇，咱马上就带你回去了。咱们回家休养，休养好之后又是一条好汉。爹，我不想回去，我要留在这里，我要给我战死的袍泽报仇，我要将那些残害大明百姓的倭寇斩尽杀绝。爹，求求你，我不回去。必须回去，此事没得商量。那儿子情愿死在这里。四弟，父亲也是为了你好，你这副样子留在这里也是拖累，大不了等你恢复健康了再来入伍便是。伤势好了，一切随你，参军也好，冲锋也罢，咱不管你了。多谢父亲。蓝玉求见，让他进来吧。浑身缠满纱布的蓝玉进来，卑职参见上尉。你都这个样子了，就免礼吧。咱听闻你身受重伤，为何不在帐中好好休养，还非要亲自来一趟？卑职实在是放心不下四皇子的安危，这才执意前来看看四皇子如何。若是四皇子有什么好歹，卑职万死难辞其咎。永昌侯言重了，都是为国家效力，理所应当。四皇子贵为天皇贵胄，却甘愿轻冒矢石，奋不顾身，方是我等武将的楷模。
老黄当然不是，让皇上白帮忙，我愿意与皇上3期分账，到时候皇上的银子如数奉还，转世参的银子我欺皇上3，你看这样如何？虾仁大败4万倭寇以后，因蓝玉打乱作战计划，导致500人牺牲，而朱棣也重伤昏迷，幸得虾仁输血救活。而此刻朱元璋也来到了镇。蓝玉，咱问你，你抢先登岸之后，为何会主动追击倭寇？是否是因为虾仁对你下令，让你追剿残敌，这才导致你孤军深入，大军前后失联？若是如此，咱立刻就下旨将虾仁逮捕入狱，军法从事。皇上登陆之后是卑职擅自行动，为了争功追击倭寇，这才致使大军前后失联。此战的责任全在卑职一身，与虾仁无关。虾仁指挥若当，当机立断，若不是虾仁，只怕我和4皇子殿下如今都已经被倭寇所杀。请皇上不要怪罪虾仁，所有罪名卑职愿一力承担。你可知道，此战我大明3000精锐将士损失过半，这个罪名难道你觉得自己担得起吗？咱再给你一次机会，告诉咱，此战到底是谁的责任？皇上，此战罪在我，请皇上降罪。既如此，那就削你永昌侯爵，留在军中戴罪立功。父皇，永昌后也是立功心切，求父皇看在永昌后一心为国的份上，饶了他这一次吧。父皇，永昌后虽然有过错，但是在战场上却是拼命搏杀。若非永昌后，孩儿可能已经被倭寇杀害了。求父皇网开一面。蓝玉，你可心服？嫌我蓝玉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此重罚，我当然不服。蓝玉，你来看咱的4皇子，难道就没有去看看那些伤兵，那些战死的将士吗？你可知道，如果不是虾仁刚才出手相救，咱的4皇子可能已经因为你的莽撞魂归西天了。咱的4皇子已经这样，其他的海军将士呢？他们因为信任你，跟着你冲锋陷阵，可是你却不顾及他们的生命，一心想要自己痛快，将他们带入死地。这些人本可以不死，就是因为你的一时冲动，害死了这么多大明将士，你难道不该为他们忏悔吗？卑职甘愿受罚。你先下去好好休息吧，等你伤好了，戴罪立功，不要再让咱失望。上尉，快跟我来，有大喜事，对咱大明的大喜事啊！徐达，发生了何事？营寨，野战医院，什么意思啊？进去一看便知，映入眼帘的全都是白茫茫的一片。这里是伤兵营，虾仁此举的确是善莫大焉。上尉，还不止如此。巡视了一圈后，上尉如何？可看出了端倪？虾仁的这个野战医院的确是有独到之处，无论是剑伤还是刀伤，甚至是残缺的伤患，竟然都能治疗。而且他们的这种治疗方式，咱从来没有见过。可是他们给咱的感觉却是比以前的那些大夫好似更加专业。虾仁给了咱一个不小的惊喜，如果把这个野战医院推广到全军，那咱们大明的军队的死伤将会大大减少。上尉，还有吗？还有什么？还有他们是怎么让那些伤兵昏死过去而不发生一点声响的？那个虾仁曾经给我说过，叫做麻醉剂，与当年华佗制作的麻沸散有异曲同工之妙。只要让人喝下一碗，不到1盏茶的功夫，就会彻底睡死过去，在半个时辰中不会产生任何知觉，哪怕是把他的脑袋给砍掉，他都不会觉得疼。而那些大夫救人的手法，据虾仁说，就是仿照当年华佗开颅神术所创。不过虾仁更喜欢叫他们外科手术。华佗神术，虾仁可还说了什么？他承认了自己是华佗神术的传人了？没听他说起，只是说他的这个外科手术传承自华佗神术。上尉，你说了这么多，却是没有一点说在点子上的。什么？上尉，你难道没有注意最后那些大夫给那个伤兵伤口处涂抹的药粉吗？药粉？难道那些药粉有什么说法不成？岂止是有说法，那简直就是军中神药。只要士兵没有当场死亡，只要抹上那么一点药粉，就能很大概率的存活下来。经过虾仁的实验，用那种药粉救治的士兵，甚至受伤后连发烧的迹象都没有。怎么可能？徐达，你说的可都是真的？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是真的？是真的，虾仁亲口给我说的。以后咱们大明的军队将成为世上第一强兵。虾仁，他现在在哪？让他赶紧过来见咱。他刚才就在这座野战医院当中。老黄，你要叫我来干嘛？虾仁，咱问你，你们这里真有治疗伤兵的神药，能够保证伤兵绝对活下来的神药？你想什么呢？哪怕是华佗在世，也不可能搞出来这种药。这种话你都说得出来，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虾仁，刚才不是给我说的，你的那种药粉可以杀死什么病菌，让伤兵可以安然度过危险期，不会发烧的吗？我的确说过，可是我从来没有说过能保证伤兵能绝对活下来。如果伤兵受伤过重，还是会必死无疑，神仙难救。虾仁，你说的可是真的？你知不知道，如果伤兵在战场上受伤之后没有发出高烧，那么他活下来的可能就几乎是必然。当然都是真的，要不然你以为这些伤兵的脸色为什么会这么好？快告诉咱，你是怎么做到的？此事说来就话长了，我很难给你解释清楚，因为你连病毒、细菌、抗生素这些基本的东西都不懂，我即便说了，只怕也是白费口舌。那你给我们说说，你这种药能不能普及大明？咱们大明四处都在打仗，如果这个东西能够普及开来，
能为大明救下多少士兵的生命？那种药粉虽然效果惊人，但是想要大规模制作的话，只怕会非常困难，因为这里面的材料非常的珍贵，想要普及大明全国根本就不可能。不过如果军中真的需要的话，我也不是没有办法。虾仁，你身为大明官员，为国出力不是理所当然，怎么还要藏着掖着？是何道理？虾县令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只要能将这种神药普及到全军，我想皇上绝对会答应你的条件的。你有什么要求，说来听听。条件先不急，只是我要给你们说的是另外一种药。这种药是我新制作出来的药物，对刀伤、剑伤等伤口同样有着奇效，但是这种药的药效肯定是没有刚才你们见到的那么好，不过也相差不大，应该有80%左右。如果你们能接受，咱们再继续往下谈。这东西怎么有股大蒜味？非常之物自然有着不同平常的味道。你说的这个东西药效真有这么好？那是自然，这些东西都是经过临床试验的，绝对童叟无欺，假一赔十。本官做生意你还不放心？你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大蒜素。大蒜素？难道这是大蒜吗？怎么可能？大蒜是用来吃的，这个东西是由辽东老参、天山雪莲、乌首乌等一些名贵的药材提取研磨而成，只不过最后的味道有点像是大蒜，这才叫大蒜素。如果觉得效果你们能够接受，咱们再继续商谈价格。这种药粉的价格几何？这么一小瓶1两黄金。你怎么不去抢？这一小瓶的药粉还不一定有1两重，你这药粉比金子还贵呀！错，这个药粉里面的粉末足足有1两，不是比金子还贵，而是和黄金等价。这么一瓶药粉，如果正常使用的话，正好可以给一个伤兵使用，1两黄金就一个大明将士，难道不值吗？到底是黄金重要，还是人命重要？如果咱答应他，那咱不又会被虾仁赚取一大笔银子？这种东西的配方怎么能放在虾仁的手里？正好前仇旧怨，跟虾仁一起算算。不过这是卖给达官贵人的价格，不是卖给普通百姓或者士兵的价格。现在大蒜素的产量还是不足，如果想要惠及天下，只怕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我想先向皇上进献一批大蒜素，诸位以为如何？你又有什么歪主意？老皇，你可不要污蔑我，我对皇上可是一片赤胆忠心，这种利国利民的东西，自然要先叫皇上知道。当然，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如果皇上能够满足我，自然是更好。我希望皇上到时候能够给我下一笔大订单，吸引其他的士绅豪强都来买我的药品。就知道你没憋什么好心思。当然不是让皇上白帮忙，我愿意与皇上3期分账，到时候皇上的银子如数奉还，转世参的银子我欺皇上3，你看这样如何？当着朱元璋的面和朱元璋谈分成，这简直就是在找死。当然，我也能给你们几位提供方便，只要你们愿意当我的经销商，我可以将药物以80%的价格批发给你们，怎么样？经销商什么意思？就是你们从我这里拿货，拿到市场上售卖，无论是卖到天南海北，我都不管，我只给你们负责提供货源，你们卖多少价格我也不管，只要你们卖得掉，那就是你们的本事。想一想，大明如此多的地主老财，他们哪一个不怕死？咱们这种神药根本就不愁卖，只要你们有渠道，这就是一本万利的买卖。3期不够，最少也得4、6。4、6，本官可是负责药品的生产、加工、售卖，还要给工人发酬劳，6成太少了，我干不了。6成是皇上的，你最多拿4成。如果你不答应，我直接上奏皇上，让皇上强制将你制造药粉的工程给没收了，让你1文钱也挣不到。这个该死的封建社会！老皇，难道皇上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这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你敢相信吗？朱元璋为了重伤的朱棣来到了这里，看到这里的伤病用的药粉嘎嘎好用，居然打起了主意，虾仁4、6分账，他居然要的是6，还威胁起了虾仁。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父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就算是你让皇上收回本官的工厂，你们也制造不出来这种药粉，所有的核心技术都在本官这里。混账！虾仁，你找死吗？信不信咱现在就让人砍了你？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你作为皇上的亲戚，更应该规劝皇上，要不然大明之祸不远矣。咱们都是为了天下黎民百姓，何可如此纠结于那点蝇头小利呢？功德无量的事情，咱们应该尽快将此事落实推行下去，而不是在这里争吵。二位觉得呢？4、6，你6。最终，在徐达的斡旋下，虾仁、朱元璋还有徐达和蓝玉签订了第一份关于抗生素的合同。3天后，虾县令岛上参与倭寇已经全部剿灭，
只是敌酋我们确实没有抓到。据目击者说，敌酋井上一郎好似利用南方的一处隐秘的港口往南方逃去。你可知南方有什么大的倭寇势力吗？圣四岛南方就属于是东海的海域，在这一片海域，各种势力犬牙交错，形势十分复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大明。好在他们这些年打的不可开交，倒也没有引起太大的骚乱。今年好像有些不同寻常，这些倭寇之间仿佛有了一个共同的联盟，矛头齐齐对向了大明。井上一郎南下，应该就是去投奔这个联盟，要不然井上一郎绝不敢往南方走。毕竟根据黑暗海洋法则，一股倭寇遇到另一股倭寇的结果就是消灭之。井上一郎作为一股倭寇的势力，如果被发现在其他倭寇的地盘，只会死得更惨。现在他乘船逃向南方，那么南方可能已经出现了变故，一场超出我们预知的变故。魏国公，请跟我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你就明白了。巨大的地图面前，夏县令，你安排接下来的撤退计划，我要速速回京面见圣上。只怕接下来倭寇很有可能会有大动作，若是我料的不错的话，东南地区将会有一场浩劫。只希望一切都还来得及吧。不知魏国公为何如此着急？难道魏国公看出了什么端倪？正如你所说，这一次东南发生的倭寇动乱背后肯定是有人推动的。这些东南地区的倭寇很可能形成了一个联盟，这让老夫想到了一个人。一个人？什么人竟然能有如此能力？一个海盗，一个让当今皇上都寝食难安的海盗。既然如此，魏国公请速速入宫，将此事上报给皇上，请皇上对东南沿海地区加以防备，同时让皇上派兵增援上户县的训练基地。如此庞大的势力，2万兵力还是有些单薄了。求援的事情我会向皇上请求，只是结果难料。你要尽快返回上户县，不要在此地逗留。井上一郎逃走终究是个祸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带人卷土重来。上书房，徐达，咱不是让你在圣四岛剿匪吗？怎么又回来了？上尉，大事不妙，陈祖义回来了，消息是否可靠？徐达赶忙把和虾仁一起分析的局势给朱元璋说了一遍。咱绝不允许倭寇统一，甚至他们联盟对大明都是严重的危害。上尉，臣来之前，虾仁曾经建议让臣请求援兵，2万精营士兵，兵力终究是有些单薄了，请上尉再拨3万大军，由臣和虾仁训练。不许，徐达，你训练的2万精营兵该发挥你们的作用了。即日起，你们要去寻找在东南沿海的倭寇，并且加以打击消灭。咱们大明的主要敌人还是在北面，而不是这些倭寇。5万大军终究有些多了，咱虽然不能再拨给你们人马，但是咱允许虾仁自行招募1万人、3万人，想必你们也能应付东南乱局。北边蒙古近些年并不安生，经营兵马，坐镇京师，才能威慑宵小。你明白吗？遵旨。只是臣以为上尉还是要对东南沿海地区严加防守，尤其是浙江、福建。报：福建800里加急快件，倭寇大举侵略福建沿海地区，福州、泉州、厦门、莆田等地暴击。魏国公邓禹亲率大军救援福州，却被倭寇近万人围困，损失惨重，请皇上即刻派兵增援福建。殿中的朱元璋、朱标还有徐达全都被这个消息给累得外焦里嫩。上尉，此事不可轻视。福建地区北接浙江，南临两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咱们必须即刻派出援军支援魏国公，要不然倭寇就会肆虐福建，导致福建地区糜烂。徐达，臣在，命你即刻率领海军从海路出发，支援福州，帮助邓禹守住福建，务必要将倭寇抵御在海边，不得让他们深入内地，残害百姓。臣请虾仁作为自己的副手，帮助臣剿灭倭寇。准了，你们2人速速起行，救急如救火，晚一刻出发，就可能有一个无辜的百姓惨死于倭寇之手。父皇，魏国公显然没有虾仁懂海事，为什么父皇不让虾仁直接率军前往呢？何必多此一举，非要让魏国公作为主帅出征？咱对徐达知根知底，但是对于虾仁却是越来越看不透。徐达淡泊名利，对咱又是忠心耿耿，再加上一家老小全都在应天城内，绝不会背叛咱。但是虾仁孤身一人，没有一点牵挂，能不能重用他，咱还要继续考察。有了徐达跟着虾仁，至少咱会放心很多。父皇，儿臣实在不明白，为何父皇好像对虾仁处处防备？彪儿，虾仁此人不能以常理度之，他忠心不是咱们朱家，而是整个百姓。日后若是你用此人，可以偏信，但是绝对不能重用，更不可使虾仁成为宰相。父皇，为什么不能重用虾仁？既然他忠心的是百姓，那不就和咱们皇室一条心？父皇曾经教导儿臣要以百姓为重，不正是这个道理吗？有些事虾仁可以做，但是有些事情就只有咱们才能做。船上，魏国公，你确定皇上让我再次招募1万义乌兵？夏县令，你们的那些参谋，你是从哪里招募的？他们都是我提拔上来的，虽然没有上过战场，但是在训练中的表现十分优异。他们就是我用来处理情报的部门，掌握敌人的动向，随时而动，方可大获全胜。如果魏国公感兴趣，咱们战后可以再讨论，毕竟这套体系还是不够完善。等这场战打完了，你来京城，咱们再秉烛夜谈。
我觉得你的这套体系很不简单，就凭你这个作战部就不是凡品。多谢魏国公夸奖了。温州海域，魏国公，这温州海面的岛屿星罗密布，航道复杂，所以这边的海域一直都不安全。在宋朝时，这曾经有着强大的海军进行坐镇，北连苏杭建康城，南边则是俯瞰整片东海海域，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东海亦属于兵家必争之地。可惜咱们皇上实行了海禁，这里的一些军事设施则是全部便宜了倭寇。如此多的岛屿形成的岛链，倭寇如果在这里面不出来，咱们想要进去剿灭他们也是极为麻烦，甚至一个不小心还会触礁搁浅，成为砧板上的鱼肉。有些地方一旦放弃，再想夺回就要白白耗费大量的精力。皇上如此做也是有苦衷的。西南方向发现一艘敌船，魏国公你怎么看？怎么看？自然是做好事，送他们一程。仅不到片刻的功夫，那艘船只就被迅速撕裂、解体、爆炸，而后急剧的沉没。黑夜，战鼓声、警哨声、喊杀声、火铳声。张忠、任离，你们各带一队守住船头，绝不能使敌军登上战船。是。胡椒、赵南，你们各带一队守住船尾。是。陈华，你们随着徐达的命令下达，1000多大明海军被徐达迅速分散到船只的各处，负责守卫战舰。魏国公，如今战况如何？敌情不明，具体敌军人数不明，不过应该是温州海域的倭寇在暗中跟着咱们，趁着夜色下手，想要把我们一口吃掉。不知接下来魏国公作何打算？有没有什么退敌的计划？敌军只敢晚上偷袭，很明显，他们应该知道在海上作战不是我军的对手。目前敌情不明，我军只需守住战舰，等待天亮。如果天亮之前这伙倭寇还不走，那他们就全部留下吧。加藤金，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明军火器的厉害超出你的想象，如果再这样冲锋下去，只会死伤更加惨重。咱们还是撤？你说什么？咱们可以改变进攻的方式。咱们战船上不是有很多的火油吗？可以把火油站在舰上，射到明军的船帆上，等到明军去救船帆的时候，咱们再趁机发动猛攻，如此必能登上明军战舰，将明军杀得片甲不留。敬上金，你的大大的狡猾。上书房，随着倭寇的进犯，东南沿海的奏折越来越多，全都是被倭寇袭击的奏折。报：福建800里加急战报。父皇，发生了何事？这是邓玉的绝笔信。魏国公所谓就此扶伤加特林，妙手回春马克沁，火炮就此应运而生。就在朱元璋刚刚忍痛同意46分成之后，虾仁带着徐达来到了地图面前。当徐达告诉朱元璋陈祖义回来的时候，急报福建告急，这是邓玉的绝笔信，让毛香来见咱。毛香，现在虾仁、徐达他们到了哪里了？启禀皇上，魏国公他们刚刚出发3日，现在按照路程已经快到了宁波附近。这也太慢了，立即联系徐达和虾仁，让他们加快行军。咱命他们3日之内必须赶到福建海域，将魏国公邓玉给咱救出来。3日的时间实在是太赶了。父皇，3日的时间是不是太赶了？皇上，大捷啊！魏国公于浙江温州镇斩倭寇3万余人，击毁战船80余艘，将东南沿海的倭寇打的望风而降。从此以后，我大明浙江沿海再不受倭寇之患。大捷！好，太好了！徐达不愧是咱的万里长城，不仅有大将之风，更有冠军之勇，将倭寇杀得丢盔卸甲，狼狈逃窜。小小倭寇不过是跳梁小丑，竟然敢服咱大明的虎威，这一次非要让他们后悔。还有这个虾仁也不错，哈哈哈，实在是太好了。嘿嘿嘿嘿。福州城，原本福建最为富庶的府城，如今已经是面目全非。兄弟们，福州城撑不住了，等到明日破城之后，3日不封刀，让兄弟们玩个痛快。大首领，不好了，咱们留在平湖水寨的舰队被人偷袭了，兄弟们死伤惨重，3万弟兄只有不到1半人逃了出来，请大首领给兄弟们报仇雪恨。此人肯定是奸细，特来乱我军心。明日全力进攻福州城，是必要拿下福州城。如有偷懒不死命向前者，杀无赦。福州城。魏国公，我们在城北抓到了一个奸细，他声称是从海上而来的明军，非要求见魏国公。海上奉魏国公徐大帅之命前来求见邓国公，徐达竟然亲自前来，那就说明援军的确到了。绝处逢生，山穷水尽啊！你怎么证明你不是奸细？卑职这里有徐大帅的亲笔信，请邓国公一看。笔记确认无误，说话语气也与徐达一般无二。魏国公的意思我已经明了，明日我会依计行事，回去禀报魏国公，福州数10万百姓的性命就托付于魏国公了。福州城外的海域，昨日在徐达的谋划下，
大明海军猝然一击，岛内的倭寇根本没有反应过来，港口处的船只就被明军全部用火炮击毁。在战舰上休息的倭寇当场被炸死，淹死者不计其数。而后大明海军就开始进行登陆。登陆之前，大明战舰又发动了数次炮击，将海岸上的倭寇全都给清理了一遍。第二天天还未亮，兄弟们，看到前面这座城了吗？这里是大明福建最为富庶的城池，只要拿下他们，咱们就吃喝不愁。我在这里向所有兄弟们许诺，拿下福州城3天不封刀。这3天内，你们能抢多少，那都是凭你们自己的本事。抢夺的金银财物、美女奴隶，全都是你们的，我分文不取。兄弟们，给我冲！拿下福州城，吃香喝辣睡女人，杀！抢金抢银抢女人。兄弟们，撤！城门大开。兄弟们，听我说，城中有诈，现在绝对不能入城。大家想一想，明军原本拼死阻拦我等入城，现在为何如此轻易就放开城门？此举必然有诈。兄弟们怎么还不进去？城里面遍地都是金子，随便拿，兄弟们快去拿！谁敢上前？将军，人心所向，不可强拦。愿诸位兄弟杀得痛快。说完就让开了路。足足过去1刻钟，陈祖义仍旧没有接到任何敌人出现的消息。越来越多的海盗从城中满载而归，金银丝绸、粮食、各种战略物资全都被这些海盗给抢了出来，堆积在城外，而后接着反身再次进入城中劫掠。难道真的是自己预料错误？报将军，邓禹退回福州内城，外城的百姓全部被转移到了内城之中。兄弟们，进城！城内站满了海盗，一瞬间大火烧起来了。兄弟们，一路走好。福州城外的海域，开炮，岸上的这些匪徒一个不留。徐达看着被火炮肃清的海盗阵地，有些失神。虾大人，这种东西你是怎么想到把它给造出来的？你知不知道这种东西造出来意味着什么？魏国公是说火炮吗？我是见士兵相互使用刀剑拼杀，死伤太过惨重，我心中的于心不忍。毕竟我经常悲天悯人，因此我才想要制造出一种能帮助士兵减少伤亡的武器。很明显，这个武器就是理想中的武器，它能大大减少士兵的伤亡。所谓救死扶伤加特林，妙手回春马克沁，火炮应运而生。悲天悯人，如果这也算是仁慈的话，那么天底下估计也就没有坏人了。魏国公，咱们还是赶紧登陆吧。虽然福州城已经烧起来了，但是还不知道有多少海盗余党逃了出来，咱们早点赶往福州城，以免邓国公被海盗所害。福州城内，陈祖义几人躲在井内。将军，火好像停了，爬上去看看。上来以后，陈祖义，不知阁下如何称呼？徐达。你就是徐达？魏国公，徐达，久仰。陈祖义，你投降吧，跟我回应天。皇上念在你父亲功劳的份上，还有可能饶你一命。哈哈哈！他朱元璋如果是念旧情的人，就不会杀我父亲。现在还用你来充什么好人？不要再说了。今日只有战死的陈祖义，没有投降的陈祖义。兄弟们，跟我杀！徐达，我在地下等着。上尉当初也是逼不得已，你还是安息吧。至此，陈祖义联合东南沿海地区的倭寇10万海盗大军，还是在徐达和虾人的打击下一招丧尽。城外大营，徐达，没想到你真的来了。你可知道，我都以为自己要以身殉国了，你能及时出现在这里，实在是太好了。上尉听说你被围在福州城，危在旦夕，赶紧下旨让我率军南下前来救援。在上尉心中，你的重要性都在我之上啊！若非托上尉的福，只怕你我兄弟再无见面之日。不知道这位小兄弟如何称呼？在下上户县县令虾人，见过魏国公。听闻魏国公形势危急，皇上命我和徐大帅一起救援魏国公，所幸来的还算及时。魏国公安然无恙，想必皇上必然会龙颜大悦。救援自己为什么还要派一个县令过来？再说虾人这么年轻，就算上了战场，又能有什么用？这次能解福州之围，你可要好好谢谢虾人。若非虾人，我们根本不可能这么快的赶到福州。正是因为虾人手下的海军，我们才能一路畅通无阻来到福州府。海军？魏国公，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海上，皇上知道此事，而且早就在秘密谋划出海之事。负责出海的就是眼前这位虾县令。如今福州城危机既然已经安然度过，我等应该立刻向皇上上书说明此事，同时也要向朝廷报捷，朝堂诸公能够安心下来。上书房，皇上，如今天气寒冷，原先买回来的那些倭奴又被冻死了一批。混账！如今已经是冬天，你难道就不知道给那些奴隶买一点衣服，稍微给他们避避寒？为什么非要等到人冻死了之后才知道人力匮乏，让你招募的流民呢？大捷，皇上，福州大捷，福州城会战，魏国公徐达联合邓禹虾人，在福州城下大破海盗，10余万海盗全军覆没，被杀者不计其数。
好，徐达没有辜负咱对他的期望，好，实在是太好了。父皇，福州城如今被大火焚毁，百姓流离失所，儿臣以为应该向福州拨下钱银，让福州知府为百姓修建房屋。福州知府钱玉在海盗围城的前1日已经逃回了浙江老家。既然如此，不如让虾仁留在当地充任知府。虾仁有治政之能，让他代理福州知府，想必不需要几年，福州就能恢复往日的繁华。虾仁还不能离开上户县，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韦庸啊，修建高速公路有办法了。京城里传的沸沸扬扬的上户县要出海一事，竟然是真的。看来背后推手就是朱元璋。之前自认为自己乃是朱元璋的头号心腹，现在看来自己还有很多事情不知道。韦庸，你在想什么？咱让你看奏折，你可看明白了？臣明白了，皇上是想说，如今魏国公又俘虏了这么多海盗，这些海盗完全可以作为奴隶，来帮助臣修建高速公路。韦庸啊，如今咱想要再次开海，你觉得如何呀？皇上，臣以为不可。难道胡惟庸没有明白咱的意思？皇上，臣以为如今咱们大明对开海的准备还不够充分。如今虽然魏国公率领的海军取得了1-2场胜利，但是在浙江海域还是有着许多倭寇盘踞，而且倭寇的来源倭岛等地还有着许多倭寇，在倭岛没有平定之前，臣以为都不能进行开海。老黄，你的眼光怎么还是那么短？倭岛自古以来就是咱们华夏领土，当年始皇亲自下令让徐福东、杜扶桑才给那群矮戳子开的智。福州告危，陈祖义居然攻打福州，竟然帮邓玉的绝笔信都给逼出来了。随即朱元璋下令虾仁、徐达支援福州，大破海盗，10余万海盗全军覆没。皇上，若是开海，还应该划出通商口岸，要不然如果沿海地区的城市都能出海，只怕会引起混乱，不好管辖。臣以为可以先划定区域，而后在该区域之内设立市舶司，待时机成熟之后再进行开海。开海之事事关重大，在咱没有宣布开海之前，不准外传，听到了吗？遵旨。你且先下去吧，等到那些海盗俘虏被押送回京之后，你再去找徐达交接。父皇，您真的打算开海吗？前几天咱一直在看前朝以及宋朝的海制，利用海岸收取税赋，同时也能将财富从海外吸取到大明，一举双得。父皇，为什么不让虾仁留在福州担任福州知府呢？如今倭寇还未彻底平定，虾仁怎么能在福州耽误时间？正如刚才胡惟庸所说，浙江的倭寇还未彻底平定，倭岛的倭寇更是还没有征服，咱还需要虾仁手下的海军为咱平定倭寇，而且他给咱成立的东印度商会承诺的倭寇大银矿还没有给咱拿下，接下来一切还是以出海为重，而这都是以平定倭寇、征服倭岛为前提的。可是父皇，上户县如今也才2万海军，想要征服倭岛，只怕有些困难吧？前些日子咱不是让虾仁又重新招募1万海军吗？3万海军再加上徐达和蓝玉，应该是够了的。福州城，虾县令，你的意思是想让上尉派军将龙衙门给占住？两位请看，龙衙门附近的岛链众多，而这些岛链之间根本没有一条便捷的航线能够相互连通。想要从大明抵达南洋各地，则龙衙门此地首当其冲。如果咱们大明占据此地，别的不说，仅仅是在此地铸造要塞、收取关税，就是一大笔收入。日后若是我大明开海，势必要与南洋各国进行贸易。若是以此为中转站，则大明的商船将会行驶到更远处，大明的商人和战舰也能航行到更远处，将我大明的影响力扩展到南洋等地。龙衙门旁边的这个地方用金色标注，这是什么意思？这里有一处金山，这个国家也被称为黄金之国，所以才用金色标注。金山，这里黄金很多很多，这里的佛像都是黄金铸成。我觉得龙衙门此地乃是福地，不可落入他人之手，即刻上书请求上尉将龙衙门此地占领，到时候若是没人愿意前去，就由我来代劳，将此地收入大明怀中。虾仁在徐达和邓玉的联名下上书朱元璋，希望朱元璋能够同意派遣军队进驻龙衙门。就在几人的奏折送上去之后，朱元璋的圣旨也终于是来到了福州府。朱元璋在得知福州大捷之后，就直接下旨让虾仁和徐达全速返航，而邓玉则是被留在福州继续担任警戒任务。返航的船上，虾县令，你说大海如此辽阔，我们汉人真的可以征服大海吗？当然可以，不只是我们汉人，在遥远的西方，一些金发碧眼的红帆鬼已经开始在征服海洋的路上行走了。这些人在哪里？为何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他们在遥远的西方，距离我们何止万里之遥，不过他们已经很接近我们了。也许再过不到50年，他们就能抵达我们大明的海域。西方的那些国家国土面积十分的狭小，甚至还没有浙江省一省之地大，人口加一块也没有大明的1/3多。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人征服了海洋，随后利用坚船利炮侵占了海外的许多土地，而这些土地之上金山银矿满地，这才
才让他们的国家迅速富裕起来。他们尝到甜头之后，继续拿这些掠夺而来的金银，制造更为强大的舰船和威力更大的火炮，以供他们继续侵占别国的土地，屠杀别国的百姓。他们这些小国在西方现在已经是遍地黄金，全都是海外掠夺而来。如果我们大明还不进军海洋，只怕100年之后，就是那些小国驾驶着不可一世的舰队，用威力比咱们大上无数倍的火炮，侵略我大明的土地。到那时，咱们大明面对的就不是一群乌合之众的海盗倭寇，而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国家机器。我打算向上尉进言，让上尉成立海军都督府，专职管理海军，日后还要在海上的战略要地进行驻军。之前咱们占领的平湖大营以及龙牙岛、圣思岛等地都要驻扎军队，只有这样才能在大明筑起一道海上长城，抵御来自海外的危险。有徐达向朱元璋进言，那么此事朱元璋必然会重视起来。徐帅大义，若是真的如此，想必1000年之后，徐帅之名仍旧流芳千古。1个月后，头大，这个老黄的脾气太大，关键是他还位高权重，不好惹。咱听闻你打算让皇上在海外驻军，你可知道，在海外驻军远离大明，这些将士想要在海岛上活下来，就得需要朝廷的接济。但是咱们大明如今刚刚开国，正是百废待兴，如何能拿得出这么多物资？老黄，你说的这些是皇上的意思吗？若是皇上的意思如何？若不是又如何？如果是皇上的意思，那我只能说皇上的思想还真是一直都是小农思想。若是皇上任命本官全权负责海上之事，不要3年，我就能从海洋之上给大明带来巨利无数，让皇上再不因为国库匮乏而每天想着去何处搞钱。一旦在海外驻军，光是粮食从大明运到这些岛屿之上，就需要耗费多少银两？这些地方的驻军难道都不吃不喝了吗？谁说海外驻军要让我们大明自己出粮食？虾仁开始给朱元璋缓缓灌输后世的霸权主义思想，而朱元璋在听完之后，整个人呆住了。没想到虾仁竟然如此厚颜无耻。如果真的如虾仁所说，那么咱不仅不用出钱出粮，当地的官府还要给自己钱粮，实在是让咱太喜欢了。这件事情往后再议。咱问你，征伐倭岛的事情，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屋内，只要拿下这里，咱们的银子将会财源广进，这辈子都花不完。这里是倭岛的核心地带，京都倭岛土著的皇帝就居住在这个地方。咱们这次进攻就是要拿下京都，这里的京都湾乃是天然的深水良港，正适合我海军舰队大规模行动。之后咱们尊王攘夷，将倭岛所有金山银矿全部占为己有。虽然现在倭岛皇帝的圣旨没有任何权威，但是在咱们手中那就不一样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想必用不了2年，我海军就能完全征服倭岛，将整个倭岛纳入我大明版图，成为我大明在海上的桥头堡。好，倭岛毕竟是我大明的属国，若是吞并倭岛，恐怕会引起周围属国的恐慌，此事莫要再提。老黄，你的眼光怎么还是那么短？倭岛自古以来就是咱们华夏领土，当年始皇亲自下令让徐福东渡扶桑，当时的扶桑岛就是现在的倭岛，那里本来都是野人，后来是因为徐福到了那里才出现了文明，所以那里的人应该就是咱们华夏人的子孙，只不过现在他们忘记了自己的祖先，咱们应该让他们认祖归宗。再说倭岛上最值钱的东西可不是金银，而是人口。如今咱们大明刚刚建立，正缺劳动力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将那里的人口转移到大明，为大明的基础建设事业做贡献吗？没憋好屁，分明是想把这个倭岛上男丁全部给贩卖到大明做奴隶，不过实在是太合咱的心意了。最先喽，朱元璋、徐达、虾仁以及伤势痊愈的蓝玉还有朱棣齐聚一堂。弟儿为咱男子汉大丈夫，当志在四方。既然现在你就迫不及待的想要上战场，那你就去吧。雏鹰在父母的羽翼下，永远也成为不了搏击长空的雄鹰。老黄，你这次回去可一定要劝劝皇上，眼光不能放得太短。咱们现在的大明终究只是这个世界的一隅之地，派遣海军发展造船业，招募大明汉家子弟，让他们在海上去建功立业，方不负大明好儿郎。哼，废话连篇，征战沙场，马革裹尸，将蒙古赶出中原，这才是大明的好郎。朱元璋说的当然是他自己，这些人的确是大明的好儿郎，也是咱们华夏的骄傲。但是蒙古人现在已经被皇上给撵到了漠北苦寒之地，再给这些人耗在漠北没啥意思。所谓的奇男子王保保，只不过插标卖首之辈，就是跑得比较快罢了。皇上竟然还把这种人当作对手，实在是拉低了自己的档次。你小子年纪不大，口气不小，竟知道胡吹大气，在这里胡言乱语。海洋是未来大明的出路，也是唯一能解决华夏王朝痼疾的出路。为何华夏历朝历代自周朝以来，所有王朝都只有300年的气运？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些王朝没有涉足大海，没有将目光放在海外，最终迎来了灭亡。若是咱们大明仍然如此，最终的结果也注定跨不过300年的轮回。
老黄，若是咱们大明仍然如此，最终的结果也注定跨不过300年的轮回。你说什么？你敢相信吗？邓玉、徐达听从虾人联名写奏折给朱元璋，希望朱元璋开海。而看见奏折的朱元璋接着隐藏身份找到了虾人。虾人，你居然敢说大明跨不过300年的轮回？爹，虾人也只是酒后之言，不能当真，您千万不要生气。谁都不准说话，咱要听虾人来说。虾人，告诉咱，大明朝为何传不到300载？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名垂千古的帝皇都不能将自己帝国传至千世万世，更何况皇上呢？酒桌上，虾人一席话，却是让在场的朱元璋、蓝玉以及徐达都沉默了下来。他们从那个年代生存下来，自然是知道王朝末日的恐怖。虾人把他对土地的见解说了一遍。既然如此，虾大人为何要说开海能够解决大明的痼疾呢？难道只要开海了，就能让我大明千秋万世，永远传承下去？虽然不一定能千秋万世，但是延长大明100-200年的寿命，那还是轻而易举。想要让大明摆脱华夏王朝300年的宿命，开海并且抢占海外的各个据点土地，都将必不可少。虾县令，这么多流民以及军队驻扎在海外，又该如何管理呢？很简单，驻军海外，自然要将大军的军械后勤存放到大明本土，卡住弹药供给，就好似卡住这些海军的脖子。每个海军出海驻扎，只需要携带规定的弹药数量，如果使用完毕，就要向朝廷上报如何使用，并且使用原因，并且派遣专门的监察人员对这些弹药做出严格的管控。想必没有哪一个海军将领敢在没有弹药的情况下举旗造反的。此事咱会禀明当今皇上，只是皇上如何抉择，还要看皇上的决断。不过出海之事不能急于一时，当务之急还是抢占倭岛。皇上对倭岛之上的金山银矿十分重视，夏县令，你可不要让皇上失望。这事让皇上放心，我早已经安排妥当。那你还在等什么？既然已经准备完毕，那就立刻发兵向倭岛问罪。万事俱备，还欠东风。倭岛的使者马上就要来了，这就是咱们所缺少的东风。老黄，你回去之后要让皇上把倭岛的使者送到我这里，我要好好招待这些倭国使者。既有治国之能，又有治军之才，军政都不在咱之下，看事情的眼光也要比常人看得远，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虾人这个人。老黄，皇上就是一个冤大头，你一定要劝劝皇上，不要让皇上见那个什么倭岛使者。混账！皇上英明神武，岂能容你一再诽谤？咱们皇上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一直秉持着什么大国风范，对待小国雍容宽厚。若是倭岛使者见到皇上，在皇上面前哭哭啼啼，哭诉不已，皇上到底是派兵还是不派兵去攻占倭岛？最重要的是，在这些倭岛使者身上还有这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件事情可能会影响咱们攻打倭岛的成败。你说的重要的事情究竟是什么事情？这些使臣其实并不是真的倭岛的使臣，而是其中一个诸侯大明冒充的。此事咱会向皇上禀报的，你在这里等消息吧。老黄神通广大，这种事情就拜托你了，咱们兄弟的发财大计可全系于你一人身上了。上书房见过皇上。伯温啊，你可算是来了，来，赶紧给咱看看虾人说的那个什么龙衙门到底在什么地方。皇上，龙衙门在这里。伯温，你说这张海图会不会有问题？皇上，此事臣确实不知，不过海洋无边无垠，绘制海图更是难上加难，海图画错也是在所难免。难道皇上曾经看到过另外一版海图吗？朱元璋微微颔首，随即开始讲述起自己在上户县看到的海图，以及自己打算开海的计划。敢问皇上，为何突然想要开海？禁海令刚刚下达不超过2年，若是骤然更改，会不会引起百姓埋怨？伯温啊，你有所不知，之前是形势所迫，如今形势已经完全转变，现在的海域已经不再是倭寇的天下。恭喜皇上得此英才，此乃天降大才于我大明，助我大明剿灭倭寇。伯温还是如此聪明，一猜就中。皇上，即便是天竺物产丰饶，土地肥沃，适合耕种，可是天竺毕竟是不弱于大明的国家，带甲100万众，咱们又怎么能从他们手里夺得土地呢？哈哈哈！你可曾听闻300步取人首级，如同探囊取物？你又可曾见过威力巨大的武器释放出去之后，瞬间糜烂方圆3里，只需区几个弹丸，就能让方圆几里之内寸草不生？劳师远征，徒劳无功，国虽大，好战必亡。伯温的意思咱都明白，现阶段大明的国策是不会变的，如今大明百废待兴，咱不会轻举妄动，现在只是叫你来商量日后的国策，为了大明的繁荣昌盛，也为了咱大明能够传至千秋万世，这些东西是势必要解决的，你明白吗？臣明白。哼，咱迟早要宰了这个老儒生。父皇，伯温先生乃是大明的魏征，你又何必与他置气？再说，伯温先生刚才说的也是极有道理。我大明现在的确需要恢复元气，待咱们国力强盛之后，再去思索征伐之事，乃是谋国之言。父皇又为何生气？去把毛香给咱叫进来。
见过皇上。自今日开始，派遣锦衣卫前往天竺，咱要知道天竺的国情以及军事实力，派出得力之人冒充商队，秘密从事。半年之内，咱要知道一个大概情况。1个月后，虾仁府邸，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上户县县令尽忠职守，治政有方，今生虾仁礼部郎中，全权负责接待倭岛使者一事，兼任上户县县令，钦此。进京去好好料理料理那几个小八嘎。我等奉皇上之命，全权听虾大人安排。既如此，接下来就辛苦诸位兄弟了，小小心意给兄弟们拿去买酒。卑职等必然以大人马首是瞻，大人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绝不推辞。哈哈哈，好爽快，不知如何称呼？卑职蒋业。蒋环，这不是那个日后接替毛香成为第2代锦衣卫指挥使的狠人吗？洪武第一刽子手，不知蒋大人对锦衣卫的刑法了解多少？启禀大人，卑职就是从刑具房里出来的，刑法乃是我们的拿手好戏。一封书、数弹筝、燕儿飞、弹琵琶和灌毒药，兄弟们都是手到擒来。若是夏大人需要，卑职绝对能让大人尝遍什么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接下来就麻烦蒋大人了。不敢。应天城鸿胪寺门前，尔等何人竟敢在鸿胪寺门前放肆？若是冲撞了贵人，你等担当得起吗？瞎了你的狗眼，看不出来这是咱礼部夏大人吗？夏大人办事，其他闲杂人等全部滚开。小人之错，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小人该死。免了，本官要去倭岛使者的住处带路吧。大人，请跟小李来。上书房，皇上，虾大人进京了。明明是前天才下的旨，这小子今天就已经来了，看样子心情十分的急切呀。他现在在哪？看虾大人行进的方向，好似要去鸿胪寺。这么急？皇上，卑职以为虾大人来者有些不善。哦，何出此言？虾大人自从进城之后，就直接纵马狂奔，好似特别赶时间一般，如同鸿胪寺有虾大人的杀父仇人一般。毛香犹犹豫豫地将虾仁在城中的表现一五一十地给朱元璋讲了出来，派出锦衣卫严密监视，只要虾仁不做出什么特别出格的事情，不要插手。是。父皇为何如此？若是虾仁真的要对倭岛使者不利，传出去也不太好。而且在鸿胪寺到处都是外国使臣，若是当面处置倭岛使臣，是否不妥？彪儿，你可知咱为什么要把倭岛之事交给虾仁处理？难道不是当初虾仁的要求吗？倭岛使臣眼中根本就没有咱这个天朝上皇，他们在奏书中竟然希望咱把杀害他们倭岛人的元凶交给他们处理，简直是笑话。那些人根本就是倭寇，他们却觉得那是他们的族人，咱们大明应该给他们一个交代。最后在奏书中，这些人竟然还敢威胁咱，如果咱不照做，他们就会派遣更多的倭岛武士前来咱们大明的沿海。他们把咱当成什么了？进贡把咱当成冤大头，现在竟然还敢恐吓威胁咱，实在是笑话。咱把虾仁召进城，又让锦衣卫跟着虾仁，就是希望他能够好好料理这群目中无人、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倭岛使臣。虾仁处心积虑的要征伐倭岛，他绝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使馆门口，虾仁刚抬脚准备进去，倭岛使者正在里面休息，闲杂人等不得打扰。老子这辈子以及上辈子最讨厌的就是汉奸，给老子滚！你是谁？你可知道我们是什么人？我要向皇上弹劾你，打扰了里面尊贵的倭岛使者休息，赔上你的命都赔不起。傻逼！但是这俩人却是喋喋不休，揪着虾仁不放。虾仁迈步走入使馆之中，但是接下来的一幕却是让虾仁一股热血直冲脑海，瞬间眼睛充血，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狗贼，该死！虾仁进入倭岛使馆的客厅，却见到2名女子血肉模糊的躺在客厅的两边，浑身上下都是伤痕，鲜血流了满地，眼看着是不活了。虾仁只觉得一股怒火直冲天灵盖，原本在屋外的蒋业更是赶忙进屋查看情况。在看清屋里的情景之后，即便是凶残的蒋业也是目眦欲裂，恨不得立刻拔刀剁了那个倭岛使者。谁让你们进来的？难道你们不知道本大人休息的时候，你们这些小者是不能进入本大人的屋子吗？啊！你们到底是谁？你们可知道本大人是谁？若是惹怒了本大人，你们的大明皇帝绝不会放过啊！你们是什么人？我叫虾仁，你叫什么？老夫乃是礼部右侍郎卫青，你一个小小的礼部郎中，见到老夫为何不向老夫行礼？又是谁给你的胆子，让你敢在鸿胪寺撒野？果然是大红官袍，百姓血染，你难道看不到场上的情况吗？这个狗东西在大明杀人了，你不先质问他，反而在这里怪罪于我，像你这种吃里扒外的人，有什么资格窃据高位？这2名女子乃是罪臣家眷，即便是死了，只需要赔偿银子即可。再说，即便是要论罪，那也要刑部前来问罪。
罪与你何干？反倒是你殴打一国使臣，犹如我大明国威，罪大恶极。来啊，把这人给我押下去，交给刑部处理。好一个牙尖嘴利的狗汉奸！你身为大明官员，拿着国家俸禄，不思忠君报国，包庇这等倭奴，是为不忠；身为百姓的父母官，却不为大明的子民伸冤，反而助纣为虐，要包庇这等倭狗，是为不义。你这种不忠不义之徒，有何脸面站在我的面前？虾仁，你殴打他国使臣，罪大恶极，皇上肯定不会放过你的。你现在不要再负隅顽抗，赶紧跟本官去官府自首，或可有一线生机。使臣费清，你可真是有眼无珠！如今的倭岛连国王都没有，又哪来的使臣？他们口中所称的国王，不过是乱臣贼子、谋朝篡逆之辈。你竟然会跟一群谋朝篡逆之辈如此亲昵，看样子你是早有一心。费清，我劝你及时回头是岸，要不然断头台少不得要走一遭。这位大人是否对我等有所偏见？若是大人对我们倭岛有何意见，我等立即离开，将此事上报给我们天皇陛下。天皇陛下，不知阁下所说的是你们南朝的天皇，还是北朝的天皇？你们足利家挟天子以令诸侯，导致天皇被你们赶出了京都，请问哪一个才是你们的天皇呢？或者说他们还是你们足利家的天皇吗？这位大人在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在我们倭岛只有一个天皇，自古至今都没有变过。费大人，看样子贵国对我们倭岛有着极大的仇恨。既然如此，我们即刻返回倭岛，向我天皇陛下传达贵国的态度。误会，这全都是误会。虾仁，难道你想要倭岛与大明开战吗？如果他们真的有这个胆子，可以试一试。赶快把他抓起来！难道你们想让皇上砍掉你们的脑袋吗？皇上有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礼部右侍郎费清有损国家威严，即刻剥夺一切官职，押入天牢，等候受审，亲死。这一幕惊掉了所有人的下巴。不，这不是真的。本官为朝廷尽心尽力，为所有国家的使臣服务到位。这些使臣对本官都是如此尊敬，为何要把本官削职？哼，费清，你是把各国使臣服务的很满意，就差点跪下叫爹了。你身为朝廷官员，却是以出卖国家利益，甚至出卖大明百姓，来博取其他国家使臣的欢心。如今皇上将你打入天牢，乃是天道循环，报应不爽，这就是你当狗汉奸的下场。你等着吧，皇上绝对会把你千刀万剐，五马分尸。都怪你，就是因为你，事情才会变成这样的。虾仁，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那你可要一起来，不要一块一块的来，因为我怕到时候认不出你。既然碍事的人已经走了，咱们接下来就好好的算算咱们之间的账吧。然后足利义长和斋藤田一已经被锦衣卫给五花大绑了起来。我有一件事打算请教二位。很好，看样子两位是不打算回答了。既然如此，那咱们就待会再来探讨问题。你要干什么？我们可是倭岛的使者，你敢对我们用刑，难道不怕我们倭岛报复吗？放心，这个刑具不是给你用的，你只要乖乖的，我保证让你活着回到倭岛。害怕我们倭岛的大军了吗？如果害怕，就赶紧放开我们，要不然到时候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再敢废话，现在就把你拉上去用刑，刑具已经摆好，请君上前一试。据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扛得住我们这些兄弟的23道刑具，使君看上去骨头很硬，不知道能否打破我们兄弟的记录。我知道足下的嘴很硬，有些问题我就不问了，等到用完刑再说。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啊，别嘎达了！你想问什么？你问啊，我都招。不急，大动干戈，搞出来这么多东西，怎么能无功而返呢？周围还有这么多观众没有看过瘾呢。继续。不要！你要问什么，我都愿意回答。求求你不要再打了。我只问一遍。你问，我绝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们到底是天皇的使者，还是足利家的使者？我们是足利家的使者。哈哈哈。好，既然你如此配合，那就请跟我进屋吧，咱们好好商量商量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处理。不多时，虾仁和蒋业手中就拿到了2份一模一样的口供。蒋业不敢迟疑，亲自带着口供去往皇宫面圣。上书房，狗东西，窝囊废，软蛋！咱让你奴颜屈膝的去谄媚的迎合这些他国使者了吗？你怎么不把你的妻妾还有女儿送过去？咱堂堂大明皇都死，让你这个狗东西弄得乌烟瘴气，你真是该死啊你！皇上饶命，皇上恕罪，请皇上看在臣一片忠心，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请皇上饶过臣这一次，求皇上开恩。父皇不可，君主手刃大臣，实乃不祥，会被人认为是暴君。费清有罪，还是交给刑部以及大理寺审判即可。父皇不用为了这样一个人坏了自己的名声。交给刑部太便宜他了，毛香何在？
把费兴拉下去，打入诏狱。咱要知道他这些年都干了什么丑事。记住，没有咱的诏令，他不准死。诺。卑职见过皇上。起来吧，把口供拿上来。这些口供是否属实？属实。夏大人分开审讯二人，得到的结果基本一样，足以证明这二人的口供是真的。夏人打算如何处置这两人？卑职不知，不过卑职在来的时候，夏大人好像在起草什么檄文。檄文？这夏人又要搞什么幺蛾子？你先回去吧，那边有什么进展，及时回宫禀报。诺。鸿胪寺蒋百户让那二人分别对着这个檄文进行翻译，然后让二人按上手印，签上大名。夏大人，这个东西有用吗？哈哈哈！倭岛的使者请咱们大明出兵，字字泣血。咱们大明身为宗主国，又岂能坐视不管？正所谓出师有名，有名则名正言顺，必定无往不利。去吧，这个东西的作用要比你想象的还要重要。房间内，不，我足利义长哪怕是死在大明，死在你们手里，我也不会去写这封檄文。尔等大明身为天朝上国，竟然做出如此卑劣之事，难道不怕天下人耻笑吗？像你们倭岛这等卑劣的民族，也配合别人讲道义吗？你们足利家挟势弄权，将你们的天皇玩弄于股掌之中，明明不过是一权臣，居然派人冒充倭岛使者来我大明朝贡，妄图欺骗我大明。你们这群无信无义之徒，最可恨的是，你们竟然还敢将你们手下的武士派到我们大明的海域，劫掠我们大明的百姓与商船，更是罪不可赦。你们这种不知道无耻为何物的东西，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们大明？原本以为你是聪明人，现在看来是我高看你了。蒋百户，去把这封檄文拿给斋藤田一，并且告诉他，大明打算扶持他做新一代的辅夷大将军。我相信斋藤田一绝对会比眼前这位更加配合。不，你不能这样做，夏大人，求求你，你不能这样做。如果那样做的话，倭岛就会死很多人，很多人。我愿意做大明的交易伙伴。倭岛死再多人，跟我们大明有什么关系？既然你不愿意合作，我就只能找其他人了。我相信在倭岛绝对会有更多的人愿意跟大明合作，你说呢？足利军，我代替足利家答应成为大明的交易伙伴，合作愉快。国家的尊严从来都在剑锋之上，而不是在宋大人的嘴上。我说的对吗，宋大人？你敢相信吗？夏人用刑号录了倭国使者签了贼檄文，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出兵倭国。而身为吏部尚书的宋濂找了过来。一天前，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足利军就是倭岛的俊杰，祝我们合作愉快。转眼之间，一天的时间匆匆而过。上书房，这虾人是怎么做到的？诸位爱卿，这份讨贼檄文，你们觉得如何呀？上尉，容臣先问一个问题，这份檄文出自何人之手？礼部郎中虾人。诸位觉得虾人的这个讨贼檄文是否恰当？上尉，老臣以为这份讨贼檄文言辞实在是太过激烈，是为不妥。臣附议，皇上，老臣以为这份讨贼檄文的初衷是很好的，可是这份讨贼檄文确实有些想当然了。我大明应当出兵。哦，伯温何出此言？快说来。臣以为此纸檄文完全可以避免咱们大明重蹈覆辙，帮助咱们顺利登陆倭岛。臣建议这檄文当立刻誊抄多份，然后派人想方设法的在倭岛进行传播。刘伯温，莫要在上尉面前胡言乱语。不是在下在胡言乱语，而是李向你的消息实在是太闭塞了。伯温，难道咱不能直接拿下整个倭岛？争倭一事可缓而不可急，要不然只怕会竹篮打水一场空。鸿胪寺内，宋大人为我们做主啊！起来，都快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大人，您不知道那个瞎郎中，他是一个疯子，他……你是何人？为什么你们这些所谓的礼部官员上来就喜欢问这句话？在下虾人见过礼部尚书宋大人。你就是虾人？不知宋大人此来所谓何事？这是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在下身为朝廷官员，见到这些手下不知上进，竟然不知道如何处理咱们大明与附属国的关系，在下深感痛心，因此不得不抽出时间来教导一下这些人如何与附属国相处，同时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职责。虾大人所说是否属实？怎么样，宋大人，在下没有说谎吧？他们都是接受新思想的鸿胪寺官员，日后必然前程远大。宋大人可千万不要破坏了这些人的前程。虾人，难道你以为老夫是傻子吗？这分明是被你恐吓的结果，你竟然还敢沾沾自得，洋洋得意。宋大人可不要诬陷在下，在下真的是在倾心教学，这些人听的也是很认真的。哼，老夫倒要看看你在教导什么。若是你宣传什么对大明不利的歪理，我必然要向皇上弹劾你，让皇上治你妖言惑众之罪。大人不可啊，不能进去啊！一会过后，虾人和宋濂从屋内出来。
虾仁，仇恨只会让人失去理智。逝者已逝，我们作为大明的臣子，应该放下仇恨，向前展望。错，大错特错！忘记历史，那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更是对我们华夏先人的背叛。只有牢牢记住历史，咱们大明才会不重蹈覆辙，向前走得更远。在下敢问宋大人，咱们大明为何会万国来朝？这些鸿胪寺的小国又为何会来朝拜当今皇上？自然是我大明仁义无双，这些使者崇尚我大明仁义，这才纷纷前来拜见。宋大人，你又错了，在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当中，只有足够的利益，没有所谓的仁义。胡说八道，妖言惑众。我们大明以仁义行于世间，哪里如你说的那般野蛮？若是真如你这样说，那这天下哪里还有半点仁慈博爱？全都是蝇营狗苟，阴谋诡计，利字当先。宋大人，国与国之间就是如此。然后虾仁把五胡乱华之事说起，宋濂无法反驳。国家的尊严从来都在剑锋之上，而不是在宋大人的嘴上。我说的对吗，宋大人？虾仁还想再加一句，大明的国土面积也应该在自己大炮的射程之内。你，宋大人就别你的了。作为礼部尚书，对待外国使臣却只会一味的忍让。在下看宋大人还是不要当什么礼部尚书了，还是老老实实的告老回家，还能趁着身子骨强健，多为大明教导几位贤才。若是让宋大人继续待在礼部尚书的位置上，恐怕大明日后都要被宋大人给卖出去。虾仁这句话其实也是在救宋濂，毕竟在10几年后，宋濂一直在朝堂之上，却因为如此被牵连进蓝玉案中。最终虽然朱元璋没有杀宋濂的，但是却把宋濂发配到云南。宋濂在前往云南的路上病逝，死后一张草席草草下葬，可谓是令人唏嘘。若是这个时候告老还乡，说不定日后就能躲过朱元璋的清算，至少能安享晚年。但是宋濂却不这样认为，他觉得虾仁这是在侮辱他，在说自己卖国求荣。快去叫大夫！宋大人，你可不能死啊！我也只是随口一说，你可千万不要想不开啊！这一幕不禁让人想起后世的一句话：即便你再能打，又有什么用？虾仁赶紧给宋濂做心肺复苏。大人，求您高抬贵手吧，放过宋大人一条生路吧。闭嘴！我这是在救宋大人。虾仁识趣的默默找个墙角蹲了下去，不再出现在宋濂的面前。上书房，皇上，礼部尚书宋大人病重吐血。什么？宋师为何如此？据手下回报，宋大人出宫之后就去了鸿胪寺。毛香把锦衣卫上报的消息一五一十给朱元璋和朱标说了一遍，结果宋大人被虾仁气得吐血昏倒。虾仁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父皇，儿臣想去看望一下宋师。晚上约虾仁在城中的广聚轩见面，咱有事情要亲自问问他。诺。广聚轩，老黄，好久不见，你们消息实在是太灵通了，我刚刚进城，你们竟然就知道了，实在是厉害。虾仁，咱听说你把礼部尚书宋濂宋大人给气晕了。宋大人也忒小气了，我只是给他一个小小的建议，他就直接气得吐血昏倒，这不能怪我吧？呸！小小的建议就是赤裸裸的侮辱，到时候你可别被宋濂的徒子徒孙给打死了。不会吧？什么不会？宋大人德高望重，博学多才，名满天下。你说你没事去招惹宋师干嘛？我哪里会去招惹他？实在是宋濂欺人太甚。他是大儒出身，结果却非要把儒家的那一套搞到外交上面。儒家的那一套修身齐家还可以，但是把仁义放到国与国之间，这简直就是白痴行为。国家之间尔虞我诈，都在想方设法的从别国谋求利益。如果让宋大人这样的人去搞外交，只怕会被人家卖了还在数钱。宋大人的思想太过天真，也太过可笑。为了咱们大明的利益，也为了大明百姓的安危，我才不得不劝告宋大人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你们给我评评理，我错了吗？咱大明的这么多属国，国与国之间相处也是十分友好的，并没有出现什么尔虞我诈呀。那是因为你手上握着刀子，谁敢给你玩心眼？虾大人，你说要把倭岛灭亡，那你有什么计划吗？那是自然，接下来好戏才刚刚开始。从上户县出发，直抵倭岛的港口地区，占据的第一个港口就必须是萨摩，物资也可以屯驻在萨摩国内。可是虾大人，咱们不是去倭岛进行评判的吗？评判自然是评判的，但是无论如何，萨摩藩必须拿到咱们大明手中。倭岛之上一片散沙，不可能对我大明群起而攻之。依我看，咱们不如直接率军先拿下石涧，以石涧银山为中心，对周围进行辐射。至于后勤补给，我认为完全可以让朝鲜提供帮助。既然徐大帅这么说，那咱们就改变一下策略。虾仁把他的计划给说了一遍。就按照这个计划进行，今晚过后，你就先返回上户县。如果第一次出兵倭岛没有拿到丰厚的利润，很可能会影响接下来的出兵，你明白吗？不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吗？我当然明白皇上什么想法，我还能不懂吗？不过等到日后，皇上就会明白占据了倭岛的土地会有多么重要。好了，
这件事情等你拿下倭岛再说吧。祝咱们的大明未来繁荣昌盛。魏国公府卧室。敢问这里是哪里？魏国公府。昨日公子喝醉了，家父不得已只能将公子带回家中，望公子莫怪。家父，这女子竟然是徐妙锦，传说中的徐皇后。哼，登徒子。客厅。醒了。这酒后劲太大，以后要戒酒。既然醒了，那就等会一起吃个饭，然后跟老夫一起回上户县吧。这么快？皇上怕你再不离开，会被宋濂的徒子徒孙给活活打死。应该不会如此吧？读书人的事情怎么能如此粗鲁呢？君子动口不动手，有本事来把我骂吐血啊！你要不要回去鸿胪寺看看如今鸿胪寺万人空巷的盛况？现在至少有数千个学子就在鸿胪寺的大门口等着。虾大人，你觉得他们是在等谁？咱们还是尽快启程吧。虽然本官不怕他们，但是正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本官那是堂堂正人君子，就不和这些野蛮人争斗了。饭菜早就准备好了，跟我来吧。徐帅，还有一点，倭岛的那2个使者必须要送到上户县，这2人至关重要。等到咱们发兵抵达倭岛之后，这俩人我有大用。这俩人现在在哪呢？他们的使馆不是让你霸占了吗？这不是在应天没地方住吗？读书人的事情怎么能如此粗鲁呢？君子动口不动手，有本事来把我骂吐血啊！你见过这么找骂的虾人吗？虾人逼迫倭国使者签了贼契之后，居然又帮礼部官员给上了一课，随后又帮宋濂气得吐血，跑到了魏国公。这不是在应天没地方住吗？鸿胪寺那里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我超喜欢那里。没的办法，只能请倭岛的2名使者前往赵狱住2天，让他们多看看锦衣卫动刑的惨状，这样他们以后就会听话许多，省得到了倭岛，这俩人有什么不该有的心思？这是你自己看着办，你现在还顶着正四品的礼部郎中的官职呢。皇上不是让你全权处置倭岛使者的事情了吗？半个月后，上户县军事基地。如今倭岛已乱，皇上派人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发兵倭岛。时机未到，我们还需要再等一个人。谁？南朝的使者。可是我们不是要帮助倭岛的北方朝廷，为何还要等倭岛的南朝使者？石建国是倭岛北朝的地盘，如果我们贸然拿下这里，可能会引起北方朝廷的反感。既然如此，最开始就不能一开始就明确的支持倭岛的北方朝廷。你是想要2头下注？对。可是咱们大明要支持哪一个倭岛朝廷？南朝强大，北朝弱小，等到北朝坚持不住的时候，咱们大明开始介入，倭岛就注定不会统一，他们也不会有真正的胜者，胜者只有一个，那就是咱们大明。可是南朝一旦答应割让石建国给我们，那南朝不就是咱们大明的朋友吗？朋友，这世上哪有什么绝对的朋友，不过是为了利益相互勾结罢了。倭岛必须肢解，而且永远不能统一。倭岛自古以来就属于华夏，从秦朝开始就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冬去春来，春暖花开，这一日是洪武5年2月18日，这一天注定会在华夏和倭岛的历史上留下最浓重的意义。港口杀进倭岛100万兵，腰中宝剑血犹兴，富士山下处3骑，上落殿前请3卿，宵小作祟今蒙难，群魔乱舞国难安，振臂共襄凌云志，跨马踏平富士山，兄弟们出征！石建国港口。大人，这是哪里的舰队？为何会出现在我们这里？我怎么知道？那咱们现在怎么办？赶紧向国主禀报，请国主率军救援，快去请国主大人前来。原本还在宁静的港口，瞬间冒出一阵阵黑色的蘑菇云。船舰上何必如此？这些人根本不会影响我们登岸，没必要造成如此杀戮。徐大帅，这些倭人全都是异族人，何必为这些人可惜？倭岛之地有倭人数百万，这些都是咱们东印度公司的财富。如果不是为了咱们大军着想，我才不会随便屠杀这些倭人。但是倭人民族的劣根性就是如此，你得先把他们给打疼了，他们才会臣服。一派胡言！给那2人带上来。是。见过大人，大人几日不见，气色越加红润，想必是最近必然有好事降临。这2个人，一个自命清高，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一个是狂傲，目中无人，为何现在竟然变成这般卑躬屈膝？2位不用如此客气，都先起身吧。经过2人的帮助，我们终于是抵达了你们的故乡。你们闻一闻，这里的海风是不是有一种熟悉的味道？斋藤军、足利军故乡的樱花已经盛开了，你们终于可以回去了。
怎么，二位好像对要返回故乡不是很开心？难道是不满本官的安排？没，我们非常高兴，对大人的安排更是高兴之极。就是我们对于即将返回故乡开心无比，大人不要误会。难道真的像虾人所说，倭人这个民族真的全都是贱骨头？敢问大人，这里是哪里？为什么我看着这么熟悉？哦，这里是石建国的港口，我们刚刚抵达石建国，为了履行条约，刚刚抵达石建国，我们就马不停蹄的发动了进攻。大人，您是不是搞错了？石建国是我们足利家的地盘。我知道啊，打的就是你们足利家，你们足利家对我们大明有着非常大的敌意，不得已，我们大明只能和南朝的醍醐天皇进行联盟。他们答应事成之后，愿意割让山阴省给我们大明，既能平定叛逆，又能得到好处，如此一举两得，我很难拒绝他们。大人，您一定是对我们足利家有什么误会，请大人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愿意回去，劝他们与大明签下合约，我们甚至愿意将四国岛割让给大明，只求大明不要抛弃我们。没想到这两家竟然卷起来了，只不过你们足利家对我们大明还是特别理解，我有必要给他点教训。至于去足利家劝他们与我们合作，实在为时太早，且再等等。你们放心，我是不会动你们的，你们在船上安心看着。东南方向发现大批敌军，大概有1万左右。发现敌军，东南方向1万左右。徐大帅，你怎么看？这是一支军事武装，为了避免对我军造成威胁，我觉得应该立刻出兵消灭之。同意，让蓝玉带人上吧。蓝玉，对，他有经验，想必这一次不可能再重蹈覆辙，而且还有我们作为后盾，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永昌侯，还等什么？赶紧披甲，立刻登陆！兔崽子们，跟着我冲，杀光他们！陆地，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双方都打定主意，绝不让对方活着离开这里。所以双方刚一接触，战斗就进入了白热化，只不过是屠杀一面倒的白热化。战舰上，哈哈哈，看到没有？这就是我大明海军，首战用我必胜，这才是我大明雄狮。斋藤军、足利军，你们觉得我军军容如何？我打算扶持你们二人成为你们的征夷大将军，不知道你们意下如何？啊，大人如今跟我们足利家肯定有所误会，请大人允许我们回去，将误会解释清楚。哈哈哈，我也只是跟你开玩笑罢了。若是接下来足利家能够派来使者跟我们大明谈判，我们还是能够接受你们足利家的道歉。可要是不知悔改，非要一条道走到黑，那就别怪我们大明不讲道理了，你们懂吗？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尽快拿下石见县，而后在全县范围内搜索银山。银山的地点我早就已经派人找到了。据探子回报，石建国的大明好似已经找到了银山，正在秘密采矿。既然如此，我军当迅速出动，封锁整个石建国，不能让石建国跑掉一人。你带人迅速去抢占银山，只要验证储量的确在5亿两以上，立刻派人通知皇上。相信皇上知道这个消息之后，绝对不会坐视不管。路上，大人，3号长青好像已经发现了银矿，就在前几日，石见银山的守卫突然加强。你们进去看过他们开采的进度吗？没有，当我们察觉那里被发现之后，就已经晚了，那里已经被戒严了，除非强闯进去，要不然很难悄无声息的前行进去。你们跟随向导，立刻急行军，占据险要道口，绝不能走脱一人。倭人营寨外，虾人带领人给包围了，杀！半盏茶的时间，倭人投降，帐篷里。大人，奴隶被人疯狂的用鞭子抽打，一些人忍耐不住，选择还手。现在两方正在相互搏斗，请问大人，我们该如何处置？奴隶就是奴隶，这些人看样子还没有认清自己的身份，立刻出动军队，将这些暴动的奴隶立刻逮捕起来，挂在营寨城墙之上。我要让这些奴隶看看，在这个营寨中，到底谁才是老大。是。3天后，大人查清楚了，这座银矿下面存储的银子至少能达到8亿两白银。发了，我们这次发大财了。什么？这座银矿的产量能否再次提高？当然可以，我们已经找到了好几处利于开采矿洞的地方。若是大人同意，我们可以把开采产量提高10倍，每月开采银矿的产量可以达到30万两。只要人手足够，产量绝不会让大人失望。先将产量提高3倍，达到每个月能达到10万两白银即可，不必大规模开采矿洞，现在的人手也不够。诺。昆明宫，妹子，你是不知道，咱当初火眼金睛，一眼就看出虾人有一人之处。朱元璋此时正在和自己几个子女吹嘘自己大明水师横扫海域的事情。不知道谁当初喊打喊杀，非要说虾人是贪官，要抄人家的家，砍人家的头。结果现在见人家立了大功，摇身一变成为了伯乐，把虾人当成了千里马，真是好不知羞啊！你看看，
妹子，你能不能别老拆咱的台？那虾仁的造船厂是咱当初给他的吧？要是没有咱的船厂，他能在海域大杀四方，把倭寇打得哭爹喊娘？你还好意思说你那是给人家船厂吗？你那就是讹诈。若不是你皇亲国戚的身份，早就被虾仁抓进大牢了。汉武曾经说过，一族乃是畜生蛮夷，为威而不怀德。如果侵略他国，要背负骂名，却能给大明百姓造福，那我虾仁情愿背负一世之骂名，也要让大明子孙万代享福。你敢相信吗？虾仁终于登陆上了倭岛，在海边给倭寇打的是海域大杀四方，把倭寇打得哭爹喊娘。而此时现在也传到了朱元璋那里。若不是你皇亲国戚的身份，早就被虾仁抓进大牢了。皇亲国戚，父皇不是皇上吗？什么时候成皇亲国戚了？你父皇自称姓黄，说自己是朱元璋的亲戚，虾仁被他糊弄的，到现在都不知道你父皇的身份呢。皇上，有东海来的信件。虾仁那边来消息了，咱得去看看。你们先吃，咱今晚就在乾清宫住下了，不用等咱。上书房。父皇，你怎么了？8亿，信中说有一名矿工跟着回来，那名矿工呢？就在宫外，立刻把那人带过来，咱有话要问他们。父皇，以后征伐漠北的银子有了，赈灾的银子也有了，咱们大明百姓将不会再流离失所、食不果腹了，咱们朝廷就可以救济这些百姓，让他们安居乐业。小人拜见皇上。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叫牛三两。暂且问你，倭岛上面10件银山的银子储量到底有多少？8亿两白银。千真万确。我们100多名矿工经过3天3夜的探查，发现那座10件银山覆盖面积十分广阔。不仅如此，银矿的深度能够达到地下数百米，储量十分的惊人，就好似整座山脉全都是银矿。像这种银矿，小人这辈子都没有见过，储量实在是太大了。哈哈哈，好，那座银矿现在每月的银子出产量是多少？能不能扩大生产？现在每月出产量大概在3万两左右，按照小人的估计，可以扩大10倍以上的规模。但是虾大人好像说，只需要扩大3倍即可，每个月生产10万两银子就可以了。只扩大3倍？为何？如今大明正需要银子填充国库，每个月10万两银子实在太少了。小人也是不知，小人只是听说，并不知道切实原因。父皇，儿臣想要去倭岛一趟，亲自见虾仁一面，说服虾仁扩大生产规模。要不然，如果只有10万两的月产，实在是有些寒酸。虾仁在密信上也向咱们求援，希望咱们能够派遣大军前去支援10件银山，以免被倭岛的土著再次抢夺回去。儿臣正好率领大军前去支援，也好使10件银山彻底成为我大明的银矿。既然如此，那咱就让汤和和你一起，共同率领1万精营前往10件银山支援虾仁。虾仁在信中说，整个倭岛的金山银矿数不胜数，你去告诉他，只要是银矿或者金山，都是属于咱大明的，让他把步子迈大一点。倭岛不过是罪而小国，咱们既然帮他们评判，那么这些银矿自当作为报酬，送给咱们大明。城主府，虾县令，你对倭岛了解比较深，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处置这2波使者？大帅认为我们应该去帮谁？当然是帮北朝。兵法有云，联弱抗强，现在只有支持北朝，方能继续保持倭岛的平衡。不妥，我们应该继续支持南朝，打压北朝。何解？来之前不是已经商定要帮助北朝打击倭岛南朝，让倭岛陷入4分5裂的境地，肢解整个倭岛吗？此一时彼一时，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咱们应该加快脚步，先覆灭北朝，而后再突袭南朝，最终将整个倭岛纳入大明版图。到了那时，整个倭岛之上的金山银矿全都是咱们大明的囊中之物。此事还需要向皇上请示，若是皇上同意，此事方可实行。当然，那么就请徐大帅如实上报，将倭岛的形势以及倭军的战力一一给皇上说清楚，以免误导皇上。此事待皇上回复再说，但是南北朝的使者，你可以先行解除，试探一下两者的底细，若是能为大明争取更多的利益，自然是更好。会客厅，拜见大人。免礼，不知两位此次前来10件城，所谓何事？之前大明对我朝有些误会，此次前来乃是为了消除误会而来。误会？有何误会？下臣不明白，大明天军远道而来，为何会攻击我朝的领土，而不是帮助我朝平定叛乱？这封檄文，我们大明对此一无所知。你们北朝对于我们大明好似不是很欢迎，甚至一点诚意都没有。人家醍醐天皇可比你们有诚意多了。我们还没抵达倭岛之前，醍醐天皇就承诺将10件国租借给我们大明，你们足利家口头上请求我们大明支援，却是一毛不拔，摆明就是当我们大明是冤大头。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打你打谁？
我们愿意将整个西海岛都租借给你们，只希望你们能帮助我们剿灭魏朝。是否当真？大人，千真万确，只要大人能够助我们剿灭逆朝，我们绝不食言。剿灭魏朝才将西海道租借给大明，这是真的把大明当傻子啊！既然如此，那你们且先回去等候，我需要向皇上请示。若是皇上答应你们的要求，本大人绝对会帮助你们剿灭魏朝。既然如此，那就多谢大人。退下吧。船上，殿下，不知到底是何事，居然需要您亲自跑一趟倭岛。我记得汤叔叔也是东印度商会的股东之一吧？正是，倭岛已经拿下了。还没有，不过虾仁承诺的银山已经找到了，我这次前去就是为了核实情况。实践银山的银矿储量绝对惊人，不然会需要朱标亲自出动。殿下，那银矿真有这么大？比预想中的还要多。大海无边无垠，还不知道在海外有多少倭岛这种地方。如果大明能将这些地方全部纳入囊中，何愁大明不兴旺发达？是啊，海外遍地黄金，到处宝地，我大明不能失去大海，必须要征服海洋，才能让我大明成就前古无人后无来者的伟业。城主府，南朝的那些杂碎居然还敢拒绝我们的提议，依我看，咱们不如联合北朝，先干掉南朝这些废物。永昌侯，不要着急，这个条约的确十分苛刻，一般人刚开始是很难接受的。我已经邀请田上四郎明日来军营中观摩我大明的军事实力，相信看完之后，他们应该会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到时候如果再不识趣，就不要怪咱们不客气。皇上马上要派特使前来，此事还是等特使前来再说吧。永昌侯，你且下去准备明日的军演，务必要把动静搞大一点。我有个想法，能不能明天把演练的场地摆放在城门外？不要玩得太大，还要这些使者回去通风报信的。大帅放心，绝不会出现什么差池。皇上为何会派特使前来？难道是对我们不放心吗？应该不是，特使是你我的熟人，若是不放心，不会派他来的。熟人？谁？难道又是老黄？不是，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等特使到了，你也可以把你想要鲸吞倭岛的计划和盘托出。特使性子柔弱，若是你能把他都给说服了，想必在皇上那里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既然特使前来，那咱们之前请求的援兵呢？皇上支援了1万明军，其中有3000精锐骑兵。不过这些援军的责任只有一个，那就是守护实践银山，你不要起不该有的心思。太好了，如此一来，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了。计划？什么计划？自然是建造东亚共荣圈，各国团结友好互助的计划。东亚共荣什么意思？我们大明身为天朝上邦，怎么能看到周边的兄弟国家吃苦受难呢？不如把这些地方全部收入囊中，让他们也成为大明的一份子，从而实现共同繁荣。朝鲜和漠北也要纳入大明吗？那是自然，别看朝鲜小国，地理位置却是十分重要，只有从朝鲜进入倭岛，距离最近，也最为方便。此事日后再说，你先下去准备一下明日的军演，尽快让倭岛使者签订马关条约，我们也好进行下一步计划。第二天，城墙上，大人，咱们是不是来得太早了？不早不早，我们大明海军的训练早在1个时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现在马上都要辰时了，已经不早了。他们天天都是这样训练，待会田上军可要好好睁大眼睛，不要错过了。是。这是什么武器？这种武器叫做火铳，具有远程杀伤性的武器。如果你们需要，我们可以卖给你们一部分，前提是你们必须是我们大明的朋友。真的可以卖给我们吗？当然，只是我们大明只将武器卖给我们朋友，你们是我们的朋友吗？我们当然是大明朋友，我们愿意永远成为大明的朋友。不知这种武器，贵国能卖给我们多少？这个先不急，既然是朋友，之前的那张友好互助条约就应该立即签订。田上军，你觉得呢？这所谓的友好互助条约，无非就是马关条约。可一提到马关条约，田上次郎就好似被捏住脖子的公鸡，再也说不出话来。如何？这一次田上军满意否？这个能买吗？哈哈哈，自然可以，只是需要贵国与我大明达成全天候战略合作之后才可以售卖，现在只能卖给你们火铳。你们现在愿意成为大明的朋友吗？愿意，我们绝对愿意。下臣请求反悔大和，必要劝我朝天皇答应贵国的合约请求，为成为大明朋友，尽下臣的一番心意。好，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识时务为君
俊杰，田尚君就是一代俊杰，我相信田尚君绝不会让大明失望。大人放心。这时城墙下传来马蹄声，虾仁看向蓝玉，怎么又出来一项？难道是有什么意外之喜？蓝玉一脸问号。一会后，一群人由远及近，众人才看清是谁。解除装备，这是我们大明的精锐骑兵，田尚君不必惊慌。既然如今的军演已经结束，田尚君就尽快回返吧。我们皇帝陛下还在等着贵天皇的答复，希望咱们下一次见面仍旧还是朋友，而不是敌人。要知道，我们大明对待朋友就好似春天一般温暖，但是对于敌人，我们就会像是冬天一般寒冷。田尚君也不希望吃上我们大明火铳的枪子吧。城墙下，诸位从大明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不如移步城主府，咱们再好好交谈。正有此意，永昌侯，身后的这些骑兵，请帮忙妥善安顿好。港口处还是有7000士卒，也请永昌侯帮忙安顿。殿特使放心，此事交给我就行。城主府门口，见过钦差大人。远渡重洋，征剿倭盗，征服石建城，为国公实乃劳苦功高，不敢。城主府内，虾仁、徐达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倭岛不服王化，派遣50冒充倭寇，侵略我大明。今徐、虾2人亲率海军征伐不服，大胜倭贼，实为振兴。即刻增加徐达为国公10亿1000户，敬虾仁为松江府知府，望尔等同心协力，再接再厉，不负阵亡。钦此。这次皇上让我前来，主要是为了2件事。第一件事，自然就是确认石涧银山是否真有这么大的储量。此事理所应当，待会我就带你们前往石涧银山，好好探查一下银矿储量。第二件事，就是皇上认为每月只开采10万两白银，实在太少，想要将产量扩充到30万两白银，因此特地命我前来询问虾大人的想法。30万两，我觉得不行。30万两白银的月产出，可能会将大明的物价抬升，这对于百姓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反而会是一场灾难。此话何解？这么说吧，咱们大明现在1两银子能买1担粮食，随着大量银子的涌入，市场上的白银迅速增加，老百姓有了钱，自然就想要买更多的粮食。可粮食本来就只有这么多，买的人多了，粮食必然就会涨价。粮价是一切物价的基础，如果粮食涨价，布匹以及其他东西都要统统涨价，这就会导致物价上涨，银子贬值，这样对我们大明百姓实在不是什么好迹象。既然这样，可有办法解决？办法倒不是没有，只是这个办法却是十分的繁琐。若是不想造成物价上涨，就要搞大基建，还要搞大掠夺，如此方能减缓物价上涨的速度。大基建、大掠夺，不知是何意？大基建就是用这些银子去进行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说道路、水利，还有房子、城墙以及其他的一些基础设施。大掠夺，供大于求，则粮价下跌；供求平衡，则粮价平稳，不涨不跌。未来一段时间，大明百姓安定，皇上又是千古圣君，自然能保证政治清明，则必然会迎来大明盛世。到时候大明人口上涨，对粮食的需求则会大幅上涨，去掠夺这些小国内的粮食来供养咱们大明的百姓，以此来降低粮价。咱们要去其他的国家进行掠夺，这是不是不太好？汉武曾经说过，异族乃是畜生蛮夷，为威而不怀德，对待这些异族就应该使用霸道，侵略他国要背负骂名，就如现在的倭岛一样，但是却能给大明造福，那我虾仁情愿背负一世之骂名，也要让大明子孙万代享福。好，虾大人大意。虾大人，你还是先带特使前往石涧银山去看看，等到探明储量，再商讨接下来的事情。石涧银山，此地就是石涧银山。是的，现在知道这座银矿的只有咱们大明的人。走上去看看。营寨里，朱标看着被抽打的倭寇，边走边说：这些不是咱们大明人。这些倭寇的看守者以前是这里的奴隶，而现在这些奴隶则是以前的看守者。这位是朝廷派来的特使，想要再次核实石涧银山的储量，你给特使好好说说，务必如实禀报。是。倭公，你可听到了？听到了，小人认为测量的已经十分仔细，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偏差。既然如此，那你们就下去再测量一遍，我需要一个精准的数字。是。营帐内，虾大人，倭岛穷困，除了石涧银山，根本没有必要占领倭岛。特使大人错矣，倭岛的金银矿绝对不只是一个石涧银山，他们京都附近就有着大大小小的矿山。除此之外，在佐渡岛上的佐渡金山更是天下第一大金矿。除此之外，在倭岛各地到处都分布着矿藏丰富的矿山。倭岛并不贫瘠，甚至有的地方比大明还要富裕，而且倭岛还有极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几百万的倭岛百姓，这些都是免费劳动力。若是日后咱们大明要搞大基建，最需要的就是人手。既然这些倭岛的男丁留在这里容易造成当地治安危机，不如将他们全部引渡到大明，让他们为大明的基建事业做出贡献。倭岛的女子与大明的女子长相相差无几，大明经过
过多年战争，早就人口凋敝，为何不将这些女子运到大明，让他们为大明的人口大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倭岛遍地是黄金，到处都是对大明子民的福利，特使大人如何能视而不见？虾大人，皇上能给你派来的援军不多，仅凭你手中的这几万人，能够吞并倭岛吗？特使放心，我早已安排好了倭岛征伐计划，代号射日。只要皇上能够同意我制定射日计划，倭岛必然手到擒来。射日？何为射日计划？就是说快速征服倭岛的计划。若是皇上能够再派遣给我3万大军，我有信心能够在3个月彻底征服倭岛。你打算如何3月征服倭岛？以我们大明的绝强武力，再加上倭岛以及幕府在手，这倭国就好像是长蛇被我们捏住了7寸，再怎么蹦跶也难逃我们手掌心。3月灭亡倭国并不是什么难事。此事我可以和你一起商奏皇上，只不过能否实行射日计划，还需要皇上自己思量。只要特使同意，想必皇上也不会拒绝。上书房，毛香啊，今日太子的奏折有没有送来？回皇上，还没有。你们锦衣卫真是越来越懈怠了，虾人都已经跨海这么长时间了，你们锦衣卫居然情报传递速度还是这么慢。若是以后咱大明海军征伐更远的地方，岂不是会更慢？皇上，在海上，我们锦衣卫没有船队，传递情报实在有些麻烦。既然如此，那你们就派人去与虾人商谈一下，让他的造船厂给你们专门设计一种航行速度快的船只。咱不希望下次你们还这么慢的传递速度，若是贻误了军情，咱必定拿你试问。是。皇上，有太子殿下的奏折送到。射日计划，去将刘伯温给咱请过来，将曹国公也一并请过来。是。拜见上尉。平身吧，咱这里有一份信件，想请你们给咱参详参详，看看信件中的内容是否成型。皇上，此举实在是有伤天和，不是大国所为，请皇上万万不可答应。咱只是想问你，这个射日计划靠不靠谱？能不能在3个月灭亡倭岛？能倒是能，只是此举将灭绝倭岛之上的数百万倭人，这实在是太过耸人听闻。纵观我华夏历史，从没有发生过此种事情，望皇上。行了，什么叫灭绝数百万倭人？咱只是让那些倭人迁移到华夏中原来，并不是灭绝他们。咱泱泱大明，土地肥沃，风景优美，环境适宜，正是他们居住繁衍生息的好去处，比他们那些贫瘠的倭岛之上要好上不知道多少倍。咱让他们来这里居住，是对他们好，怎么从你口中说出来，咱就成了灭他国亡他众的暴君了？曹国公，你意下如何？上尉，臣有一事不明，想请教上尉。敢问上尉，为何要攻伐倭岛？倭国狡诈，居然敢暗中派遣武士潜伏在大明海域，扰咱大明海疆，杀咱大明百姓，是可忍孰不可忍？这种卑劣的国家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咱就是为了替大明百姓报仇，才必须要剿灭这个国家。敢明犯我大明天威者，世世诛之。倭岛盛产银矿，曹国公，你觉得这个计划如何？启禀皇上，臣对倭岛了解不多，不敢随便指挥。怎么，蓝将军难道是怕了？蓝将军若是怕了，就当在下没说，等到几日后，在下大不了把这件事交给曹国公来做。谁说我怕了？你敢相信吗？虾人登陆倭岛，一切按照计划推进，分裂家族，让狗咬狗计划成功实施。汇报给朱元璋以后，朱元璋就派太子朱标来实地查看银矿，成功被虾人洗脑。朱标就如实汇报给朱元璋，上书房。伯温，你刚才说此事可行，你且给咱解释解释，为何3月能灭亡倭国？现在倭岛分为2派，我们完全可以拉拢一派，打击一派。刘伯温把自己的见解说了一遍，大体跟虾人想的差不多。伯温啊，如今太子殿下那里需要你的帮助，这一次咱调集浙江、山东5万卫所兵前往倭岛，你这边收拾收拾，然后就去倭岛去吧。等到灭掉倭国，咱亲自给你和太子庆功，你先下去吧。臣领命。文中，咱们是一家人，咱就不瞒你了。咱之所以非要灭掉倭岛，其实原因很简单，倭岛那地方盛产金银和矿藏，只要拿下了倭岛，咱就不会再缺银子用。舅舅，即便倭岛盛产金银，我们作为倭岛的宗主国，每年让倭岛上供金银不就行了？为何还非要占据倭岛？倭岛孤悬海外，日后维持统治，实在代价太大了。你不懂，倭岛的金银储量已经远远超过了你的想象，如果只是按部就班的开采，哪怕咱们大明朝不在了，都可能采不完。敢问舅舅，这倭岛的银矿储量到底有多少？8亿，整整8亿200银。这还只是一个银矿的储量。据虾人所说，这个倭岛还有许多这样的银矿，甚至还有类似的金矿。彪儿在奏折中曾经写道，有一座金山名叫佐渡金山，黄金储量在4000万两黄金左右，银子储量更是数不胜数。也就是说，咱们这次出征不再像之前那样得不偿失，反而会以战养战，越打越富。舅舅，侄儿愿意领兵拿下倭岛，将这些金山银矿全部收归大明，请舅舅成全。倭岛之事我已经派彪儿去了，还有徐达汤和在那里，很快就会有结果了。你还是坐镇京师，替咱防守大明，尤其是北边的蒙古。现在经营被咱调走了3万兵马去攻打倭岛，你可千万不要让蒙古趁虚而入。等咱大明富足起来，咱再好好给蒙古人算算总账。
传见。一路远行，辛苦你了。不辛苦，此次前来还有一事，想要拜托夏大人。所谓何事？如今海上的情报越来越多，我们锦衣卫需要一队航速较快的舰队，用来往来传递情报。不知夏大人能够给我们锦衣卫提供？有一种飞简船，倒是符合你们的要求。这种船的速度是平常船只速度的2倍以上，只是海上风浪大，这种船只若是全速航行，容易翻船。太好了，夏大人，我们就要这种船只。可是海上风浪大，若是翻船，不用大人负责，我们锦衣卫上下都有这种觉悟。不用大人负责，我们锦衣卫上下都有这种觉悟。你们需要多少艘？先来100艘吧。100艘？怎么太少了嘛？要不再加点？不少了。8个月后，你们锦衣卫去造船厂领船。这么晚？我现在在这里根本脱不开身，最晚也要3个月之后才有机会离开。你们着急也没用啊。你可以写一封密信，让蒋千户带回去不就行了？也行。夏大人，皇上答应了，他不仅答应了射日计划，甚至还要增援5万大军前来倭岛助我们成事。真的吗？太好了！3个月后，经过一系列的勾心斗角，夏人终于打到了东京城下。大帐内，夏大人，咱们现在手上10万雄兵，何须曹国公亲自出手？大人，给我5万兵马，我明日就帮夏大人攻下此城。老子等的就是你这句话。随即，夏人就把自己心中筹划已久的计划原本的给蓝玉说了出来。夏大人，这实在是……怎么，蓝将军难道是怕了？蓝将军若是怕了，就当在下没说，等到几日后，在下大不了把这件事交给曹国公来做。谁说我怕了？只是这实在是有伤天和，难道夏大人非做此事不可？为了大明彻底统治这片土地，此事非做不可。蓝将军若是有为难的地方，不为难，既然是为国效忠，蓝某愿意干。蓝将军大义，此事蓝将军放心，若是出了什么过错，在下愿一人承担，绝不连累蓝将军。此事既然是你我2人一同做下，岂能让你一人承担？我愿与你共担此事。第2天，仅1天时间，10万大军守护的倭岛首都东京城就此陷落。城墙上，夏大人真的要做吗？做，必须做。蓝玉知道事情已经无可挽回，随即下去开始安排。当夜，在明军营中的10万倭人奴隶暴动，打死打伤明军数百人。10万倭人俘虏有9万人被当场活埋，还剩下1万人乘乱逃进了东京城。夏人为了给大明将士报仇，10万如狼似虎的明军将20多万东京城展开了长达10天的血腥清洗。20多万倭人，上至70岁的耄耋老人，下至咕咕落得的不满岁的儿童，全被明军斩尽杀绝。整座城市到处都充斥着血腥气，远在10里之外，冲天的血光都久久不散。这场震惊中外的屠杀被清晰地记载在了大明的史书之中，史称东京事变。史记洪武5年，倭虏欲反，幸被梁国公京察，止暴动，埋尸10万。东京毁，30万倭人无一免。是为东京事变。5月是樱花盛开的日子，帐篷内，夏大人，我来看你了。特使此来有何见教？若是说教而来，恐怕要让特使失望了。夏大人本有大好前途，何必在最后关头做出如此惊天动地之事？本来你可以凭借着灭国之功飞黄腾达，现在的话甚至可能人头不保，难道你不后悔吗？后悔？我为什么要后悔？如果我告诉你，我此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件事情，特使会怎么想？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倭人犯下的累累罪行就该付出代价。30万倭人只不过是代价的一部分，接下来倭岛上所有的倭人都将被贩卖、被奴役，直到彻底亡国灭种，如此这场报复才算停歇。夏大人如此做值得吗？值得，当然值得。以我一人换倭岛数百万人惨死，拯救后世数千万人，虽死而无憾。你太急了，只要拿下东京，倭岛自然臣服，根本不用如此激进。特使，你不懂，自古以来华夏有多少领土得而复失，当年就连燕云16州都能丢失，更何况现在孤悬海外得的倭岛呢？想当初西域、吐蕃、安南甚至辽东皆是华夏领土，可如今呢？皇上趋利避害，当他认为这些地方会损耗大量的钱粮，得不偿失之时，就会选择放弃这些领土。可是为了后世子孙，恰恰是这些领土能够会对子孙造成无尽的伤害与影响。如今我将倭岛之人大肆屠杀，等到将倭岛之人全部换成汉人，那么倭岛就将成为大明的风水宝地，其他领土也是一样。安南、辽东、吐蕃、西域实在不行，就将当地的土著全部灭绝，移民汉人。如此一来，这些地方固若金汤，也不会导致最终大明再次失去这些领土。上书房，儿臣见过父皇母后。快起来，彪儿赶紧起来，这些时日辛苦了，脸颊都瘦削了许多。孩儿只是坐在后方观战，并不辛苦，辛苦的是夏大人，还有蓝将军以及四弟曹国公他们。你们都辛苦。倭岛战局如何了？这是魏国公和曹国公起草的奏折，父皇可以看看，里面有这场争倭之战的详细内容。朱元璋看到一半，顿时拍而起，兴奋之色溢于言表。尤其是看到李文忠6万破26万的战绩，还有蓝玉1天攻破东京城，更是让他激动不已。等到朱元璋笑眯眯的看到最后之时，脸上的笑容缓缓收敛。虾人该死！
父皇，其实此事虾仁也有苦衷，他之所以对那些俘虏进行屠杀，全都是因为那些俘虏想要造反。彪儿，难道你也要联合虾仁一起来骗咱吗？虾仁此举分明是有预谋的，凭借他手中10万精营精锐，就算是那些俘虏闹起来，那也只是找死。但是虾仁却毅然决然地将这10万俘虏活埋，甚至还将20万倭人屠杀殆尽，没有留下一个活口。这难道不能说明虾仁的凶残吗？父皇，请听儿臣一言。虽然虾仁杀戮过重，但是儿臣却觉得此事并没有父皇想的那么严重。虾仁如此做，也是为了能够让咱们大明能够彻底的掌控倭岛。自从进入倭岛之后，儿臣发现倭岛之上的矿脉十分丰富，不仅有金山银矿，还有许多的铜铁矿，可谓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因此，儿臣以为倭岛对大明来说至关重要，它能完美的填充大明缺金少银的情况，所以咱们大明必须要拿下倭岛。我们现在已经拿下了倭岛，可是虾仁此举却是会让倭岛之上的百姓仇视我们大明，甚至最终引起动乱，我们大明又要不得不付出100倍的代价，才能彻底的掌握倭岛。父皇错了，虾仁此举不仅不会让倭岛的百姓因此躁动，反而会让他们变得听话无比。据儿臣这些时日的观察，倭岛上的人与咱们汉人有着很大的不同。倭岛上的倭人好像天生就有一种奴性，你对他越好，他越要得寸进尺，但是如果你对他严苛起来，这些倭人反倒能老老实实的遵从命令，做好你安排的事情。正如汉武所说，一族禽兽也，畏威而不怀德。这些倭人就是这样，你对他们越狠越残暴，他们反倒越温顺。父皇，你能信吗？以血还血，以牙还牙，30万英灵不远，这些人只不过是给另一个时空的人赎罪罢了。你敢相信吗？这个虾仁作为一个穿越者成功登陆倭岛，这货真的按照套路坑杀了30万倭寇，为的就是给另一个时空精灵的救赎。可是朱元璋不知道啊，得到消息的朱元璋差点没被气死。上书房，这些倭人就是这样，你对他们越狠越残暴，他们反倒越温顺。如今虾仁将他们整个首都都给屠杀殆尽，想要所有的倭岛大明都会变得老老实实的，不敢再抵抗大明神威。而且虾仁还有着下一步的计划。什么计划？奴隶贸易计划，将倭岛之上的青壮倭人以及孩童全都走私贩卖进大明。如果说一个民族的年轻人是这个民族还有国家的血液，为这个国家创造了活力，虾仁的计划就是抽干倭岛的血液，以此来弥补大明的血液，让倭岛之上的年轻人成为大明成长的养分。如此一来，100年之后，倭岛之上全都是汉人，自然也不会出现倭人造反脱离大明统治的事情。接下来咱们就要开始筹划开海，让商人进入倭岛进行贸易掠夺。这样下去，倭岛的衰落将大大加快，再加上移民，用不了50年，倭岛之上必然全都是汉人百姓。到了那时，整座倭岛才是大明的领土，永不分离。即便虾仁有天大的道理，擅自屠杀30万倭人，依旧是罪不可恕。传毛相进来。毛相，立刻派出得力人手去倭岛，将虾仁给咱抓回来。倭岛之上，自从虾仁焚进了东京城，就仿佛无欲无求一般。大帐里，魏国公，接下来我可能会被皇上处死，接下来我未能完成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倭岛此地十分重要，如果大明要统治海洋，就必须要将倭岛握在手中。除此之外，还有南方的吕宋、占城等地，请魏国公一定要上奏皇上，这些地方全都是海上战略要地，绝不能放弃，更不能让这些地方落到敌人手中，要不然我们大明海域将永无宁日。值得吗？你本可以用更加柔和的手段来毁灭这些人，为何非要用如此暴烈的手段？皇上不可能容忍在外带兵的人如此嚣张跋扈、无法无天，你这又是何必？你难道不知道皇上的脾气吗？你如此胡作非为，皇上必定不能容你。年纪轻轻就如此心浮气躁，在我看来，即便是整个倭岛的人全死光了，也抵不了你的命。你若是死了，才是我大明的损失。哈哈哈，以牙还牙，以血还血，30万英灵不远，这些人只不过是给另一个时空的人赎罪罢了。但是这还没完，倭岛这些人好了伤疤忘了疼，他们就是一群为不熟的狼崽子，绝不能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应该趁此大胜，将倭岛的所有倭人贩卖到大明做奴隶。不过我可能没有时间来实现这个计划了，接下来可能就需要魏国公代劳了。这里面是毁灭倭岛这个国家的全部计划，无论是信仰还是肉体，这些倭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请魏国公不要怀有仁慈之心，将这些人彻底的从这个世上抹去，如此才能换来我华夏民族的长治久安。待将这些倭人统统清除之后，只需要再将大明的百姓移民前来，到时候这片领土就能成为我大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拜托了。虾仁站在战舰上，看到了徐达了给了自己一个放心的眼神后，终于安心的笑了。穿越一回，能将倭岛毁灭在自己手中，总算不白瞎这么一次。破波楼传出辽海，碧天铁鸟扑东京，一夜捣碎倭奴穴，太平洋水尽赤色，富士山头扬汉旗，樱花树下醉胡姬，国史名标第一功，中华从此号长雄，我大明威武，我华夏无敌，倭岛终破矣，此生不复。虾大人，其实以你的功劳，你只需要向皇上请罪，想必皇上也不会为难你的。我没错，只有错了的人才会道歉。
应天城赵狱之中，只见原本肮脏的赵狱中，居然会清理出一间干净整洁的房间，看上去不像是牢房，反倒是客栈。不仅如此，每天1日3餐都有好酒好肉伺候着，根本不似一个犯人。这是虾仁进入赵狱已经是1个月了。只是这1个月内，好似所有人都遗忘了虾仁一般，根本没有人来搭理自己。我特么，到底是死是活？这老朱倒是给一个准信啊！如今这般不上不下，弄得人无比难受。就在虾仁好吃好喝躺在赵狱之时，虾仁的老熟人黄老爷再次出现在赵狱之中。我他妈原本正打算看好戏的心情，让虾仁看见我哭爹喊娘的，现在居然看到这个货活蹦乱跳，完好无损，甚至还他娘的胖了几斤，我他妈的！随后朱元璋扭头就走，未久虾仁就看到毛香一瘸一拐的走了进来，然后二话不说就让锦衣卫好好的给虾仁打了一顿板子。不过锦衣卫下手也有分寸，只是一些皮肉伤，看上去血淋淋的，但是伤口只在皮肉处，根本没有伤筋动骨。可是虾仁疼的却是杀猪一般的大叫，让人听者伤心，闻者落泪。虾仁，你这又是何必？你在赵狱安安稳稳的待上几天，本来应该会安然无事，又何必如此招摇，非要请我父亲喝酒呢？老乡见老乡，自然是眼泪汪汪。结果这老黄不讲道义，居然向皇帝告我的黑状，是可忍孰不可忍？下次见到他，非要报此一箭之仇。你知不知道，你进来的这1个月，外面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天翻地覆跟我有个毛关系？我现在还是戴罪之身，即便是外面真的是闹得腥风血雨，那也没我的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难道窝岛的事情你也没兴趣？那可是你的心血，而且如果不是为了窝岛，你也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那么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如今窝岛已经基本上全部平定，足利尊氏被作为叛逆，被曹国公在北海道追上，最终身死族灭，市井幕府的掌权者彻底灰飞烟灭。随后就是整个窝岛的大明被皇上下令，全部要亲自进入大明朝贡，对大明俯首称臣，如果有敢违逆者，全部抄家灭族，绝不姑息。因为没有找到窝岛天皇的继承人，皇上已经宣布，窝岛自此从为大明的一部分，所有政务以及人员的任命，统统要大明朝廷负责。窝岛被皇上重新命名为东海省，归属大明的管辖。窝岛上的倭人啊，皇上以倭寇犯下的累累罪行，让倭人替他们同族赎罪。每个窝岛男人都要来到大明服徭役，只有服刑10年的倭人才能重新获得自由。遗憾啊。不过，窝岛之上一直都有捕奴队，抓捕倭人，然后卖到上户县的奴隶市场。魏国公和皇上已经知道此事，不过对此事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今已经越来越多的捕奴队听闻消息，前往窝岛，想必用不了多久，这些窝岛的原住民就会被贩卖一空。不知道我们皇家商会有没有参与？而且在石建城发现的银矿，可是有着商会的一份子，我还没有给这些人分赃呢。皇家商会现在已经被皇上收归国有，人的份额都被皇上以1价1成的价格买入，除了你手中的3成股份，所有人都已经同意了这场交易。至于你手中的这些股份，嘿嘿，皇上希望你能主动上缴，以此来减免你的罪过。什么？这老猪简直比猪扒皮都要狠，真的是手里攥一块石头都能挤出石油来，资本家见了都要流泪。你的那个造船厂也已经不属于你了，被皇上封给我母亲了。不过你也不是一无所有，我母亲承诺，等到挣到300万两银子，会把钱给你的。毕竟当初她也是300万两买了5成的股份，这个你没意见吧？我尼玛，这些人难道不知道什么叫做此一时彼一时吗？它的市值早就超过了1000万，这些人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做升值？一群土鳖！皇上打算让刘伯温的徒弟杨宪去做窝岛的布政使司。杨宪的确是一个奇才，仅仅1年多的时间就把扬州治理得井井有条，不仅之前废弃的荒田全部恢复耕种，人口更是恢复到至正初年的水平。今年更是大丰收，扬州有2棵巨大的稻穗，有1人之高，被杨宪送给了皇上。皇上见到之后大喜过望，当即就给杨宪连升2级。现在皇上更是打算让杨宪去往窝岛历练一番，只要杨宪能把窝岛治理好，皇上恐怕会让杨宪升任宰相的位置。妙啊，老猪办事有时候还是挺靠谱的。虾大人，你不用如此钻牛角尖，马上皇上就会放你出去了，切莫想不开，你还有大好的前途，请虾大人保重身体。这杨宪却当窝岛的布政使司，想必要不了多久，那些倭人就会求着大明收留他们。想到那种场景，我就感觉有趣。上户县以后要被划归应天府直辖了，每年皇上都要亲自检查上户县的税收，以免底下人贪污。哼，上户县除了我，没人能治理好它。它是一座自由之城，如果让应天府的官老爷用官僚主义来治理上户县，最终只会毁了它。所以皇上没打算让应天府管辖，只是挂靠在应天府罢了。以后的税收是通过应天府交给户部。至于管理，皇上没打算换人，反正你当初没在这么久，上户县也没有闹出什么乱子，你搞出来的那些法院、派出所什么的，效率还是很高的。那我呢？上户县也被收编，我去哪里？你，皇上还没想好，等皇上最终的决定吧。皇上不会亏待你的，放心吧。
什么？皇上居然让我去北平当布政使，还让魏国公一起去？虾仁坑杀窝岛30万以后，就被朱元璋扔在了赵宇，人家赵宇过得都想死，他倒好，每天好酒好菜，还住了个单间，这可把来看他笑话的朱元璋气坏了，打了虾仁一顿。太子朱标又说了一顿，来到了上书房。彪儿，那个小兔崽子怎么说的？是不是听说咱能饶他一命？感动的感激涕零，恨不得将所有的家产都送给咱啊！哈哈哈哈哈！这个小兔崽子，去把毛香给咱叫过来，咱看这个虾仁在赵狱过得还是太舒服，咱非要好好整治整治他。父皇何必动怒？虾仁他也不是拒绝，只是没有吭声。毕竟父皇还没有决定到底要给虾仁一个怎样的奖赏，他自然心中不愿。依我看，不如让虾仁进入朝廷，升任为户部左侍郎，这样想必他肯定会乖乖的拿出家产奉给父皇。什么意思？难道咱是图他的银子的人吗？如果他把银子全都交给咱，然后咱赏给他一个户部左侍郎，那咱成啥了？咱岂不是成了卖官鬻爵的昏君了吗？先等等吧，虾仁大才，咱再考虑考虑。半年后，虾仁在大牢里日子过得还是那么爽，但是待得都快发霉了。魏国公也彻底清理了窝岛那边的事宜。奉天承运，皇帝诏谕。什么？皇上居然让我去北平当布政使，还让魏国公一起去？又半年后，胡惟庸案件爆发，整个朝堂腥风血雨，而虾仁呢，依然那一套来大力发展北平。朱元璋取消了丞相制后，曾任大明朝第一任丞相的李善长，心里其实是不痛快的。韩国公府出事了，国公。蓝玉坐下说，出什么事了？为何如此惊慌？国公，刚刚得到北境消息，虾仁竟然跟北元朵颜族合作做生意，居然还让朵颜族在山海关开工厂。国公，魏国公可是在北境啊，他竟然不阻止。此事属实吗？当然属实了，这事早就在整个北境传开了，相信很快朝廷也会得到消息。徐达虽说也出自淮西，但被陛下派往北平和虾仁在一起，与我们关系就越发疏离了。国公，徐达现在还算我们淮西派系的人吗？是啊，徐达还算准西人吗？国公啊，难道我们就这样不闻不问吗？胡惟庸出事时，您就叮嘱我们不能轻举妄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难道还要继续默默无闻吗？咱们淮西可是因为战功显赫才立足朝堂的，要是国公愿意出手，肯定不会输给他们。走，随我进宫面圣。奉天殿，启禀皇上，韩国公和永昌侯前来拜见皇上。宣他们进来。臣李善长参见皇上。二位一同入宫，所为何事啊？皇上，事情紧迫，臣只能随国公一同入宫。皇上，现在北境局势不妙啊！北元一如既往的对咱大明边境虎视眈眈，虽说正在建山海关长城，但却是国家大事。现在竟然连朵颜族的人都可以随意进出山海关，甚至在山海关做生意，这是大忌啊！臣担忧如今北境早已不是铜墙铁壁，而是被人钻了空子，怕是要出事了。皇上，徐达这个开国大将由统军镇守大明边疆之责，可是他却由着北元朵颜随意出入山海关，实在是失责。臣觉得应该追究徐达失职之罪，将这事查个水落石出。北境是我大明边陲重地，更是我大明边境重要防线，绝对不能大意，更不能让北元的人混进来，否则我大明的江山及百姓都会成为北元人的囊中之物。好了，朕明白了，你们退下吧。请宫中。妹子怎么样？有没有好些？都是救急，不碍事。妹子，我想去北境看看。刚才李善长入宫，对徐达颇有微词，还说起北境的事情。我也明白这件事不能敷衍，我必须要亲自去北境了解情况，顺便探视下北元的情况。北境是边防重地，咱不敢掉以轻心。仲巴，关于虾仁那小子，你一定不要急，我和你一起去北境，全当四处逛逛。朱元璋很好奇，徐达和虾仁这两人到底怎么想的？北境安危关乎着大明的安全，能够让蓝玉李善长如此焦急，一定是有什么蹊跷。朱元璋准备了御寒衣物，带着马皇后再次以商人身份前往北境。这个虾仁还真是有点本事，不知山海关长城建设的如何了？虾仁这小子一如既往的有本事。府邸门口，哎呀，黄老爷子，真是你呀！我想死你了。我看你小子不是想死我，而是想我死才对。你这老家伙说的没错，我真以为你死定了。这小王八蛋天天就想着自己怎么死，他想图啥呀？虽说他不清楚自己是皇帝，但好歹也是皇亲国戚吧，竟然总是记挂自己有没有挂了。对了，黄老爷，你怎么来这里了？北平比不上上户富裕，你确定能承受得起这么寒冷气候吗？还是你也觉得跟着我能发大财？马皇后见朱元璋的样子也是无奈，每回见到虾仁，两人都要掐起来，好像天生犯冲似的。我们根本没有谋反心思，但此番前来却是要调查谋逆之事。调查叛乱，这是怎么回事？我在北平待了这么长时间，根本没发现有人谋反，是不是皇上疑神疑鬼的老毛病又犯了？我看他根本就是没事找事。虾仁，咱们可是看在你我多年情分上，才向你透露点风声。咱们可是奉了陛下旨意前来北平的。皇夫人，这是真的吗？咱骗你干啥？你也知道咱是皇亲国戚，陛下是对咱们信任有加，这
这才把如此重要之事交给咱们来办。毕竟以商人身份查谋反之事，便于行事。还别说，陛下虽然多疑，可是对家人还是挺信任的。可是我身兼布政使和都指挥使2大要职，怎么我一点也没有察觉到有人要谋反的迹象呢？虾仁，我们此行目标明确。咱整个北平德人都在修长城，谁要造反啊？我看陛下他是脑子进水了吧？老子真想给你一刀！虾仁，此次皇上命咱们前来查的就是徐达与你。我没有，可不能乱说。我虾仁岂是那谋逆之人？我为官清廉，还是光棍一条，全心全意为百姓以及大明江山着想。古往今来，再也没有比我还廉洁的好官了。清官，你他妈在上户县见你一面，还要交入门费？咱们自然是知道你不会谋反，所以才特意知会你一下。咱们也是过来打头阵的，顺便让你知道眼下是个什么情况。可不是嘛，我怎么可能谋反啊？陛下是老糊涂了吗？除了动不动疑心这个谋反那个谋反的，就没别的新花样了。咱们这次来北境是要调查蒙元人在山海关做生意一事，陛下非常看重此事，才会对你们有所猜忌，让咱们仔细查探。原来是这事啊，我还以为发生了多大的事呢。此事非同小可，否则陛下也不会让我们过来打探消息。如果不给陛下一个交代，你们就死定了。走，先回府再说，我当什么大事呢？会客厅，虾仁，你他妈帮上户县的府邸直接搬过来了是吧？此事说来就话长了。黄老爷子，你是皇室中人，想必对大明的历史也是了如指掌吧？也明白大明江山是如何来的吧？那是当然，若不是陛下，也不可能有大明。对，说的没错，正是陛下带着众人摧毁蒙元，然后才有了咱们大明。但是元朝余孽却是遁入草原，除了北境就是无边无际的大草原，草原上生活着许多游牧民族，其中有许多游牧民族被蒙元控制，甚至许多游牧民族前身就是蒙元。即使是大明剿灭了元朝，但他们却没有彻底消失。就算把他们全部杀了，还是会有人借着光复元朝名义卷土重来。长此以往，元朝余孽根本就杀不完，除非你有本事一把火将整片草原全烧了，再杀了所有草原人。可此举不但费时费力，还吃力不讨好。蒙元时则已是心腹大患，现在蒙元是3大势力鼎立，表面上看起来各自为政，实际上却又充满着凝聚力，绝对是我大明的一大劲敌。况且他们不像倭寇好对付，倭寇那些废物也配跟草原人相提并论？倭寇毫无血性，也就敢欺善怕恶，但草原人不同，他们每个都是血性的汉子。大明兵力虽然强大，但在草原上却没有他们有优势，他们可以一直往草原深处撤退，而我们军队却无法深入，因为草原就是他们的家，他们随时都可以生存下来。可大明的将士不行。你说的没错，黄老爷，你想不想知道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蒙元问题？我可是有个好主意。突然，马皇后剧烈咳嗽出来，吐出一口血。来人，快送医院！朱老爷子放心，我这就去医院看看，你先冷静一下。医院内，皇上，皇后怎么了？徐达，快去请太医。皇上别担心，这里大夫医术都很高明，况且虾仁也在。就在这时，虾仁出来了。如何？咱妹子没事吧？黄老爷子，你怎么对夫人的身体一点都不上心？她患的是支气管炎还没好，你却将她带到这么冷的地方来。你知不知道北境气候寒冷，气温是越来越低，寒气入体时间久了，身体吃不消。如果继续受寒的话，夫人就有危险。你少在这跟咱废话，咱问的是大夫。闭嘴！你怎么跟夏大人说话的呀？若不是夏大人，我等也整不出这等怪症是什么，更别说要如何救治了。没错，夏大人可是神医，就算是我们这些资深大夫，也要向夏大人请教。你一个患者家属瞎嚷嚷啥啊？我这样一个为大明鞠躬尽瘁的大清官，怎么可能会让大明置身于危险之中？你敢相信吗？虾仁被朱元璋实则下狱，暗中其实保护在赵宇，好吃好喝伺候了半年多，终于给虾仁下旨安排到北平去了。可虾仁在那半年就和蒙元建立了工厂，这可帮朱元璋吓坏了，带着马皇后就来到了北境。这时马皇后就急发作了。住口！怎么跟黄老爷子说话的？黄老爷子跟本大人是朋友，赶紧退下。黄老爷子不用担心，你夫人病情已经缓和下来，没有危险了。他妈，这小子还会医术，又被这小子装到了。虾仁，想不到你还有这本事。算不上本事，不过是见过大夫，诊治过这样的病人而已。对了，咱妹子这是怎么了？黄老爷子，我知道你忧心担心，不过夫人这病虽说不重，却也不可轻视。支气管炎诱发的咳嗽和普通咳嗽不一样，普通咳嗽多半是感冒引起的，又或者是受到刺激气味引起咳嗽，可是支气管炎的咳嗽就不一样了。
了。这么说吧，夫人是呼吸道感染了病菌，也就是所谓的支气管炎症，这分为急症和慢症。夫人这是急症，所以病情会复杂一些，不可能完全治愈，顶多就是调理缓解，调理的好就会慢慢好转。说话间，马皇后从屋里走了出来，虽说咳血了，好在及时送医，经过紧急治疗，倒也没什么大碍，不过也只是暂时缓解了病情而已。妹子，你感觉怎么样？有哪里不舒服吗？没事了，我吃了虾仁给的药，好神奇！吃了药后，虽然嗓子还有些不舒服，却不咳了。虾仁，你那是什么药啊？虾仁那些药材还有吗？全给咱妹子留着备用。还有，你刚才所说的调养要如何做？这些药材绝大多数咱大明就有，但是有几味药材却是咱大明境内没有。大明境内许多生长药草的地方都因为战火而夷为平地，虽说现在那些地方也陆续住上人家，但是被战火摧毁的植被短期内却是无法恢复，所以许多药材只能依赖海上运输，从国外购买。但是从福建出海虽说便利，但耗时太长，而且药材的寻找也是一大难事。出海就出海呀，只要买到药材就行。老爷子且放宽心，从福建出海费时费力，但是从咱北平府出海就近得多了。由北平府往东有个王京，由海上过去花不出多少时间，关键是王京的药材都不错。那就去王京。虾仁，你身为北平府部正使，海上运输一事你也熟悉，你让人立刻出海购买药材，对方若是不卖，就将军队拉过去，将他们灭国。黄老爷子，不是我对你有意见，你在这装什么？为了一些药材就口出狂言，要把国都灭了，还让我赶紧的。你一个皇室宗亲，又没什么实权，你还真敢说啊？我跟你说，陛下最忌讳有人越过皇权，况且北境的禁海令还没有废除呢。这他妈小王八蛋来了，北平变样了，一天骂我好几回了。此事咱们回宫后自会向陛下禀报，但药材一事只能麻烦你多留意了。黄夫人别担心，咱不像黄老爷那般不明事理，现在咱们这里还有一些材料，如果你们能尽快搞定禁海令一事，就可以坚持到买回新药料那天，那时就好办了。虾仁，你刚才配的药喝起来就像是在喝茶，味道还好闻，跟其他大夫开的药完全不同，这样有什么说法吗？也没什么说法，药材固然重要，可是最关键的还是要好好调养。黄夫人，您和黄老爷子都一把岁数了，你们也不像徐老哥那般成天在外劳顿，最后操劳而死。你们这身体若是不注意调养，是会出大事的。我配的药是经过慢火熬制得，效果比茶水好多了。虾仁，那要如何调养呢？这还不容易，和我一样就行。黄老爷，你哪次见我不是看到我躺着喝茶，对不对？总而言之，养生是全方位的，里外都要考虑到。北境的禁海令作废就是了。虾仁府邸。虾老弟出大事了，这下我们完蛋了。黄老爷此次前来是来查我们谋逆一事。这有什么？不就是陛下以为我们要谋反吗？还不是你掌控军队，而我呢又是部正使，这才让陛下猜忌上我们啊。我们两人要谋反，猜忌你也就算了，怎么会连我也一同猜忌上了？徐老哥这么大声干什么？况且只是谋逆而已，我什么都没干，有啥好担心的？陛下也没有就认定你们一定叛变了，不过就是对北境近期发生的事情心存疑虑而已。沿部落的人在山海关建工厂做生意，就连国公李善长都特意进宫向陛下质疑此事。毕竟事关边陲安危，兹事体大，还有极大可能会引发战乱，应天府不少人都在关注，陛下自然不能置之不理。这不关我啥事，这是全是虾老弟的主意。呵呵，你这推卸责任的本事真不小啊！呵呵，黄老爷子，你不要那么迂腐好吗？陛下不是派你来调查情况吗？你在这里吃好喝好玩好，时间到了就离开。陛下问起，你随意搪塞两句就行。主要是我们并没有谋反，对不对？你这是什么话？你是想让我欺君吗？你知不知道欺骗陛下是何等重罪？我说黄老爷子，有话好好说，行不行？每回和你说点事情，你都是大惊小怪，动不动就生气。你是不是想过谋朝篡位？怎么就摆出皇帝的架势，搞得我像是在骗你似的？放屁！我说过，我没有想要谋反。好吧，我理解，不过就是让你对陛下说些善意的谎言而已。至于那些愤怒骂，我跟你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可不仅仅只是说说而已。有些东西，陛下是无法亲身体会的。此话怎讲？是不是远离皇帝就可以无视皇帝旨意了？陛下住在应天府，而北境跟应天府相隔甚远。等陛下旨意传到这里，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如果地方官员要处理的事情紧急，那该怎么办？哪来得及上报？陛下总是以短浅的眼光去看天下，这样的旨意又有什么用？身为一国之君，在下旨前应该先要了解情况，不然陛下旨意跟事实有冲突，你说地方官员该如何做才好？囫囵吞枣的做，万一被陛下发现了，就是被斩首下场。不执行陛下旨意吧，同样的砍头。总之，陛下喜怒无常，一天一种想法，也不理会地方实际情况。咱大明其
其实还真有不少想做事、愿意把事情做好的好官，可惜都渐渐被埋没起来。就拿上户县来说，我们治理了几年，现在那儿的官员不都愿意干什么？其他地方也不少这样的官员，还不是因为朝廷缘故，许多人都有力气无处使，甚至陛下还成立了锦衣卫，整天盯着官员，正事是一件不干。你就按照我教你的方法禀告陛下，也许陛下一喜，还会对你有重赏。而且你此行的目的也不是什么大事。朵颜部落在大明地盘上做生意，这是原本就兹事体大，而且大明与蒙元之间的矛盾，你不会不知道吧？现在山海关长城正在建设当中，若是朵颜部落里应外合，蒙元对我们开战，山海关的百姓岂不是危险？我这样一个为大明鞠躬尽瘁的大清官，怎么可能会让大明置身于危险之中？肯定不会啊！我又不打算谋反，也没想要通敌，我做的一切可都是对大明有益的事情，是为了解决横在蒙元和大明之间的问题。平定北疆与让蒙元入山海关经商又有什么联系？难不成你以为他们跟大明有生意可做，就对大明再无威胁了吗？自然其中还是有关联的，不只有关联，而且还有很大的关系。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他们之所以能够历经几个朝代不倒，甚至还建立起元朝，离不开他们强大的军队支撑。虽然到了元代末年也腐朽不堪，但瓦解他们得还是受到许多因素影响。皇帝登基后反而民心向背，加上他们缺乏管理手段，但即使他们退回到草原深处，也依然强大，地广人稀，可以支持他们不断的进行游击作战。他们更知道如何在大草原上生活，如何充分的发挥自己优势。这些我都懂，有没有不同寻常的看法？看法也有，那就是他们是如何生存的。草原人以羊马牛等肉类食物为主，甚至还有羊乳，看似丰富，但他们人数众多，还要保证军队有充足补给，品种单一的食物。到了寒冬，他们处境很变得艰难起来，所以寒冬时蒙元不得不攻击大明，掠夺粮食。除了食物，其他生活物资他们也紧缺，草原上资源匮乏，除了掠夺别无他法，所以本官才将蒙元人引到这里来，让他们在此经商并建工厂。好像有些知道了虾人的意图，但是又感觉有点离谱。你到底想要说什么？打经济战，打贸易战，草原上只有牛、马、羊等食物，至于盐、大米等其他食物，甚至是军用用品，只能靠掠夺获得。我要做的便是化掠夺为交易，而且我们还要通过贸易去控制他们，让他们必须遵守我们的规定。什么？我才来北平半年，皇上又让我去当凤阳县县令，我特么的！你敢相信吗？虾仁和徐达被老朱弄到北平以后，就和蒙元开工厂，利用贸易战就这样轻松解决了蒙元问题。一个有钱，一个有兵，吓得朱元璋就带着马皇后来到了北京。看到虾仁解决了北京问题，就带着马皇后回去了。这个虾仁真是个大才，但是现在北元贸易事情敲定，仲巴，我刚刚想到个好主意哦，不是个有趣的主意哦。妹子快说出来，让咱听听。我也是听了仲巴刚刚的话，才有了这个想法。想来半年的时间就帮北境之事步入正轨，那留着徐达坐镇就行了。哦，那虾仁呢？仲巴，你老家凤阳最近几年可是一年比一年穷了，你就不怕被别人戳了几两骨，说你都当上皇帝了，老家却是一年比一年穷了。对，虾仁那小子本来就是县令出身，你看上户被他弄的，现在咱也想让咱的老家也变上一变。朱元璋决定之后，到了应天，很快就颁下了圣旨，北平虾仁府邸。奉天承运，皇帝诏谕。什么？我才来北平半年，皇上又让我去凤阳当县令，我特么的，这老朱不是个玩意啊！我刚搞定蒙元，制定政策能稳住蒙元，又让我去当县令了，凤阳可不是好地方啊！还有，我特么家才搬过来半年，又要搬家，我特么认床啊！数年后，奉天殿，陛下，那凤阳县县令下任，无礼无德，本性极差。不过为官一载，就开始克扣欺压百姓，不但在本县内作威作福，更是将周边邻近的几个县城全部规划至他凤阳县界内，还大力提高了赋税，祸害至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实属大逆不道。以上种种看似行恶，但这之下细思极恐，一想，这不是恶意拉拢自己的势力吗？意图造反啊！混账！来人，给咱好好查，若是真的如同众大臣们所言，必将严惩不贷，处于极刑，以儆效尤于天下。虾仁这个狗东西，难道是不满意咱的安排，才给他调到凤阳数年，就想谋反了？就他一个小小的县令，还是图和咱斗？马皇后请功。仲巴，虾仁你还不知道的吗？喝口汤压压惊，到时候等侍卫查出来消息再做定夺。若是真的如同他们所言是个混账之人，那事后再好好治理，补还百姓也是不迟的。
这混账究竟是如何惨绝人寰的压榨百姓，才能够将其税收做到其他县的10倍之多？仲巴，依我看此事怕是不简单呐。怎讲？你想想，就凤阳县那种地方，应当如何克扣百姓，才能连续3年，1年税收比1年高？那这钱都从哪来的？咱们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哈哈哈，去让太子准备，陪咱们一同前去。3日后，皇上，这怕是走不了了，前面堵了，把路给咱破开。怎么是一群人把路堵了？老人家，这是发生了何事？这条道啊，是我们凤阳县专门给商贩赶集的路，要走马车啊，得从旁边那条道。这是什么东西？我的舌头好痛。怎么回事？谁下毒？无毒啊！这可是我们这里特产的辅料，名为朝天椒，可是辣味最浓烈的一种辣椒。平日里炒菜放上一吃，便已经提味上口了。这小兄弟怎么还直接塞嘴里吃了？给，是个小香梨须去火。哦，老乡，你这里卖吗？给我来100斤。爹，你也尝尝看。哦，老乡，给我来100，不，200斤。一次性买那么多做什么？又吃不完。若是喜欢的话，大可长期预定。我们这边还有很多其他的水果。哦，老乡啊，你们都是怎么会突然想到种植这些瓜果的？这可全都是多亏了我们县令虾大人的福气。自从虾大人上任之后，便开始大刀阔斧的在凤阳县改革变通，就连这些瓜果也都是虾大人教我们种植的。虾大人是我们真正的父母官，要不是他的话，我们这一个县的人怕是早就饿死了。凤阳县，这是凤阳县，才几年时间就不亚于上户县了。客栈，躺在躺椅上的虾仁，朱元璋几人走进来。欢迎，黄老爷，你们几人怎么来这了？你什么时候成客栈的管家了？这个说来话长，走，本官给你们开一间上好的客房。这客栈和白金汉宫差不多啊。那是自然。咱问你一件事，你说。咱听说你在凤阳县贪污受贿，这可是真的？这是哪个混账说的？黄老爷可别开玩笑了，这当然是假的。我虾仁一生只为大明，光明磊落，从来不会做贪赃枉法之事，你可不要污蔑我。县衙，盖房的盖房，开户的开户，这衣食住行的任务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招商引资可以实行一下了。第2天，黄老爷，凤阳县赚了不少吧？本官略备薄酒，想请几位小酌几杯。好。餐桌前，此酒乃是精酿，皆是上等工艺制成，保证小酌半口便会唇齿留香。尝尝。这酒不错，二位放心，这酒我这多的是，只要二位喜欢走时，带上几坛都可以。而且我们这酒虽好，但价格绝对亲民，每坛只需5两银子。你说这一坛酒就得5两银子，你咋不去抢？老黄，这点银子现在对你来说应该不算什么了吧？这个先不说，咱说说其他的吧。二位有所不知，虽说这酒钱和客栈住店的钱确实相比其他地方有些贵，但这贵也有贵的道理。再者说了，以我们凤阳如今的经商环境，赚上这几两银子根本不是事，就算是寻常百姓一个月出工出力，也能赚上几十两。什么？几十两？这虾仁是走哪付？不必如此震惊，若是你们能够留下来，一年赚个上千两白银也不算难事。至于我说的是真是假，老黄你应该是清楚的。好了，不说这些了，二位还是细细品尝一下我凤阳特色的酒菜吧。酒过3巡，菜过5味，客房。彪儿，你说虾仁此人能信吗？爹，凤阳每年的赋税和凤阳每年经商都能赚上上千两，根本就对不上数。你是说赋税有问题？真是狗娘养的，气煞我也！看来朝中那些弹劾之言说的没错，凤阳的经商环境倘若真这么好，这赋税绝对不少。可是朝廷每年收到的赋税却少得可怜，绝对是虾仁从中贪污。爹，儿臣觉得此事没这么简单。彪儿，你有什么想法？快说来！虾仁绝对不是贪污赋税之人，他有这种才能够将凤阳县发展如此之好，其心也绝不在贪污赋税之上，恐怕另有他人从中作梗。彪儿说的是，为父倒有些意气用事了。不过这赋税之间的差异绝不是小数，若真是被谁贪污，此次微父私访必定要将此事查个明白。城门前，这是发生了什么？怎么看大家伙都往那边靠去？大家伙都是跑过去看告示的。老人家，墙上贴的是什么告示？县令虾大人要发展纺织行业，所以重金招揽能工巧匠和手艺精良的绣娘，一个月给30-50两白银。彪儿，我问你，普通一个绣工能够拿到多少工钱？普通的纺工绣娘1日30钱，一个月也就不到1两。看来他应该没有胡说八道。2日后，客栈里，兴起纺织业是他临时起意，那个奇怪的纺织机是他研究出来的。
彪儿，如今你对这虾仁又有何看法？爹，虾仁此人必不可能是朝中重臣弹劾那般的贪官奸佞之辈。没错，咱也是这么认为。虾仁是个大才之人，不过咱就奇了怪了，像这样的能人才子，他们不给咱往上举荐不说，还往人家身上泼脏水，这恐怕里边是有缘故的。父皇，您是怀疑有人暗中拉拢虾仁不成，反倒想趁着此番弹劾要了他的性命？传命二虎速来凤阳，咱要好好的逛逛这凤阳县，也要好好的扒一扒，这是背后究竟是谁在搞鬼？如此的能人才子举荐不上来，反倒是朝中不停举荐某些人的门生弟子，想来咱的吏部烂成什么样子了？这虾仁所造的机器织出来的布料，真当有那么好吗？自今日步行开业，就已经人满为患，供不应求了。彪儿，要不你且随我前去看看？不好，这布料这手感确实算是上等布匹了，就算是咱的御用布匹和这相比都要相差几分，实在想不到如此能工巧匠织出来的布匹竟然是出自虾仁之手。哟，老黄，这还是真巧，没想到在这儿竟然能碰到二位。确实是巧，不过今日你怎么没在客栈，而来到了这布行里？老黄，你这是对新开张的布行感兴趣，还是想要在这里购得一些布匹带走呢？老黄，我有一个项目需要投资，你有没有兴趣？只不过这要是没多少资金，恐怕……你敢相信吗？虾仁在北平才半年，居然又被朱元璋从北平调往了朱元璋老家凤阳县，目的就是让小县令虾仁拿出看家本领去发展凤阳，省得被人戳了几两股。数年过去，居然有人在奉天殿直接弹劾虾仁，随后朱元璋便带着太子朱标和马皇后又来到了凤阳县，又被震麻了。老黄，你这是对新开张的布行感兴趣？咱除了对那上好的布匹感兴趣之外，自然也对着新开张的布行感兴趣。这般好的布匹要是能够卖到其他地方去，那绝对能卖出一个好价钱来。这家布行是县衙做股的布行，你如果感兴趣，这才刚说没几句，就打算拉我们投资入股了。现在虽然布匹卖得很火，可毕竟规模太小，富一鱼而不富全县，这会让老百姓们不平衡的。你说的没错，自古不患寡患不均，没想到你居然还能心系全县百姓，倒是难能可贵。倒也不是这么说，我就是见不得百姓们受苦。听你的意思是要把这纺织厂的产业再扩大一些？是的，我要把纺织厂扩展到凤阳县每个村子里。这可是一时半会收不回成本的。为商者不能计较眼前得失，虽然前期投入大，可一旦形成规模，那便是一劳永逸的事情。而且我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生产任务，等我筹划好，必然是双赢的。双赢？这么大规模的布匹生产，必然也会对周边的县城乃至金陵城都会有影响。你说的很对，不止于此，明年种植棉花的百姓会更多，这样就算寒冬数九，也不会有人挨冻了。数日后，这两位客官可是有事？老太太，咱路过此地，听说这里家家户户都有织布机，所以过来看看。阿弥陀佛，我们老两口可是沾了凤阳县令的光了，现在还能有这活干，不然过段时间冬天一来可就遭殃了。你们孩子呢？死了，前些年跟着吴王打仗死了。那老丈你的眼睛也是跟着吴王打仗瞎的。老丈这眼睛是在哪里被打坏的？鄱阳湖跟陈九寺决战的时候，两边接上兵后，连着打了40多天，最后被对方的兵一刀划下了双眼，好在命大没死。爹，那陈九寺是何人？陈友谅。老夫人，你们织布这赚的钱可够用？够用。你们这村子像你们这样的人家多吗？不多，当今圣上也是俺们凤阳人，当年圣上起兵抗元的时候，俺们这的人肯定的帮衬着，这村子去了不少人，就我这老头子活着回来了。后悔吗？后悔啥？当兵吃粮死了那是命。再说当年要不是跟着抗元，哪能让俺们这凤阳人做了天下？哪有如今这太平的日子？哪有这凤阳县令的好官？好，当年的那股子大战鄱阳湖的劲头还在，就冲这，咱就知道你后面的日子会越过越好。这位客官，俺听你声音咋有点熟呢？老丈，咱当年也打过仗，洪都、平江、鄱阳湖、金陵一仗也没落下，咱俩算是同袍。这些银两你拿着，用得着。常元帅帐下宣武军百户王金良恭送吴王。彪儿，咱亏欠这些老兵太多了，要不是这虾仁给他们这些生计，日后不知道会怎样的艰难。你要记住，等咱大明都富强起来了，要好好待他们。儿臣谨记，虾仁的确是个好官。县衙，二位刚才所说的生意头脑，不过是我学了点皮毛。虾仁不得不说，无论是创造本领还是经商能力，你算得上是人中罕见。老黄，我想着有一个项目需要投资，你有没有兴趣？只不过这要是没多少资金，恐怕……实不相瞒，咱在应天府产业不小，要算起来的话，估计比起你们凤阳县的富商还能强点。要说钱，那你可算找对人了，只要你手里的项目不错，钱绝对不是问题。哦，此话当真？什么时候这抠门的老黄变得这么大方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行，咱们先说酒的生意，其他的待徐图之。有句话叫做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咱们去客栈详谈。行。
客栈。据我所知，如今的黄白酒生意并不好做，不少酒坊只能够销一阵，即便是生意兴隆者，也不过销一线而已。想以此为大生意者，恐不可能。我要做的并非寻常，二位不妨先尝一尝这几坛美酒与之前的酒又有何区别？莫不是这酒与上次所饮不同？此酒并非上次所饮，酒意虽大，但无比清香，就算是上次所饮之酒，也比不过此酒。二位上次所饮美酒乃是凤阳所产的地方酒，而这次的酒并非凤阳美酒，而是我有独特的酿酒之技酿造而成。都是酿酒，难道你的酿酒之法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吗？我的酿酒之法总用时不超过1周，并且是在凤阳美酒上加工，耗时短，口味更甚，并且为高度，酒饮用后并不会让人产生不适。如此一来，其中的利润可想而知。只要你有足够的信心，我这儿的钱就没问题，你要多少银子都可以。2日后上书房参见圣上。上次让你亲赴凤阳查下人弹劾案，咱觉得方向错了，才没查出个结果来。刚才咱好好的想了想，这件案子从凤阳查不出来，而是要从咱的朝堂上，从咱的应天府开始查。圣上的意思是从牵扯弹劾的大臣们一层一层往下查。那么多大臣一起弹劾，绝不是空穴来风，你给咱好好去查查，看看都是谁在背后指使，尤其要给咱查查胡惟庸，看看谁都依附他，再看看是不是他在幕后。咱只给你1日时间。是。妹子，你咋来了？喝点参汤补补身子吧。西北旱灾真是让人看上去都头疼。不是有相国胡惟庸，这些事情哪里能劳烦你这么头疼呢？难不成胡惟庸还办不了这些事儿了？你忘了那虾仁的事情吗？那虾仁一开始我就说了，不会是贪官污吏的。得，我的错。既然咱们知道虾仁没有问题，那肯定就是朝中大臣的事。不过我倒是不觉得你这次应该查个明白，反而难得糊涂，好像能够更好一些。妹子，你的意思是让咱先别大肆查办，而是放长线钓大鱼，到时候再看看究竟是谁在幕后推使这一切。差点忘了告诉你，朱棣回来了。本身前2日就想给你说，可你自己把自己关在这御书房，一直不出来，我也就差点忘了。弟儿回来了，我怎么没见着他？朱棣带着雄鹰也跑到凤阳去了，说是想给你个惊喜，可没想到打了个差错。朱元璋把朱标叫了进来，然后说了一通话。3日后，酒楼外，是谁家孩子？怎么一个人在街上？主不向酒楼里的小二询问，也没问出结果。虾仁只好带着雄鹰回县衙。朱元璋和朱标走进酒楼，却看到了喝醉的朱棣。父皇大哥，朱棣，雄鹰呢？你不是带着雄鹰一同来到凤阳的吗？怎么不见他人呢？刚才还不是在这儿。几位爷，是您家把孩子丢了吗？刚才这里确实有一个孩子在道边，不过被我们县太爷夏大人看见之后，没找到家人，便带回了县衙。县衙门前人满为患。今天县衙是发生什么大事了吗？怎么这里围这么多的人？今日是夏大人主审判案的日子，近几日的事都会在今日判案，所以前来观看的百姓就多了。县衙里，虾仁旁边站着朱雄鹰，雄鹰也在大堂上，我们看看他究竟断案如何。大堂之前站了1男1女2人，而在另一侧还站了一个年轻男人。尔等何事？还不快快奏报！大人，小女子家住城西，名叫秀莲。昨日晚上我家被个黑衣贼匪给偷了，我这月做工赚的10两银子全部都偷走了。当我发现贼匪撒腿就跑，等我追出门之时，并没有看见黑衣贼匪的身影，只看见隔壁于老二，他当时也身穿了一身黑衣。于老二一天不学无术，他应该就是那个黑衣贼匪。对于他的控告，你又有何话要说？害羞大人明察，昨晚上我只是回来的晚，谁知竟然被秀莲当作偷钱的匪人。我知道你只是说你外出家门追赶贼匪之时碰见了于老二，可是又何曾亲眼目睹他在你家偷盗过？而且你今日来状告之时应该要带着证据，不知你有何证据？依照大明律例，盗窃以被盗数额定刑。你已经说过有10两银子，可你的银两上是否做过标记？若没有做过标记，你怎能说别人的银两就是你的呢？而且你有的这10两银子，是否有人能够为你作证？你有拿不出证据来，这个案子就压根没办法审。你可听明白了？你丢了银子，报官没问题，但若无凭无据就指认他人为盗窃你银子的贼匪，那就是诬陷。你们几人且先回去，丢银子的事我自然会派人前去查案。若被我查出证据来，确实是于老二盗窃银两，那本官自不饶他。依照大明律例，该如何处置便如何处置。可若不是于老二所为，此事便与他无关。你2人回去之后，也休得难为于他。2个时辰后，要是能把他留在县衙里，倒是给我能省不少事儿。大人，有人前来报官，说是丢失了一幼子孩童。听闻大人捡到一个孩童，便来县衙领人来了。
虾仁，咱来了！小兔崽子，你敢乱跑，回头揍死你！黄公子，就是你在大醉之后把孩子丢了。美酒虽好，但不要贪杯。朱元璋来到了凤阳县，看到虾仁开一个布行居然都能带动周边经济，又帮衬老兵，感动坏了。回到应天屁股还没坐热，老四朱棣居然带着他大孙去了凤阳，居然还帮朱雄英给搞丢了。碰巧不巧的被虾仁给捡到了县衙。虾仁走出县衙，街上，老黄，你们怎么又来了？这才几天时间就从应天府打了个往返。这不是刚来就把孩子丢了，我们就在城里寻孩子。哟呵，才几年不见，你都有孙子了，恭喜恭喜！酒楼，二位此次前去应天府，想必已经把做生意的资金筹措好了吧？如今你需要多少，只管开口。哟，听说街上新开了一家酒铺了没有？令公子就是在那里醉倒的。由此看来，这白酒生意确实了得。二位想要多少股呢？赚钱之后3期分成。卧槽，老黄又来了，又是特么的3期分成，难道又是资本的钱如数奉还？3期分成，没错，就是3期，只不过是你占7成，我占3成。我还是想听听接下来你准备如何发展。老黄你咋了？身体还好吧？今天早上吃药了没？甭废话，说重点。将凤阳产业的酒分为3、6、9等，销售给不同的人。何为直营？何为直销？直营直销就是我们凤阳酒业在规模扩大后，自己派人前去全国各地进行营运销售，这样才能让我们的销售效率变得更高。据我所知，如此的销售模式全国仅有。高，实在是太高明了。照你这么说，等同于把全国的凤阳酒业市场全部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你有如此本领，不应该只是个县令，真是屈才了。你把这凤阳县打理得如此之好，为何朝廷不重用你？快别说了，老黄，皇帝圣旨说让我在凤阳县从头做起，有升官的机会。现在并非是朝廷不重用我，只是有些人从中作梗罢了。你入股投资的钱银，我什么时候能取到？这是第一笔5000两，已经存入了你们凤阳钱庄，你随时可以过去取走。规模壮大之后，若是需要，我还可以再追加。行，咱们签合同。城南，东家要人吗？我这身强体壮的能做劳力，干起活来你放心，绝对是一把好手。还有我也是一把好手。都别着急，都别急，我要的人多，基本上你们这些人都可以聘上，一人1天2两银子，管3顿饭，谁要干，现在就可以和我走。你今年多大？这身板可不像是个干劳力的。我今年16，东家您放心，不管多重的活我都能干，我很听话的，您就让我也干吧。东家，这孩子最近一直和我们在一块儿，您就把他也要着吧。您要是不要他的话，他赚不到银两都没钱吃饭。这孩子说来也可怜，无父无母，一个人在凤阳孤苦伶仃的。是啊，东家，您要是觉得不放心，要不就把我工钱让出一半给孩子都可以。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我叫周周，凤阳县人。我娘在我出生时难产死了，我爹前些日子得了重疾也不在了。你以后就跟着我吧，除此之外，我还会给你俸银。阿正，快别愣着了，赶紧感恩东家。谢东家。数日后品酒会，东家，外面的人基本上都已经到齐了，您看咱们什么时候开始？那就出去看看吧，这品酒会也该开始了。院中，诸位久等了，既然诸位已经到齐，那我们今日的品酒会也就可以开始了。夏大人，您这是？诸位老板，今日在这里，我并不是代表凤阳县衙，咱们在商言商，叫我一声夏老板就行，不必拘泥。除了我家酒铺的酒之外，还有咱们各个酒楼酒馆的酒，这些酒的出处都在坛子底下写着。等各位品完了这些美酒之后，我们也为这些酒馆酒楼分个高低。那我就不客气了。我觉得6号坛和8号坛算是上乘，应该都是超过20年的佳酿。我觉得8号坛不错。我也同感，这8号坛应该是我家的吧？这酒喝起来润喉纯绵，应该是这里最好的酒了。一时间众说纷纭，不过极大多数人都十分认同其中的8号坛。诸位现在说说，到底是哪坛子酒算是最好的酒？8号。我也选择8号坛。我也是。凤阳酒业，这是谁家的酒？怎么没听说过？在我们凤阳县还有这号酒商？实不相瞒，凤阳酒业便是在下所开的，而今日邀请各位前来，至此也是想让各位参观一下我凤阳酒业的酒厂。夏老板，你的酒确实不错，该不会是你动了什么手脚？而且之前我也没有听说过你有存酒酿酒。我们凤阳酒业的酿造之法，并非传统的工艺，是在传统工艺之上另行加工，将其酿造成高度白酒。如此一来，无论是口感还是酒意，都要成倍增加。我今日想和诸位商议一下合作或者收购之事。据我所知，诸位都有着不少的存酒，有些存酒放置时间过长，但却无人购买饮用，不如将这些存酒都卖于我，我可以花高价收购。
这些存酒是我们的底子，我们怎么可能会轻易就将其卖给你呢？莫不是虾老板打算垄断行业？垄断之事会引起人神共愤，我虾人又怎么会贪这一趟浑水呢？我这么做不过是为了把我们凤阳酒行推广出去，到时候大家一起获利，算是我帮助诸位将存酒全部销售。若是诸位不情愿，我也不会勉强，不过我可以与诸位打个赌，3日之后你们自会同意我今日收购存酒之事。我们可以和你打上这个赌，不过到时候若是我们还不同意怎么办？我会将我自己的工艺公开，等同于将这门技法送给诸位。好，若是虾老板能够赌赢，别说是我们家的那些存酒了，就算是以后我们专供给虾老板都行。不过希望3日之后虾老板不要赖账。酒楼内，东家，要是他们3日后还不愿意的话，那不是白白将工艺送给他们了？你觉得他们此刻心里怎么想？认为3日之后你会将工艺白白送给他们？不错，但我有一个办法，现在凤阳县的酒馆生意不景气，那些生产酿造的工匠、酒匠收益肯定大不如前，我们只需高价招募便可。去吧，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此次招募可以拿出2倍市价。县衙，县令大人，您可算是回来了。怎么回事？发生什么大事了，让你这么着急忙慌？县令大人，您不知道丰阳纺织厂那边出事了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今天丰阳纺织厂被人堵了门。堵门？主簿把原因说了一遍。走，和我过去看看。大人需要带些人手吗？不用。不行。夏大人，你可得为我们那些人做主啊！我们之中大多数都是外地来的商客，凤阳县的市场环境确实很好，可是你的布行和纺织厂自打开业之后，我们都压根没有了生意，光连房租都交不上了，更何况还欠着不少货款。你们今天来就是想要个说法，我就给你们个说法。首先，纺织厂无论是从开设还是运营，都是符合朝廷律法的，而且凤阳不行也是按照律法所行，在根本上纺织厂和布行都是合法的。其次，你们说你们手里的货物积压无法经营运转，原是在于你们的布匹质量有问题，吸引不了客人购买，和我们凤阳布行以及纺织厂都没有关系，反倒是你们这样聚众堵门闹事，干扰纺织厂正常生产，是违反了朝廷律法的。我们也知道那样堵门干扰生产不是个办法，可是我们到那一步也没有任何办法了。我倒想问问你们，什么样的说法能让你们满意？要不您都把那纺织厂关了，关上个把月，让我们把货都出完，您再开门做生意，我们在您那儿进货都可以。胡闹！你们来想要有个解决方案，我可以和你协商，但是这种无理的要求，别说是我，就是县衙也不答应。你们要么回去降价销售，将成本捞回来点，要么就把你们存压的货物退回去。这2个选择究竟要怎么做，取决于你们自己。夏大人，难道都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吗？办法我倒是有一个，前提是你们每个人抄写一份悔过书，明日张贴于县衙公示栏。主簿把这些客商们的名字登记在册。夏大人，您可否明示？明日你们将布行之中积压的货物全部清点一遍，交个名单到纺织厂里，按照你们正常销售价的80%，我可以将这些货物全部收购，但必须要签下公约，待纺织厂返工之后，将货物质量提升，你们再以正常价格回购，布匹质量提升，你们便可将其销售出去，若是不能销售，便可退回到纺织厂。好，那我们都相信夏大人。行了，你们回去筹备吧。县衙，最近这几日还有什么需要料理之事吗？朝廷是否颁布了新的律令传达？政务上有什么难题之处吗？政务上倒是没有什么事，不过近几日我听到了一些风声。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那天我给你吹，这可是当朝大臣们摆宴专用酒。你敢相信吗？朱元璋和虾仁在凤阳合作开酒厂，这回3期分账居然给了虾仁7，这可帮虾仁吓坏了。老朱回去后，虾仁就开了品酒大会，下起了大棋，解决了纺织厂问题，就回到了县衙。而且在坊间流传也不止1-2日了，这些流言蜚语恐怕对大人不利。对我不利？有不少从应天来的商客说，宰相胡惟庸大人貌似在朝中带头说过您的坏话，朝中弹劾之人甚多。不过这些流言蜚语，我也不知是真是假。既然朝中已经有人开始弹劾自己，那为何并没有等到皇上的圣旨圣谕？既然是些流言蜚语，那就不要去管它，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是。 3日后，虾老板，我的虾大人，各位老板掌柜，怎么一大早都跑来了？这次我们来同意你几日前说的收购之事，只不过我们有一个条件，能不能把这些酒匠还给我们？我怎么听不懂你们说些什么？我们都商量过了，答应你的收购，可这些酒匠都是我们酿酒造酒的根基，您这开出高价，可算是一股脑全给招走了。你们说这事啊？我这酒厂需要酒匠工匠，没想到居然把你们的人招来了。虾大人，
咱先说说收购的事情吧。照这么说，你们都同意收购的事了？咱们3日之前打的赌算是我赢了。肯定是你赢了。我也不知道这次招来的酒匠师傅们究竟谁是谁家的，不过我们酒厂也确实到了用人之际，这人我还的确没办法给你们。既然你们现在也已经同意收购之事，那就自行将你们的库存酒都拉到我的酒厂里来吧，所有的酒我都会按市场价付钱。酒楼内，东家为什么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呢？如今咱们已经开出了2倍的价码，如果你是酒匠师傅，你还愿意回去吗？放心吧，他们已经在这行当干了这么多年，怎么可能找不到合适的酒匠师傅呢？难不成你以为他们这么多年都白干了吗？没想到东家把这些都已经想得如此清楚了，真是厉害啊！镇远镖局，你们是什么人？是来干什么的？我是县令虾仁。原来是虾大人啊，快请进。不知道虾大人今天来镇远镖局是有什么事情吗？今天过来是来参观一下你们镇远镖局。虾大人稍后片刻，我去叫我们镖局的镖头。见过虾大人，在下镇远镖局镖头林虎。林镖头，不必多礼。虾大人，我带您参观一下咱的镖局。进入镖局大院之后，映入眼帘的都是正在训练的镖手护卫。我们这除了每天的押镖送镖之外，其他时间都在练习刀法剑法。如今行走江湖，若是武艺不精可不行。你们现在送镖押镖，还会遇到匪徒吗？您有所不知，附近的这些山头的土匪都不劫我们镇远的镖。这是为何？不瞒大人，我们镇远的名声在外，而且是从应天而来的，再加上平日里训练有加，一些土匪抢过，但是都以失败告终，自此名声传了出去。你们送一趟镖到怀远定远得多久？从接镖到送到，基本上得2天时间，因为其中还得根据货物的价值来定押镖之人，整体的流程有些繁杂，但只要货上路，1天时间就肯定能到。奉天殿，皇上，凤阳县有一个名为凤阳酒业的商家，居然打着陈家里百宴的名头宣传他们的酒，可陈连一滴酒都没喝过他们的，请皇上下令严查。皇上，陈也是被那凤阳酒业的商家污蔑。皇上，与李大人一样，臣也被那凤阳酒业给污蔑了。伯问，其他3位大人都说没喝到凤阳县的酒，那你这次回金陵可是路过凤阳县的，你喝到了吗？回皇上，臣喝到。哦，滋味如何？比之宫中御酒如何？这凤阳酒与御酒相比虽各有风味，但御酒更胜一筹。哈哈哈！伯问，你不老实。凤阳的酒咱尝过，比御酒更雄壮一些，劲头也更大一些。相比之下，御酒倒显得稍柔弱了一些。那凤阳酒业虽说手段不怎么光彩，但酒还是不错的。陛下，那凤阳县令居然为了一己之私，居然让人在各要道路口拦截行人客商，就为了让自己的酒好卖一些，实在是可恶至极。皇上，臣等之前就有上奏过，这凤阳县令虾仁乃一介恶吏，不但鱼肉百姓，横行乡里，此次更是仗着官威，逼迫百姓们日夜操劳，只为他那不行之部，而且更是以利诱惑客商们去他凤阳县代卖白酒。周围各县人流减少，不但百姓们都想去凤阳县，而且客商们也都不去他们那里经过了。现在各县的行市都日渐凋零，请皇上下旨查办凤阳县令虾仁。幸亏咱去过凤阳县，不然还真被你们这些尸位素餐的官员们给蒙蔽了。待咱查明在议。请功。彪儿，跟你娘说什么呢？这么高兴？彪儿正跟我说虾仁是怎么借着那些官员的名头宣传自己的酒呢。咱现在正愁呢，谁知道虾仁居然把动静闹得这么大，大臣们都要求严办他呢。爹，虾仁是个好官，万万不能查办啊！你说的对，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官才是好官。咱想着是不是把他提拔上来，能为更多的百姓们造福。客栈，东家，难不成是对镇远镖局不满意吗？镖局的效率明显有点差。那您如今有什么其他的打算吗？你回去之后发布告示，就说我们创建凤阳镖局，招募习武之人前来。我会在酒厂附近再租一家宅子作为镖局，至于其他的，就等到招募到人再说。花园湖畔，启禀皇上，锦衣卫已经把关于虾仁的奏报递了回来。说说吧，最近这几天虾仁都干什么了？虾仁把凤阳酒业的生意已经几乎全包。虾仁还命人发布消息称要创建镖局，应该是为下一步将他的高度白酒外销到其他地方做准备。不错不错，还有其他的吗？奏报上还说，在密查虾仁的时候，发现有一伙匪徒盘踞在凤阳县周围，而且还整顿了当地山匪。这些人就是之前流窜淮西的匪徒。这些匪患估计1周1县是平定不了的，恐怕得朝廷派人。彪儿，你说为官之道重要的是什么？自然是秉公为官，为国为民。这次淮西匪患的事就交给虾仁来办，对他来说应该是手到擒来。县衙，忽闻县衙外鼓声大作，大人有农夫禀报，凤阳山上有猛兽袭人，有多人丧命。
大人，青天大老爷，请为我们做主啊！你且不要哭泣，把事情原委说来。关老爷，我是凤阳山下一个村子的人。10天前，我家男人与村中其他人去山上清剿猛兽，但一去20几人，却只回来我男人一人，胸腹已破，到家已是不治，大喊山神爷爷饶命而亡，望青天大老爷为我们做主啊！那猛兽是何物？20几个人都降服不住。县衙外，你听说了吗？凤阳山的山神爷爷发威了，去了20多个人都回来一个。什么啊？听说去了50多个人，一个都没回来。我咋听说是山神爷爷不满贡品，把村子都给屠了？你们不必担忧，本县令在此对大家承诺，不存在什么山神，县衙更不会不管此事。待我筹划之后，我亲自带领衙役剿灭此僚。县衙内，李班头，你带队，3日之后可赶随我去山上猎兽，无论成败与否，每人50两白银，本官可先送去家中20两，等回来再结算30两。如果有伤亡，还有50两抚恤银，家中老母孩子县衙可代为抚养。好，3日之后我们去擒拿此僚。3日后，县衙外，各位，今日本县令遵守承诺，这就去山上猎杀凶兽，为我凤阳子民除掉这一祸害。可有人敢与我一同前去助阵？李老哥，我看夏老爷不像是作假的，莫非真的是文武双全的奇人不成？你山下等候，我去便来。东家，我愿一同前去，拼死护东家周全。我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你就在此等候吧。山上密林走出来一只彪，俗话说3子为彪，自幼被母虎弃养，在残酷的环境长大后，心中满是仇恨。4母4子，可飞山越涧、爬树、攀藤，无所不能。这不是老虎，这是一只彪。彪只是一爪便把那小衙役拍飞了出去。大家都稳住，千万莫逃，背对着凶兽必死无疑。现在只能拼命了，死了也有钱拿，不死大家万万年。你先照顾这些兄弟们，我来会会这凶兽。幸不辱命，得皇上保佑，百姓支持，今日已斩杀凶兽，还我凤阳安宁。房间里，李班头，可否如实告知你之前是干什么的？天下大征之时，曾在陈大帅帐下听令。莫非是陈友谅？正是。上书房。彪儿可有什么要紧的事吗？爹，今日我接到一个奏折，说是虾人徒手把当地的一个凶兽捕杀了。哈哈哈！没想到这小子文能治县富民，武能徒手擒虎，真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才。这个虾人还真是处处给人惊喜。彪儿，此事你认为该如何办理？孩儿认为应当表彰。那里还有匪患未灭，且看这小子后面如何应对吧。嘿嘿嘿嘿。哼，刘伯温瞧不起咱，哪怕到现在咱都当了皇帝，他有时候还是给咱装清高。这虾人不一样，得好好培养，日后给咱彪儿也留个当世诸葛来。嘿嘿嘿嘿。你敢相信吗？眼前这个正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在刚刚，凤阳县出了一只老虎伤人，居然是彪。虾人带领县衙衙役去捉拿，彪居然被虾人一拳打爆了，而事情也传到了上书房。那里还有匪患未灭，且看这小子后面如何应对吧。如果匪患处理得好，再一起表彰。彪儿，记住了，永远不要把自己放在没有退路的位置上。镖局。大人，咱们这次押镖去往哪里？李班头，你先带着车队去九方，准备装货，记住一定要声势浩大一点，让城内的人都看看。吉时已到，东风快递镖局开业大吉，车队启程。城门外，李班头，东家说了，如果遇到匪徒劫掠，不可恋战，务必全身而退。我为镖头，又有众多镖师和汤子手，遇到那些劫匪，也有一拼之力，为何要把货物拱手相让？李班头，这是东家的命令，请务必听令行事。好吧。既然这是大人的命令，那我自会小心。县衙，事情都交代清楚了。是的，只是大人，为什么酒坛里要装水呢？等会你就知道了。天黑后，李班头进来。大人，我们遇到山匪了，那匪徒把货物全部都抢走了，那可是10几车的好酒啊。咱们的人可有伤亡？没有，按照大人您的命令，有人劫掠，我们没有拼命厮杀，短暂接触一下就回来了。好，那我可以开始下一步了。大人，可是那酒有问题。不错，你能带着其他的人回来，就已经完成任务了。李班头，你们走到哪里碰到的匪人？刚出了凤阳县10余里，路过落石山的时候。可有报凤阳县衙的名号？报了大人您的名号，可那些劫匪说，说什么？一字不差的说来听听。说他们如果怕什么劳什子的官府，就不上山落草了。还说凤阳县令听说是个细皮嫩肉的小书生，长得怪好看的，不会是戏子假扮的之类的。李班头，你现在把自己和其他人都捯饬一下，身上衣服弄破烂点，缠点布条，撒点血啥的，越惨越好。悄悄的去城外，再进来。记住，进来的时候一定要哭天喊地的进来，让城里的人都看看你们的惨状。周正，你安排人，现在给各镖局下个帖子，就说明天中午本官在衙门请他们赴宴，有要事相商。酒楼。
虾大人，今日能被您宴请，我等真是三生有幸。各位，这是何意？虾大人宴请我们，若是空手而来，那岂不是恶客？再者说，如今我们也是同行了，以后定要相互照应。各位背后不怪我抢生意，我虾人就算是谢谢各位了。虾大人政务操劳，日理万机。昨日说今日有要事相商，可否告知一二？我的货昨日被劫了，可知是哪路绿林？这是有人在背后捅刀子算计我。那虾大人可知道是什么人？你们虾大人，我们断断不可能做此事的。先不说这样做坏了行规，就是我们就是敢坏行规，也不敢跟您大人作对呀。望大人明鉴。你们是不可能的，倒是听我说完话啊！我的货是被落石山的山匪劫掠的，不知你们是否知道这股山匪的底细？多少还是知道一些情况的，不知大人想了解哪方面的？烦请各位把他们的消息告知于我，本官必定记着这份情谊。大人，这股山匪对外留号落山峰，首领名号石山虎，手下大小共有400-500号人，有流寇，也有逃兵，还有一些张士诚、陈友谅的旧将。他们都是按照军武操练，方圆100里战力都算是强劲的。听说之前州府都派兵围剿过，但都大败而归。后来朝廷征北，到现在也没人再管了。几百号人难道就都齐心协力？自然不是，他们内部也有互相瞧不上的。不过在一致对外的时候，倒是群进群退，而且里面的将领都是与当今皇帝打过仗的，所以对现在官府也很是痛恨。各位，想必这股山匪也找了你们不少麻烦，不如这次咱们同心协力，把他们一举剿灭。环标路上一个安宁，如需要围剿这批山匪，我需要各位出些人。当然了，我会奏请圣上为各位请功，到时给个闲散官身也未必不可能。今天这事你知我知，但如果各位有与山匪里应外合者，本官必将严惩不贷。当然了，本官不会去硬碰硬，石山虎他们是匪，占山为王，危害一方，没必要讲什么光明正大。那虾大人想如何围剿呢？这个待本官筹划之后再做决定。来，喝酒。皇宫，哈哈。妹子，这虾人要对那伙山匪下手了，看看这个一套连着一个套的，当年咱打仗用的计谋也没这小子多。崇巴，这虾人比刘伯温如何？当年起兵的时候，刘伯温瞧不起咱，哪怕到现在咱都当了皇帝，他有时候还是给咱装清高。这虾人计谋不少，但不装清高，日后必比刘伯温要强不少。这小子得好好培养，日后给咱彪儿也留个当世诸葛来。哈哈哈哈！悠悠，现在知道夸虾人了，当初是谁要喊打喊杀的？妹子，你就别挖苦咱了，这次要是剿匪有功的话，就升他的官。县衙，东家悬赏有效果了，这几日已经有好几名山匪被百姓们扭送过来了。太少了，才拿住几个山匪。堂下可是落石山的山匪。冤枉啊，青天大老爷，我们都是山中的农户，只不过下山才买些平日里用的东西，就被那些人抓住送了官，请大人明鉴呐。都闭嘴，你们就不能换换词？怎么开口就说冤枉？你们冤不冤枉的，审过之后才知道。那就你报个慢，插了几年香，烧了几年火，烟往那边飘，吃得了几人的饭？小的姓跟头。原来你姓张，还说你不是山匪，寻常人家谁能懂这些切口？来人，给我先打20大板再说。大人，我说，你看看后面那些人是不是都是你山上的？最后面那个人小的不认识，其余的都是下来采办货物的。好，除了最后那个人，其他人先押回大牢，等本官破了山寨再说。虾人经过几天的勘察，就带人上山剿匪了。山匪寨子。你就是那凤阳县令虾人，那画像上的人貌比判案，你可比给我的画像上差远了。到底差多远呢？对方好像在赏月，这尼玛是在暗示我差距有到月亮那么远。石首领，这是在侮辱本官吗？都说凤阳县令聪慧过人，敏达机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本官原来打算不伤你的，我现在改主意了，决定打得你生活不能自理。石山虎还打吗？如果还想打，咱们继续。虾大人，石某甘拜下风，愿凭大人处置。皇宫，彪儿，明日朝会，咱打算让那些大臣也瞧瞧，看看什么是好官，什么是年轻有为。另外，也打算让人去凤阳县学学这劳动改造，你看如何？父皇所言极是，劳动改造这个模式可以进行推广。彪儿，你可是有福气了，以后这都是你的国助大臣。朝会。皇上，臣有异议。有啥异议？你说吧。臣也听说了凤阳县令徒手打死老虎的事情，只是臣以为这多是杜撰，想来应该是下面的老百姓们不了解其中真相，便口口相传。俗话说3人成虎，说的多了也就变成真的了。其他人也都是这么想的吗？皇上，臣乃武将，自认武力尚可，
但若是碰到了老虎，如果不拿兵器，想来也是生死难料。更何况那虾仁一介文人，能一拳就打死了老虎，那岂不是神人的手段？皇上，俺可听说那老虎有1丈有余，重达近千斤，怎么可能有人能一拳打死？就算虾仁咱俩再熟，俺也不信。皇上，臣弹劾徐大将军殿前失仪。你为何告俺？什么殿前失仪？我乃失仪了。徐将军刚才跟皇上说话用的不是臣，是俺，此乃军前奏对，这不是失仪是什么？行了行了，朕恕徐达无罪。臣弹劾凤阳县令以官押民，抢占打虎功劳。他们这些武将说不相信此事情有可原，因为他们练过武，上过战场，知道徒手杀死那么大一头老虎的难度。你个御史文官反对什么？正因为臣是文官，那凤阳县令也是文官，臣虽不能说是手无缚鸡之力，别说打虎了，就算是打条狗也会被咬几口的，更何况是打老虎。所以臣也不信，想必定是那凤阳县令以官威胁迫百姓，把那打老虎的英雄事迹强抢到自己身上，请皇上明察。哎，你说要是打死1丈多、7、800斤的老虎，得用啥兵器才好？得用马槊，不等老虎近身，冲着脖子一杆子就戳过去。那老虎可是活物，能傻乎乎的站在不动让你戳。老黄，你知道官要怎么做吗？小官大做，热官冷做，闲官忙做，男官女做，俗官雅做，你懂吗你？你敢相信吗？虾仁又开始搞事了，居然搞了一个东风快递镖局，送镖的时候居然白白让人抢，为的就是一个名头去攻打山匪。朱元璋一听高兴坏了，在奉天殿提起此事就是为了让虾仁升官。然而这么大体型的老虎，马术估计不好用，得用磨刀。老虎扑过来的时候，一刀下去，指定死翘翘了。这么大的老虎，你用啥兵器都不行，得人多和围住之后再乱枪炸死。朱元璋坐在龙椅上也没说话，反而让内侍泡了一壶茶，就喝着茶，看着下面的大臣交头接耳。行了，都安静一下。今日胡相国怎么这么安静？说说你对此事的看法。皇上，臣以为凤阳县令徒手打死老虎的事情并不是关键问题，最重要的是他身为一地县令，牧民一方，带领着衙役们为老百姓们除掉了这一祸害，还得一方平安，这才是主要所在。胡相国这话所言不假，此事就先放一放，等过后再说。现在还有一事，也是关于凤阳县的。内侍把剿匪的事情说了一遍。朕认为凤阳县令先是打虎，再是剿匪，于民有利，于国有功，所以朕打算表彰一下，各位有什么看法？皇上，臣认为虽然那凤阳县令剿匪有功，但不能表彰，不但不能表彰，反而应该告诫。胡相，打虎剿匪有功，为何不能表彰？皇上，打虎可以对凤阳县衙进行表彰，但是剿匪不行。为何要区别对待？并且皇上还记得东汉末年周穆拥兵自重以阿汉之事了吗？皇上，胡相国刚才所言实在是大逆不道，请皇上责罚。官员瞬间就吵作一团。够了，咱本来想让你们学学人家凤阳县，可你们干嘛在这里跟泼妇吵架一样？这件事情以后再说。下朝后，胡相，皇上要派人去凤阳县学习什么劳动改造之策，看样子下一步就要提拔这凤阳县令了，这可如何是好？是啊，胡相，您之前想要把这虾仁收为己用，可他不知好歹，明显没有把您放在眼里。如果等他做大，势必会成为新的敌人，到时候朝堂之上还有咱们的容身之地吗？行了行了，你们喝花酒逛青楼的时候一个比一个厉害，让你们出政绩干活的时候却一个比一个不行。就算他是个不世之才，不能为我所用，极为敌手，更不能看等他做大。这样，你们现在立刻回去联络其他官员，联名上书皇上，不能派人去学习什么劳动改造。上书房。崇爸，上朝的时候还挺高兴，现在动这么大的气势为何？妹子你来了，咱今天本来打算奖赏虾仁的，可朝臣们都在反对，而且还因为这是在朝上炒作一团，实在是让咱头疼。咱要是听你的就好了。估计等以后还有人上奏章，阻止你派人去凤阳县。凤阳县马车上，咱大明的县城要是都跟这里一样就好了，百姓们都吃得饱，穿得暖，安居乐业。是啊。要是没有咱大明皇帝的英明，下面也出不了像虾仁这么好的官。所以说，这凤阳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哈哈哈！今天咱们去参观一下酒厂。好，客栈。老黄，酒厂参观的怎么样？那些犯人的劳动改造，咱是早有耳闻，今日得见，果然不同凡响。难能可贵的是虾大人居然连那些劳改犯人的家属都考虑到了，果然是用心了。咱在金陵都听说了，你徒手打死了一只老虎，真的假的？是也不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这是也不是的是什么意思？实话告诉二位吧，这些事都是我干的，但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你身为县令，办的这2件事都算是大功劳，如果朝廷知道了，肯定会提拔你的，为何还不想让人知道呢？老黄，你知道官要怎么做吗？小官大做，热官冷做，闲官忙做，男官女做，俗官雅做，你懂吗你？老黄，你知道当朝宰相胡相国吧？知道，可不认识，也没见过。怎么，你跟胡惟庸有关系？有关系。朝中有人好做事吗？那咱就等着你分红了。
你误会了，我跟胡相国不是你想的那样，而是……算了，不跟你说了，以免你惹祸上身。虾大人，此地就咱们3人，有话不妨直说，出了这屋，谁也不认。涉及生意上的事，还是说开了的好。就是你好歹也是个站着撒尿的爷们，有话就跟咱说。好吧。得通过他指定的商家代卖，然后28分成，他们占8，咱们占2。混账！这临淮县令不想着怎么把自己的辖区好好治理一下，反而对外地正常经商的商户如此打压，那还有人敢去他那里吗？这次你围剿的山匪就在临淮县境内吧？莫非是因为这事而恼怒于你？可跟朝中的胡相国有什么关系呢？虾人便把开始胡惟庸的拉拢，到剿匪的时候临淮县置之不理，最后扣押货物的事情连起来说了一遍。他胡惟庸当真拿这天下的官都是他自己的小弟吗？皇夫人真是彪，威武！不就是想说我泼辣吗？泼辣怎么了？当年兵荒马乱的，如果我不泼辣点，怎么能带着几个孩子投奔我家老爷呢？啊，对，咱虽然不认识胡惟庸，可听说此人还是很能干的，不然也当不了宰相，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荣耀。是啊，宰相嘛，下辖百官黎民，上至天子皇权。虾大人，你居然妄议当今圣上，亵渎皇权，不知道这话若是传了出去，你能有几个脑袋够砍的？刚才说漏嘴了，你们可别往外传，我还想踏踏实实的待几年呢。看你也是才华横溢，满腹经纶，惊天伟地之才。宰相下辖百官黎民，咱知道什么意思，但是上面制衡天子皇权是怎么说的？难道宰相还能跟皇帝对着干不成？君不见董卓之事乎？哦，原来你说的是此事，可那是后汉末年皇室衰微，才会大权旁落，导致董卓专权而已。老黄，如今天下最大的是谁？自然是大明的皇帝。那第2大的是谁呢？太子。不对。皇后。不对，是当朝宰相胡惟庸，皇后与之不能比，太子与之也不能比。为何？简单的说，宰相可以上挟皇权而治百官慕黎民，也可以下借百官民意来堵皇帝。当今皇上亲政爱民，自然干不出桀纣之事，所以最后还不是会妥协。这些事太子能做到吗？皇后能做到吗？所以你说是不是宰相最大？你看看以前那些王朝帝权衰微之时，宰相可以废立皇帝，甚至改朝换代，也不是没可能。今天你的酒场让咱开了眼，听你这些话又让咱改造了想法，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哟，老黄，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说话这么好听了。说起酒的事了，我还得再跟那临淮县令联系一下，规矩都是人定的，不合时宜了改也未尝不可。1000多年的规矩改也未尝不可。虾大人，可是出什么事了？镖局的人刚才说运往另外2个县的酒也被扣了，还是胡惟庸在后面捣的鬼，今日就先不陪2位了。妹子，刚才虾人说的关于这皇权、乡权、民权的事情，你怎么看？我认为还是有些道理的。皇上，太子的奏报。临淮、定远、怀远还有周边几个县一起上奏弹劾虾人，以官身经商，而且还恶意扰乱周边县域行事，要求朝廷严办。这几个县令我记得都与胡惟庸是同乡吧？对，而且彪儿说此事需等咱回去再议。这胡惟庸居然不听，居然直接让中书省发了令函，斥责虾人，胆子当真是太大了。虾人说的果然没错，这宰相真的会压过皇权。县衙，胡惟庸案还要明年才爆发，不能等了。周正，东家，你去死牢里挑一些有家人的死囚，然后3天后，金陵城老百姓之间有儿歌流传开来：朱家得皇帝，胡家得相，堂上拜皇上，堂下拜宰相。大明的宫殿皇帝管，大明的天下互相管。咱一伙，咱一团，哄着皇帝把钱贪。你不拿，我不拿，上面的互相怎么拿？先攒钱，后攒人，寻个时间换了天。上书房，茅香查胡惟庸。是。县衙后院，虾人坐在院子里。大人，事情办完了，其他人小的看着他们自杀的，小的回来复命。你这是干什么？这等大事收尾的时候，就该一个活口不留，包括小的在内。小的抖。那些死囚本就该死，你跟着瞎凑什么热闹？你这都从哪学的乱七八糟的？从叔叔先生那里听的。你以后少去听书，都学些什么玩意？对了，你记得让人把银子给那些死囚的家里送过去。胡惟庸跪在皇宫门口，从白天到黑夜，再从黑夜到天亮。上书房，啪的一声，朱元璋把锦衣卫调查的奏章扔到了胡惟庸面前。看看吧。庭院，狗日的古代，动不动就掉脑袋，真是太危险了。大人，胡惟庸倒了。知道了。胡惟庸倒了不是好事吗？怎么东家好像不是很高兴似的？接下来几天，周正就知道原因了。
什么？又让我去广东当知府？我特么的不，本官不去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我身为旁白都不信，朱元璋居然又帮虾仁调任了。就在刚刚，帮凤阳县发展成和上户县有一拼的样子，朱元璋又出幺蛾子了，现在居然又要往广东广西走马上任了，上书房。嘿嘿，既然虾仁想要当官，那咱就给他一个知府，让他当个够。嘿嘿嘿嘿。父皇想要让虾仁去往哪里当官？广东。父皇，不可，万万不可！虾仁乃是肱骨之臣，更是文弱书生，而您说的那里却是盗匪丛生、蛮荒之地。若是去了那里，儿臣觉得虾仁甚至活不了3天，请父皇收回成命。彪儿，你难道以为父皇是在置气吗？其实不然，虾仁大才，咱难道不知道吗？可是彪，那个地方糜烂已经数年，自从咱大明朝收复那里，就没有一天停歇过。若是放任不管，日后必然疑惑子孙后代。虾仁有能力，有银子，思维天马行空，也许他有更好的办法解决那里，咱准许他用火冲。若是等虾仁把那里平定了，咱再提拔他进入朝廷中枢，想必朝内无人再敢反对。朱标见朱元璋说的如此有理有据，顿时也沉默了下来。朱元璋说的，朱标自然知道，朱标已经认定虾仁乃是文武全才，日后自己的辅政之才，自己绝不能让他提前死在外地。若是贸然就任户部左侍郎，想必朝中不服者众多。想到这里，朱标心中也是逐渐开始动摇。随后，在二人的交谈下，虾仁的命运逐渐被决定。虾仁府邸，奉天承运，皇帝诏谕。什么？又让我去广东当知府？我特么的不，本官不去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今天我虾仁哪怕是死在凤阳，我都不会去那里。皇上若想要弄死我，现在就下旨赐我死罪吧！我不去，我绝不会去。在这里吼声连天，但是宣旨的小太监却是没有一点反应，就这样静静地看着虾仁表演。等到虾仁折腾累了，小太监却是笑眯眯地说出了一句话，而这句话却是瞬间让虾仁变了脸色，而后全然把刚才的话当作放屁，直接收拾东西，立刻滚出了府邸，然后准备上任。从应天通往广东的官道之上，一架奢华的马车正在慢悠悠地往前走着。狗皇帝真是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竟然把小爷发配到广东，真是岂有此理！是可忍孰不可忍！狗皇帝的威胁实在是太狠了，若是我不愿意去，就直接让我进宫服侍皇上。皇宫内除了皇帝还有皇子，哪里还有真正的男人？言下之意，若是我不愿意，那就直接给咔嚓掉。没办法，为了自己的小兄弟，只能委屈上任了。虾仁躺在马车上，慢悠悠地走着。至于什么时候能去到青州，虾仁却是一点都不在意。马蹄声响起，马车外传来声音：虾仁，等等我！老黄的儿子他怎么来了？难道是要把自己叫回去，不用去青州上任了？停一下，等等后面之人。虾大人，我本以为你会无比沮丧，没想到现在你竟然还能笑得出来，我实在是佩服之至。哎，此话就不对了。青州乃是朝廷重地，正是需要能人去镇守。虽然那里偏僻又危险，但是只要朝廷需要我义不容辞。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磨难也是一种修行，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对待，这些终究会成为我们人生中宝贵的经验。虾大人真是豁达。特使大人，你的圣旨呢？别在这磨蹭了，我还等着回去交旨呢。什么圣旨？还给我装，就是皇上给我官复原职的圣旨。我就说我如此大才，皇上怎么会让我去那个犄角旮旯里？难道是让我去种甘蔗去吗？不好意思，虾大人，真没有圣旨，皇上并没有说要召你回去，恐怕你还是得继续前往青州上任。虾仁只感觉自己的心突然变得拔凉。启程。等一下。难道柳暗花明，峰回路转，事情还有转折？马车内，虾知府，我已经向皇上请命，此次前来就是为了做你的副手，青州通判，以后咱们也算是同僚了，请多多关照。皇公子何必如此自断前程？那青州山高路远，偏僻无比，实在不是一个好去处。皇公子到了那里，恐怕很快就会被朝廷给忘记，到时候别说升官发财，甚至都可能再也回不来中央。我看皇公子还是尽快返回京城，让黄老爷尽快给你找一个好去处。青州实在不行，我可不想有个人时时刻刻监视着，得赶紧甩掉这个拖油瓶。虾大人，实话给你说吧，此次前往青州地区，乃是我特意申请的，为的就是跟随大人一起在青州闯出一片新天地。虾大人有惊天伟地之才，我实在是佩服之至，这次能跟随虾大人一起治理青州，实乃是我的荣幸。原来是自己太优秀，吸引了一个脑残粉。青州那地方到处都是大山，瘴气横行，毒虫蛇蚁，数不胜数。眼前这人从小娇生惯养，怎么可能生活得下去？这位黄公子，你可知道，青州那地方实在是无比的穷困，百姓食不果腹，经常下山抢劫，山林里到处都是猛兽。除此之外，那里的毒虫特别多，一个不小心，甚至连蚊子咬你一口都有可能致命。南方瘴气横行，你这样细皮嫩肉的公子哥去到那里，
只怕会水土不服，上吐下泻，最终一命呜呼。听我一句劝，赶紧回去吧。应天府多繁华啊，那里才是你们这些公子哥该待的地方。这又不是变形记，没必要搞得这么苦情，好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青州的蚊子能致命，吓唬我呢吧？好了，虾大人，你就别吓我了，只要你还在青州，我就不会走，我跟定你了。上书房，自己堂堂一代帝王，朱标不跟自己学治国之术，偏偏要跟着虾人学习什么治民之术。身为下一代的帝王，自然要学帝王心术。结果现在岂不是本末倒置？毛香，去把朱标再给带回来。重八，标儿已经长大了，现在的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你忘记他跟你说的了吗？如果一个皇帝连如何治民都不知道，他就不配做皇帝。因为即便坐在那个位置上，也会被底下的百官所欺骗，最终成为百官口中好皇帝，百姓口中的白痴皇帝。咱们是吃过苦的，但是咱们的孩子没有吃过，所以这次让标儿出去不一定是坏事，反而可能是好事。朱元璋想起前几天朱标为了出去历练，与自己大吵了一架，这一幕震惊了朱元璋，因为在他的印象中，朱标从来没有如此背逆自己，但是他心中却又有了些许的欣慰，这才是大明储君该有的气魄。只是朱标这才走没几天，朱元璋就开始担心，所以才想着召回朱标。没有朱标在身边，朱元璋总觉得空落落的。好吧，只希望虾人能够好好照顾标。客栈，虾兄，这南方的天气真是怪，如此滂沱大雨，竟然能一连下这么多天。难道以往南方这个时候都会下如此大雨吗？别的地方我不知道，但是在广东，我认为不可能。这里都已经靠近大海，受海风的影响，这里的天气应该经常变化，但是大雨却是一连下了数日，实在是蹊跷。听口音，两位是外地人吧？本来我们高州府也算是风调雨顺，每年虽然也会下这种暴雨，但是却从来没有一连下过这么长时间，只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自从4年前，我们这里的天气就变成这个样子。夏秋之际，总会下上1、2场这种持续时间较久的暴雨。咱们这里还算好的，没有山崖丘陵，靠近大海，没有泥石流，也不会淹着。你不知道合浦和钦州那边这几年年年发大水，泥石流淹死了好多人，我们这个时候都不敢去那里了。对了，客官二位是要去哪里？如果这个时候说去合浦，会不会被小二嘲笑，前去送死？这些狗官居然敢欺上瞒下，死了这么多人，居然被他们给压了下去，真是该死。客官你们慢用，小人刚才也只是信口胡说，当不得真，当不得真。朱标想抓住他，虾人给拦了下来。虾兄，你拦住我干嘛？这帮昏官，我非要将他们绳之以法。这里人多嘴杂，还是低调一点好。而且这些人到底是不是昏官，等咱们到了钦州一查便知。现在何必听这些人在这里瞎说？任何没有真凭实据的话，都不会有人承认。好好休息休息吧，等到了钦州，有你累的时候。终究是小年轻，太过心浮气躁。 5天后，在这5天的时间里，朱标却是收获不少。在客栈里，他收到了很多有用的信息，比如钦州的官员哪个贪财受贿，哪个好色强抢民女，都被朱标一一记录在案，就等着去到钦州城将这些人一网打尽。在这个过程中，朱标还结识了一个要一同前往钦州的商人，看上去十分和蔼可亲，一路上都在给朱标介绍着沿路的风景以及各地习俗，让朱标大开眼界。可就在朱标以为即将顺利抵达钦州之时，意外却是发生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把你们身上值钱的东西全都拿出来，老子给你们唠了一路，对你们的家底可是一清二楚。别想骗老子，你们2个肥羊以为身后跟着200多人就能随便闯入钦州的地界了吗？真是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来人，把这些刁民全都给我赶走，再敢拦在本大人马车前面，直接撵过去，到时候出了人命，本官可不负责。你敢相信吗？虾人居然又被调往广州当知府。虾人就在誓死抵抗的时候，朱元璋这个老六居然说不去就去陪他，这可帮虾人吓坏了。走马上任的路上，头号粉丝的朱标居然非要和他一起去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就在路上，一个不留，敢于反抗者杀无赦。杀啊！杀了这群人，为兄弟报仇！就这样，虾人和朱棣在钦州合浦县的东部地区迎来了开门红，1000多土匪崩了好几百。只是这个开门红是由鲜血染红的，这也注定这一次的钦州之旅必然要由鲜血来铸就。灾民们见到有人从管道上朝合浦县城走来，仿佛蚂蚁一般朝着虾人等人挤来，手中还伸着一只破碗，希望虾人他们能够施舍一些吃的。朱标正要将马车中的干粮拿下去一些，却被虾人给阻止了。这种情况下，如果拿出来吃的，只怕会被灾民瞬间包围，逃都逃不掉。现在还不是大发善心的时候，相反还要表现得凶恶一些，这样才能顺利抵达合浦县。好，来人，把这些
些刁民全都给我赶走，再敢拦在本大人马车前面，直接撵过去，到时候出了人命，本官可不负责。周围的灾民见到这个样子，纷纷大惊失色，赶忙逃得远远地，再也不敢靠近虾仁的马车。县衙门口，县太爷说了，知府的治所在青州，不待合浦，请知府大人一步，赶紧去青州上任，合浦渺小，容不下大人那尊大佛。今日之后，合浦县我说了算，我倒要看看谁反对谁赞成。你给我等着。很快，虾仁跟着那名下人的脚步就来到了县衙后院。屋子门口，狗东西，老子给你说过多少次，老子办事的时候不准进来，我看你是活腻了，今天我非得把你的狗眼给你挖下来。你们什么人？为何敢闯进我的府邸？难道你们是来找死的吗？信不信老子马上把你们给抓进大牢？从没有见过9尺高的县令，这实在是有违常理，有意思，真有意思。没想到堂堂合浦县的县令居然会被一个土匪给霸占了。说吧，你们是哪里的土匪？居然敢杀官冒充，真是好大的胆子！自己在合浦县横行这么多年，从没有被人发现过身份，没想到居然会被一个素未谋面的小白脸给发现了，实在是新奇。你们是哪里来人？居然敢诬陷老子！老子现在就把你给抓起来，严加拷问，看你还咋诬陷老子！你们拿着烧火棍子想要捅死我吗？老子可不是女人，你们还是留着给你们婆娘吧。现在你们通通给老子留下，不管你们从哪里知道的消息，既然被你们识破，那你们就去死吧。任你武功再高，我照样一枪撂倒。3人一队搜索整个府衙，遇到土匪同伙，杀无赦。3天后，合浦县县衙，虾大人，咱们难道就这样闲着，不去救救那些受灾的百姓吗？那些百姓马上就快要饿死了，这样下去，皇上会扒了咱们的皮的。你着什么急？难道你没看到我已经准备开仓放粮了吗？那些粮食根本不够这些百姓吃的。百姓都已经如此艰难，你今晚居然还要邀请城中的商人与他们去青楼吃喝玩乐。虾大人，如果此事被皇上知道，咱们全都要吃不了兜着走了。怡红院，本官打算抬高县里的粮价，如今天灾人祸，粮食就是命，这天下什么最值钱？难道还有比命还值钱的吗？既然如此，让那些泥腿子多出些钱，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诸位以为如何？敢问大人，您要将粮价涨到多少？3两银子一担粮食，靠3两银子就能救命，这个价格不贵吧？毕竟3两银子买条命实在是太划算了，你们说是不是？是，大人说的极是，只是不知道大人打算什么时候开始涨价。半个月以后，等到府库里的粮食全部卖完，到时候这些泥腿子就不得不买高价粮食了。我警告你们，这些天你们如果谁敢把粮食卖出去，可别怪本官没有事先通知你们，到时候被本官抓进大牢，可别怪本官不客气。挡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你们若是挡我的财路，那我就将你们一起处理掉，明白了吗？明白，小人明白。大人放心，只要大人不出货，我们绝不会出货。上书房，虾仁那个狗东西，作为知府，居然带头抬高粮价。太子呢？咱的彪儿就没有阻止虾仁？这个狗东西为了贪银子，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咱的彪儿肯定不知道这件事情，要不然早就阻拦了。太子殿下他说太子怎么了？皇上，据情报显示，太子殿下极其支持虾仁升高粮价，为此他甚至亲自在城内的各个粮店游说，最终在殿下的游说之下，价格比原先虾仁规定的还要再高一点。敖香立刻带人去把虾仁和太子都给抓回来。如果合浦县死的人特别多的话，把虾仁那个混账直接扔进海里喂鱼，咱再也不想看到他。枉咱那么相信他，混账！是醉春楼满城的富商地主以及粮商们都在等着虾仁的命令，只要虾仁一声令下，这些人就打算开始发卖粮食，掠夺城中百姓的财富。众人这一次为了赚大钱，很多人都是借了高利贷来买粮食，有的人甚至不惜从湖广买粮食，费尽千辛万苦才把粮食给拉到合浦县来。当然，除了本地的粮商和地主，外地的一些商人还有大粮商也是纷纷涌入合浦。然而，知府大人，咱们的粮食什么时候可以卖了？现在已经过去了半个月的时间，若是再不卖，我怕城里的百姓都快要饿死了。本官是看你们想发财，想得快憋不住了吧？我们也只不过是跟着大人喝点汤，谁不知道大人的府库里已经快要堆积如山了。这些粮食如果卖出去的话，只怕大人绝对会富甲一方了。是啊，若不是大人英明神武，我们也赚不到这笔钱。大人就是我们的青天啊！说得对，改天我们就给大人送来100万名伞，以彰显大人的恩德。对，粮食的确可以卖了但是这个价格却是需要变一变，之前定的价格放在现在的确不太合适。敢问大人，这粮价该定多少？比市价多1成吧，1成也不少了，足够诸位赚个辛苦钱了。
大人，您当初可不是这么给我们说的呀。这价格变化是要看需求关系的。如今你们从外地购来了这么多大米，外地的粮商也来凑热闹。现在粮食的储量已经远远大于百姓们的需求了。咱们当地百姓才多少人？不过10万人不到。你们把上百万担粮食拉过来，这价格肯定是要比之前要便宜的。今天本官把话撂在这，你们如果想卖，就以比市价贵1成的价格去卖，卖给百姓也好，卖给本官也好，有多少本官收多少。但是让本官知道你们擅自提高价格，把粮食以高于市价1成的价格卖出去，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好了，愿意跟本官做生意的人留下，不想要做生意的人就可以离开了。一个富商站起来走了出去，接着3、5个起身往外走去。不错。小人，你要干什么？别人怕你，我可不怕。你知不知道我背后是什么人？你如敢动我，你就死定了。不只是你，就连你老爹老娘，还有你全家都要为此陪葬。哎呦，我好怕啊！你后面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广东布政使司吗？真的是吓死人了。你可知道本官背后是谁？谁？当今皇上，你后面那人若是乖乖的还好，若是惹恼了本官，本官直接让皇上把他剥皮抽筋。不过这些你是看不到了，你居然敢对本官的家人口出不逊，今天谁来了也救不了你。来人，把他给我从楼上扔下去。不要啊！大人，饶命，饶命啊！虾仁手下侍卫将这人从3楼给扔了下去。虾仁把目光看向了其他去而复返的4人，结果还没开口，这4人就被吓得涕泗横流，猛磕脑袋。你们几家的粮食按照市价9成卖，有没有问题啊？没问题，完全没问题。这些人总算是被自己感动了，果然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有些事还是要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几位呢？还有什么疑问吗？既然如此，那明日之后就开始售卖粮食。诸位若是有偷奸耍滑者，到时候可不要怪本官。在官道之上，大人，咱们真的要把太子殿下给抓回去吗？谁让你去抓太子殿下了？咱们是去抓那个大贪官虾仁虾知府，抓太子殿下。你活够了，我还没活够呢。到时候眼皮子机灵点，别冲撞了太子殿下，要不然我可救不了你们。那万一太子殿下袒护虾仁，我们又该咋办？总不能把太子殿下一块抓回去吧？咋办？那就只能和太子殿下讲道理了。太子殿下想必也不想让虾仁知道他的身份，要不然太子殿下恐怕就不能待在虾仁身边了。银子，本官有的是，怕什么？黄公子，官字2个口，上面那张口若是没有吃饱，下面那张口就只有饿着，你懂吗你？你敢相信吗？虾仁自从进入合浦县以后，就发现了太多的流民需要赈济，如果开仓救济根本救济不过来，于是这个老六居然抬高粮价，不让出售，居然帮附近的粮商帮粮食全部运过来了，然后就是宰一刀的时候了。而现在朱元璋派的锦衣卫也来到了合浦县官道上，要不然太子殿下恐怕就不能待在虾仁身边了。咱们可以对太子殿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太子殿下肯定不会为难我等。到时候看吧，咱可不认为太子殿下那么好说话。兄弟们，就差最后一步了，都给我加把劲啊！锦衣卫进入合浦县，这里发生的事情却是让这一行锦衣卫全都震惊的合不拢嘴，全都不敢置信的看着前方，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不是来错地方了。合浦作为大明最为西南地区，按理说应该是比其他地方更是有过之而不及，不说比那些地方更为穷困，但是至少灾民或者流民应该随处可见。但是现在合浦县的道路两旁，一个个州棚在衙役的看管之下，有序的进行着赈灾。百户带着手下找了家客栈，便各自寻找茶楼、酒楼等地打探情报。锦衣卫百户则是随意找了一处茶摊，点了一壶茶，就静静地坐在原地，支棱着耳朵，开始偷听周围的情报。果然，没有等到多长时间，锦衣卫百户就听到了自己想要听到情报。锦衣卫百户走到2人面前，两位兄台请了。刚才听到两位说起咱们如今的知府大人，在下深感有趣，特此上前询问一二。小二，上一壶上好的碧螺春，不知两位可否为在下解惑？那2名中年商人见到锦衣卫百户如此大方，这才缓缓放下戒心，开始将此次虾仁所做之事娓娓道来。这位兄台，你有所不知，咱们知府大人可是一个难得的大好人。咱们的这个知府大人心有韬略，富有凌驾，一切尽在都在他老人家的掌握之中。前些时日，合浦县以及周边的府县发大水，灾民遍地，饿殍遍野，再加上如今正值粮食收割的季节，却突发水患，导致1年的收入顿时化作泡影。城中的粮商以及大地主坐地起价，把粮食全都炒到了天上，百姓们买不起粮食，家里的粮食也要吃完，而田地里的粮食却是被大水冲毁，颗粒无收，距离饿死已经不远。幸亏咱们合浦县来了一个好知府，要不然咱们合浦县现在恐怕已经是化作一个鬼城了。可是我怎么听说这个虾知府带头抬高粮价，百姓岂不是更因此买不起粮食，要被活活饿死不成？
当初我们所有人也都是这样认为，觉得这个知府不是什么好东西，根本就是官商勾结、祸害百姓的大贪官。我们暗地里都不知道骂了多少次这个知府，可是直到后来，我们才发现我们误会他了。怎么说？夏大人此举不是为了害百姓，而是为救百姓。我们兄弟俩本来就是商人，自然知道商人的本性就是见缝插针，追逐利益。夏大人提高合浦县的粮价，就会吸引周围的粮商带着大量的粮食往合浦县这里赶来，物以稀为贵。当大批的粮食出现在合浦县，就注定这里的粮价将会短时间内降下去。夏大人正是利用了商人的这个心理，将合浦县的粮灾给彻底解决了下去。现在合浦县的粮食已经恢复了正常水平，甚至比之前的粮价还要低上1到2成，这全都是夏知府的功劳。而后夏知府又以官府的名义把这些粮食买下来，赈济灾民，可谓是功德无量。如今虾人根本没有一点罪责，若是贸然拿回京城，恐怕会给自己以后也招来灾祸。客栈，大人您回来了。客栈之中，锦衣卫们看到百户大人回来，纷纷上前问候。负责出门打探的几名锦衣卫，此时也是赶紧给百户诉说自己打探的情况，基本上和百户大人打探的情况相差无几。虾人好像一夜之间从一个官商勾结、只会抬高粮价的大贪官，变成一个人人爱戴的天下第一大好人。大人，咱们还要不要抓捕虾人？马上就到了毛指挥的规定日期了，如今我们这边还没有任何进展。若是最后被毛指挥甚至是皇上怪罪下来，我们可担当不起啊！要我看，咱们干脆直接抓了虾人走人。毕竟圣旨是皇上下的，圣旨上的内容就是抓捕虾人，不管虾人好坏。大人，您快拿个主意吧。我决定暂不抓捕虾人。大人，抓捕虾人乃是皇上的旨意，我等若是放弃抓捕虾人，岂不就是抗旨不遵吗？到了那个时候，大人难道以为皇上会饶恕我们吗？现在合浦县政通人和，灾民们因为虾人得以活下去，百姓更因为虾人的举措能够勉强生活。如果这个时候抓走虾人，这合浦县恐怕立刻就会大乱，到时候就不是只饿死几百人那么简单了。而且如今太子殿下就在虾人身边，你认为如此情况下，太子殿下会眼睁睁看着我们抓走虾人吗？可是大人，如果完不成任务，这个板子就会打在我们身上。咱们只是一个小小的锦衣卫，这种事情咱们根本担待不起啊。我有办法，咱们先把这里的事情如实禀报给皇上，说明咱们还没有抓捕虾人的缘由，而后静静等待皇上的最终裁决。若是皇上依旧要抓捕虾人，那咱们到时候再下手将虾人抓走。但是在这之前，咱们还是先和太子殿下接触一下，将皇上的圣旨给太子殿下私下里说一下，以免日后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有人为我们在朝中说话。大人思虑周全，我等不急。合浦县城南，朱标此时正在施粥棚中亲自检查施粥棚是否合格。大人可否介意不说话？朱标看到锦衣卫的腰牌，你随我来。角落里，你们锦衣卫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受皇上之命，卑职等人是来捉拿虾人、虾知府的。朱标心中一凉，他虽然不知道自己父皇为什么要来捉拿虾人，但是朱标却是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虾人被抓走。我不管是谁让你们来的，你现在立马带人离开。虾大人没有丝毫过错，若是你们敢抓捕他的话，我绝不会放过你们。殿下误会了，我们虽然是受皇上的旨意来捉拿虾大人的，但是我们进入合浦县之后，经过调查，认为虾大人故意抬高粮价，乃是子虚乌有之事，所以我们一致决定暂停行动，而后向皇上禀明此事的来龙去脉。卑职认为，以皇上的英明神武，绝不会做出残害忠良之事，所以殿下放宽心。卑职此次前来，是想要再询问虾大人一些关于赈灾的细节，也好更能向皇上为虾大人辩解。哟呵，你还不错，叫什么名字？多谢殿下夸奖，卑职名叫吴峰。吴峰。朱标轻轻呢喃而来一句，而后就开始给吴峰讲述起这些时日以来虾人施行的赈灾方法。土司又称土官，是明朝在西北和西南地区设置的由土人的首领充任并世袭的官职。当然，土司制度不是明朝朱元璋首创，而是继承了元朝的制度。土司制度相当于少数民族自治，让他们自己管自己，元朝统治者只需要他们臣服即可。只是这一次虾人上任，不仅灭掉了不称职的县令，还愿意出钱出粮赈济百姓。为此，虾人甚至还特意强调了，无论是汉人还是土人，全都是一视同仁，每人每天可以领取2碗白粥。土人本就饿得两眼发绿，现在虾人的告示一经贴出，整个钦州其他县活不下去的土人还有百姓，全都蜂拥朝合浦县这边涌来。短短10余日的时间，原本只有5万多人的小县城，现在已经聚集了将近20万百姓和土人。这些土人被土司的带领下，眼巴巴地来到合浦县，希望能吃上免费的午餐。可是这天下哪里有什么免费的午餐？合浦县县衙，虾大人，你这样每天请土司们吃饭喝酒逛青楼，不务正业，若是被皇上知道了，恐怕会砍你的头。这才半个月的时间，你就已经花掉了1万两银子，若是再这样下去，咱们的银子可能就不够了。银子本官有的是，怕什么？黄公子，官字2个口，上面那张口若是没有吃饱，下面那张口就只有饿着，你懂吗你？
你的银子当初都被皇上给没收了，才买下你这条命。你现在花的银子全都是我的私房钱，你哪来的银子？那就当作是本官借你的，等到本官发达了再还给你。自从虾仁东京大屠杀之后，朱元璋就把上户县和虾仁所有明面上的财产全部给冲入国库，一文都没给虾仁留下。你都已经穷成这样了，啥时候才能发达？你还是别去请那些土司吃喝玩乐了，这些人一个个都是酒肉朋友，有什么好结交的？他们来这里也只不过是为了占你的便宜，谁让你免费赈济灾民？那些土人听说有免费的赈灾粮可以领，自然就闻着味过来了。依我看，这些土人根本就是喂不熟的狼崽子，根本不值得赈济。错，大错特错！你啊，虽然说出身高贵，皇亲国戚高高在上，但是眼界和格局终究还是太小，不能总把眼光着重于表面，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样才能让你格局打开。虾大人此言何解？正好今日无事，本官就再教你一招。有道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当有午餐免费的出现在你的面前时，你一定要小心警惕，因为他可能贪图的不只是一顿午饭的银子，而是你的腰子。黄公子，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如果有，那可能贪图的不只是一顿午饭，而是你的腰子。你敢相信吗？虾仁去了合浦县不赈灾，反而抬高粮价，这可给朱元璋气炸了。等派出的锦衣卫来到了合浦县，居然发现这里已经在有条不紊的赈灾，而且粮价还便宜了，这可帮这帮锦衣卫镇马了，就和朱标通气了一下，回禀了朱元璋。而现在虾仁居然又和大批土司混在了一起，这可帮朱标愁坏了。此刻县衙，腰子那是什么东西？那不重要，你只需要有这个意识就行。自从去年皇上派遣大军收复广西、云南等地之后，由于当地局势复杂，山高林密，再加上土司盘踞，所以在这些地方的管辖极为的宽松，甚至为此延续了元朝的土司管理，让这些土司自治勉强维持了表面上的统治。但是这些统治极为的薄弱，这些土司在云贵川等地盘踞日久，甚至从唐朝就开始祖居于此，因此这些地方的土司大都有联姻，若是有一处土司举旗反叛，云贵川等地必然是群起响应。现在大明的力量根本没有延续到这些地方的深层，不得不妥协使用土司制度，但是却不知土司制度根本就是一种毒药。等到千言日久，这些土司在土人的威望甚重，到最后不但解决不了云贵川叛乱的问题，甚至要为土司制度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么虾大人，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土司而故意而为之吗？时光荏苒，转眼间就是1个月过去，虾仁依然是每天带着土司们花天酒地，而越来越多的土司听闻消息，从大山之中带着成百数千的土人们走了出来，数十万的土人被土司们带出来，加入到虾仁的赈灾棚之中，让朱标只感觉压力山大。而另一边提心吊胆的锦衣卫也终于等来了朱元璋的圣旨。朱元璋在圣旨中夸赞了百户一番，表示百户能够见机行事，避免一场冤案的发生，让朱元璋很是欣慰。而后朱元璋就让百户驻扎在合浦县，严格监督朱标还有虾仁的动作，若是有什么出格之举，立刻向自己汇报，不得有误。虾仁在合浦县最大的青楼宴请着上百名土司。诸位，请听本官一言，今日与诸位有缘，难得在此相聚，请满饮此杯。好，诸位头人都是英雄豪杰，今日能结识各位豪杰，本官不胜荣幸，望诸位今日能玩得开心。待吃饱喝足之后，本官还有大礼送上，到时候请诸位笑纳。土司们听到虾仁的话，也是一个个目露金光。经过这么多天的相处，土司们对于虾仁的慷慨可谓是知之甚深。这1个月来，光是招待他们这些人，恐怕花费都不止10万两白银。如今这种人物送出来的礼物，绝对不可能小家子气，这让土司们一个个心中满怀期待。而后又开始在虾仁的劝酒之下开怀畅饮。很快，这些土司们就一个个醉得不省人事。等到所有人都被喝趴下之后，屏风后面却是转出来一人，正是朱标。见朱标嘴角噙笑，冲着角落和门外摆了摆手，一队队士兵还有衙役就从四面八方涌来，将这些醉得跟死猪一样的土司们给抬出了房间，然后一个个五花大绑扔进了马车之中。车队中，这里是哪里？你们是谁？你们要把我们送到哪里去？我乃是大明皇帝亲封的罗州土司，掌管10万大山，你们怎么敢如此对我？快快把我放开，老子要回去！别吵了，我们全都是锦衣卫，奉当朝太子之令，将你们送到应天府享福去了。说实话，我们还真的感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我们还不知道啥时候能从这个鸟不拉屎的犄角旮旯里脱身。我们不去京城，谁要去你们的京城？赶紧把我们放下来！我手下数千人，若是找不到我，肯定会闹事造反的。到了那时，你们镇压不住，可不要来求我。你们的那些土人，这几个月一直在虾大人的暗中调配下，早就被打乱重编了。他们每天领取着虾大人的赈济粮，听从虾大人的命令，已经开始在合浦县各处开垦良田。过不了2天，
夏大人就会安置你们手下那些人，有粮食还有地种，不用每日忍饥挨饿。谁愿意再去跟你们过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你们早就在夏大人沟中，却不自知，一个个还觉得赚了夏大人大便宜。现在你们不仅人被夏大人算计，就连你们的下属也照样成为夏大人算计的对象。只要分完田地，你们那几十万土人就将成为大明的子民。若是不识相的直接砍头，享恩威并施之下，又有几个硬骨头？半个月后，上书房。咱不是让你等在合浦县监视虾人吗？你们现在回来做什么？难道你们敢违逆咱的圣旨不成？我等绝不敢违抗圣旨，只是太子殿下让我等回来押送重要犯人到应天府。若非如此，我等又怎敢擅离职守？这里有太子殿下的密信，皇上您一看便知。押送重要犯人。朱元璋接过密信，等到看完密信的内容之后，朱元璋的脸色先是一惊，而后又露出惊喜的神色，只觉得喜出望外，赶忙看向那名锦衣卫。那些土司们都在何处？真的已经全部押送进京，有无差错？启禀皇上，已经全部押入京城，就在皇宫之外等候，并无任何差池。只是什么？难道有人死在了路上？不是，只是有些人在路上骂骂咧咧，十分不情愿。哼，不情愿，既然来到了京城，他们就得听咱的。你先把他们带去驿站，严加看管起来，绝对不能让他们消失在锦衣卫的视线之中。此次你做得不错，等到事情解决之后，咱还有赏赐，你先下去吧。为皇上效力，乃是卑职的本分，不敢贪功。下去吧。全程观看的刘伯温对于朱元璋的表现十分惊讶。敢问皇上，可是有什么喜事？咱这个彪和虾人在合浦县做出了好大的事情，让咱很是欣慰啊！不知太子殿下在合浦县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能让皇上如此高兴？伯温啊，你聪明绝顶，可曾想到我朝该如何管理那些西南土司？皇上，恕臣愚钝，实在想不出该如何治理这些土司。伯温啊，伯温，你不是号称神机妙算吗？这天下还有你不会的事情吗？臣才疏学浅，不敢当皇上如此称赞。伯温啊，你可曾听说改土归流？改土归流？不错，改土归流。自从前朝以来，土司就一直延续世袭制，土人世世代代就被这些土司视为私有之物，而朝廷也一直秉持着土司管理土人的制度。这个制度虽然有些优点，但是缺点却是更为明显。虽然这样的机密制度能够快速地将西南这些地方收复，但是事实上却是换汤不换药，统治这些地方的仍旧是这些土司。在土人的眼中，只有土司，却不知道咱这个皇帝。只要这些土司登高一呼，这些土人就会受到土司的蒙蔽，发动叛乱。这也是这些年西南之地虽然已经收复，但是却动乱频发的原因。既然如此，那咱就改制，让这些土人和西南各地交给流官进行管理。这些流官3年一轮换，原先的土司则是全部送入京城进行深造学习，直到咱觉得他们可以回去统领部族，他们才能回去。这样一来，改土司制度为流官制度，必然能将西南的土司之乱彻底杜绝。皇上，流官制度虽好，但是西南的土司却是不一定会配合朝廷。毕竟这些土司在自己的1亩3分地当土皇帝当惯了，若是骤然换掉他们的官职，想必这些土司很可能会直接起兵造反。到了那时，又要劳师远征西南之地，恐怕会得不偿失。此时彪儿和虾人已经在西南之地开始做了，而且将钦州的大部分土司都送到了京城。接下来只需要按部就班，咱相信用不了多久，西南的土司之乱就会被彻底平定。皇上，太子殿下在信中向皇上请求海军以及钱粮的支援，此事臣以为非同小可，应当尽快实行。咱自然知道。伯温啊，你觉得咱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被彪送进京城的土司吗？皇上，太子殿下已经在密信中说得很清楚，应当效仿千金买马的先例，对这些土司们封官赏金，且要重赏，给所有的土司们做一个榜样。臣建议皇上可以直接在奉天殿文武百官的面前对这些土司重赏，从而让这些土司归心。既然如此，此事就这样定了。明日早朝，咱就对这些人厚厚的赏赐，希望他们不要不识抬举，要不然就不要怪咱心狠手辣。第二天，奉天殿，咱昨日听说西南钦州土司愿意将钦州土人的管理之权交还朝廷，他们本人也是想要在京城进修，咱心里十分高兴。既然如此，就把他们全都叫上来，咱要重重的赏赐他们。土司们进来一个个跪下高呼万岁。尔等真心归附咱大明，咱心中十分高兴。即日起，咱就封尔等为皇城司员外郎，正五品官员，暂时不用当职，每月可在朝中领取12石俸禄。咱再在京城中给尔等赏赐一间豪宅，到时候将尔等的父母妻儿全都接到京城，以享受天伦之乐，让尔等在京城安享晚年。尔等觉得可好？
黄公子，先把那些带头作乱的全部抓起来，若有反抗，当场格杀。改土归流的政策100年不动摇，西南大患必须从合浦县开始改革，要不然100年之后就是能够毁灭大明的毒瘤。你敢相信吗？老六下人为了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给土人和流民一样都给赈灾粥吃，帮方圆几乎所有土司和土人都给聚集在合浦县，天天带土司下馆子、逛青楼，集中以后一锅端全给送去了应天。朱元璋看了奏折高兴坏了，立马就在第2天奉天殿提起此事。此时奉天殿让尔等在京城安享晚年，尔等觉得可好？我等不要在京城安享晚年，也不愿享受荣华富贵，只求皇帝陛下能放我等返回青州。当初是皇帝陛下亲自下旨，允许我等继续统领青州土人，我们土人祖居青州等地，故土难离。正是因为皇帝陛下的保证，我等才会选择投降大明。敢问皇帝陛下，为何现在突然出尔反尔，要将我等全部囚禁在应天城内？难道这就是皇帝陛下的诚信吗？皇帝陛下如此做，难道不怕我西南诸土司群起造反吗？主寇，皇恩浩荡，封尔等为皇城寺院外郎，得向朝廷俸禄，此乃天大了恩德。汝等深受皇上大恩，不知回报，却还敢在奉天殿咆哮，指责皇上，实乃是罪不可赦，真是茹毛饮血了野人。皇上让尔等在京城改造，尔等却还不知悔改。来人，慢着，这位土司不愿意在京城居住，此事咱已经知道，只是除了你之外，咱想知道还有谁跟你一样，同样是想要回钦州土部居住的。咱接下来就给尔等一个机会，愿意在京城居住，担任朝廷皇城司员外郎的土司们站在咱的左边，不愿意者想要返回钦州继续当土司的人站在咱的右边。咱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考虑，希望尔等思之慎之，不要让咱失望。很快一盏茶的功夫不到，诸位土司就分成了2个阵营，一左一右的站在朱元璋的面前。尔等可想好了，一旦做好决定，就不得再反悔，到时候可别怪咱没有给尔等机会。回家谁不愿意回去？只是当回家跟生命相冲突的时候，还是选择生命比较好。霎时间，又有几名左边阵营的土司慌忙跑到了右边阵营，然后将自己头深深的埋下，不敢看对面的人。左边的领头人黑脸土司却是一旦都不紧张，反而昂首挺胸的直视朱元璋。给脸不要脸，来人，把这些人全都押下去，打入诏狱，给咱好好的招呼他们。皇上饶命，我等知错了，求皇上饶过我这一次，我们再也不敢了，求皇上饶我一命。那个黑脸土司在愕然过后，却是满眼的不敢置信。大明皇帝，难道你不怕西南土司造反？你不怕西南之地血流成河吗？你敢杀我？你若是敢杀我，第2天西南诸土司就敢杀光你们明朝官员，举旗造反。你敢杀我吗？拉下去，不用审问，直接在午门之外斩立决。等到所有人都处理完之后，朱元璋又把蓝玉、李文忠、李善长还有刘伯温等人叫到了上书房。诸位，西南土司猖獗，罪不可赦。如今咱已经将相关人等绳之以法，只是西南土司蛮横跋扈，若是有人为此刻意聚众谋反，咱又该如何应对？诸卿有何良策？快快说来。皇上，区一些土人合族聚灾，只需给臣1万兵马，臣必然把那些土司杀得人仰马翻，个个胆寒，再不敢有不臣之心。西南地势复杂，不适合大规模作战，臣以为不如派遣海军特战队前去支援西南地区，有虾大人还有太子殿下占据合浦县，乘坐海船顺流而下，不到半月时间就能从应天府赶到合浦地区。想必此时虾大人应该是早有预料，将海军派过去也能防患于未然。启禀上尉，老臣以为还是召回太子殿下比较好。西南之地即将沦为战场，殿下身为万金之躯，如果有什么意外，将悔之晚矣。此事既然是虾人搞出来的，那就交给虾人处理即可。只是太子殿下不容有失，为了保障殿下的安全，老臣建议应该立刻召回殿下。伯温此言有理，既然如此，那就立刻下旨召回标。蓝玉，你点起5000海军，乘坐战舰前往合浦县，抵达之后，立刻让标乘船返回应天，不得有误。听懂了吗？皇上放心，臣绝不会辜负皇上的期望。合浦县最大的青楼。不好了，虾大人，外面出事了！虾大人，城外有土人闹着要找他们的首领。不要慌张，天塌不下来！来，先坐下，喝口水，咱们再说。外面到底发生了何事？你且慢慢说来。外面有土人闹事，非要找他们的族长土司，已经波及好几个赈灾点了。若是这样下去，恐怕用不了多久，咱们在城外设立的赈灾点都要被波及了。看样子还真的有人不愿意好好做人，非要做畜生。我不是教你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做了吗？怎么还要来请示我？按照咱们之前的计划行事。真的要杀？
那些人怎么说也都是大明的子民，就这样杀了，是不是？这些人从此刻开始就不能算是大明百姓了，他们全都是暴民。俗话说，除暴安良，惩恶扬善。今日的杀是为了日后不造成更大的杀孽。你想想，如果让这些人波及到整个西南，荼毒大明的百姓，又何止百万？好了，不要再纠结了，赶快下去镇压叛乱。按照计划，先把那些带头作乱的全部抓起来，若有反抗，当场格杀。改土归流的政策100年不动摇，西南大患必须从合浦县开始改革，要不然100年之后就是能够毁灭大明的毒瘤。好，青楼大门前，虾大人有令，即刻捉拿所有胆敢动乱者，将所有暴民全部抓入大牢，胆敢反抗者格杀勿论。遵大人令。合浦县县城外，把我们的首领还给我们！你们官府之人，当面一套背面一套，我们还以为你们真有这么好心，现在却将我们的族长给抓走了。还我族长，要不然我们就冲进去了。这些人都是那些狗官的帮凶，就是他们把我们的首领抓起来的。兄弟们，他们今天敢抓我们首领，明天就会把我们全都抓进大牢，跟他们拼了！兄弟们，冲啊，杀！霎时间，原本向衙役们冲去的土人们顿时倒下一大片。这惨烈的一幕让剩下的土人们登时一愣。只是当土人们站立原地踌躇不前之时，衙役们却是抽出腰刀结阵前来。不要怕，他们只有区区不到1000人，咱们有上万人。这些汉人肆意屠戮我们土人，我们难道就这样忍气吞声吗？那未来这些汉人肯定会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把我们视作奴隶。冲上去，杀光汉人，为死去的兄弟报仇！数百人土人被鼓动冲锋向前，但是大多数土人却是站在原地观望，甚至还已经有人开始悄悄站在众人身后，只要情况不妙，就打算扭头跑路。不出所料，几百人冲锋的土人被衙役迎头痛击，只是片刻功夫，土人们就被打得落花流水。看着如同砍瓜切菜一般的衙役，下手丝毫没有手软，剩下的土人顿时面如土色。这个时候，不知道谁又突然大喊一声：“快跑！”之后，壮观的一幕出现了，数万名土人一哄而散，朝着四面八方逃去。所有人都是不要命的往远离合浦县的方向逃走。我们家大人想要见你们。县衙大堂，说吧，你们是受谁指使？拍狗官，拉下去，用刑，就在这县衙之外，让其他人都听听咱大明的酷刑到底行不行？狗官，有种你直接杀了我！像你这种狗官，就该千刀万剐！你。诸位放心，那2个衙役都是锦衣卫出身，对于用刑，那可是行家里手。你们的那名土人兄弟不会死的，锦衣卫动手绝不会让你轻易的死去。咱们等会可以一起欣赏欣赏。几个土人浑身颤抖。你到底要问什么？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不急，咱们待会再问。一道道凄厉的惨叫就在大堂之外响起。你们随本官一起去外面看看。县衙门口，土人被绑在刑具上。杀了我！求求你，杀了我！你们这叫什么刑法？大人，这叫弹琵琶，能叫人生不如死。一般人能弹个5、6次，可能就扛不住了。不过这5、6次确实已经够了。再嘴硬的人也扛不住3次以上，除非他不怕疼。虾人满意的点了点头，看向了身后剩下的几名土人，而那4名土人的反应却是大大超乎了虾人的想象。只见4名土人此时被吓得屎尿齐出，整个人瘫软在地，牙齿在上下颤抖。还以为是什么硬骨头，没想到还没动刑就变成了这副怂样。把他们带进屋内，分开审讯。本官要知道这背后是谁在指使，机会只有一次，本官只需要一个能听话的人，至于其他几人，统统拉下去弹琵琶，弹到死。衙役上前将这几名土人全部架走。等到半晌过后，虾人都吃完午饭了。审讯的结果才出来，看着手上的4份口供，虾人满意的点了点头。虽然有些地方略有出入，但是大体上却是相同。原来是南宁那边指使的，那边的土人看到我这边大手笔的花钱，再加上笼络人心，对于我防范之心愈加浓重。趁着我把几名头人送到京城的机会，这些南宁有见识的头人主动挑起了这场暴动，有点意思。黄公子，你是皇亲国戚，即便是你招兵买马，皇上难道还能把自己也给牵连进去？你敢相信吗？虾人帮这群土司送给应天的朱元璋以后，这群土司居然敢威胁朱元璋，这可就怪不得咱老朱心狠手辣了，不服从的统统得嘎了。而虾人这边因为土司没了也发生了叛乱，虾人可不惯着他们，让朱标拿着 AK 直接突了。终于查出了端倪，此刻合浦县县衙果然哪里都不缺聪明人，只是有些时候聪明人总是先被弄死的那一个。去，把黄大人给请来。虾大人不知何事如此着急？你以后一定会是一个好官。诺，你先看看这个吧。
简直混账！这南宁的土人想要干什么？肆意妄为，竟然胆敢挑动青州的土人暴动，他们难道想要造反吗？你以为他们为什么叫做土皇帝？在他们心中，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我们才是外来者。如今咱们在这里大张旗鼓的收买人心，他们自然看不惯。再加上咱们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他们不把主意打到咱们身上，那才怪了。不要生气，现在咱们不是一点事情都没有。他们被朝廷招抚，自然就是大明的臣子，现在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我非要上奏皇上，让皇上治他们的罪。如果皇上真的拿他们有办法，也不会只是招抚他们，而是直接带兵剿灭。怎么不见皇上招抚张士诚、陈友谅、袁哀宗？咱们皇上的性子，做事情就要做绝。之所以留这些土司一条狗命，不是皇上仁心仁义，而是朝廷大军拿这些土司没有办法。应天距离岂止万里，路途遥远，若想剿灭这些人，又要劳师远征，得不偿失。更重要的是，这些土司如果放弃南宁，躲在大山的犄角旮旯里，即便是10万大军也难以发现这些土司。那虾大人，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些土司的解决之法不在朝廷，而是在你的手中。朝廷10万大军都解决不了的事情，难道就凭我一个人就能解决？虾大人，你实在是太高看我了。你可还记得我之前给你说的改土归流，解决土司之患就在其中。现在咱们已经收拢了数十万土人，恩德已经广布，接下来就是收获的时候。自明日起，你且在这些土人中选出精壮3万，组建山地营，剩下的土人则是发放土地，让他们在合浦县周围安家落户，告诉他们只要好好耕种，3年之后这些耕地就归他们所有。当然，不只是土人，所有愿意归附的大明百姓都可以接受这个待遇。除此之外，只要愿意参军的人，可以为家里免税；若是立功，另有赏赐。虾大人，你这是要招兵买马吗？你可知道朝廷禁止任何人私自招募军队，若是违逆者，以造反罪论处，抄家灭族。现在咱们明目张胆的招兵买马，我怕到时候皇上一怒之下会砍了咱们。本官说的是你，又不是我。你是皇亲国戚，即便是你招兵买马，皇上难道还能把自己也给牵连进去？皇老爷与皇上如此亲近，即便是真的招兵买马，想必皇老爷也能帮咱们遮掩过去。更何况咱们这也不算是招兵买马。要知道合浦县本来就是边境地区，按照大明律，边境需要大军驻防，只是之前水灾肆虐，土匪公然抢占县衙，导致咱们县里的边防军也不过是徒有虚名。现在恰逢其会，正好补充这一空缺。边防驻军之策乃是大明的国策，只是没想到合浦县这里居然边防军都逃走了。现在虾人提起来，正好能够多招募一些土人参军。这些土人在合浦地区土生土长，对这里的环境可谓是土生土长，再加上这些人平时就在山林里长大，极其适应山地作战。如果真的把这些人编练成军，那绝对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山地力量。更绝的是，完全可以借此机会安插教官混入这些土人之中，然后利用军营的环境，慢慢的把这些人转变思想，最终成功融入大明。这虾人无论何时总能想到绝妙的点子，让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最终圆满解决。朱标呼出一口气，只是朱标却是不知虾人要在此地组建军队，还有着第3层的意思，而这一层的含义，甚至有可能让大明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合浦县东南方向，一处大营拔地而起。自从被虾人点拨之后，朱标就让人在合浦县的东南方向修建了一座能够容纳10万大军的大营。此刻，在营地当中，3万大军正在奋力的在营中的教场之上训练。虾大人，这些士卒与之前训练海军的训练方式略有不同，俯卧撑、蛙跳、越野跑，各种各样的训练方式压榨着这些士卒的每一分力气，是否有些极端？如此训练真的能练出精兵？会不会把那些土人给直接逼反了？自然能练出精兵，而且这些人恐怕将是大明在山地作战的特种部队之一。可是如此每天训练，这些土人能吃得消吗？这些土人自小在山林里长大，身体素质远超常人，只要粮食和肉类跟得上，他们的身体就能吃得消。我让你在县里举办养猪场，你那边做得怎么样了？那些百姓一听到要办养猪场，根本没人敢应允。他们都说，当今皇上姓朱，若是举办养猪场，会被皇上给迁怒。而且猪这种畜生，每日狂躁好动，吃的食物多，长的肉却是极少。不仅如此，猪肉腥臭干柴，甚至还有些发酸，实在是难以下咽。因此，愿意养猪的百姓根本没有。虾人闻言，轻皱眉头，沉吟片刻。没百姓愿意养猪，那咱们就自己养猪，立刻以官府的名义举办养猪场，就放在合浦县南城，方便运输猪肉给将士们吃。不过为了避嫌，咱们可以把养猪场改成养殖场，这样一来就不会引起皇上的反感。至于猪肉腥骚、不易长膘的问题，本官自有办法解决。你且先让人把养殖场给办起来，速度要快。
总感觉虾仁是不是对皇上有什么不满，这才要举办什么羊食场，以此来发泄心中的不痛快。好，待会我就交代人去把羊食场先给建起来。这些时日开垦的荒地都已经分发下去了吗？那些百姓和土人的反应如何？自从咱们开始分地开始，原先那些还有些躁动的土人立刻就沉寂了下去。等到土地到手之后，这些土人一个个对咱们是感恩戴德，再也没有暴动的意愿。不仅如此，他们听说参军入伍可以给家里免税，更是积极的将家里的健儿送出来当兵。除了土人，其他汉人百姓也是一样的表现。现在这些土人和汉人杂居，选出来的汉人官员也得到了这些土人的拥戴。咱们的改土归流之策已经是初见成效，我相信用不了100年时光，这些土人就将和汉民无异。而到了那个时候，这些村庄还有百姓就再也没有土司的出现，有的只有我大明的官员。哟呵！既然如此，接下来的重心就是安抚土人，用心耕种，同时提防北方那些土司再进来搞破坏。最好还是上报朝廷，让朝廷发兵西南，扫平广西、云南、贵州诸土司，为我们缓解压力。若是能将这些土司们给打服，那咱们的改土归流之策就能施行整个西南。到了那时，大明的土司之患将彻底根除。我待会就回去给皇上写信，让皇上尽快发兵。以我们合浦县为例，改土归流之策绝对是治理土司最为有效的手段。如果皇上真的能发兵西南，那咱们也能在侧翼为他们提供支援，也可以预防这些训练的士族造反。这些人不只有土人，还有汉人，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全都被他们的父母送进了军营。在来之前，他们的家人就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们在军营之中好好表现，因为他们家中不仅少了一个吃饭的劳壮力，还能让家中的田地减税，可以说是一举两得，造反就不会存在了。虾大人高明，只要他们一日在军营，减税的政策就会一直存在，所以这些士族即便再苦再累，也会咬牙坚持下来。毕竟他们身上还承担着更重的压力，那就是父母的期盼。如今1个月下来，他们早就习惯了训练的强度，无论何种训练项目，他们都能手到擒来，可以让他们练习武器阵法了。武器自然就是火铳、藤牌、刀盾、长枪，而阵法则是之前技校新书的内容，鸳鸯阵。练习阵法有这个必要吗？虽然这些土人纪律散漫，但是在山林之中作战同样需要阵法，尤其是在未来，可能大部分都是丛林遭遇战，这就更加考验阵法的灵活多变。鸳鸯阵和三才阵则是最适合这些士族的阵法，合则为大军阵，刀盾在前，长矛在后，火铳居中，除非面临大火力重炮，否则很难有人能攻破鸳鸯阵的防御。西南的土司们别说火炮，只怕连火铳都没有几杆，所以鸳鸯阵对于西南土司绝对是最为绝望的阵法，没有之一。在虾仁带来的几名亲卫之中，就有之前专门训练鸳鸯阵的教官，这3万人的训练自然就全权交给了教官进行训练。至于火铳和武技，那当然是需要黄公子上奏折跟皇上说嘛。黄公子，难道你就这么喜欢待在广东钦州这个鸟不拉屎的鬼地方？这地方穷的毛都没有一根，若想出去就得立功，这才能受到皇上的重视，调离此地。在大明，谁要是敢招募军队，绝对会被朱元璋抄家灭族，剥皮宣草。但是虾仁这个老六为了解决土司之患，居然给朱标洗脑，让他来招兵买马。朱标听了虾仁的话，招兵买马以后，虾仁居然又让他办养猪场。就在此刻，演武场。至于火铳和武技，需要黄大人上奏折跟皇上说，从上户县的武库之中调来，给这些辛苦训练的士卒们好好练习。又要让自己给皇上写奏折，真是一个头两个大。要知道朱元璋对于他出走青州本来就是有着极大的意见，现在居然屡屡给朱元璋上书求援，这让朱标感到有些为难。不过想到未来西南的变局，朱标最终还是咬了咬牙。转眼间又是2个月的时间，这一日，虾仁正在训练士卒。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什么好消息能让你兴奋成这个样子？就在刚刚，朝廷已经下旨，打算出兵讨伐西南一带的土司，并且皇上已经同意了咱们的申请，他将会派海军前来，从海上为我们运输火铳过来。不仅如此，这些海军还归我们钦州府调遣，随时可以用来应对突发情况。哟，总算皇上做了一件人事，等到火铳到手，再加上海军从旁协助，咱们在这边能做的事情就多了。嘿嘿，到时候我正好来办一件大事。大事？什么大事？我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过？难道你就这么喜欢待在这个鸟不拉屎的鬼地方？这地方穷得跟鬼一样，我是不想再待下去了。想要逃离这个地方，只有尽快立功，这才能受到皇上的重视，通过功劳调离此地。不仅如此，咱们还要立个大功，让皇上不得不承认咱们的功劳。放心吧，到时候我如果升官了，一定不会忘记你的，我会带你一起离开这个鬼地方的。
那你想要立什么功劳？为朝廷彻底解决西南土司吗？这个功劳的确挺大，但是这些土司盘根错节，又岂是一朝一夕能够快速解决的？土司算个屁啊！朝廷都已经派大军来了，即便咱们帮他们打败土司，那也是他们的功劳，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咱们要把目光放远一点，把格局打开。咱们周边可不止土司，还有一个经常喜欢惹事的邻居呢。邻居？你是说安南？什么安南？那是交趾。自汉朝以来，交趾一带就是咱们华夏不可分割的领土，只是如今被贼人窃据。现在他们这些贼子不知道畏惧，还屡屡前来挑衅大明，简直就是找死。身为华夏子孙，怎能容忍如此轻视我大明之举？自然要离其庭，扫其穴，毁其宗庙，绝其苗裔，方可解我心头之恨。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人家也没有怎么招惹他，他上来就要给人家亡国灭种。上一个倭岛是这样，这一次安南也不知道倒了什么血霉，也是这样。不过安南与倭岛不同，他可是被皇上认证的大明藩属国，若是真的贸然攻打过去，恐怕会立刻引起周边藩属国的抗议，到时候弄成外交纠纷，事情就变得无比棘手了。虾大人，安南乃是皇上分封的藩属国，若是你直接带兵过去，我敢保证用不了半个月，你的狗头就会被皇上给拧下来，然后送给安南王赔礼道歉。人家安南这几年还是很老实的，请虾大人不要妄开边姓，要不然这个责任谁也担待不了。你说的事情都已经过时了，现在的安南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安南了。虾大人，这话咱们还是换个私密地方再说吧。合浦县县衙内，虾大人，你此话何意？你可知道，如今的安南早就换了人间，原本的安南皇帝乃是陈姓，如今换成了胡姓。你觉得现在的安南还是以前的安南吗？就在去年，安南国君还派使臣前往大明应天，请求得到大明的册封。当时我和父皇都没有在意，如今的安南皇帝到底叫什么名字，只是以为只是安南国内正常的政权交替，因为在国书上写着的名字也姓陈，所以父皇大手一挥，不仅盖章同意安南新君的请求，甚至还赏赐了不少财物给这个懂事的安南新君。结果现在虾人居然说这个安南国君乃是假冒的，甚至他都不姓陈，这意味着什么？这不是摆明就说这个安南国君的皇帝根本就不是顺位继承，更有可能是通过政变造反得到的皇位。朱标想到这里，倒抽一口冷气。大明身为宗主国，却承认一个通过造反得到政权的藩属国，这让其他藩属国知道又该是怎样的看法。本来作为宗主国，大明更应该承认正统，保护藩属国政权不被受到颠覆。现在可好，大明不仅承认了一个造反政权，还给对方盖棺定论，让对方名正言顺，顺带着还赠送了这么多的财物。一旦此事暴露，大明的名声将会一落千丈，此事事关重大。若真的如虾人所言，那此事就必须要上报给父皇，让父皇尽快处理。虾大人，你此言所说可是真的？自然是千真万确，此事在安南早就传得沸沸扬扬，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随便派一个锦衣卫过去就能查探清楚了。此事应该立刻上报朝廷，让朝廷派人核实。一旦此事真的发生，那么咱们大明绝不能坐视不管。我劝你还是不要让皇上知道，如今安南皇帝已经经过皇上的册封，若是调查清楚之后，发现这个皇帝的确是假冒的，想必皇上肯定会觉得丢了面子。到了那个时候，皇上龙颜大怒，这个怒火是发到安南身上，还是发到你我身上，这又谁能说得清？咱们还是等武器装备还有海军陆战队抵达之后再行计较吧。朱元璋什么脾气？一个死要面子的人，若真让朱元璋知道搞出了这么大的乌龙，说不定第一个要杀的就是自己这些知情的人。不过虾人却是不知道朱标的身份，面对虾人的劝说，朱标却是毫无畏惧，大义凛然地说道：不可，此时若是瞒着皇上行动，恐怕到时候罪责更重。皇上虽然爱面子，但是却依然是一个明君，这种大是大非之上，想必皇上绝对能分得清轻重缓急。我先把此事禀报给皇上，你带着那些士兵们继续训练，等到装备和海军到来之后，也许皇上的旨意就能下来了。如此一来，也不会太耽搁时间。虾大人觉得如何？虾人仔细地端详了朱标片刻，而后若有所思。看样子黄公子很了解当今皇上啊。是不是让虾人看出了什么？不敢说了解，只不过见过的次数比较多，这才有所想法。黄公子真是好运，本官到现在还没有见过一次天颜啊。你都不知道见过多少次父皇了，如果不是运气好，你早就被父皇砍了狗头了。想必此次虾大人若是再立下大功，必然会得到皇上召见，到时候就能一睹天颜了。但愿如此吧。黄大人先写奏书吧，最好写之前先派人去安南查看一番，以免到时候出现什么偏差。那是自然，请虾大人放心，若是无其他事情，我就先告辞了。总觉得这个黄公子好像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南海海域处，一支舰队刚刚跨过两岸海峡，朱棣和蓝玉站在旗舰之上，遥看远处碧波荡漾的大海。
相互之间不断交流着什么。燕王殿下，你的封地在北平，虽然那里有徐达坐镇，但那里的敌人大都是蒙古人，而不是海盗。我觉得你可以返回北平，筹备骑兵了。蓝玉是此次南下支援虾人朱标的主帅，本来支援的队伍中是没有朱棣的，只不过朱棣死缠烂打，非要跟蓝玉一起，这才被朱元璋允许跟随海军行动。你要知道，番地是北平，那里距离漠北很近，从北平往西北80多里就是居庸关，出了关就是怀来，怀来往北就是大漠，那里生活着大明的一生之敌北元余孽。只不过这些人都是生长在马背上的人，来去如风，再加上漠北草原地形复杂，更是给了北元余孽苟延残喘的机会。燕王殿下，你未来的战场自然也应该是漠北，为何非要在海军里面蹉跎？打仗这种事情，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骑兵与海军的战法完全不一样，殿下以后必然是要统帅骑兵，在海军里面纯属是浪费时间。梁国公，你有没有想过，让这些海军学会骑马会是什么样的场景？还真没有想过，殿下想过？如果我的想法能够实现的话，那么大明的骑兵将会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哦，说来听听，这小子也是个好苗子。虽然海军不是骑兵，但是却完全可以成为骑兵的辅助兵种，甚至到了最后能够和骑兵结合，成为新的兵种。骑兵最大的特点就是机动性高，若是再加上骑射的本领，完全可以通过放风筝解决对手。这种速度高、攻击距离远的骑兵是所有兵种的噩梦，蒙古骑兵也是凭借这一手打遍天下无敌手。要论射击距离，我敢说绝对没有一个比得上海军手上的火铳的。火铳的射击距离在150步，而骑兵的弓箭射击距离不过才区区的50步。若是蒙古人敢在海军面前玩骑射，我保证绝对能把对面射成筛子。既然如此，如果能让这些海军学会骑马，并且在马背上完成火铳骑射，那结果会是怎么样？会骑马的火铳兵机动力不会比蒙古骑兵少多少，而射程却是大大超越了对方。对方骑射拼不过自己，想要硬拼也根本突破不了火铳骑射，只能逃跑。蓝玉老哥，这一次有笔大买卖，不知道蓝老哥有没有兴趣？只是这个计划只能你知我知，绝不能再让皇上知道，要不然咱们的好事恐怕又要泡汤了。你敢相信吗？虾人简直要坑死朱标不偿命，让朱标写奏折给朱元璋派遣海军过来。谁知道这个货的目的居然不是土人，而是安南。此刻海军舰队正穿越两岸海峡，可若是自己带人攻击他们的大本营，他们又能逃到哪里？若真能有这样一支军队，想必我大明的骑兵将会抵达顶峰。那如何将骑兵和火铳兵结合，从而发挥出战阵最大的作用？一共有2种方式，一种就是直接将火铳兵编练成军，然后再结合骑兵配合使用。在作战之时，则是先使用火铳攻击对方前锋，打乱对方冲击的阵型，而后再派遣左右2翼的骑兵，趁乱杀入敌阵，必然能够大获全胜。还有一种方式，那就是马上火铳兵，让火铳兵学会骑马，并且能够在马背上完成骑射。如此一来，火铳兵的火力得到了保存，还给火铳兵增加了极强的机动性。我相信到时候蒙古军打又打不过，逃又逃不掉，凭借着这支军队，绝对可以横扫大漠，封狼居胥。这种军队虽然强大，但是却必然会耗时很长，每一个士兵都将十分珍贵，这就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这个放心，毕竟现在父皇什么都缺，但是却绝对不会缺银子。先是虾人东京大屠杀，将倭岛之上的财富全部搜刮一空，然后运往大明国库，之后就是倭岛之上的金山银矿全部被大明开采出来。本来这些东西应该是属于东印度商会的，最后却被父皇强制取消。最后则是虾人积攒的家底被父皇直接据为己有。以虾人的敛财方式，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这肯定又是一笔巨款。虽然不知道自己父皇到底有多少银子，但是咱却知道自己父皇的银子有很多很多。这想到昔日，又想起当初如果不是虾人，自己可能已经死在了战场之上，也不知道对方现在钦州过得如何了。上书房，朱元璋认真看着从钦州传来的密信，虽然朱标不在自己身边，但是他对于朱标的挂念却是一刻也没有少过。安南已经天变了吗？记得安南国君的册封还是在去年，那个时候听到安南使臣前来求见，咱还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毕竟能够得到其他藩属国的朝贡，这足以说明大明朝的强大和正统。滔滔报礼，咱顺势就同意了对方册封请求，甚至都没有派人去安南国内进行核实。没想到一个小小的随意之举，居然给大明朝惹来了如此大的麻烦。这件事情若是暴露出来，大明朝的声望可能会降至冰点。把毛香给咱叫进来。臣拜见皇上。起来吧，看看这个情报。待看清里面的内容后，毛香浑身吓出一身冷汗。要知道锦衣卫的本职工作干的就是情报，如今安南国出现这么大的纰漏，锦衣卫居然一无所知，这不就是他毛香的无能？臣有罪。朱元璋却没有治毛香的罪，毕竟在朱元璋看来，锦衣卫不过是他监视朝臣的工具，国外发生的事情，锦衣卫不清楚也情有可原。你立刻派出得力人手前往安南，务必要弄清这封信上所说是否属实。若是安南国君真的是造反上位，立刻回来给咱禀报。遵旨。再派些高手前往合浦，贴身保护太子殿下。合浦或许要不了多久就要再起刀兵，绝不能让太子在战乱中受伤。若是少了一根汗毛，咱拿你是问。
臣明白，安南或许真的发生了动乱。毛乡大步转身离开，朱元璋则是沉思了片刻，而后开始在桌子上写着什么。合浦县码头。哎呀，梁国公，你们可算是来了！在半月之前，虾仁就得知是蓝玉率军前来支援合浦，心中可谓是十分欢喜。毕竟蓝玉也算是自己的老战友了，当初屠杀倭岛东京几十万人，就是虾仁和蓝玉一起办的，关系自然是较为亲密。只是在看到朱棣之后，虾仁还是有些惊讶，这个小子为什么也会出现在这里？不过虾仁并没有太过在意这些细节，而是直接带着几人乘坐马车，缓缓往合浦县城赶去。马车里，几位不远千里前来支援合浦县，此事虾某铭记在心，咱们等会一起去醉春楼，好好喝上一杯，不醉不归。虾大人客气了。没想到虾仁都已经被皇上给抄家了，居然还能活得如此滋润，这才几年。俗话说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以虾仁的敛财手段，就算钦州再穷，那也是能够榨出3两油来。只是可怜了钦州百姓。想到虾仁在上户县敲骨吸髓的手段，蓝玉就为钦州百姓一阵默哀。他以为虾仁还是会继续压榨钦州百姓给自己挣钱，不过蓝玉很明显小看了虾仁。就在他没事通过马车窗帘打量钦州的风景，本以为破落不堪的钦州，却给了蓝玉不一样的惊喜。只见钦州通往码头的官道上有着一对对来往的人群，这些百姓虽然穿着不是很华丽，但是脸上却是带着微笑，看上去好似十分幸福。不仅如此，蓝玉发现这里的官道也是十分的平坦，跟上户县的街道是差不多的布局。除此之外，当蓝玉在前往县城的路上，道路两边5里一村，10里一镇，根本没有想象中的人烟稀少，反而十分繁荣的样子。到了上户县的县城，那高大的城墙、崭新的街道，城内大大小小的商铺，更是让人有种梦回上户县的感觉。虽然没有上户县1/10的繁华，但是已经有了上户县那种欣欣向荣的风气。虾大人真乃是治世之才，这天下有谁不知道钦州是大明最为贫瘠破落的地方？可是虾大人不过来了半年时间，居然就把合浦县打造成如此模样，不禁让人瞠目结舌。此事的确太过匪夷所思，这天下也知道虾大人有如此才华，这也多亏了黄大人用心，若不是黄大人鼎力相助，仅凭在下一人，恐怕累死在下，也不可能完成。黄大人。朱棣和蓝玉疑惑地对视一眼，不知道这个黄大人又是何方神圣。就在这时，马车终于是缓缓驶入了县城，而朱标则是带人在醉春楼等候。待朱棣和蓝玉看清朱标亲自迎接他俩后，吓得赶忙从马车里出来。两位辛苦了。不辛苦，黄大人在这里造就这般大的事业，那才是辛苦。虽然不知道钦州之前是什么样，但是从名声上，朱棣和蓝玉就知道这里有多穷。如今在朱标的辛勤努力下，建设成如此模样，可以说朱标的确辛苦。尤其是朱棣感觉朱标好像都变瘦了许多，就能知道朱标在这里有多么忙碌。咱们进去再说。醉春楼里，酒菜摆了一大桌，全是合浦的特产，各种水果琳琅满目，还有无数海产水鲜。虽然不是十分名贵的东西，但是却也别具一格。梁国公，皇上怎么将你们派到这里来了？难道倭岛的战事都已经处理完毕了吗？倭岛那地方怎么可能镇压得完？在那边几乎每天都有海军出动，镇压那些倭岛浪人的叛乱，可以说没有一天不打仗的。自从你小子搞出来东京大屠杀之后，倭岛的人的确是老实了一段时间。不过后来那个杨宪上任之后，居然搞出来一套仁义治倭的理念，倭岛上的人都是贱骨头，之前杀得这么狠，也不见得这些人起来反抗。结果杨宪一采取怀柔政策，那些以前的大明就好似雨后春笋冒了出来。这些人打着各种旗号，举旗反叛大明的统治，有些人要为天皇报仇，有些人则是为了报亡国之恨，还有人说大明搞种族歧视，要反抗到底。一开始杨宪还想着以仁义打动这些叛军，可没过几年，倭岛叛乱愈演愈烈，直到惊动了皇上，皇上也不废话，直接下旨申斥杨宪，让他继续延续之前的高压政策，然后又让魏国公率军清剿叛军。我刚来的时候，魏国公在倭岛正打得火热，不过以海军的战力，再加上魏国公亲自带队，那些倭岛叛军蹦跶不了多长时间的。朱标没想到倭岛居然还有这种变故，不禁埋怨地瞥了一眼虾仁。如果不是虾仁作死，非要搞个什么东京大屠杀，这倭岛行省的布政司绝对就是虾仁。有虾仁在倭岛坐镇，哪里还会闹出现在这么大的乱子？虾仁眼角余光看到朱标抱怨的眼神，却是没有放在心上。既然倭岛还在大战，为何你们会出现在这里？怎么不在倭岛再捞点军功？这就是一个战争狂人，一天不打仗就浑身痒痒。如今倭岛那边正杀的兴起，为何大老远跑到这里来了？虾大人，我这不是听说你这边需要支援吗？一听到是你，我二话不说就直接请命前来，带着1万海军将士，昼夜不停地赶到这里。怎么样，我老蓝够义气吧？义气，真够义气！为了梁国公的义气，当服一大百。虾老弟，老哥我这么讲义气，你也不要藏着掖着，赶紧给咱说说你又看上什么大买卖了？这一次你可不能落下老哥我。上一次倭岛之战，好处都落在皇上手里了，这一次怎么着也得捞一笔。这就是你着急忙慌跑到这里的原因。好你个梁国公，即便是当上国公，你也是死性不改，你就不怕皇上回去治你的罪？
我怕风浪大，风浪越大，鱼越贵，我蓝玉又不傻。这一次太子殿下和燕王殿下就在自己身边，若不趁此机会大捞一笔，怎么对得起自己千里迢迢赶来？我相信虾仁搞这么大的动作，绝不可能无的放矢，他肯定有自己的大计划，这才是我蓝玉屁颠跑来的原因。不瞒蓝老哥，这一次还真的有笔大买卖，而且是一本万利，甚至可以说是无本买卖，只是不知道蓝老哥有没有兴趣。只是这个计划只能你知我知，绝不能再让皇上知道，要不然咱们的好事恐怕又要泡汤了。你们是不是忘了倭岛上的教训？难道虾仁你想让皇上给你贬到鸟不拉屎的琼州吗？如果不想让我禀报皇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的把计划告诉我，要不然我就向皇上举报。还有我这种好事，如果不带上我也要向皇上举报。什么时候太子殿下如此不要脸面了？在蓝玉的印象中，朱标一直是温文尔雅，虽然偶尔锋芒毕露，但是却也是威严无比，极其注重自己的形象。没想到半年不见，朱标变得比以前更加的圆滑，仿佛也更有手段。两位皇公子，如果你们想掺一脚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有一点，那就是谁也不准把今天这事告诉当今皇上，要不然咱们就一拍两散。反正若是让皇上知道，咱们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何必去冒这个险？朱元璋收到朱标关于安南的奏折以后，又气炸了。而此时，蓝玉和朱棣带着海军陆战队来到了合浦，这可帮虾仁高兴坏了。毕竟东京事件就是他和蓝玉做的。从合浦码头到合浦县的路上，着实又让蓝玉和朱棣又震麻了。特么的虾仁到哪有钱？此时，醉春楼虽然我贵为太子，但是自己手头的确比较紧张，每次花钱大部分还是内堂的银子。虽说父皇没有限制自己的花费，但是自己腰包不硬，花钱总是有些瞻前顾后。日后是要去北平祭藩的，若是没有银子，在藩地估计也不会好过。很快，两兄弟心底就盘算好了得失，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表示不会上报给朱元璋。虽说计划早就拟好，但若是有两位皇公子的加入，此事或许可以事倍功半。想到这里，虾仁就给朱标等人说出了自己谋划许久的计划，而这个计划或许将会改变大明未来100年的格局。看看，这里就是咱们大明的南海，南海周围的海域十分的重要，因为这片海域有着许多的国家，这些国家虽然看似很穷困潦倒，但是事实上却并不是这样。南海地处热带地区。什么叫做热带地区？给这些文盲讲解地理知识实在是太累了。咱们都知道，大明的北方，尤其是漠北一带，是不是非常的苦寒？那里不仅是气候寒冷，而且可以说十分的贫瘠，所以那里就叫做寒带地区。与之相比，我刚才说的热带地区，不仅气候炎热，而且到处都是遍布原始丛林，物产十分丰饶。就拿这些水果来说，即便是大明的京城、应天城都长不出来这些水果，这就是因为天气气候的原因。我这样说，你们明白了吗？虾大人的意思是，南海这片区域就是处于热带地区，所以这里的国家看似穷困，但是物产却极为富饶。那虾大人是想要拿下这些国家，然后侵吞那里的资源。高，实在是高，我就知道来找你虾仁，准没错。没有这么简单，咱们现在手里才多少人，能打仗的又有多少？更别说只有几艘船只，如何能靠这些征服整片海洋？虾大人有何妙计？此事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是很简单。既然咱们皇上已经决定开海，那咱们何不在合浦县也打开一个出口海岸，向南海各国进行贸易？虽然咱们暂时吞并不了南海所有国家，但是威慑他们，让他们与咱们做生意，想必还是轻而易举的。以咱们大明先进的生产力，以及物美价廉的商品，茶叶、丝绸还有瓷器，完全可以直接倾销到这些国家，把他们国家的资源以及商业全部控制住。以咱们的财力，完全击垮一个国家的经济，岂不是手到擒来？到了那时，这些国家的财政大权就彻底被我们掌握。咱们要他们生，他们才能好好活着；如果让他们死，那也不过是动手指的问题。这一次，咱们要打一场不一样的战争，没有硝烟的战争。虾仁这个表情，感觉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这种以经济控制一个国家的说法，的确有些骇人听闻。虾大人，幸亏皇上查抄了你所有的家产，要不然以你的能力，说不定日后你也能够通过经济来操控大明。到了那时，你丢掉的可能就不只是银子，而是你的脑袋了。朱标赞同的点了点头。作为陪伴朱元璋最长的朱标，对于朱元璋的性格极为熟悉。当朱元璋发现虾仁不可控，或者说胆敢利用金钱危及大明之时，他下手绝不会手软。想想沈万三的下场，就知道朱元璋对待商人的态度。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垂掉脑袋，还说不一定呢。这些人是一点也不知道资本的力量，当资本开始说话之时，一切真理都要为之让路。不过现在虾仁也懒得解释，毕竟虾仁还没有造反的兴趣，至少现在没有。那些都扯远了，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要得到皇上的允许，让皇上允许我们在合浦县开海，要不然没有这个通商口岸，就无法聚集人气，也不会有商人来咱们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要知道，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钱，咱们这里连人都没有，又怎么挣钱？虾仁说完这些，就颇为期盼地看向蓝玉。不管怎么说，
蓝玉也是国公的一员了，至少在朱元璋面前应该是说得上话的。但是令他诧异的是，无论是蓝玉还是朱棣，此刻都是不约而同地看向朱标，眼神里充满着问询。看样子我有些小看身边这个助手了。此事我自然会给皇上写奏折上书，不过你们也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毕竟开辟通商口岸乃是大事，皇上不一定会同意，你们最好也一起向皇上上书，这样更有说服力。黄大人千万要向皇上说明合浦县的情况，最好能叫穷，把合浦县说的越穷越好，就是那种如果再不开海，这里的百姓可能就要全部饿死。相信皇上看到之后肯定会怜惜合浦县的不易，然后同意开海。开海对于合浦县是最为关键的一步，请黄大人一定要放在心上。若是连开海都开不了，那合浦县就将彻底没落下去，想必用不了多久，这里好不容易聚起来的土人也会分崩离析。此事我已经知道轻重缓急，请虾大人放心。上书房，马皇后今日为朱元璋煮了参汤，特意给朱元璋亲自送来。混账，肯定是虾仁那个混账撺掇咱的标来给咱上奏的。合浦县那地方穷得跟鬼一样，给他们开海有什么用？这不是浪费吗？咱就在上户县开了一个小口子，虾仁那个混账就把主意打在了开海上面。咱能不知道虾仁那个混账想的是什么吗？他肯定想在合浦县设立市舶司，然后吸引商人前去做生意，好让自己方便贪污受贿。无耻！我大明朝居然有如此贪官，简直就是耻辱！重八，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如此生气？好不容易有标儿的消息，你又何必如此动怒？还不是那个虾仁居然撺掇咱的太子给咱上奏，让咱批准在合浦县开海，那不是好事吗？重八，你忘了虾仁的治政之能了。如果真的在合浦县开海，以虾仁还有标儿的能力，绝对能把钦州那块地方打造起来。标儿也能从虾仁身上学习一些治政的能力，西南那块地方也能富裕起来，如此一举两得，岂不是好事？哪有这么美的事？你忘了当初咱给虾仁写的那个皇家商会了吗？那狗东西居然拿咱给的这个名头去搞什么招商引资，搞了1000多万两银子。这一次合浦县开海，想必也是如出一辙。如果真的给虾仁的混账得偿所愿，还不知道他要因此贪污多少呢。咱不能便宜了他。重八呀，当初你把人家虾仁的家都给抄了，现在上户县虾仁的府邸都成了你的行宫，你还有啥不满意的？光是上次抄家就抄了将近5000万两白银，这还不加虾仁的各种房产地产还有生意。虾仁的这些银子是人家做生意得来的，跟贪污有什么关系？如今虾仁为了西南的百姓，请求在合浦县开海，那也是为了公事，你不能因为自己的偏见就耽误了正事。要知道那里还有咱们的标儿在看着，即便你不相信虾仁，难道你还不信咱的标儿？那可是咱们大明朝的储君，怎么你连咱们的标儿都不信了吗？胡说，咱就是不信任何人，咱都会信咱的标，咱的标儿必然不会让咱失望。那不就好了？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既然标儿在，绝对不会有事的。而且标儿既然亲自上奏，肯定是合浦县有开海的必要，标儿不是那种不辨是非之人。朱元璋经过马皇后的劝告，心中稍许安慰，又看了看奏书上的内容。朱标把合浦县描述的穷困潦倒，入不敷出，可谓是极为凄凉，这不禁让朱元璋起了些许恻隐之心。既然妹子求情，咱就同意这封开海奏书，但是咱会派遣督察院官员，还有刑部官员、户部官员以及锦衣卫严加看管的。如果虾仁干出了什么贪赃枉法、贪污受贿之举，咱也绝不会饶了他。你还是先把参汤喝了吧，趁热喝，别凉了。次日大早，朱元璋在奉天殿召开早朝。西南地区一直是咱大明朝的隐患，不仅仅是那里土司不服管教，更多的还是西南地区的地势较为复杂。前日有人给咱上奏，给咱提了一个好主意，能够彻底解决西南地区的地势问题，咱觉得还不错。今日说出来，请诸位爱卿给咱一起参详参详。那人上奏给咱，建议咱在合浦县开海，诸位以为如何呀？上尉，臣以为此事可行。如今我大明海军天下无敌，若是从合浦县开设港口，则从应天府出兵，可以通过海路，不用10日就能抵达西南腹部地区，兵贵神速。如此快的行军速度，想必西南的土司将会安分许多。擅长啊，你也说一说自己的观点。上尉，老臣以为合浦县的境况不明，若是建设港口，还需要配套的官道和道路设施，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建成的，而且所需所耗巨大，以钦州府甚至广东行省都不一定能够完成。黄大人，咱们还是加快步伐，要不然等到全天下人都知道合浦县即将开海的消息之后，合浦县的地价和房价就不止这个数了。蓝玉和朱棣来到了合浦县醉仙楼后，又被虾仁的发财计划说的是心服口服。最主要的是不能让朱元璋知道，但是合浦需要开海，
这就任务又交给了朱标身上。朱元璋看见了开海计划，就知道虾仁又要和上户一样搞钱了。此刻奉天殿，老臣以为还是应该派遣官员前去查看，估算完毕之后，再继续商量港口的搭建以及道路的修设。擅长啊，咱知道你是老成持重，只是如今咱们大明正在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变化，你要清楚，只是稳重，是不能将事情做得面面俱到的。咱已经派遣傅有德率领10万大军前往西南坐镇，为的就是那所谓的改土归流。只是西南地区距离实在太过遥远，如果还是如你所说谋而后定，那么到时候耽误了政事又该如何？西南合浦县不仅关乎着西南百姓的生计，更是关乎着咱们大明改土归流的成败。再说了，合浦县现在有虾仁在那里坐镇，如果真的出了什么岔子，咱绝不会放过他，这一点你就放心吧。上尉所说言之有理，是臣欠缺考虑了。若非上尉提醒，臣险些犯下大错，恳请上尉同意在合浦县开海，以全大局。既然无人反对，那么此事就这么定了，即刻传旨，让钦州知府虾仁负责在合浦县重建港口。待港口重建完成之后，就是合浦县重新开海之时，望虾仁再接再厉，用新政事，不要让咱失望。随着朱元璋的旨意落下，今日的早朝也已经接近尾声。其实李善长又何尝不明白，所谓的合浦县开海的原因，根本就不是什么改土归流。毕竟10万大军压境，只要那些土司不是傻子，有谁敢这个时候出眉头？开海的原因无外乎就是要给那位刷政绩。待合浦县的港口建成开海之际，就是那位回归之时。桂林傅有德经过将近2个月的赶路，终于是抵达了广西境内的桂林府。从应天出发，一直向西，沿着长江行进。这一路上舟车劳顿，可以说是十分折磨。即便傅有德是沙场宿将，也觉得有些吃不消。尤其是进入湖南广西境内，这里地处西南区域，丘陵山川不计其数，没有了水路运输，10万大军的行军慢得如同蜗牛一般，龟速向前。按理说，现在夏日炎炎，并不适合出兵西南土司，可是朱元璋还是下令，让傅有德率领精锐精营南下。事出反常必有妖，傅有德感觉西南可能要发生大事，是以傅有德即便是明知行军困难，仍旧是没有半分怨言，率领10万大军跨过长江，进入湖南广西10万大山，经过千辛万苦，方才走到桂林境内。这鬼天气实在是太热了，若是能冬天在南方行军，也不会如此。大帅，前面就是桂林城了，等到入城之后，就能稍微凉爽一些了。不必入城，我军有10万之众，一个小小的桂林城如何能容纳？待会下令大军在城外阴凉地方驻扎，没有我的命令，所有人不得入城，包括本帅也不能入城。合浦县虾仁府邸，虾大人，你自己一个人躲在家里，倒是清闲自在，我们可被累惨了。几位每日日理万机，怎么会有时间来本官这里？难道是有什么消息传回来吗？还是瞒不住虾大人，现在一个有2件事需要虾大人来裁决。2件事不是只有一个开海之事吗？说来听听，到底是哪2件事？第一，自然就是开海，皇上已经同意咱们合浦县开海，圣旨已经下达，只是还没有抵达合浦县，是锦衣卫的人先行前来通报，随后户部、督察院的人也会跟随圣旨一起抵达合浦县。户部、督察院的人来干嘛？还不如派一些督察院的人来，要不然这些人根本没有什么用。开海之事毕竟事关重大，整个大明只有上户县和合浦县允许开海，估计是朝中有人担心咱们在这里大发横财，这才派人来监督咱们。这些人就是眼红，合浦县这里穷得跟鬼一样，怎么大发横财？这种事还是以后再说，即便是再多的官员到来，咱们问心无愧。这些官员来了也不过是摆设。现在合浦县的开海已经被同意，咱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咱们接下来继续以工代赈，招募百姓，修建港口码头。除了港口码头，还有上户县的县城以及官道也全部都要修理。合浦县开海的消息一旦传出，整个西南地区的商人都会被吸引到咱们合浦县，这将形成虹吸效应，到时候恐怕整个合浦县都要被挤满。咱们要抢在这些人的前头，把合浦县给打造起来。别的不说，至少合浦县的县城要扩建到上户县的水平，有人的地方就有消费，而消费增长的地方，地产将成为巨大的财富。先开发地产，将地产不断售卖出去之后，赚到第一桶金，再将这些银子全部换成茶叶、瓷器、丝绸，出海做生意才是王道。接下来才是咱们发财的时候。那还等什么？赶紧行动起来！我现在就只想搞钱。咱们这样做会不会对合浦县的百姓不太好？错，大错特错！只有合浦县发展起来，合浦县的百姓作为本地人才能过得更好。到了那时，他们甚至只需要依靠租金就能养活自己一家老小，不用再下地干活。这是他们梦想中的神仙日子，又怎么可能会对他们不好？这件事咱们还是加快步伐，要不然等到全天下人都知道合浦县即将开海的消息之后，合浦县的地价就不止这个数了。还有一件事呢，不是说2件事吗？颍川侯的大军已经抵达广西境内，昨日他们派人来合浦县来与我们接洽，想询问我们要不要直接把南宁的土司给直接灭掉。
以示震慑。毕竟接下来就要实行改土归流，若不杀鸡儆猴，恐怕政策不好推进。现在就施行改土归流，有些操之过急。颍川侯的10万大军放在南宁府，实在有些浪费，不如建议他们前来合浦县。日后合浦县的发展必然会引来觊觎，需要颍川侯帮忙镇守。除此之外，合浦县的崛起可以吸引广西的其他土司前来，咱们只需要守株待兔，就能将这些土司不断吸引前来，而后再进行改土归流，阻力将大大减少。虾大人好计谋，我这就给颍川侯写信，让他率军立刻前来，想必他会很乐意前来咱们合浦县。此事不要忘了给皇上写封奏书，要不然到时候皇上怪罪下来，你我都担待不起。好，几人又商量了一番接下来的计划，而后便又开始分头行动。大军帐篷内，长兴侯，你来看看这封信，太子殿下让咱们现在就带兵南下，跟他们在合浦县会合。合浦县不过弹丸之地，能养活10万百姓都已经是不容易了，现在居然还让咱们前往合浦县，那里养得活咱们10万大军吗？太子殿下不是分不清轻重缓急之人，他既然建议我们前去合浦县，自然有些道理。而且合浦县靠海，即便是粮草不够，也可以通过海运将粮草运输过去，不像咱们这边粮草从应天运输过来，先走水路，再走陆路，中间10万大山相隔，实在是太过麻烦。皇上让咱们来西南这里进行改土归流，太子殿下却让咱们先去合浦县，咱们要听谁的？我觉得还是我先去一趟吧，等到了那边弄清楚状况，你就在此镇守中军，待我回来再行商议，要不然10万大军来回跑，恐怕会引起军心摇动。如此就劳烦长兴侯了。数日后，合浦县衙，殿下，长兴侯，你怎么在这里？不要暴露我的身份，叫我黄大人即可。黄大人，前几日收到您的密信，颍川侯就让我先行前来查看合浦县的情况。颍川侯怕合浦县丁点大的地方难以供养10万大军，这一点你让颍川侯放心。合浦县开海在即，以后合浦县所需要的粮草物资都可以通过开放的港口运输。别说是10万大军，即便是30万大军，合浦县也养得起。如今合浦县正在进行大基建，我们已经在城北和城东的方向给你们营造了可盛放20万大军的教场。我等率军来之前，皇上让我们驻扎在南宁，以便为朝廷施行改土归流政策。现在我们擅自更改驻地，此事是否有些不妥？此事我已经向皇上写明，想必皇上不会拒绝。若是你们不放心，也可以等到圣旨抵达之后再来合浦。至于改土归流之策，现在立刻施行并不稳妥。西南土司同气连枝，若是真的因为施行改土归流导致这些土司群起造反，到时候西南之地将彻底陷入战乱之中。所以改土归流还需要等待些许时日，等到一切时机成熟，则改土归流水到渠成。敢问大人，这个时机又是什么时候？合浦县开海。数日后，合浦县，哈哈哈哈！颍川侯，你可终于是来了。梁国公，好久不见，你这几年可是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让我等实在是羡慕不已。嘿嘿，两位不要老是羡慕我，如今在合浦县这个地方还有着不弱于倭岛的军功，就看两位怎么把握了。蓝玉，这里有什么军功？快给我们好好说说。这个事情稍后再说，咱们还是赶紧进城吧。太子殿下还在城里等着我们呢，切记千万不要暴露太子殿下的身份。那还等什么？还不赶紧进城？大明日不落帝国，不错不错。朱元璋经过奉天殿的商讨以后，确定合浦开海，然后傅有德带着10万大军来到了桂林，然后虾仁就忽悠朱标帮大军给迁移到合浦给他镇场子。此刻，虾仁府门前，见过虾知府黄大人。两位侯爷远来辛苦，快快请进。府内，此次合浦县开海，肯定会有无数宵小前来窥伺，所以在下才想要两位侯爷前来合浦县，一方面震慑宵小，另一方面这是帮我们合浦县练兵。练兵？敢问虾大人，此事皇上知道？此事皇上自然是知道的一清二楚。合浦县本来就处于边境地带，需要军队驻守，再加上如今合浦县即将开海，加强合浦县的武力刻不容缓，所以想要请两位能够给予支持。黄大人不必担心，如此小事包在我们兄弟身上，只是不知合浦县有多少民兵，到时候我也能按照人数派人过来训练他们。1000人啊，那也太容易了。那就是1万，这倒也行，不过需要多加派人手罢了。只是训练的时间，可能就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成军了。不会吧，虾大人，你不会要告诉我你要训练10万人吧？颍川侯真是机智，这都让你猜对了。怎么样，这种事情不会太为难你吧？我看虾大人还是杀了我比较简单，10万人绝不可能，今日即便是死，我也不可能接受。颍川侯放心，此事皇上已经答应，要不然我等也不会让你来练兵。此事由我作保，若是出了什么意外，自然由我一力承担。那好吧，既然如此，此事我会上心，
到时候从手下挑选合适的人选，前往你们大营开始训练士卒。3个月后，接上。为了保证商人出海能够得到最大的保证，夏大人决定亲自组建商会，所有愿意参加商会的商人都能随同夏人大人一起出海做生意，名额有限。今晚在醉春楼，夏大人进行商会商务洽谈，到时候有意愿的商人敬请参与。招商大会在朱标的主持下进行得非常顺利，基本上所有的商人都出钱入股虾人成立的这个出海商会。这一次虾人只融资不到500万两白银，对于他来说500万两银子已经足够自己做出很多事情。随即合浦县的港口开始大船云集，第一次开海在即，虾人则是拿着银子继续做着自己的基建狂魔，高速公路、扩建港口、造船厂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全都拔地而起。为了后续的大战，虾人还新建了一个小型的军工厂。如今从合浦通往广东茂名的高速公路已经开建，除此之外还有7条通往四川、广西、湖南等地的大道都在计划之中。上书房，陛下，虾人这种人才留在一府一地为官，实在有些浪费。若是能让他调入中书，定能发挥更大的功用。臣也以为如此。上尉，大明有如此多的百姓，还挣扎在贫苦的生活中，若是能将虾人调入中书，定能让大明的百姓全都过上吃饱穿暖的日子。上尉，两广那边的官员已经上书申请开始码头3期工程。按照他们传来的说法，如今无数海船在两广往来，每日的贸易量飞速增加。若是不尽快开始3期工程，以后怕是码头天天都要排队入港。而且两广还传来另外一丝消息，他们说如今我朝的海上贸易越做越大，已经有很多的藩邦在效仿我们，只是他们不仅仅是做生意，还会掠夺土地和人口。我朝的海船已经遇到几次那些泰西人掠夺的场面，这也就导致了不少与我们做生意的小国小邦希望能获得我们的庇护。他们曾给出承诺，只要我们能庇护他们，不但可以拿到更低的价格，还可以成为我们的附属国。臣以为我天朝上国自该万邦来朝，而若是承担起了庇护那些藩邦的责任，以后的贸易量肯定还会继续上升。如此一来，此事中的调度和谋算非虾大人不可。臣建议立刻调虾大人入京。既然诸位爱卿如此诚恳，咱就答应你们，即刻调虾人进京述职。只不过若是将虾人调入中书，该担当什么职务？皇上，臣以为户部尚书最为合适，臣愿意退位让贤。这不妥。皇上，这有何不妥？户部尚书是管钱的，而虾人的擅长之处是赚钱，这根本就是两回事嘛。皇上圣明。既然没有，那就增设一个罢了。如今中书省不是也已经面目全非了吗？索性就将那些吏员文书召集在一起，设立一个新的衙门，此衙门专是投资赚钱、大基建等事宜。诸位以为如何呀？虾人府邸。我他妈的又来！刚来广东没几个月，还没把这里的经济理顺，怎么又要进京？虽然圣旨上说是让咱进京述职，但是总感觉皇帝给咱的那个圣旨里措辞有些不对劲，好像是要将咱留在京城似的。不过说起来，自从当官以后，还没进京述职过呢。以咱现在的官职，应该能上殿参见皇帝了。想到这里，虾人不由得好奇起来，历史上真正的朱元璋是不是传说中的那种斜拔子脸？如果不是，那可能就是猪腰子脸，反正不会比本山大叔强多少。想着这些，虾人踏上了南下京城的路。好在有他修缮的马路，一路畅通无阻来到京城。若是没有这个，不知这一路要多辛苦。到达京城当天，就有官员上门问候，不过全都只是送上了拜帖和一些小礼物，全都没有面见虾人。虾人知道他们这是在避嫌，当日休整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早起来，准备上朝面圣。早起这件事差点要了虾人的老命，以往他都是睡到日上3竿才起来，现在天才蒙蒙亮就要起床。从广东来到京城，虾人还没好好休息过，强打着精神洗漱之后，根本没有胃口吃饭，急匆匆的就坐着马车来到皇宫外。看着皇宫，虾人还有些紧张，不过在看到蓝玉、徐达等熟人后，逐渐放松了下来。但是这些人在和虾人闲聊的时候，总是有些压抑不住的想笑。虾人不止一次审视自己的着装，发现没有问题后，便想着，难道他们想起了高兴的事，或者老婆生孩子了？不知不觉就到了上朝的时候，虾人站在队伍中，随着众人进入朝会大殿。进入大殿后，虾人左看看右看看，虽然前世看过，但现在完全是不同的感受。不多时皇帝驾临，一旁的徐达连忙提醒虾人，一会不要随意看皇帝，皇上叫你抬头你再抬头，不然容易惹麻烦。虾人立刻点头记下。皇帝坐下之后，在太监的唱诺下，群臣叩拜皇帝。而后众人起身之后，皇帝威严的声音便响了起来，虾人，虾爱卿。虾人听到皇帝叫他，立刻出列单独给皇帝行礼，同时谨记徐达的提醒，没有抬头。只不过虾人总觉得皇帝的声音好像在哪听过，没容他多想。他行礼之后，皇帝的声音再度响起，虾爱卿年轻有为，咱朕心甚慰。爱卿抬起头来，让朕仔细看看你。虾人听着越来越熟悉的声音，有些困惑的抬起了头，四目相对，虾人目瞪口呆。我他妈的，这他妈的是老黄就是朱元璋。往事的一幕幕不停的在虾人的脑海闪现。
赈灾掺沙，收受贿赂，而且还和皇帝勾肩搭背，大呼小叫，甚至还有他训斥皇帝的画面。即便是他穿越的时候，都没感觉有这么怪异。这真特么的社死！随着虾仁默默地低下了头，朱元璋畅快的笑声响彻大殿。此后，虾仁常伴朱元璋身边，成为了真正的红颜知己，给朱标上课，传递现代知识，带领海军巡游世界。某年，朱元璋发现大明版图莫名多了一块地方。又过几年，大明又多了很多个归顺的附属国，每年都会漂洋过海的来朝贡。又过了几年，朱元璋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大明前面多了日不落3个字。大明日不落帝国，不错不错。大明小县令全剧终。